我捡到一块神奇的 U 盘，竟发现只要往里面存储电影在播放，就能具现出电影中的东西。就比如可以让人获得异能的超能水晶，又或是能成为老乡人的5号化合物。但起初我只是想保存一些我想看的电影，但当我看着 U 盘中的电影时，我的余光中突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紧接着我发现电脑的旁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顶帽子，与此同时电脑屏幕上出现程序错误的提示，并且原本正在播放的视频自动关闭了。我没有理会电脑上弹出的窗口，而是死死盯着电脑旁突如其来的帽子。我可以确定自己在开电脑前旁边绝对没有一顶帽子，而且这顶帽子未免也太眼熟了。那竟是我刚才看的皮卡丘大电影中主人公的帽子。我倒吸一口凉气，环顾整个宿舍，发现没有其他人存在。确定不是恶作剧后，我将目光凝聚在那个黑色 U 盘上，不知是否是光线原因还是心理作用，我觉得此时 U 盘的外壳似乎斑驳了许多。我有些不信邪，再次打开电影，快进到皮卡丘出场的阶段，同时再次想象着提取出电影里的皮卡丘。然后电影再次关闭，弹出程序错误窗口的同时，一顶和之前一模一样的帽子再次出现在电脑右侧。竟然真的是这 U 盘搞的鬼！我难以置信地看向 U 盘，却发现 U 盘比之前更加灰暗了一些，这东西在损耗。我立即明白过来，看来每从电影里提取一次事物都会损耗 U 盘的能量。不过这个能量属于什么呢？电能、太阳能还是未知能源？还有我刚刚明明想象的是皮卡丘，但 U 盘却只能生成它的帽子，这是因为能源不足，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影响？我深吸一口气，使自己冷静下来，在确认 U 盘能源很可能是损耗性的，不宜尝试过度。那么在 U 盘耗尽能量变成一块没用的废铁前，我干脆一步到位好了。想到这里，我直接从本地地盘找出一部无比熟悉的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如果能将无限手套具献到现实中，那管你什么能源可就都稳了呀！想到这里，我莫名有些激动地将电影拖向了 U 盘，但是程序错误，竟然无法复制进 U 盘。我顿时失望，为什么大侦探皮卡丘可以拖进 U 盘，但复仇者联盟却不行？我想了想，开始尝试其他的电影，就比如阿丽塔战斗天使可以复制，哥斯拉终结者也全都成功了。我沉默片刻，翻出一部哪吒的电影朝 U 盘拖去，但是失败了。不过我眼前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太超出现实的电影是无法放入 U 盘。阿丽塔、哥斯拉又或是终结者都是以现实为架构的影片，而复仇者联盟虽然也被称之为科幻，但其中更多的是魔幻元素。既然无限手套这种一步登天的方式行不通，我决定试试比较实际的想法。那么我能从 U 盘中获得什么呢？无非是金钱、权势与力量。首先金钱最容易，看几部宝藏类电影就能将里面价值连城的财宝具献出来。不过有了钱自己就满足了吗？可长生否？我笑了笑，划掉了金钱的选项。至于权势，如果我将 U 盘上交，很可能因此被纳入体制核心，从此踏上政治之路，飞黄腾达。可这条路上依旧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只剩下力量了吗？我深呼一口气，想到了数种能让自己走上人生巅峰，但又不会太过张扬的道具。像如5号化合物、高能基因、超能水晶，又或是 T 病毒、巨病毒以及 ZT-48。5号化合物出自黑袍纠察队，可以使人获得超越世俗的力量。不过这样很不稳定，且需要长期大量注射才有效果，所以排除。高能基因出自电影异能，经过注射可以改造人类的身体结构，进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超能力。只是电影的理论落脚点依然是基因突变，而一旦涉及到基因，其中的成功率简直堪称惨烈，所以也排除。超能水晶出自电影《超能失控》，被这种水晶辐射后能获得一种类似精神力的力量，并且力量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但超能水晶会放大人类内心的阴暗面，电影中主角最终就是因为心智失控而被同伴杀死。而 T 病毒和巨病毒想想就排除，所以只剩下 NZT-48 了。NZT-48 出自电影《永无止境》，是一种能够激发大脑潜能的药物，可以让使用者做到过目不忘，并获得惊人的洞察力与逻辑思维。不过 NZT-48 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包括一旦停用便会产生剧烈的戒断反应，像如头痛、眩晕、记忆力缺失乃至脑死亡。不过我也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道理，更重要的是我本身便是生物专业，在专业对口的情况下，也可以学电影主角那样自己研制相应的解药，消除副作用。想到这里，我将电影下载下来，拖入 U 盘，然后定格在 NZT-48 出现的画面。然后我鬼使神差般伸出手，将手伸向屏幕，随即惊人的一幕发生了，我的手仿佛穿透了屏幕，并随着一阵轻微的触感后，下意识握紧右手。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手中已经多出一袋巴掌大小装满了不知名药片的密封袋。我眼中浮现出狂喜之色，却又看到此时 U 盘已经变得灰暗无比，完全没有一丝光泽。我知道它能量消耗太大了，想了想还是拔了下来，然后考虑再三，找出胶带将 U 盘死死缠在自己左手臂上。至于 NZT-48 我没有立即服用，而是打算先用老鼠试验一下是否有毒再说。同时为了不外露消息，我特意租了7天宾馆给白鼠做实验。于是7天后我确认这东西至少没毒，然后我处理了老鼠后坐上了通往全市最权威医院的地铁，还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打算在医院嗑药，毕竟真出了什么事情抢救也方便。最终来到急诊部等候区的一处角落，我掏出一枚早已准备好的药片，端详了片刻后送入了嘴中，紧接着闭眼等待药效发作。1秒、2秒、3秒，周围的声音仿佛都在变大，无论是远处的老人对女儿说着老伴的病情，又或是急诊室外护士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以及身侧的小女孩不断询问母亲父亲怎么样了的焦急声，无数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可是却又泾渭分明，每一个语句的音节，每一条交谈的情绪都分毫必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中。而我缓缓睁开眼，就像是盲人重新见到光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崭新无比的世界。头顶的灯管以常人无法察觉的频率明暗闪烁，急诊室紧闭的大门下方有着来回晃动的声音，以及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一波又一波，所有的信息都清晰无比地呈现在脑海，眼中所看到的芸芸众生，人们的脚步声、交谈声，甚至是呼吸的频率，没有一丝错漏，就像在看一场真实的电影。同时我感觉到脑海中有无尽的灵感翻腾，只需一个念头就能调动从小到大的任何知识与记忆。似乎回想起了什么，我突然挑眉，拿出手机再次搜索永无止境，只不过这次我搜的是电视剧版，因为在电影版剧情的最后，
主角虽然找到了克服药物副作用的方法，可是却没有在电影中展示出来，所以 U 盘无法具现。不过在电视剧版本中的剧情更加详细，肯定会有展示。果然在结局篇中出现了全剧仅有的一支能让人永久免疫 NZT 的副作用的免疫针剂，只不过我叹了口气，这个消息我还是遗漏了。现在 U 盘能量耗尽，我已经没法获取针剂了。同时在 NZT-48 的效果下，我回顾过去做的决定，也发现选择 NZT 其实是一个重大失误。我第一次最优的选择其实是超能失控里的超能水晶。因为想要研究 U 盘需要非常多的金钱，就算科技无法解析 U 盘的存在，可如果能通过异能解决 U 盘的能源问题，那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最重要的是，如果选择的是超能力，那赚钱的方法同样可以有很多种。可 NZT 却不一样 ，NZT 只是一种激发大脑的药物，虽然价值无量，但如果靠 NZT 去赚钱的话，则首先需要获得足够的知识积累，然后才能将知识转化为金钱。尤其是我早就计算过，那一大袋密封袋里刚好是500片药片，一片药片的持续药效是12小时。就算我每天只吃一片，也只能坚持1年半时间，更别说 NZT-48 有着巨大的副作用。万一将来 U 盘无法继续使用，而我也找不到其他解决 NZT-48 副作用的方法，那就有意思了。不过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没有后悔的余地。我一边思索，一边起身朝门外走去，确定 NZT 吃不死人后，也没必要继续待在这里了。不过在经过那对我旁边的母女身边时，我耳朵一动，突然转头对小女孩道：“你爸爸马上就会出来了。”小女孩与一旁母亲一愣，还没说什么，就见到2号急诊室的大门突然打开。然后一辆担架车从2号急诊室内推出，其中一名护士看向连忙起身的母女，说道：“病人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你们先去里面把手续办一下吧。”那母亲激动的浑身颤抖，刚想找我的身影，而我早已离开原地。刚才我只是听到了急诊室内几人的对话，再加上小女孩与母亲的交谈，以及坐地铁来时路上注意到一则见义勇为的新闻上，受伤者似乎与小女孩有几分相似，瞬间就得出了女孩很可能与急诊室内抢救患者的关系，然后微不足道地安慰了一下对方。而这惊人的洞察力与逻辑思维，眼中所见，耳中所听，记忆中所存，一切信息都能随时调用，并迅速将这些线索串联，得出合理的判断的，便是 NZT-48 的力量了。而接下来就该想办法怎么具现永久免疫针剂。能永久免疫 NZT-48 副作用的免疫针剂在《永无止境》电视剧版结局篇中出现过。我立即下载电视剧版的最后一集，然后准备复制进 U 盘，再将其具现出来。但是咚的一声，一个程序错误的窗口弹了出来，复制的视频竟然无法播放。我皱了皱眉，但 NZT 的药效很快让我冷静下来，并且思绪展开。对于视频为何无法播放，我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是不是需要剧情完整才行？我重新打开网页，开始从第1集下载到最后一集，只是这一次等的就有些久了。然后我就发现自己竟然有些无法忍受自己的无所事事。既然如此，那就检验一下服用了 NZT-48 后的学习能力吧。我一边挂着下载，一边随手翻开桌上的一本大学英语。英语过去一直是我的弱项，但是这一看我却彻底沉溺了进去。不仅如此，我的大脑开始高速运转，从初中起每节英语课的记忆都清晰地浮现在脑海。参照此时的课本，不懂的知识点被迅速理解消化，直到从学习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翻完了整本课本，而且掌握了所有的知识点。我呼出一口浊气，心中忍不住惊叹 NZT-48 药效下的学习能力竟然恐怖如斯。此时电脑上电视剧已经下完，我将整部电视剧复制进 U 盘，果然这次可以了。看来 U 盘具现物质除了必须是真人视频外，还必须保证故事的完整性。然后我将画面定格到永久免疫针剂出现的画面上，尝试将其具现到现实中。但正当我的手再次穿越屏幕且马上要握住那支免疫针剂的刹那，电影画面突然戛然而止。我手上一疼的同时迅速抽回了手，却发现手指指尖的一小块皮肉竟然凭空消失了，而屏幕上又则是出现了能量不足几个字。我瞬间露出沉思之色，看来我上次用 U 盘具现了 NZT-48 已经耗光了它的能源，无法再次具现其他事物了。不过这也是一个好消息，既然可以出现能量不足的字眼，那就能反向说明 U 盘是可以充能。看着 U 盘，我心中一动，又看了看宿舍电表上还有52.65千瓦时的可用电量。紧接着我来到宿舍座子上一个接线板旁边，其上有个 USB 口接口，最大功率为20瓦，1小时耗电0.02亿。想到这里，我直接将 U 盘插进了接线板的 USB 插孔中。只要 U 盘可以用电量补充能源，那么从电表上应该就可以体现出来。想到这里，我关闭宿舍其他电器，只留一个插座在工作。于是1个小时后，我再次看向电表，其上的数字显示为52.63千瓦时，比之前少了0.02千瓦时。果然，我眼睛一亮， U 盘真的可以用电进行充能。不过我很快沉下心来，虽然不知道 U 盘需要多少能源才能满足具现条件，可用脚趾头也能想到那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我需要大量的金钱。有了钱之后，可以去工业园买一家工厂，或者自己修一座电厂。只有这样，以后为 U 盘充电才能不被外界察觉。而现在我获取金钱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依靠 NZT 的力量。想到这里，我双脚彻底踏入了图书馆大楼，打算先将外语知识彻底掌握，然后再从网上看大量的核心期刊，最后通过 NZT-48 的药效将这些知识变成财富。时间来到数周后，经过近1个月昏天黑地的学习，我不仅将生物学的大部分知识掌握，而且在成体干细胞这一分支中的分支领域还有不小的领悟。如果此时给我一个实验室，让我放手去做几个实验，绝对能发几篇 SCA， 然后轻松在生物学术界初出茅庐。而这将是绝杀，但这个想法并不现实。首先，我只是个大一狗，别说学校不可能给自己开项目课题的权利，就连那些教授的课题小组都不会要自己。没法亲自做实验，就没法写论文，也就没法在科研领域出头。我不禁皱眉，尤其是最近感受着 NZT-48 的副作用，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可是就这时，我突然发觉身侧有人在用手指头戳自己的胳膊。
转头看去是一位同为生科院的女生，不过她应该是大4，因为总能看到她的电脑屏幕定格在毕业设计的界面上。你好，我见你在看有关生物化学的书，能不能借你一点时间问个问题？女生睁着大眼睛咬了咬嘴唇，有些心虚的问道。其实早在1-2周之前，女生就注意到了这个男生的到来。虽然这名男子并没有帅气的长相，可是他身上仿佛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万物尽在掌握的气场，特别是他的那双眼睛里面仿佛蕴藏着星辰大海。我点点头，见他将手中的习题递了过来，是一道关于有益多肽的题目。我说了句简单后，很快便给出了解题思路。女生连连点头，露出恍然之色。不过我突然又说道，不过艾司唑仑还是要少吃一点。我提醒了一句，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这东西会影响你的思维。女生闻言一愣，惊讶地反问我怎么知道？她最近压力很大，的确是吃了一点。我告诉她，她的脸部有轻微浮肿，同时她的眼圈过重、眼睛血丝增多等等，都是服用艾司唑仑的副作用，算是典型案例了。此外，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想办法戒掉安眠药，不然你是撑不到考研复试的。你还知道我要考研吗？女生更加惊讶了。大4第1学期开学保研名单就会下来，如果你保研成功，就不会吃艾司唑仑，也不会问我刚才的问题。况且生科系的学士学位并没有什么用，至少硕士学位才有一丝用武之地。稍微有点上进心的人都会选择继续求学，所以你只有考研一条路可走。女生快哭出来了，表示自己太笨，拼死拼活都过不了保研，考研初试基本也砸了。我告诉她，如果今年不行，可以明年再努力。但女生说自己就等着考个研究生给自己父亲看看，如果第1次考不上的话，可能就没有耐心继续考了。听到这句没耐心，我这才认认真真的打量了这女生一次。这女生没有化妆，但样子并不丑，虽然看上去有些泯然众人，但如果看她的衣服品牌就不会这样想了。我仔细看去，全都是名牌奢侈品，甚至就连她那一头绸缎般的长发也不是普通洗发水能洗出来的。我沉吟了一会，说道，其实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在本科期间有突出科研学术成果，或者参加大型学科竞赛获得突出成绩的学生，是可以申请学术特长保研的。女生的脸色再次垮了下来。可就算我进导师的项目组也有突出的科研成果，我也拿不到一座呀。我摇了摇头，如果你财力足够的话，可以去校外租用实验室，我刚好有几个实验，如果成功可以把一座给你。女生闻言露出警惕之色，你想做实验为什么不去找导师？因为我还没分配导师。女生顿时瞪圆了眼睛，她指着我身前一大堆英文资料，难道说你是大1？我拿出自己的校园卡晃了晃，学校的实验室就算了，我要做的几个实验至少以月为单位，我不是教授，学校不可能让我占用这么久。女生有些心动又有些犹豫，可是你才大1，你是学院的尖子生吗？我摇摇头，那我怎么相信你能帮我？只是给你出一个提议而已，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我无所谓道，随即再次将目光转到手中的书籍上。女生举棋不定道，万一你研究不出成果怎么办？我的钱不是白花了？那就看你到底多有钱了。我转过身，目光平静而坦然，突然说道，你是单亲家庭吧？女生瞪圆了眼睛，如果不是她从未给人说过自己的家庭情况，她甚至都要以为眼前的男生早就调查过自己了。你之前说想考个研究生给你父亲瞧瞧，这句话表面上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结合你现在吃安眠药的实际来看，你父亲在你心中的位置极高，同时你和他还有很深的矛盾。我继续说道，你有逆反心理，所以矛盾应该来自学业，你想继续深造，而你父亲则对你抱有其他希望。让我猜猜，现在成家还早了些，所以你父亲是希望你能帮他管理公司吗？你怎么又知道？女生用比之前高出一个等级的音调，惊奇地问道。只是善于观察罢了。如果你有哥哥的话，你父亲应该不会这样要求你。而且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你有母亲从中调和，你也不会到去吃安眠药的地步。我简单推理了一下，让女生哑口无言，然后说到，你本身就有锦衣玉食的生活，金钱名利方面倒看得很淡。如今的你只是憋着一口气，想要让父亲对你刮目相看，因此不断在父亲的要求和自己的想法间徘徊着。不过作为一个女生来说，有这样的雄心的确难得。女生彻底露出震撼之色，忍不住问道，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我告诉女生，她与父亲关系紧张的一方面是因为父爱是内敛的，她不会说自己有多爱你多关心你，但这并非说这种关心不存在，这种紧张女生自己应该有所体会。其次，学业是一辈子的事，同时代表了你的坚持，你要回报父亲就应该用更优秀的自己去回报。总之，父爱虽然伟大，但你亦有属于自己的信仰，这就是我的意见。而且放下心中的芥蒂，和你父亲和好，与你继续求学的决心并不冲突，不是吗？女生的眼神彻底明亮起来，你说的对，我也要有自己的坚持，自己的信仰才对。我点点头，心里想的是，你要是没有信仰，我怎么做实验？你们父女搞好了关系，也可以给我提供更多资金吧。想到这里，我一笑问她考虑的如何。女生用力点头，表示愿意试试，同时激动地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我是17级生物技术班的夏颖。然后又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她能做什么？我告诉她寒假马上来了，我会留校这几天就准备开始。至于实验用的实验室，我可以去租，但钱就拜托你了。不过你恐怕要多准备点钱，因为租 GMP 级别的实验室不会很贵。夏英一副神色凝重的模样，问我大概需要多少钱。按照实验室市场再加上我打算同步进行3项实验，顺利的话3个月内完成，经费加租金可能需要30万。这么多？夏英顿时倒吸一口冷气，这看得我心里一紧，以为对方要改变主意时，夏英突然叹了一口气，露出一副慷慨就义的神情。看来今年的压岁钱要保不住了。好家伙，我只能说好家伙，还真是个富婆。接下来为了提高效率，我又找了我一个靠谱室友来帮忙，包吃包住，外加给个作者为王伟答应的很顺利。于是商定下一座给富婆，王伟拿2座，我则是拿通讯作者。随后我早就想好的有关克隆干细胞并植入骨髓使人年轻的实验开始了。如果成功，这背后带来的巨大收益将不可限量。你自己带队在校外做实验，研究出数据后，无良导师却想霸占你的科研成果，简直是不要脸。
就在刚刚历经3个月花费30万的实验终于结束，你研究的从克隆体中提取干细胞再移植到本体使人变年轻的实验也完美成功。只要整理好数据并发表论文，你和你的团队将在学术界一炮而火。但在收尾阶段，当你提醒团队其他成员先不要对别人公布你们的实验成果，等你投完稿再说时，却没想到成员之一的夏英说道：“可是自己之前因为要申请延迟返校，所以已经给他的导师说过，应该不碍事吧？”你笑了笑，嘴上说着没事，心里却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果然，当你还在尽心尽力的书写论文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正是夏英。夏英一开口，声音就无比的低沉，随即说到自己的导师想要见你一面。紧接着，夏英又补充了一句：“对不起。”你心中一沉，瞬间明白自己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夏英解释道：“他也是才知道，他的导师竟与租给他们实验场地的蒙安公司负责人相熟，然后在知道他们做完了实验后，立即就给他打电话，并问了实验完成的情况。所以你就给他说了吗？”你平静地问道。是我不好，你现在能来一下吗？我在3号办公楼等你。夏英又重复了一次。你应了一声，挂断了电话，却是忍不住看向一旁镜子中自己。此时你的脸色苍白，精神萎靡，服用 NZT-48 的副作用已经在你身上显现。如果不加快速度给 U 盘充电，然后去献出免疫针剂，你必死无疑。可偏偏现在发生了这种事，真是让人反省。不过对于对方可能的意思，你也清楚，无非是想要通讯作者的位子。只要得到了通讯位，就相当于得到了知识产权。相比起1做2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此时卖给对方也不算什么，但就怕对方欺自己年少，想用一丁点的代价褫夺自己应有的那一份。想到这里，你拿出一枚 NZT-48 放入了口中，然后出门准备去找夏英。不过路上，你同时用手机开始查找有关夏英导师的资料网页。对方名叫郑健，今年38岁，是一名副教授级人物，海归，而且是生物化学与药学双博士学位。能以如此年轻的年纪斩获副教授职称，你知道对方的能力与手腕绝对不简单。不过网上有件事让你有些在意，资料上显示郑健的配偶因随母细胞瘤去世，且2人没有留下子嗣。可是只过了半年，郑健却又另结新欢，对方还是一名高官的女儿。除此之外，郑健人物图像上的办公桌上很干净，却唯独有一台相框显得有些突兀，相框模模糊糊的，勉强能看出是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身影。你虽然想再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情，但网上的信息也仅限于此。而这时夏英见到你来，连忙挥着手小跑过来，同时不断道歉，说道：“对不起，对不起，自己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紧接着他说出了自己导师郑健的意思，导师希望你和我能把通讯作者以及1做的位置让给他，作为交换，他可以让我们顺利取得保研的资格。当然了，如果你有别的条件也行。只是夏英没再说话。你问夏英是怎么想的，夏英说导师已经准备向校方提出申请了，让他破格保研。而这正是让他苦恼的地方。首先他觉得挺好的，他们弄这场实验不就是为了保研吗？如今既然达成了目的，2篇论文也没什么了。听此你摇了摇头，这里面是有一个思维陷阱的。首先这2篇论文绝对达到了投稿骚的级别。其次，如果这2篇论文顺利发表，夏英和你本身就能取得保研的资格。不仅如此，这2篇论文还可以给你们的前途带来巨大红利。用1做和通讯作者的位置去换取保研资格，本身就是本末倒置。不过你没有说什么反对的话，毕竟这项实验是夏英全资投资的。如果自己不同意将通讯作者权转让的话，无疑等于得罪了夏英的导师，也等于断了夏英的保研之路。但直接妥协也不是你的性格。想要通讯作者可以，不过对方必须付出足够的价格。只是听夏英的语气，对方不只想要你的通讯作者，连夏英的1做也想要。想到这里，你们一路来到夏英导师的办公室门前，似乎想了很久，夏英突然冒出来一句：“实在不行你就拒绝他吧，这3个月来你的能力我早就看在了眼里。”所以，但你安慰了夏英一句：“放心，我心中有数。”然后突然拿起手机，只是向夏英问道：“对了，你导师办公桌上的女人是谁？”夏英说道：“好像是他导师去世的前妻。”怎么？你点了点头，说了句没事，然后转身敲了敲办公室的门。瞬间，正如在网上看到的那张图片一样，完全相同的办公室出现在眼前。自我介绍后，没想到郑健竟主动站了起来，和你握了握手，然后单独留下你，准备好好谈谈。随即说到自己听小英说，你们只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十分具有创新性的试验项目，真是不简单了。你谦虚了一下，表示夏英和自己另一个舍友也帮了大忙，同时却是不禁看向一旁一台巨大的落地摆钟，然后露出感兴趣的神色。郑健一笑，刚想说什么拉近一下氛围，你却是反问到：“这摆钟是何国的吧？”郑健有些惊讶的同时点点头，却听你说道：“何国的摆钟虽有古典韵味，可惜一直不够精确，经常需要进行调整。所以郑教授，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郑健看了看座钟上的时间，说道：“现在不是早上9点35吗？”你摇摇头，可是我手机上显示的是9点40。说着，你直接打开了座钟的表盘保护壳，将时间朝后拨了5分钟。郑健皱了皱眉，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现在时间对了，你笑了笑，转身坐回了沙发上，似乎是感受到气氛有些不对。郑健看了摆钟一眼，表示还是直接开门见山吧。郑健说道：“首先，夏英是自己的学生，他投资的这项实验自己完全有理由对其进行负责。不过念在你出力够多的份上，自己也不会亏待你的，而且还很看好你，愿意在你身上投资。现在你是大1，等到你大3时，只要选自己做导师，自己不仅会直接给你申请本校保研的名额，而且以后的项目和课题都尽量启用。除此之外，奖学金什么的我也可以尽量帮你争取。当然，自己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次实验的论文你必须放弃通讯作者的属意。”听此，你心中冷笑，明明是夏英出钱，自己这一方耗费了3个月的努力，在郑健的口中却成了他自己一个项目。看来这个郑健不仅脸皮厚，胃口也不小。你甚至可以想到，只要他能成功，那么凭这篇论文，郑教授的位置基本是板上钉钉了。不到40岁的郑教授可以说是前途无量了。所以你此时也彻底明白，眼前这个人对自己的实验成果已经势在必得。想到这里，你脸上却是面露难色，同时确认了一下保研是否当真。郑健立即说道：“没问题，而且只要你跟了他以后，不愁没有出头的机会。”你暗暗摇头，怕是跟了对方以后还是给对方当嫁衣吧。于是你再次犹豫的说道：“自己要考虑一下。”
郑健脸色一板，又立即苦口婆心的说道自己都是为你好，学术界的水很深，还好是遇到了他，不然其他人连条件都没得谈。于是你沉默了一下，仿佛下定了决心，说道：“那就请导师多多照顾了。”郑健顿时露出欣喜的神色，又让你现在就把实验资料传给他，不光是数据资料，还要你放在宿舍的第一手纸质资料。你点点头，先是将数据资料发到了郑健的邮箱，却是说道：“那我再给您简单讲一下思路吧。”而听到你将实验毫无保留的讲了出来，讲得无比透彻，就好像是在讲一个吸引人的故事。甚至在讲到精彩部分的时候，郑健更是忍不住拍手哈哈大笑，为你的想法而赞叹。只是在这时，你突然岔开话题，看向桌上的相框，问道：“对了，老师，相框上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您的妻子吧？”郑健刚才大笑着，此时闻言顿时一愣，随即点点头，惋惜的说道：“但她几年前去世了。”而与此同时，只听得咚的一声，古老浑厚的声音从落地中内传出。你和郑健不约而同的停下交谈，一同朝落地中望去。不知为何，郑健突然有些不舒服的感觉。这个钟声自己听了无数遍，可今天的钟声却格外刺耳。已经10点了吗？你回过头来悠悠地说道：“郑教授，这台摆钟的确坏了，现在只是9点55分而已。”说着，你再次走到落地钟前，又将时间朝前拨了5分钟。郑健张了张口，可是却欲言又止。不知为何，他有种别扭的感觉，但却又察觉不出哪里出了问题。重新拨回了时间，你再次问道：“导师，您的前妻是因为车祸去世的吗？”郑健皱了皱眉，这种私事原本不是一个学员应该过问的。不过看在论文的面子上，郑健还是回答了不是，是因为癌症。是什么癌症？你继续追问。髓母细胞瘤，你问这个做什么？郑健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开始隐隐表达自己的不满。没什么，我只是听说您的前妻生前经常头疼脑热，而您又是一名合格的药学博士，那么我想问问，你走回桌前，声音渐渐压低，您是不是经常在家里私自给妻子吊水啊？你在胡说些什么？郑健闻言仿佛见鬼一般跳了起来，他的目光死死盯着你，到底是谁让你来的？是谁让你询问这些的？你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你猜？然后你随手拿起桌上的相框，将镶有照片的一面对着郑健又说道：“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在桌上摆一张前妻的照片？”那是因为我无法忘记他。郑健深吸一口气，冷冷回答：“既然如此，为什么这照片不是面对着你，而是面对着大脑？”你将相框摆到郑健的面前，你在害怕什么？只是摆放错了而已。郑健色厉内荏，小陈，我不管是谁告诉你的这些，但是我要警告你，凭你刚才的表现，我就能让学校给你下处分。导师，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你毫不在意，只是轻轻抛着手中的相框，而在郑健眼中，相框上的白衣女人上下翻飞，就如同一只蝴蝶。放下照片！郑健怒喝道：“导师，您知道催眠吗？”你一边抛着手中的相框，一边露出诡异的笑容。催眠是一种唤起潜意识的手段，通过催眠可以治愈许多心理创伤患者的内心。除此之外，它还有另一个功能，那就是可以让一名罪犯说出自己的犯罪全过程。你在催眠我？郑健猛然瞪圆了眼睛，他总算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觉得不对劲了。想到这里，郑健连忙掐住自己的虎口，顿时剧痛袭来，却令他精神一振。你在害怕吗？你是害怕自己在被催眠后会说出什么吗？你穷追不舍，继续追问。但郑健已经完全清醒过来，立即吼道：“现在你立即给我离开办公室！”但是郑健，我数3声，你会回到当年你前妻死亡的那一天的。你只是悠悠道，同时打开一旁的窗户，顿时让冷风顺着窗户灌了进来。如果你不愿离开，我就要报警了。郑健却是拿起桌上的座机，但你倒数了一个3。听此，郑健额头流下了冷汗，嘴上喊着住手的同时，手中则开始拨号。紧接着你又说了一个2，同时再次将手中的相框抛到半空。可是就在你即将数到1的时候，只听得咣当一声，突然手一滑，相框直接摔在了地板上。打扰了你，笑了笑，直接转身离开办公室。而听到门口传来了闭门声，郑健这才抹了抹头上的冷汗，重重瘫倒在座椅上。为什么对方会知道自己当年做了什么？他神色阴沉，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害怕。不过无论如何，接下来自己可不会这么轻易算了。郑健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抹狠色，就要弯下腰去拾前妻的相框。可是就在他拾起相框的一瞬间，门口的摆钟又一次敲响了。咚的一声，你在门外念出了最后一个数字1，然后又过了一会，当你走出办公楼后，突然身后发出扑通的像是物体掉落的声音，紧接着是短暂的沉默以及围观路人的阵阵惊呼。看来是时间到了。你看了看手机，现在刚好是10点整，但你又摇摇头，不过是一个渣男功成名就后抛弃糟糠，选择对自己更有前途的女人为妻的烂俗剧本。之前你还只是猜测，但现在好像被证实了，于是转身离开。然后第2天，警方通报了郑健教授自杀的事情，并且还查出了3年前郑健教授竟有过利用自己知识培育癌细胞，并注射给妻子导致其患癌死亡的事情。与此同时，作为郑健生前最后见过的艺人，你也被警方喊去了解情况。见面过程中，你自然实话实说，不仅是对方想要强取你科研成果不给就不让你毕业的事情，还有你在被对方威迫下脱口而出说出了自己对郑健妻子死亡可能推测的事情，以及对方求你不要说出去，但作为五好青年你正义拒绝并推门离去的事情。说完，你脸上有些后怕的又说道：“只是没想到你还没报警，郑健就畏罪自杀了。”最终这件事被确定为郑健咎由自取，而你作为让郑健昏了头最后搭上命的主角，也被校长带着一大帮教授亲自见了个面。只是在交谈中，一位名叫王希的教授对你的实验反而更感兴趣，而王希是个大牛，在校方的地位十分的高，一句话就让郑健死亡的事情直接略过，连校长也不得不放弃继续审问。而你内心也清楚这是王希在保护自己，于是这场会议就在王希的打岔中不了了之。对于王希教授的这一举动，你则是默默记在心里。然后你收到了王希教授的邀请，私下去他那里好好给他说说究竟是什么实验的事情。男人大一就写出了投稿4水平的学术论文，引得院士级别的大牛都要收他为徒，但是男人却拒绝了邀请，转而要自己去创业。只因男人捡到了一个神奇的 U 盘，只要往里面存储电影并播放，就能具现出电影中的东西。第一次沉沉就具现出了电影《永无止境》中能开发大脑的逆天药物 NZT-48，并吃下 NZT 后直接大脑转速全开，写出了论文。
只是服用 NZT-48 后有相当的副作用。虽然可以从电影中具现出免疫针剂将副作用免除，但当晨晨准备再次使用 U 盘时，却发现 U 盘能量不足。想要再次使用，不仅要充能，且需要的能量还极大。因此，如何获取一大笔钱来为 U 盘的下一次使用提供足够的电费，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看着发出邀请却被拒绝的王希教授，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晨晨还是拿出了一张大学生创业贷款申请表，借着要创业的借口，希望王希教授能帮自己一下。王希教授也知道以晨晨的水平，学校已经无法再教他什么，于是痛快地在担保人一栏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担保的金额还是最高的100万。晨晨感激之下，又注册了一家名为黑光生物科技的有限公司。走完流程并拿到了贷款后，为了不让庞大的用电量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直接租用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制氧厂来为 U 盘充电，每天可为 U 盘充电的额度高达4000度。虽然这使得1个月的房租加电费就得花费20多万，但是这跟能让 U 盘再次巨献的回报来说完全不值一提。时间来到3个月后，这期间晨晨不仅仰仗 NZT-48 的药效，又学习了大量各领域的专业知识，而且 U 盘表面再次恢复了光泽，似乎可以再次使用。见此，晨晨深呼一口气，取下充电的 U 盘，重新插入电脑，并将永无止境的电视剧版再次拖入 U 盘。接下来，该巨献免疫针剂彻底解决服用 NZT-48 带来的副作用隐患。一瞬间 ，NZT-48 出现的画面被定格。晨晨伸手向前，手掌再次穿过屏幕，同时仿佛触碰到了什么冰凉的东西，然后将其握住，再轻轻一拉，就见得一管针剂竟是出现在自己的手中。成功了，终于成功了！晨晨一时间有些恍惚。从得到 U 盘到如今，虽然只过去了半年，可是对于他来说却是漫长到了有些不真实的地步。不过从今天开始，那柄悬挂于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终于被他摆脱掉了。他低声喃喃，轻轻拧开安全阀，将无针注射器贴在自己脖颈静脉的位置。什么毒理测试，什么动物实验都去见鬼去吧！没有任何犹豫，无针注射器将药物以高压喷射的形式瞬间注入晨晨的静脉。一时间一阵冰凉从脖颈晕开，并最终顺着血液流入大脑，而晨晨只感觉头脑一清，仿佛被什么保护一样，原本头脑隐隐作痛的症状也顿时消失了。晨晨仰起头，呼出一口气，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彻底摆脱了药物的束缚。NZT-48 不再是一柄伤敌先伤己的双刃剑，而是一把能够披荆斩棘的神兵利器。然后压下心中的狂喜，再次看向 U 盘，却发现 U 盘只是变得陈旧不少，却并没有像之前那样破败不堪。难道说还可以巨献一次吗？晨晨眼前一亮。至于这个该巨献什么，晨晨不禁思索起来。他还记得管理学中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5个层次的需求。套在自己身上的话，如今生理和安全上的需求都解决了，自然而然的也该升级到了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求的层面上，也就是开始对金钱、地位、梦想等等事物开始上心了。当然，超能力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不能拿来显摆，但留着防身还是不错的。想到这里，晨晨拿出一本本子，在上面写下了2个选项：超能失控以及头号玩家。超能失控中有着能让人获得异能的超能手机，有了超能力后不仅可以防身，而且他甚至还可以去拉斯维加斯，凭借超能力一晚上赚个几百几千万。不过他现在还不确定受到水晶辐射后自己的身体又或是心性会不会出问题，毕竟电影名字叫超能失控，可是带着失控这2个不祥的字样。因此晨晨还有另一个选择，即电影头号玩家。头号玩家故事中存在着一款名为绿洲的虚拟现实游戏，人们只要带上 VR 设备就可以进入这个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的虚拟世界。而如果他能将那个虚拟游戏设备局限到现实，再吃透破解其技术，并做出一款同等级的 VR 游戏，那会发生什么？可以预见，这必然会引发一场全球科技和游戏大厂的剧烈洗牌。同时，这也代表了价值上千亿的巨额财富。当然了，直接拿出完整的游戏和技术并不现实，反而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晨晨打算是将里面的一些程式和算法，乃至是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先抛出来作为铺垫，然后过个3、5年再抛出成熟的游戏来。最重要的是，他手上就有一个类似的铺垫，一款自己开发了一半的即时翻译 APP。如果能将自己设计的这款 APP 搭载上绿洲的人工智能，会不会产生某种颠覆性的改变？想到这里，晨晨心中已经做出了选择。虽然超能力对自己更具诱惑力，但如果能先获得足够的金钱去打造一座实验室，再研究超能力的安全问题，岂不是更加稳妥？于是晨晨决定巨献头号玩家中的 VR 设备。如果让你可以从电影中带出一件东西，你会选什么？我捡到了一块奇怪的 U 盘，发现只要放入电影再播放，就能巨献出电影中的东西。而我打算巨献电影头号玩家中能让人进入虚拟现实游戏的虚拟设备。只因电影中的科技水平与现代相差不算太大，只要能破解其中的技术并领先其他厂商率先做出一款完全真实的 VR 游戏，那么将意味着彻底洗牌全球游戏市场，同时也代表了上千亿的财富。而电影中有数种虚拟设备，除了 VR 眼镜外还有 VR 座椅，我这次便打算将那座椅巨献出来。但是当我插入 U 盘调出电影画面，同时伸手进屏幕触摸到那座椅就要将其拉出来时，我的手指却瞬间传来钻心般的疼痛。我下意识缩手再一看，竟发现2根手指上少了近半厘米厚的肉，同时电脑屏幕上显示能量不足的字样。我用卫生纸止了血，却是叹了口气，立即明白之前我巨献的都是一些小玩意，而这次的座椅体积太大，耗能太多，当前 U 盘中的能量还不足以将其巨献出来。但是等等，不对，我突然想到，刚才我不是都触摸到了那个座椅了吗？而且之前我巨献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先有触摸的感觉，然后再把它们从屏幕中取出。既然可以触摸，是不是说明东西已经巨献成功了？而既然已经巨献出来，但却能量不足无法取出，难道说 U 盘的能力并不是巨献事物，而是将现实与一个虚拟空间连接起来？也就是说 U 盘所谓的能量其实是为连接2个世界的通道提供能量。我倒吸一口冷气，觉得这才是 U 盘的真相。但我很快冷静下来，既然巨大的座椅无法拿出来，那我就换成主角最开始用的 VR 眼镜好了。
想到这里，我再次调出画面，同时伸手向前，感受到触感后一咬牙，猛地一拉，我的手中便多了一副造型奇特的眼睛。我松了口气，看向 U 盘，发现它再次变得灰扑扑的能量再次用完了。接下来我停租了制氧厂，转而是到偏僻地方租了个仓库，然后将其改造成一个办公室，并准备在这里开始破解 VR 眼镜中的程序。然后1个月后，我不仅破解了大半，而且还用 VR 游戏中的部分智能程序创造了一款翻译软件。这个软件不仅能将任何网页上的任何语言翻译成你想要的语种，而且绝对不是机翻水平，准确率极高，比市面上那些在线翻译软件强了不知多少倍。测试完翻译软件的功能后，我松了口气，然后低语依据 X 帮我把程序加上动态防护壳，并转为安卓、iOS 与 PC 3种格式。明白了，主人稚嫩的声音从音响中传出，而 X 正是我从 VR 游戏中剥离出来的另一段智能程序。当然 X 是真正的人工智能，不仅拥有人的思维，甚至还带有逻辑性，所以平常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可以交给 X 处理，机器方便。然后想了想，我又将这款翻译软件命名为小 X 翻译助手，这将是我接下来进军资本市场的重要依仗。随即我让 X 将软件打包发给我指定的那几个客户，接下来就该看那几人的反应了。与此同时，商都内环一家豪宅的房间内，一成熟男人正在呼呼大睡。此人名叫展飞，明面上是个发家致富的直播公会创始人，但暗地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纵横暗网的黑客。凭借着卓越的电脑手段，展飞即使是在暗网中也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甚至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今天他平静的生活就要被打破了。一阵铃声响起，将刚睡下不久的展飞吵醒。展飞低语了一句该死，本来还下意识就要关闭手机，但很快他察觉到不对，手机的铃声很诡异，根本不是自己设置的。其次，自己打开手机后铃声才停止，而且一封邮件同时发了过来。更重要的是，这个邮箱是他当黑客在暗网用的那个邮箱。展飞皱了皱眉头，黑客的警觉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手机很可能中毒，但他还是拿出数据线，打开电脑准备查看这封未知邮件到底有什么秘密。结果等他解压并安装邮件里的压缩包后，竟发现里面是个名叫小 X 翻译助手的东西。看介绍是一款能将任何语言翻译为中文的软件后，展飞懵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时安装的翻译助手提示检测到中文系统是否将所有外语翻译成中文。展飞点了同意，然后就发现他随手打开的一个外文网页竟全变成了中文。最重要的是，翻译后的文字没有改变网页排版，就如同这网站本就是个中文网站一样，而这是当下所有翻译软件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展飞一惊，却又皱了皱眉头。知道这款软件的强大后，他立即从网上搜索小 X 翻译助手的消息，但却什么也没找到。他立即明白这可能是款还未上市的软件。不过这款价值巨大的软件为什么要发给自己？就在展飞低语完这句话的一瞬间，他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是一个未知来电。展飞沉默了一下，知道自己附近的基站可能已经被对方黑掉了，而这个电话看来就是邮件的发起人开始联系自己了。不过对于对方的目的，他有些困惑，难道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技术，还是暗示自己对方已经掌握了他什么把柄，想借此来要挟他？不过虽然自己现在在明，对方在暗，可一旦两人建立了联系，自己未必就没有反杀的机会。想到这里，展飞心中一定拿起手机接通了电话。而在接通电话的瞬间，一个奶声奶气的童声顿时从电话中响起：“朋友，你听说过小 X 吗？据说中州存在4大顶级黑客，其中最强的也是唯一一个身份不明的是叫做 King 的黑客。但是此时一家上市公司的办公室中 ，King 却是咬牙切齿的暗骂着混蛋，因为不仅他的黑客身份被人得知了，而且对方竟还用他当黑客时做的一些不道德事情来威胁他去投资一家公司。虽然他查看过那家公司的产品确实存在非凡的价值，但他可是 King 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竟敢威胁他。他立即动用黑客手段得到了对方那家公司的全部法人信息，但是他一愣，对方的法人竟只是个19岁的大学生。他皱紧眉头，知道这很可能是个幌子。然后心思一转，就要再追查给自己发来邮件的那个神秘邮箱出自何处。但是还不等他追查开始，一旁的传真机却是自动的开始工作，其中打出来的一份文件上的内容，正是有关 King 一系列的非法所得以及不记名账户。King 瞬间慌了，还不明白对方什么时候入侵了自己的电脑，立即用自己编写的程序检查电脑，但是一无所获。但这还没完，一旁的打印机又再次工作起来，其中一张张黑白的照片被打印出来，而 King 看到照片上的内容，瞬间冷汗直流，因为那正是刚才在办公室中的自己，而照片角度来自自己办公室的2个摄像头。King 瞬间明白对方这是在警告自己，自己刚才的追查举动已经彻底被发现了。该死，真是该死 ！King 猛地一握拳，却是向外走去。按照对方邮件中的内容，对方接下来会在一家咖啡厅内等着他见面。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狠色，那他就满足对方，同时见见这个代号 X 的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与此同时，始作俑者的陈晨在电脑前伸了个懒腰，为了给自己的公司保驾护航，他一共联系了4名有商业背景的黑客。这里面除了 King 抵抗情绪特别强外，其他的几人倒是认怂得很快。不过陈晨也不在意，有了这4人背后的公司当靠山，自己的公司才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毕竟资本的市场就像一块蛋糕，有了好处，要么接受别人的投资，大家一起吃；要么吃独食，被别人连蛋糕都给砸烂，大家都没得吃。所以，与其接受一些可能让公司日后脱离自己掌握的天使投资，又或是风投，不如自己寻找投资人，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他找到 King 与 S13以及 ZCH 和展飞几人的原因。很快，陈晨来到一家米奇咖啡厅，订了一间米奇妙妙屋主题的包厢，又给了服务员100小费，告诉他只要自己过会给他发短信，就把包厢的电闸拉掉。做完这一切，又过了10几分钟后，第1名黑客如期赴约了，正是展飞。来之前，展飞本来心情并不好，并且从不相信人会有什么气质这种事情。但是当他走进包厢，见到陈晨的一瞬间，不知为何他却从这个少年身上感受到了即将掉入黑洞的错觉。进来坐呀，跟我客气什么？陈晨看了一眼门口的展飞，一笑：“我客气你个头啊！”展飞压下想骂人的冲动，却是问道：“陈晨真的是那个黑客 X 吗？”陈晨一笑，没有否认，只是说道 ：“S13 与 ZCH 马上就来了。” King 则是早就来到，并在对面餐厅观察这边好久了。展飞一惊，果然很快就见得 S13 与 ZCH 一起到来，而见人齐 King 也现出身来。
不过一来到 S13与 ZCH 就看向陈晨，确认了陈晨的身份后，两人直言，如果陈晨想要利用他们在暗网的身份威胁他们什么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可从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陈晨摇摇头，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威胁几人的意思，相反，正如邮件中所说，他是来找几人合作的，每人出资1000万投资自己的公司，同时每人也将获得自己公司2%的股份。CZH 知道陈晨手中翻译软件的价值，因此直接开口道想要投资也不是不可以。他们两个愿意以2亿的价格购买陈晨手中公司40%的股份。展飞同样表明愿意以5000万购入10%的股份，但是陈晨摇摇头，说到自己只打算出售8%的股份而已，而且只限小 X 翻译助手这一款产品。此外，自己愿意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接受几位的投资，是看中了几人在 IT 界的影响力。相信几人也看出这个翻译助手的市值绝对不止5亿。几人沉默了片刻，没有说话。陈晨继续说到，自己的公司还在研发另一款同声传译的翻译软件，只要成功，自己有把握让翻译官这个职业成为历史。所以现在投资自己几人，日后绝对会获得10倍以上的报酬，肯定不亏。当然，如果没兴趣，也可以现在离开，而且自己保证日后绝对不会再打扰几人。包厢中又是一阵沉默，最终展飞率先开口，愿意合作。这几天陈晨就可以派人去他那里进行项目对接。S13与 ZCH 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随即几人便离开了，只有 Ping 留了下来。陈晨一笑，却是询问 Ping 考虑的如何，却不想 Ping 突然开口说到我拒绝。Ping 说到自己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人威胁他，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便是他的人生信条。陈晨一愣，知道是自己之前的举动有些冒失了，就想要道个歉，但是太迟了。Ping 摇摇头，语气一冷地说道，自己虽然开公司，但这只是个爱好，他真正看重的是自己黑客的身份，但现在你作为 X 的行为已经挑战了我的底线，你这话是在向我宣战吗？陈晨神色一下子严峻起来，Ping 冷笑一声说道，自己除了是黑客外，在道上也是有一些朋友的，如果你打算用黑料来威胁我，那我不保证你的家人会不会发生意外。听此，陈晨脸色一变，同样像是被触及底线，但是他没有生气，只是叹了口气，说到自己还是想得太简单了，人心真是捉摸不透的东西。听此，Ping 冷哼一声，没有言语，直接转身离去。不过就在这时，陈晨突然出声，等一下，你的蚊香忘记带了。Ping 一愣，回头看去，可就在这时，包厢中的灯突然熄灭，周围瞬间陷入黑暗，然后下一秒 Ping 就见得一缕打火机的光亮从黑暗中亮起，映照着陈晨的脸色，如同鬼魅般若隐若现。这是你的蚊香吗？不介意我来一根吧。黑暗中 X 的声音如同带着魔力，然后 Ping 的表情就从凶狠渐渐变成了呆滞，他只看到一点火光明明灭灭，犹如天空中的星辰，1颗2颗3颗。不久后，咖啡厅附近发生了一起车祸，据说受害者仿佛对周围疾驰的车辆视而不见般，直接横穿马路，最终被一辆汽车正中撞飞出去。另一边，陈晨则是骑着电动车往自己的工作室仓库方向而去。刚刚他收到小 X 的提示，他的工作室附近好像出现可疑人员了。富家千金驱车2小时来到我创业的老破小仓库找我却连杯水都不给他。他问我是不是不喜欢他，我告诉他我就是不喜欢你做舔狗的样子。夏英脸色一僵，却是说道，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谁愿意当舔狗呢？而且自己已经放弃保研了。我一惊，只是问他之前一直努力不就是为了保研吗？怎么放弃了？夏英摇摇头，自己读研只是为了跟自己老爹对着干，但现在他们父女关系缓和，倒是没这个必要。我表示我这穷人家的孩子完全不理解你这富婆的想法呀。却是听得夏英突然说道，要不自己就来我的公司吧。我心中一动，黑光科技公司创立这么久了，我一个手下还没有些事，如果一直我去做的话，确实有点麻烦。我看向夏英，问他会干秘书的活吗？夏英一笑，表示自己经常在老爹的公司中帮忙，秘书能干的事他都能干。我沉默了一会儿，经过之前3个月做实验的相处，我已经颇为了解夏英的能力与人品，可以后从其他渠道招聘人员，再考虑忠诚的问题，夏英明显是更优选择。因此我点点头，告诉他可以先从人事干起，就用他父亲的关系帮我招一批员工，同时再把我新研发的产品发给他父亲，看看有没有投资的意向。夏英连连点头。于是当天，夏英的父亲在收到我研发的翻译软件后，就看中了其中的巨大价值。我随后以3000万现金卖给了他4%的股份，再加上之前卖给展飞几人的股份，我手中一下子多了6000万现金。不过我知道这些都是小钱，而且是身外物。我最看重的还是那个能具现电影中道具的 U 盘，只要有 U 盘，再别说一个公司，就是1000个公司我也开得起，而且就算无数次跌倒，我也能重新站起来。于是几天后，黑光科技公司悄然在城市中落座。公司方面的事情，除了技术由我全权负责外，其他的诸如运营、人事等等都交给了夏英以及他从他老爹那里挖墙脚过来的人负责。不过这天夏英突然跟我说，现在我们的软件依旧在免费推广阶段，而打广告又花了不少钱，如果再这样下去，公司可就没钱了。说完他补充了一句，其实在中州我们的软件好像没有那么大需求。我点点头，也知道他的意思。中州人口密度大且语言统一，我们的市场应该是拥有多种语言的其他州区，特别是那些玩脸书与推特的。我刚说完，门外就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是夏英的助理叶姐，也是夏英专门请来辅助她管理公司的。叶姐一笑，只是告诉我推特与脸书的代表已经到楼下，他们好像是来谈合作的。我问她那2家是一起来的吗？叶姐一愣，随即点了点头，问我怎么了。我只是轻笑道，等了1个月才来，看来他们还是破解不了我软件中的程序核心。叶姐随即又问我是不是要出门迎接一下，我没好气的说道，他们没长腿了，让他们先去会议室，我过会就去。于是来到会议室，我便见到了脸书的代表托尼以及推特的代表艾米丽。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我询问两方来此的意思。托尼笑道，他们2家都看中了我开发软件的巨大价值，并估值15亿美元左右，因此他们2家愿意以1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我公司70%的股份。但是我摇摇头，直接拒绝了两方的请求。托尼一愣，有些不解，他知道我的公司之前不过只接受了800万美元的融资，现在开发软件正是缺钱的时候，为什么会拒绝？不过他还是拿出一份意向书，然后给出了方案2，即在不干涉我公司软件运营的情况下，以1亿美元购买翻译助手在脸书平台的永久使用权。推特一方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这时一旁的叶姐突然小声对我与夏英说：“这一条相当于对方2家出钱给我们打广告，对公司的宣传来说绝对是个好机会。”我点点头表示我也是这意思，不过这价格需要提一提。随即我收到翻译助手入驻平台可以，但是1亿不够，我要20亿。托尼顿时惊了，他们对我的估值不过15亿，怎么可能花费20亿只买个入驻权？我只是笑道，那可以换个合作方法，你们2家谁愿意出价30亿美元，我可以让他拿下全联邦的独家授权。听此，托尼与艾米丽脸色同时一白。托尼一拍大腿说：“我这简直是坐地起价，完全没有合作的成本。”我一笑解释道：“我这款翻译软件相比于中州来说，更像是为你们这些国际平台设计的，单论价值远比你们想象的要高。而且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将这翻译软件用在你们的竞争对手上，会是什么结果？”两方瞬间沉默了，他们自然懂得小 X 翻译助手的含金量，同时也知道如果竞争对手用了这款软件，那么对他们将是怎样的灾难。我见两人犹豫，趁机又说道：“而且如果你们2家获得独家授权，不仅可以巩固地位，而且说不定还可以开拓新兴市场。就比如说中州。”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是一致同时想到了一家公司，那就是企鹅。企鹅如何发家的，他们自然清楚，但正因为清楚，才越发嫉妒。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却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甚至只用了10几年就成了互联网中的帝国之一。但是两方沉默了片刻，只是说到事关重大，还需要与总部商量一下。如果可以，明天他们会给出答案。我做出请便的手势，便看着几人离开了。夏英看向我说道：“他们好像动心了。”我点点头。不出意料的话，再过1个小时就会有人来联系我。果不其然，半小时后，叶姐急匆匆地找到我，说到艾米丽来了。一见面，艾米丽就急切地告诉我，她代表脸书愿意选择方案2，以3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小 X 助手的联邦独家授权。我摇了摇手指，有些可惜地说道：“可惜刚才推特也联系了我，说他们也愿意这么做。”但是艾米丽立即惊呼一声：“不可能！”同时看向了我，深侧一眼，立即说道：“你这是欺诈！”我不紧不慢，只是说道：“那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托尼他们如何？”艾米丽表情一致，表示40亿是他们的极限了。既然如此，他们愿意合作。于是花费了将近3个小时，合同被签订下来。看着叶姐脸色苍白地将艾米丽一行人送走后，夏英顿时高呼：“40亿美元不是做梦吗？把我爹卖了都不值这么多钱。”不过夏英又问我：“我真的想让那2家入驻中州区吗？”我嗤笑一声：“这份合同上可没写必须更新中文系统啊。总之你记住，他们2家迟早会是我们的敌人。”于是接下来，黑光科技有限公司与脸书签订40亿美元天价合同的消息不胫而走。无数人将目光集中在这个名不传经传的小公司身上时，也让小 X 翻译助手这款产品迅速发酵。此外，最关键的是，我与脸书签订的合同只是平台独家授权，也就是脸书的用户不需要任何费用，但是我依旧可以向其他个体用户收费。因此，翻译助手的会员套餐等等适时推出。再然后又过了几天，黑光科技的员工叶冬梅被查出在任职经理助理期间行为不端、收受贿赂的证据，随后被黑光科技辞退。而有了充足的金钱后，我也终于有机会建立实验室，好好研究一下手中的 U 盘。借着公司的名义，在商都工业园区买下了一座濒临倒闭的 IDC 数据中心。所谓的数据中心，即是 Internet Data Center， 是基于 Internet 网络，为互联网企业提供收集、存储、处理等信息服务的中间商。拿夏英老爹的夜游公司举例，一名新用户注册了一款辉耀公司的游戏后，辉耀公司该如何记录对方的游戏信息，好让对方下次在登录时不会发生数据丢失的尴尬情况？一般情况下，辉耀公司有2种选择。第一种，自己搭建一座服务器，用来支撑每时每刻几万乃至几十万的用户访问。这一条需要从无到有的搭建服务器，需要至少1间机房，机房内还必须有足够的散热系统，再加上专业维护人员的费用，耗资不菲。第二种，将这些储存信息的任务交给一家数据中心，公司本身只需要专心做好游戏的开发与维护就够了。简单来说，数据中心就是一家专门用来储存各家公司的网络信息的公共机房罢了，也就是所谓的云服务器。而晨晨买下的这座，就是一家设备老旧、经常瘫痪、数据延迟严重等有着一系列问题，已经濒临关闭的数据中心。这家数据中心按规模来说已经属于大型，共有8座机房、4000多台服务器，每座机房尺寸都是10×50米，再加上办公地点，整栋建筑占地面积达到了5000平方米。它原本是中州区宫崎电讯旗下的其中一家数据分部，因为建立的时间很长，许多设备已经老化到无法升级，彻底跟不上时代了。而且根据 Tier 分级，这家数据中心也只有最基础的 Tier 1级，在无数家新建立的高级数据中心中，它也失去了竞争力。因此，晨晨只花了2000万，就从电讯手中将其买了下来，其中包括还剩2年的地皮租期。买下之后，晨晨没有立即升级更换这些老旧的服务器设备，而是首先购置了一台变压器。原本晨晨是想买区域变压器的，不过考虑到安装这种变压器可能会导致当地用电量异常，引起政府察觉，于是最终只买了一台1万千伏安、35千伏的全桐油静式变压器。等卡车将变压器运回来时，晨晨才发现光这一台变压器就有一座房间大小。这台变压器是数据中心原本变压器容量的3倍。其实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用电量还是其次，最耗电的反而是机房的制冷。按照数据中心市场给出的耗电占比，服务器耗电量占总耗电量的 40%， 制冷占 55%， 其余电源、照明占 5% 左右。
这样一家数据中心，需要一台3000千伏安的变压器才能完全供应。现如今只是提升了3倍而已，应该不会引起供电所的注意吧？陈晨摸着下巴，思索着。其实为 U 盘供电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外州区建发电厂，例如印州区或非州区，那里的区政府环境能给陈晨提供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做什么都如履薄冰。不过建造一座发电厂的价格实在是天文数字，之前陈晨还真承受不起。不过最近脸书的40亿美金到位以后，却有了一试的资本，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座发电站的建立至少是以年为单位，暂时急不来。而对于陈晨的秘支操作，夏英是看不懂的。明明可以选择租赁云服务器，陈晨非要花大价钱买下一座老旧的数据中心，除了地契和建筑值点钱外，里面那些老古董服务器早就该打包拿去卖废铁了。不过陈晨是老板，几番劝说无果后，夏英虽然气得不行，但也只能随了陈晨的意。结果不仅如此，过了还没几天，陈晨又花费巨资将整座数据中心昂贵的液冷系统进行了大升级换代，同时也更换了所有服务器，真的把之前的老旧服务器全都卖了废铁。夏英，我特惹妈惹法克。而在装修的同时，陈晨又重新规划了电力系统，不仅更换掉了变压器，还在变压器旁打造了一座如铁桶般的主控机房。主控机房不仅控制着整个数据中心的电力系统，陈晨还把主控室打造成一间上百平米的2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家居结构。这种操作，整个公司都看不懂了。等半个月后主控室完工，陈晨便直接搬了家具和生活物资，亲自住了进去。所有知道此事的人都是一脸懵逼，唯一给自己的解释是，这大概就是有钱人的怪癖吧。最终，陈晨独自一人住进了这家更名后叫做黑光生物科技数据中心的1000万豪宅之中。只有陈晨自己明白，从200千伏安换成了1万千伏安的变压器，这次肯定可以具现出更加有趣的电影道具了。045第一次研究成果，空旷的药物实验室内，打印机不断发出滋滋的声响。陈晨的目光离开了实验台前的电子显微镜，站起身，微微呼出一口浊气。随着计划渐渐步入正轨，自己总算也有了对 NZT-48 展开研究的资本。想到这里，陈晨拿起打印出来的实验报告，迅速将这几天的研究成果浏览了一遍。药物名称未命名，成分 C15H15NORS C9H13N C23H21N6O3ClCH4O3S C18H14Cl4N2O。 1. 摩尔折射率 44.09。 2. 摩尔体积立方厘米每摩尔 161.5。 5. 极化率10至24立方厘米 17.47 mm。 陈晨露出复杂的神情。 NZT-48 这种药物竟然是多种合成药配伍后产生的，里面除了一些常见的化合物外，竟然还涉及到了多功能靶向分子这方面。在 NZT-48 的成分中，陈晨发现了2苯基甲基、亚黄酰基、乙酰胺、alpha 甲基苯乙胺、苯二氮、类氯硝唑仑、咪康唑等成分。神 TM 咪康唑，陈晨在里面发现了许多种现代经常出现的药剂化学式，例如莫达菲尼、安非他明这些，甚至还发现了达克宁的成分。陈晨特意上网查了查，结果还真找到了一篇有关咪康唑是有效的心髓鞘再生剂的说法。在研究中，这群人证明了咪康唑可以通过抑制干细胞表达胆固醇生成酶来增强髓鞘形成，检索名称为 accumulation of BA9 unsaturated sterols drive oligodendrocyte formation and remyelination。 当然了，这些研究成果暂时还只处于实验室当中，没有真正摸清方向的那种。除此之外，陈晨还在药物里发现了能治疗神经退行病变的吡啶4基派嗪1甲酰胺的踪迹。通过后来的几种药物的药效，陈晨可以确定 NZT-48 有一部分的药理应该是作用于神经髓鞘方面的。所谓神经髓鞘，是一种少突胶质细胞，它们沿着神经元轴突缠绕而成，形成了一种复合的细胞膜。髓鞘的主要成分就是脂肪，由神经节细胞制造并形成一种脂质鞘，具有绝缘作用，能提高神经冲动的传输速度，并有保护神经轴突的作用。也就是说，除了熟练度以外，人的反应速度实际上是由神经髓鞘决定。神经髓鞘越厚越发达，人的反应速度就越快，反之亦然。除此之外，陈晨还在 NZT-48 里发现了苯丙氨酸、异亮氨酸等人体必需的各种氨基酸。也就是说， NZT 药物中本身就包含着一部分大脑高速运转所需的营养物质。这一点并不令陈晨惊讶，反倒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毕竟能令大脑保持连续12个小时的高强度运动，没有足够的营养是不行的。不过暂时看来，
NZT48 应该属于一种标准的神经类合成药，也是一种脑代谢及循环改善剂，一种觉醒促进剂，一种认知增强剂。这段时间以来，陈晨通过对自己的体液检测，渐渐摸清了一些门路。NZT48 具有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而它的中枢兴奋作用大概是通过增加谷氨酰胺合成酶，从而减少 gamma 氨基丁酸的生成，并促进神经细胞的解毒功能和能量代谢活动的吧。而药效方面，口服起效时间约为3分钟，持续时间为11至13小时，口服后约1小时，血药浓度达峰值。口服片剂的生物利用度为 90%， 总蛋白结合率为 90%， 药物及其代谢产物排泄于尿及粪便内。表观血浆清除率每分钟为110至180毫升。以上就是所有实验结果了。看着这份报告，陈晨心中却并不满意，因为按照实验的过程来看，他只解出了药物 30% 的成分， NZT48 依然有 70% 的成分是未知的，而那些成分想要完全研究出来，就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了。如果真想要研究的话，陈晨至少需要一座功能齐全的实验中心，一个超过100人大型团队，以及天文数字的实验经费。看来除了一座发电厂，陈晨未来的目标又多了一项。想到这里，陈晨嘴角勾出一丝的笑意。陈晨不仅没有因为前方的重重阻碍而产生颓废和气馁，反倒更加野心勃星号来。或者说，服用了 NZT48 后的陈晨根本不会产生颓废气馁这类负面情绪。将实验室中的一切痕迹全部销毁后，陈晨爬到实验桌上，对实验室角落的几台被剪断电路的摄像头进行了重连，随后来到实验室中间的房顶，站在实验桌上，陈晨环视一周，然后掏出一支打火机，对准了消防喷口。咔嗒一声清脆的响声传出，打火机上顿时升起幽蓝色的火焰。滴滴滴，消防喷口的智能芯片检测到异常温度，顿时发出一阵警告。随即整个实验室4、5台喷口如同天女散花般喷出了大量水花，瞬间整座实验室彻底遭殃，各种实验仪器纷纷断电，随即被浸泡在漫天大雨中。陈晨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渍，转身离开实验室。结果刚走出来，陈晨便看到一大群人从办公区冲了过来。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一名地中海男子带着一群手持灭火器的保安，惊慌失措地问道。没事，就是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触发了放火警报而已。陈晨淡然道。其中一名保安飞速冲进实验室，确定没有火源后才走了出来，惊魂未定道：经理，没着火，只是所有实验仪器。地中海男一众人再次呆滞地看向陈晨。放心吧，我会赔的。租用其他公司的实验室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看来是时候自己开一家实验中心了。回来的路上，陈晨默默规划着，然后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夏经理，我需要的东西和护照签证准备全了吗？陈晨问道。陈董事长，您需要的东西，小的已经全都为您准备好了，都放在您家里呢。电话那头，夏英阴阳怪气道。好的，我回去看看。不等对方多说，就挂断了电话。陈晨随即开着自己的电瓶车回到了工业园区，回到黑光生物科技数据中心。一进大门，陈晨便看到堆放了一地的货物，上面还放着一本护照，一张瑞士商务签证。陈晨拿出一把剪刀，将那些货物拆开，随后搬到配电室的大门前。X， 是我。陈晨对着配电室大门道。咔嚓，配电室厚重的大门应声开启。046未雨绸缪，爸爸，欢迎回家。刚踏入主控室，小 X 那清脆的童音便传了出来。今天夏英阿姨进来过数据中心了，我知道，是我让她来的。陈晨反手锁门，顺便将零零碎碎的杂物放在地面。除此之外呢，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我发现有3567名可疑人物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小 X 回答。陈晨笑了笑，那不叫可疑人员，别人只是下班而已。哦，我不是很明白。小 X 嘀咕道。不得不说，小 X 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出众的。陈晨已经很少能问出一些超出小 X 智能范畴的问题。将几个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取出，确认了都是自己需要的道具，陈晨便坐在电脑前，从手臂粘着的胶带上取下 U 盘，插进电脑。不一会儿，5、6代 NZT48 便从电脑屏幕中取了出来。陈晨看着新取出的6代 NZT48， 内心不禁微微感慨。自从买下了数据中心后，变压器也换成了政府允许的最大型号，此时一天可以充的电量就相当于之前的50倍，这就是所谓的指数级发展了。从第一次取出 NZT48 与时间赛跑开始，陈晨一共花费4个月才赚到第一笔资金。
这还是因为证件事件，自己提前进入学校高层眼内的原因。然后陈晨又用了3个月，才成功解决药物副作用。不过从这一刻开始，陈晨就进入了指数级发展。第2件道具从出现到陈晨研发出小 X 翻译助手，再到和脸书的合作，陈晨只用了3个月。如果说之前陈晨还需要羡慕夏英这种富二代的话，那么现在大部分富一代都没法和陈晨相比。而距离陈晨得到 U 盘还不足1年，此时陈晨突然巨献出这么多的 NZT-48， 不是因为脑抽，而是为了未雨绸缪。思前想后，陈晨经过多次演算，认为自己将来可能会面临3种危机情形。第一种，受人挟制，没有吃 NZT-48 的机会。第2种，在国内同时失去了 U 盘和 NZT-48。第3种，在国外同时失去了 U 盘和 NZT-48。想到这里，陈晨走到工作台前，将其中1袋 NZT-48 全部倒在碟子中，随后用夏英买来的手动碾压机一粒粒的碾碎。而碾压机的旁边是几盒阿莫西林，每碾碎1颗 NZT-48， 陈晨都会拆开1颗阿莫西林胶囊，将里面的药粉倒出去，然后将 NZT-48 的药粉替换进来。等到攒够1塑料壳的时候，陈晨拿出1卷铝箔，用另一台小型机器热封起来。最后陈晨将这些封好的胶囊全都塞进了包装盒内，几盒阿莫西林就制作完成了。这种藏匿药物的方式，便是应对假如有人闯入数据中心挟持自己，而自己并没有机会吃 NZT-48 的时候，先不论对方为何要挟持自己，但那个时候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就是吞下1枚 NZT-48 了。所以1枚伪装成感冒药的 NZT-48 或许就能让自己成功脱险。不过1盒阿莫西林包装最多能装16粒药丸，只符合应急的时候使用。接着陈晨又取来1口锅，在锅中倒入1袋食用蜡，并用电磁炉加热，将食用蜡加热到融化状态。接着陈晨取出1袋黑色食用色素放了进去，顿时蜡汁变成了一种乌漆嘛黑的颜色。这还不够，接着陈晨又取出1袋标着苯酸铵酰糖化物的粉末，陈晨从中舀了1勺，也一并倒入锅内。苯酸铵酰糖化物是世界上已知的最苦的物质，通常浓度达 0.003 时便让人无法忍受。它在日用品和工业品中经常被用作苦味剂和厌恶剂使用，而其中最为知名的用法大概要数任天堂公司的 Switch 电子游戏卡了。因为 Switch 电子游戏卡只有指甲盖大小，于是任天堂公司为了防止儿童发生误吞现象，干脆将这种苦味剂涂在了卡上。只要人的舌头接触到游戏卡，就会被上面一种类似柚子皮的苦味占据整个味蕾，并长时间持续不散。可是这个消息被曝光后，反而引起许多闲得蛋疼的人专门买来游戏卡进行尝试，甚至在网上形成了一种文化风潮，也算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想到这里，陈晨将之前那1袋剩余的 NZT-48 也尽数倒入锅中。因为 NZT-48 溶于水但不溶于蜡，因此不必担心在锅里化掉。所有药丸只是在锅里滚了1圈，顿时就从原本的晶莹剔透变成了不忍直视的样子。然后陈晨将这些药片捞出，并放在桌上风干。等到风干后，陈晨从口袋中掏出几盒顺路买来的口香糖。陈晨并没有买那种常见的泡泡糖，而是一种用扁状铁盒包装，里面装着一种鸦片糖果。陈晨将所有口香糖盒全部拆封，并把里面的鸦片糖果倒掉，将风干后的 NZT-48 塞了进去。随后陈晨将其中1盒口香糖放在了口袋中备用。这样一来，即使以后不小心丢失也不要紧，想必除了自己也不会有人去吃这种黑乎乎满是苦味的不明糖果了。这2种方式大概可以应付第1种危急情形，而第2种危机情形是在国内同时失去了 U 盘和 NZT-48。 现在倒没有必要去计较为何会失去 U 盘，失去 U 盘的后果又是什么。陈晨只考虑同时失去2个依仗后自己该如何翻盘或逃命。想到这里，陈晨直接将之前的黑锅丢掉，换了1口锅后盛了水，将剩余的5袋 NZT-48 全部倒进锅中。NZT-48 早就经过陈晨的检测，对于这种药物的性质再熟悉不过，它能溶于水，并能承受上百度高温而不改变化学性质，并且能长时间暴露于空气中而不变质。有着这些优越的特性，陈晨也不怕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等到所有药丸全部溶于水中，陈晨又取出1袋可食用高强度凝胶，跟着倒进锅内。等陈晨将其搅拌均匀之后，锅内的液体彻底变成了半透明的果冻状。接着陈晨从床底取出几组模具，并且将这些液体倒进了模具之中。
等到液体彻底冷却凝固时，陈晨才将其拿出。顿时，几片类似半透明硅胶的软趴趴的物体便出现在陈晨眼前。看着这些硅胶，陈晨淡淡笑了笑，随后打开夏英带来的最后一个箱子。箱子内明晃晃一片，里面竟然是12根金条，金条上还写着中州区某某银行发行，投资金条500克等等的字眼。可是陈晨却连这些金条看都没看，他从床底取出2个透明的塑料箱，然后一一打开，并将这些硅胶般的软体放进塑料箱中。刚巧，每个塑料箱内都呈现出6块2根手指宽的空隙。随后，陈晨将6块金条一一塞了进去。顿时，2箱包装精美，共6 kg 的投资金条包装完毕。接下来，只要自己将这些箱子储存到银行里就够了。现代银行有一种名为保管箱的业务，通过出租的形式，人们可以将自己认为的贵重物品储存在银行开设的保险箱中，例如房契、金条、重要合同等等。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便是，除非遇到财产充公，或者州区政府覆灭等天灾人祸，否则你存的东西是万无一失的。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算陈晨在将来遭到其他势力的追杀， NZT-48 也不会落到别人手中。毕竟有谁会想到，储存在银行保险箱中的2箱金条中，最有价值的反而是固定金条的硅胶047能量换算比例。如此一来，陈晨便解决掉了2种可能出现的危机。当然，实际情况只会更加复杂，所以陈晨还会将第2种方式重复一遍，把另一份 NZT-48 藏进外国银行中。之前让夏英办理的瑞士签证就是这样用的，将一份 NZT-48 存进瑞士银行，或许在某一天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丝生机也说不定。这就是后手了。做好这些准备，陈晨便再次拿出 U 盘，开始考虑下一个想要兑换的道具。陈晨暂时不缺金钱，只是拿出一个 VR 眼镜便足够吃10年，甚至足以令他创立一座电子科技帝国。那么下一件物品，如果可以的话，陈晨还是认为增加个体实力稳妥一些。如果能得到一种超能力就好了。陈晨想到，几乎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梦想过自己会拥有各式各样的超能力，如飞天遁地。在死气沉沉的现实，超能力也要比其他产物更令人期待。实际上，好莱坞中的超能力类的电影非常之多，例如说蝴蝶效应、超人汉克、心灵传输者等等等等。可是陈晨找来找去，这些电影的超能力来源要么是基因变异，要么是机缘巧合，要么是天生自带。而像漫威和 DC 那种超能力满天飞的电影，却又因为过于玄幻，连放入 U 盘都做不到。最后，陈晨还是只能回到那个最初的选择——超能失控。不过，超能失控里面那块水晶似乎不小的样子。陈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因为水晶过大，需要很多电量怎么办？他干脆从一旁的书架抽出一张 A3 草纸，飞速在上面写下几个数据：E 等于 MC2，E 交2 J 等于 0.2388 卡，C 等于 0.278乘以10的负6次方 kWh， 1 kg 等于89 875 517 873 681 764 J 等于24 965 421 632 kWh。 虽然暂不清楚将 U 盘中的事物拉入现实需要多少能量，但陈晨可以套用数学公式估算出来。陈晨列出公式后想了想，突然又将 E 等于 MC2 这条公式划掉。智能方程这条公式在 U 盘这里是无法代入的，因为陈晨之前就推导出 U 盘并非是凭空将电量转化为了物质，它只是消耗了一个打开通道的能量。摇了摇笔头，陈晨下意识拿起一粒 NZT-48 就准备往嘴里送去。可是送到嘴前的时候，陈晨却犹豫了一下。之前在实验结束的时候，其实陈晨的 NZT 药效就渐渐退去了，只是因为已经对 NZT 免疫，因此没有出现药效果去后的各类副作用，只是大脑略微有些疲惫而已。此时陈晨想了想，干脆将手中这颗药放了回去。陈晨明白，虽然自己在注射免疫针剂后的确克服了生理上的瘾症，但自己的心瘾还在。不是说 NZT-48 不能用，只是陈晨觉得自己对药物过于依赖也是一种隐患。如今陈晨要做的就是试着克服心瘾，以自己本来的智商解决一些问题。毕竟现在他思考的问题并不困难，只是初中程度。先算一算 U 盘和现实的兑换比例吧。如果将第一次 U 盘中能量储量设置为 X， 第二次 U 盘中的能量储量设置为 Y， 那么 Y 大于等于免疫针剂的质量加 VR 眼镜的质量。同时 Y 等于200 kWh 乘24
h 乘90乘 0.85 cos phi， 可得出 y 等于 1.3219212J， 也即是说，从 U 盘中取出一克物质，大约会消耗406,400,000焦耳的能量，也就是1224千瓦。当然，实际的换算比例肯定要大于1224千瓦，但不会超过2000千瓦。而晨晨又代入 x， 可得出 x 小于等于 2.16112J。那么，这 2.16 乘以10的12次方焦耳的能量，到底是从哪来的呢？难道真的是上一任主人赠予的吗？如果是，他的目的又是什么？晨晨陷入了沉思，想了半天，晨晨依然没有任何结论。于是他开始计算多少电量可以将超能失控中的水晶拉入现实。电影中那块水晶从正面看去，大概为海星结构，分为中央的主体部分与四周8根放射状圆锥体。而根据电影中人类与水晶的尺度比例，主体部分大约为一块直径为 1.2 至 1.3 米的不规则块状物体，上方有9根长度为 0.5 米左右的晶状凸起部分，而四周8根圆锥体的长度大约在 1.5 至2米左右。换算下来，这块水晶的体积大约在 3.5 至4立方米之间。晨晨默默算了一下，顿时有些无语。就算按照普通水晶 2.66 克每立方厘米的质量标准计算，如今每天可为 U 盘充20万度电，自己也需要4万天才能攒够将水晶具现入现实的电量。这个时间跨度已经超过了100年。晨晨嘴角一抽，看来在获得更为高效的电能之前，自己暂时还只能具现一些小玩意了。想到这里，晨晨将手中的稿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中。既然如此，自己到底具现什么东西好呢？晨晨想了想，突然想到自己是以 NZT48 发家，其实还有一种比 NZT48 更加高明的药物，超体中的 CPH4。 当初第一次选择时，晨晨也想过这种药物，不过就如同这部电影的导演所说， CPH4 是他杜撰出来的东西，是一种现实里根本不存在的物质。更何况现实中人类大脑也并非只开发了 10%， 电影的概念是错误的。于是第一次选择时，晨晨直接放弃了这个选择。不过如今倒是可以尝试一番。一包 CPH4 的质量和 NZT48 相差无几，凭这几天充的电完全可以具现出来。当然晨晨也不会直接以身试药，如果能研究研究这种药物的成分，或许能让自己有新的发现。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 U 盘能存入这部电影，毕竟电影主题本身就是错误的，这部电影很可能就如同漫威电影一样，无法被 U 盘容纳。想到这里，晨晨回到自己的卧室，同时打了一个响指， X 帮我打开电脑，播放超体。好的爸爸。其实这部电影晨晨并没有看过，他只在 B 站看过这部电影的3分钟解说。电影解说大概是15年兴起的一种新的短视频形式，就是将原本90分钟的电影压缩为3到5分钟的时间，让观众能大致了解到主线的剧情和结果。晨晨原本是想看的，可是因为已经看过了解说，对电影也就失去了期待。就好像你在宿舍看《三体》第1部的时候，旁边却不断有人告诉你，逻辑的破壁人就是自己，水滴把地球舰队团灭了，结局是太阳系被外星人拍扁了，等等话语。当然这一切不怪那个解说，只怪晨晨自己手贱。此时闲来无事，晨晨也处于没有嗑药的正常状态，那么放下心神去欣赏一部电影，不仅有助于接下来的工作，更能放松放松绷紧的神经吧。想到这里的时候，小 X 也主动熄灭了卧室的灯光，同时一座幕布垂了下来，身后的投影仪和音响缓缓启动。10亿年前，我们被赐予了生命，我们用它做了什么？幕布上充斥着海蓝色的背景，一颗细胞缓缓呈现，并开始分裂，1个变2个，2个变4个，4个变8个。Lucy 048 U 盘的由来。超体这部电影并不漫长，短短90分钟，导演便将人类的想象力升华到了极致，给出一个广阔无尽的想象空间。即使这个想象空间只是镜花水月，可是在看到电影结尾的那一刻，晨晨猛然从沙发上弹起，瞪圆了双眼，死死盯着屏幕。经过 U 盘、NZT、VR 眼镜等超越常识的事物洗礼，从一个穷小子到身家100亿，晨晨都做到了古井无波。可是这一刻，晨晨突然产生一种浑身发冷的感觉。这种感觉源于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女主角在吸收了数台计算机后，一座如山峰般尖锐的黑色塔形物体被建立起来。按照电影中所说，那是未来的生物计算机。然而那庞大的计算机最终却凝聚为一只黑漆漆的事物，那是一枚黑不拉几的 U 盘。这一刻，
晨晨差点以为自己身在梦中，他不幸地揉了揉眼。可是电影中的黑人教授却仿佛在戏弄晨晨，故意将 U 盘拿到镜头前把玩了一番。没有错，是他。晨晨缓缓低头，看向手臂上的 U 盘，长度超出普通 U 盘，整体呈纯黑色，足有12公分，没有任何标识，看上去就像一根碳棒，分毫不差。晨晨得到这枚 U 盘将近1年，几乎是寸步离身，上面每一个细节早就如刻刀般刻进了晨晨的大脑。11年前，我们被赐予了生命，现在你知道能用它做什么了。结局中，女主角的声音最后一次响起，可这句话却仿佛出现在晨晨的耳畔。晨晨猛然回头，身后空无一人，一滴滴冷汗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晨晨就这样呆呆地站在原地，半晌没有动静。呼，不知过了多久，当晨晨深深呼出一口气的时候，时间仿佛才从凝固中恢复了流逝。他默默取出一粒 NZT-48， 毫不犹豫地塞进口中。1秒、2秒、3秒，大约3分钟过去，晨晨重新抬起了脑袋，原本苍白的脸色再次变得红润起来。很有意思。晨晨重新坐了下来，右肘架在沙发的扶手上，拄着额头。没有想到，只是看了一部电影，竟然会有这种发现。晨晨将 U 盘取下来，默默把玩着，同时露出沉思之色。电影的最后，为什么会出现自己手中的 U 盘？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或许是自己想多了。假如有商家在看了电影后发现了商机，于是买下电影版权，拿去做周边，也不无可能。可是事情怪就怪在自己的这块 U 盘也不寻常。那么问题就来了，电影中的那块 U 盘到底是不是自己手中这块？如果是，它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说就像是从 U 盘中提取物质那样， U 盘本身也是从电影中提取出来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在自己发现 U 盘时， U 盘内有许多能源就可以解释了。可是为什么 U 盘内会有4部恐怖片？仅仅是它的前一个主人存进去的吗？可是前一个主人为什么又要放弃它？或者根本没有前一个主人？这其实是 U 盘在向这个世界传达某种信息。这4部恐怖片中，是不是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无尽的念头在晨晨的脑海中翻腾。晨晨眯起眼睛，突然看向电影定格在结尾的一句话 ：I am everywhere。 我无处不在。不，你还有一个地方不存在，那就是现实。晨晨低声喃喃，他突然心中一动。电影的最后，女主角成了那个世界无所不知的神，那么她会不会就发现一件事 ？X， 我问你一个问题。晨晨突然开口：爸爸。你问吧。小 X 的声音立即传来。你从出生开始，一直生活在虚拟网络中。假如之前你并不知道现实的存在，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所在的宇宙是被设计出来的，而你所在的宇宙外还有一座宇宙，你会怎么做？当然是想办法去更广阔的宇宙了呀。X 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吗？晨晨若有所思。果然，电影中的女主是想冲出自己的宇宙，来到现实世界。不，她连欲望都失去了。冲出虚拟，走向现实，可能对她来说只是对未知的好奇。可是，不知你是否明白，你所在的世界和现实并不兼容。在你的世界里，人类大脑能开发100倍，可现实却并非如此。一旦你从虚拟世界来到现实，你的能力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既然你的能力不存在，你也就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打破虚拟，来到现实之中。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晨晨还记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提出过3个终极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3个问题，其实可以汇总为一句话：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句话，不是正好与电影中女主的话语相呼应吗？11年前，我们被赐予了生命，现在你知道能用它做什么了。女主的话语再次回响在晨晨的耳畔。核子理论吗？晨晨猜测道。所谓核子理论，其实是一种上个世纪出现的科幻理论，因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概念逐渐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于是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人便脑补出一种可怕的猜想：如果电脑中的程序有一天产生了思想，并在人类的操控下开始发展出一个文明，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现实世界的存在，在他们看来，他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全都是自然的产物。直至有一天，电脑中的文明也制造出了属于他们的电脑，他们也开始在电脑上研究智能生命，并操控和观察那些智能生命的一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核子理论了。简单来说，许多人悲观地认为自己所在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就像电脑中的生命，
这个世界只是一只封闭黑暗的盒子而已。晨晨拿起 U 盘，默默注视着对方。此时此刻， U 盘仿佛感应到晨晨的视线，发出了漆黑的光，他也在注视着晨晨。这一刻，晨晨终于明白 U 盘为何能具现出事物了，因为它就是一把钥匙，一把让盒子中的生命通往盒子外的钥匙。049钱文欢。当然，这一切现在只停留在猜测阶段。况且，如果 U 盘真是生命通往盒子外的钥匙，那为何具现时不能将生命具现到现实？晨晨之前也以为是能量不够的原因，可他还尝试过将一只蟑螂从电影中取出来，却依然失败了。不仅如此，之前晨晨还试图在刚具现的 NZT-48 上找出细菌等微生物的痕迹，可无论晨晨如何用显微镜观察，仍然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晨晨有两种猜测：一、U 盘形成的通道无法通过生命结构；二、U 盘连通的所有世界本身就没有生命。其实想要论证手中的 U 盘到底是不是超体中的 U 盘，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足够，那就是看 U 盘到底能不能容纳超体这部电影。如果能容纳超体的电影，自然证明这个 U 盘和电影并无关系，就好像一个人力气再大，也无法抓着头发将自己提起来一样。反之，如果无法容纳电影，则出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 U 盘和超体电影有很深的关系，所以无法容纳；第二种，超体电影太过玄幻，不符合现实架构，所以无法存入 U 盘。当然了，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 U 盘的确来自超体电影，但是也能容纳电影本身，就好像无尽的平行宇宙， U 盘存进去的是另一个超体世界，而并非 U 盘本身所在的超体世界。只是这样一来，无论成与不成，都无解。这 TM 就有些尴尬了。如今只能说，这枚 U 盘里的水很深，深到无法想象。晨晨干脆不想那么多，直接走到工作室，将 U 盘插进了电脑。X 将超体这部电影放入 U 盘中。是，爸爸。随着小 X 的回答，晨晨只看到电脑上进度条一闪，随即发出咚的一声，果然无法放入 U 盘。晨晨不死心地打开 U 盘，里面果然还是那7部电影：咒怨点 AVI、死神来了点 AVI、鬼来电点 AVI、午夜凶铃点 AVI、阿丽塔、战斗天使点 MP4、哥斯拉2、怪兽之王点 MP4、终结者5、黑暗命运点 MP4。曾经这部 U 盘上只有4部，可是后来晨晨作死尝试了一次，就变成了7部。不过在推断出 U 盘是盒子通往现实的钥匙之后，晨晨反而不敢随意打开这些电影了。后3部电影还好，晨晨担心如果自己打开前4部恐怖片，会触发某种隐藏的机关。当然了，想要探究 U 盘的秘密，这几部电影迟早还是要打开，但不是现在。3天后，商都川普国际机场，一辆即将飞往瑞士的911型客机停在宽阔的机场上，通过候机厅的落地窗，能看到远处的蔚蓝大海。航站通道前，一群金发碧眼的老外排着队，缓缓走过检票口，朝着飞机走去。夹杂在大量老外中的，只有寥寥几个黑发黑眸的中州人。地球联邦内，政体形势是多元的，欧洲区就是特殊的一种，它并不像中州、印州、北美等洲区有着统一的区政府，而是采取了一种怪异的分权自治。而瑞士就是欧洲分权自治区的成员之一，它虽然也属于欧洲区，但却有自己独立的子联邦系统，绕过了区政府，只受地球母联邦管辖。中州人在瑞士密度并不高，除了瑞士工作签证难以申请外，还有便是瑞士人总有歧视外国人的现象。不过相比起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环境，傲视全球的生活质量、井然有序的公共生活运作，以及最重要的高额工资，总有一部分人会咬咬牙坚持下去。钱文欢就是这样的人，好不容易回中州探一次亲，可是却因为公司出了件大事，董事亲自给自己打了7、8通电话，不得已只好提前返回。有时候他都想过自己背井离乡，妻子和女儿1年也见不到几次，既然这么辛苦，要不要干脆辞职不干了？可是每次想到自己那高额的薪水，钱文欢只能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在外区讨生活的人总是不容易的，在一堆金发碧眼的老外中，钱文欢下意识挺胸收腹，努力让自己的五短身材变得挺拔一些，毕竟想要融入瑞士人的工作圈，这是基本操作。可是就在他做出一副事业有成的上层人士模样时，突然看到人群之中，一个中州人正走在自己的前头。虽然看起来背影很年轻，但不得不说，对方比自己还能装。明明穿着一身几百块的地摊货，可是走起路来却有一种让人不得不将目光投射过去的力量。
不仅如此，对方的每迈出一步，竟然还夹带着洒脱从容的气质，肯定是在瑞士长大的吧？钱文欢鄙夷地摇了摇头。瑞士人最奇葩的一点就是，明明自己是没钱没房的无产阶级，却总要装出一副很阔绰很文明的样子，要其他国家的人来羡慕嫉妒。前头这位小老弟显然深得精髓，外国人只看到瑞士那高到离谱的薪水，却很少知道他们的消费水平也是惊人的离谱。钱文欢狠狠瞪了几眼，似乎想要将对方的那种气质剽窃过去。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心里的苦。小时候身边人总说他长得像上个世纪动荡年代的山头土匪，无论穿什么都改不掉那一股子土匪气息。如今虽然被社会磨得圆滑了不少，见人都是笑呵呵的，也只抹掉了那股匪气，可是土气还在。只是虽然形象不佳，可凭后天的努力，在中州区钱文欢现在这个年纪的人还在为月入过万打拼时，他已经月入2万瑞士法郎了，换算过来就是月薪14万之多。只可惜扣税就要扣掉2万，保险1万，房租水电2万，每月吃饭更是要3万以上。那个见鬼的地方，消费真是贵得离谱。廊桥内，钱文欢的思想四处飘忽，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想些什么。直至登上飞机，在空客小姐姐的引导下，钱文欢来到自己的座位前，将行李放到了行李架上。公司帮订的是商务舱，2座位为一组，3组为一排，座椅不仅能调成180度平躺，还有独立小电视可以看。虽然没有头等舱那么贴心舒适，但也算过得去，至少要比连腿都伸不开的经济舱要舒服了太多太多。呼，等屁股彻底挨上座椅时，钱文欢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16个小时自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哗啦啦！可是就在这时，钱文欢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一阵翻书的声音。因为商务舱的座椅是2一组，因此2个人的座椅实际上是挨着的，只用一道升降塑料板隔开。此时塑料隔板并没有升起，钱文欢顺着声音看去，却愕然发现之前那个装的和258万一样的青年竟然就坐在自己隔壁，而且看他手中还拿着一本书。书名是《零基础快乐学德语》。噗！钱文欢直接笑出了猪叫。050免费德语老师。钱文欢刚笑出声，一群老外以及几个空姐便不约而同地看了过来。他连忙捂住嘴巴，露出歉意的神色。不行，要保持风度。暗暗提醒自己后，钱文欢轻咳一声，再次看向隔壁的青年。可令他诧异的是，自己这边这么大的动静，对方竟然一点反应都没，依然静静翻着手中的书。装，继续装。钱文欢可不信附近都听到了，离自己最近的他会没听到。之所以觉得好笑，是因为眼前的青年气质沉稳，就像是在瑞士生活多年的中州人。本以为是个钻石，却没料到只是个青铜。的确，瑞士65%的人口都说的德语，如果去瑞士的话，首先掌握德语总是不会错的。可也没必要上了飞机才学吧。摇了摇头，钱文欢突然有些遗憾，自己竟然没有把德语欧标 C1 证书带在身上，不然自己完全可以在与对方攀谈时，不经意间将证书掉到地上，然后再漫不经心的拾起。想必在看到自己的 C1 证书后，他当时的表情会从蒙圈到怀疑到惊讶，最后再到歇斯底里，肯定特别好玩。唉，可惜了。钱文欢带着遗憾的微笑收回视线，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这16个小时自己该怎么打发呢？随手掏出手机，准备给自己老婆发一个短信。可是就在这时，他的耳朵突然动了动，哗啦哗啦，自己的身侧翻页声在有节奏的响起。如果不是自己听觉好，几乎就要忽略过去了。钱文欢皱了皱眉，他再次转过脑袋，果然是青年翻书的声音，只是这翻书频率，钱文欢有些无语。小弟弟，你以为你的眼睛是台照相机还是台扫描仪？一扫就会了。刚才上飞机时，自己才看到对方翻到前言，现在飞机还没起飞，一本书就翻小半了。看这本书的新旧程度，肯定是刚买不久。翻书这么快，总不可能是在复习吧？所以说，对方还是在装了。钱文欢心中嘀咕着，再次收回目光。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中州国际航空公司航班 K420，由商都川普机场飞往苏黎世。本次航班飞行距离为8200公里，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5小时20分。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现在有客舱乘务员进行安全检查，请您坐好并系好安全带。为了您的人身旅途安全，请将手机关机。随着提示音传来，几名空姐开始检查安全带情况，并分发出入境卡。接着一阵颠簸，飞机如大鸟般成功飞上了天空。
等飞机彻底平稳后，不等空姐提示，钱文欢便解开了安全带，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翘着二郎腿，熟练地打开小电视，挑了一个综艺节目看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在钱文欢看得有些迷糊的时候，突然自己身侧又传来一阵动静。他下意识抬头望去，却发现那名青年将手中的书籍放了下来，随后站起身，从行李架上拿出了一个书包。不会告诉我这就看完了吧？钱文欢有些惊讶，可是随即更令他惊讶的事情出现了。他看到青年竟然从书包里拿出一大摞书籍，坐个飞机还带这么多本书，不嫌重吗？钱文欢就这样目瞪口呆地看着青年将书包里的书全部掏出，一本本垒在身前的桌子上，垒下厚厚一摞。当代大学德语、星球经德语强化课程、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走遍德国，这些书钱文欢全都读过。虽然学德语的书并不少，可能经久不衰的也就那么几本，此时几乎都能在桌子上找到。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钱文欢突然醒悟，这些教材的内容竟然是在由浅入深变化的。从刚才最浅显的零基础快乐学德语，到精深的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眼前的青年竟然打算全部看完吗？看着身旁的青年开始翻动第二本书籍，钱文欢终于忍不住了，他开口道：“小兄弟，你是在干嘛呢？是在学德语吗？”“是的，我有事去瑞士一趟，反正飞机上有时间，正好可以利用一下。”身旁的青年回过头，礼貌地回答道：“该死，我当然知道你要去瑞士，我的意思是，你从刚才到现在到底在干嘛？别给老子说你是在学德语。”心里一阵 MMP， 可钱文欢脸上依然露出和善的微笑。小兄弟很好学吗？不过作为一名过来人，哥还是得提醒你一句，德语可不是这样学的。说着，不等青年开口，钱文欢便迅速解释道：“我不太建议初学就开启自学模式的，一是学习太慢，二就是很多人学完发音后发觉还是不行，最后还得去报班，但老师就需要花更长的时间纠正你之前的误发音，这就走了弯路。原来是这样吗？那真的要谢谢大哥，你的提醒了。”青年闻言感激地笑了笑。钱文欢精神一振，感觉自己有了面子，于是再次问道：“小兄弟，你现在自学到什么程度了？”“我刚看完这本，学会了音标和名词的词性，以及动词的变化和句子的结构。”青年拎出刚才那本《零基础快乐学德语》。“这么快就学会了？唬谁呢？”钱文欢露出不信的神色。“那介不介意让哥考考你？”“求之不得。”青年点点头，露出一副虚心求教的模样。这副表情令钱文欢很是受用，他赞许的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句最基础的德语问句来。青年略一犹豫，有些不确定的回答了一句：“你看，我就说德语没这么简单，你第一句就回答错了。”钱文欢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非人的名词词性方面是很复杂的。厨房三件套勺子 L for 刀子 Messer 和叉子 Gable， 这三个基本是毫无逻辑的，你不能把人的词性套上去，那是错误的，瑞士人根本听不懂。除此之外，你长短音上也要特别留意，比如 start 与 start， 稍微说错就是另一个意思。接下来就进入了钱文欢提问，青年回答，然后钱文欢指出错误并予以解答的环节。一开始钱文欢还挺兴致勃勃，可是随着时间过去，钱文欢突然感觉出一丝不对劲。他发现眼前这个青年所犯的错误似乎越来越少了，从一开始错漏百出的语法和结构，到刚才竟然开始用完整流利的语句与自己交谈。什么鬼？钱文欢低下头，却看到青年桌前的书也已经快被翻完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在讲解时，对方竟然一直没停下手中的翻书动作，只是自己讲得太专注，并且对方也总能在准确的时机附和自己，甚至称赞自己，所以下意识给忽略了。卧槽，我 TM 到底在干嘛？钱文欢彻底惊醒，自己竟然在和一名初次见面的青年聊德语，聊了整整3个小时。051全资收购。一架来自中州的飞机在苏黎世机场缓缓降落，钱文欢没有动，他默默望着身旁的青年收拾好外衣，给自己打了个招呼后，在空姐的指引下下了飞机。先生，飞机已经降落了。先生，身旁一名短发空姐轻柔细语地提醒道。啊，哦，好。钱文欢这才惊醒过来，他看了看快要空掉的机舱，连忙收拾起自己的行李来。咦，这位乘客忘记拿他的书了。就在这时，身侧另一名空姐突然惊讶地说道：“啊，那怎么办？”几名空姐立即聚到一起，叽叽喳喳起来，是不是要把这些书搬到机场寄存处去，到时候再通知失主？不用了。钱文欢突然叹了一口气，
他拖着行李箱从几人身前走过。那个乘客，他可能已经不需要这些书了。直至走下飞机，钱文欢依然有些恍惚，他不敢相信，一个人能用10几个小时的功夫，就学会了一门语言。他甚至在想，如果现在自己走出飞机的时候，会有一大群人拿着鲜花和摄影机朝自己迎来，同时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在拍一场恶搞真人秀的电视节目。很可惜，飞机外空空荡荡，没有鲜花和摄影机，更没有人群。钱文欢默默打开手机，不过刚开机，便收到7、8条未接来电，都是公司的上级打给他的。身为普雷斯顿生物公司的销售经理，能被他称为上级的，也只有总经理了。同时，对方也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看到这些未接来电，钱文欢才浑身一震，从之前浑浑噩噩的思绪中回过神来，按下了回拨之后，不一会儿，对方那怒气冲冲的瑞士腔德语便在电话中响彻起来。马特奥，你怎么还没到？马特奥，是钱文欢在瑞士的名字。我刚下飞机。头儿钱文欢有些无奈，飞机又不会因为我而加速。怎么？公司有派车接我吗？自己打车吧。今天下午公司正在全员自查，准备迎接一个重要人物。重要人物？钱文欢皱了皱眉，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了？有什么重要人物？为何之前不说？唉。电话那头，对方突然叹了一口气，声音瞬间变得苍老了许多。马特奥，我们公司就要被全资收购了。就这？钱文欢暗暗呼出一口气，这种事他没什么好怕的。凭自己的业务能力，他不认为自己会被新老板裁员。不过表面上，钱文欢还是压低了嗓音，努力让自己的声音透出一丝沉重。全资吗？对方是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这件事是董事长促成的。电话里回答道。不过听说收购方是一家你们中州的公司。我们中州的公司？钱文欢眼前一亮。对方什么时候到？听说下午就到。现在是中午12点，所以你只有一顿午饭的时间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疲惫，虽然有些不舍，不过对方给出的价格实在令我们无法拒绝。毕竟你也知道，这段时间我们公司并不景气。我知道，听说我们的生命科学实验室里，之前2项研究全部失败了。钱文欢回答。没错，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让你早些回来。上司说道。毕竟早点准备的话，凭你的能力，大概可以留下来而不被裁员吧。既然这样，那我就原谅您这些年来对我的呼来喝去了。温恩先生，钱文欢轻轻笑了笑。这些年来，虽然那个倔老头一直很严厉，但本质上人并不坏。假如2人没有了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或许可以成为一对好友也说不定。行了，谁在意你的原谅？快点回来吧。电话那头嘀咕了一句，便挂掉了电话。当钱文欢回到公司的时候，公司上百名员工基本都到齐了，几个身着西装的公司高层正站在大厅，似乎是在等人。马特奥，满头白发的温恩先生招了招手，钱文欢立即走了过去。头儿，我们不用去迎接吗？董事长已经带着其他董事去皇家酒店迎接了。温恩摇头道。不过对方似乎并不看重这些礼仪。我这次主要的目的，就是负责把你们几个介绍给对方，劳您费心了。头儿几名经理都微微低头，表示感谢。没什么，反正我也是时候退休了，待不待在这个职位都无所谓。温恩则一脸淡然。话还未说完，大厅外几辆奔驰便开了过来，所有人精神一振，这就是董事们的专车了。随着车辆停靠在公司大楼前，一行身穿西装的男子陆陆续续地走了下来。走吧，小伙子们，和我一起去迎接你们未来的新老板。温恩朝众人招呼道。首先迎了出去，钱文欢稍一走神，立即被一众人甩在了身后。无奈，他只得小跑2步跟上众人。几名董事和几名经理将车门前围得水泄不通，一时间钱文欢竟然一点也挤不进去，只能听到里面的交谈声。尊敬的先生，您可真是年轻的令人震惊，不知我该如何称呼您？谢谢您的赞美，温恩先生，您称呼我为 Chen 就行了。人群外的钱文欢突然有些疑惑，那个人的声音为什么有些耳熟？不是一般的耳熟。钱文欢敢肯定，自己绝对在不久前听过这个声音。可是还不等钱文欢想到答案，人群却突然散开，一名黑发黑眸的青年出现在钱文欢面前。青年有着一副深邃的瞳孔，原本年轻至极的面庞却因为一双眼睛而分辨不出具体的年龄，似乎只有20岁，又似乎超过了30岁。你是？当他看到对方的相貌时，钱文欢如被雷劈一般顿住了。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负责产品运营和销售的经理马特奥，他和您一样，都是中州区人一旁的温恩先生。
介绍道：“我知道，我们在2-3个小时前刚刚分别。”陈晨朝待在原地的钱文欢伸出手，用标准到令人惊叹的德语说道：“您说是不是呢？钱先生，052普雷斯顿研究所，怎么样？感觉如何？”参观完普雷斯顿公司的办公大楼，董事长自豪道：“虽然我们企业远比不上诺华和罗氏那些全球强企，但在苏黎世也是前百的大公司了。不错。”陈晨似笑非笑的点了点头。一般瑞士人可能觉得陈晨认为真的不错，也只有钱文欢才能明白陈晨的感受了。所谓的普雷斯顿办公大楼，实际上就是一座几乎全由玻璃制造的5层小楼，放在中州区，也就是5线城市的标配建筑。看惯了商都动辄上百层的5A 甲级写字楼集群，陈晨没有来一句这土坯房挺精致的就很给面子了。除了空气不错和满城的异域风情，苏黎世也的确是5线城市的规模。不过陈晨之所以选择在瑞士开分公司，不是看中这里的繁华，而是为了这里生命科学领域的大环境制度。要知道，瑞士一直是世界上癌症存活几率最高的国家，原因便是瑞士有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府，众多注重科研的制药企业，汇集了大批资质深厚的生命科学类研究人员。与世界上其他生命科学基地相比，瑞士在生命科学的领域更加尖端。这里有世界前10的药企罗氏和诺华，更有着大批世界一流制药公司，甚至这些公司最终在瑞士形成了4个生物谷，就像是美国硅谷一样。而普雷斯顿公司的位置便是位于苏黎世生物谷 Bio Valley Zurich 之内。最终普雷斯顿公司的董事们将陈晨领到了城外郊区一处类似工业园区的地带。和工业园区相似，只是这里坐落的建筑不是各种不断冒着浓烟的工厂，而是一座座生物科研中心。这里就是苏黎世生物谷了。在苏黎世郊区的北部，几辆车停在道路的路口，一群人簇拥着一名年轻人走下了轿车。蔚蓝如碧的天空下，温恩先生指着远处一座座零星排列的建筑，大声道：“虽然比不上几10公里外的巴塞尔生物谷那巨大的规模，但我们生物谷的技术也不容小觑，科技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很美的景色。”陈晨点了点头：“我就是为此而来。”哈哈哈！温恩先生闻言，一颗心总算掉到了肚子里。既然如此，那我这老头子也不多废话了，我们直接去研究所好了。说着，几人再次上车，直奔普雷斯顿公司的生命科学研究所所在。普雷斯顿研究所是一座只有3层的建筑小楼，整体灰扑扑的。如果只从外观看去，根本看不出这栋建筑和生命科学有什么联系。不过这也符合瑞士那严谨而刻板的风格。要知道，在互联网上，瑞士人可是有着妈逼瑞的称号。例如，我就停了个车，车位略微有些歪，那个傻逼瑞士邻居竟然就报警了。妈逼瑞！上厕所前发现厕纸用完了，想迅速买去超市买1卷，可是直至下楼才意识到瑞士周日没有超市开门，最后我只能开车跑10公里到火车站去买。妈逼瑞！最后，轿车严丝合缝地停在了专门的停车位上，几人依次下车。可这时温恩却笑不出来了。研究所前，除了几个零散的公司人员，竟然再没有其他人出来迎接。萨姆埃文呢？给他打电话。温恩低声对身边的钱文欢提醒了一句，然后歉意地朝陈晨笑了笑：“很抱歉，我想应该是我们的大科学家们因为研究而废寝忘食了。”没有关系，温恩先生。陈晨表示并不在意，同时直接朝研究所内走去。一众人连忙跟上，直至进了研究所，陈晨才看到研究所的大厅内，几名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坐在吧台前有说有笑地交谈着。几个董事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萨姆埃文呢？作为总经理的温恩只得硬着头皮站出来。他没有接到公司的通知吗？我在这里，温恩先生。温恩还未说完，一名一脸严肃的金发男子就从旁边的房间走了出来。温恩强忍着怒意，对陈晨干涩地说道：“这是萨姆埃尔，研究所的负责人。他本身有着5项转基因专利和3项干细胞专利。”萨姆埃尔先生。陈晨点头致意。您好，陈先生。萨姆埃尔僵硬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但无论怎么看都有些傲慢和敷衍。陈晨和对方握了握手，他明白，这种研究人员到哪里都是受到礼遇的，甚至有的小公司全凭几名顶尖科研人员支撑，这些人一走，公司都会垮掉。而陈晨早就得到过消息，普雷斯顿公司之所以能做今天这么大，萨姆埃尔功不可没。不过看样子，这个负责人因为功高盖主，已经有些跋扈了。等众人介绍完毕，在一群人的陪同下，陈晨又开始参观研究所。我们公司主要业务是细胞抗衰与干细胞抗衰2项组织工程技术，因此研究所内部的实验室也是以细胞与干细胞实验室为主。此时，解说由温恩换成了一名研究所的员工。
研究所的实验室均受过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 ILAC 的认可，专业性在国际上是第一层级。说到这里，这名员工十分自信道：“请问您是想抽样参观呢，还是按项目参观？我就不进去了，隔着窗户参观就行。”陈晨摆了摆手。许多人总认为面子工程是中州国情，可如果认为外国就没有面子工程，那就太天真了。此时自己大张旗鼓的过来，就算实验室里有隐患，也早被隐藏了。即使检查的再仔细，又能看出什么？因此，陈晨根本没有半点想参观的意思，转而说道：“说说实验室现在有什么研究成果吧。”这名员工顿时一愣，转头看向萨姆埃尔。萨姆埃尔轻轻点了点头：“那好，不过我们的词汇可能有些专业，如果你有什么理解不了的疑问，尽管提问。”研究人员想了想，仔细说道：“细胞抗衰方面，我们实现了成纤维细胞除疤去皱的完美商业化。哦，对了，您知道成纤维细胞吗？这是一种存在于疏松结缔组织中的成纤维前体细胞演化出来的，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填补伤口组织缺损，愈合伤口。不过，很久之前就有人研究出，成纤维前体细胞分泌的胶原酶具有组织改建的能力，于是我们只需要在人身上提取一块9立方毫米的皮肤组织，从中分离出成纤维前体细胞并进行纯化，再加入特定的培养液，使其分化为成纤维细胞大量增殖，再加入一定量的胰蛋白酶溶液进行多次离心，就能制成成纤维细胞悬浮液。研究员略微有些得意地看了看陈晨，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保证制备的细胞传代次数不超过5次，全处于功能活跃期，无论是对人体的去除疤痕，还是消除皱纹功能，都有一定的疗效。陈晨皱了皱眉：“你第一步所说的纯化，是使用差速脱壁的方式吧？”“的确是的。”研究人员下意识点了点头。“那特定培养液的成分是什么？”陈晨再次问道。“是。”研究人员顿时一愣，他怎么可能记得这些？是在不可高压灭菌的 MEM 细胞培养液中加入 15% 胎牛血清。一旁的萨姆埃尔突然沉稳地开口：“这个方案不错。”陈晨点了点头。“不过，我觉得胎牛血清可以提升至 30%。除此之外，再加入 3.5 克每升葡萄糖以及50毫克每升人胰岛素。053永生的快乐。”听到陈晨的建议，萨姆埃尔先是神情一凝，随后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一旁负责解说的研究人员惊疑不定地看了陈晨一眼。陈先生之前是做什么的？看上去对于细胞抗衰很熟悉的样子。一旁的董事长打圆场道：“我之前是做软件开发的。”陈晨如实回答。普雷斯顿董事长的笑容僵了一下：“这是中州的一种笑话吗？”“是的，其实我是生物专业。”陈晨点了点头，对干细胞领域略有涉猎。“原来如此。”陈晨转头对研究人员再次问道：“除此之外呢？研究所还有什么研究成果？”“我们还有自体脂肪细胞丰胸，以及细胞注射治疗秃顶的技术。”研究人员连忙回答。“除此之外。”听到这些，陈晨顿时摆了摆手，打断了对方：“说说干细胞的项目吧。公司在干细胞领域有哪些业务和研究？”“这个嘛，如今公司做的最多的是干细胞抗衰业务，就是 PRP 造血干细胞回输。”负责解说的研究人员明显小心了一些，先对顾客进行抽血，提取出血液中的造血干细胞并进行培育，经过1周左右的培育后，用以在顾客面部全方位注射，同时辅以间充质干细胞静脉注射。除此之外，我们最近在研究通过提取脂肪中的血管基质组织，然后将其与脂肪干细胞一起注射进顾客面部，促进移植脂肪重建血运，从而改善面部的胶原蛋白流失情况。它的优势是能像玻尿酸一样进行精确注射，重建面部轮廓。干细胞异位存活问题怎么解决？陈晨突然发问。注射进体内的干细胞能存活1月以上吗？这研究人员尴尬道，因为技术不够成熟，存活几率还不是很乐观。陈晨顿时无语地摇了摇头。这些项目听起来的确对一些名媛贵妇很有吸引力，但陈晨明白，这些都只是旁门左道，并没从根源减缓衰老问题。简单来说，这些所谓的细胞抗衰与干细胞抗衰，其实就是一种新的智商税。干细胞的确有着再生能力，它也的确能分化为各类新生细胞，替换人体逐渐凋亡的衰老细胞。可是这并不代表给人体注射干细胞就能达到同样效果。要知道，人体是一个全方位的平衡体，无论是酸碱度、能量循环，又或者体温等等，都是十分平衡的。这种平衡性一旦打破，往往就代表了各类疾病，甚至是癌症的出现。并非说干细胞拥有再生能力，所以只要给人体注射了干细胞，人就能在干细胞的治疗下重返年轻。这根本就是一个妄想。就连治疗白血病都需要先摧毁身体平衡，为干细胞腾出龛位后才能治疗。
普通的注射手段又岂会那么容易就发挥效果？就算是自体干细胞，在赎回自己的身体后，多半也会因为无法承受环境变化而在数周内死亡。干细胞抗衰这种名词看似很高大上，很有科学依据，实际还不如多吃些补品来得有效。至于许多人觉得注射干细胞之后身体发热更有活力之类，也只是短暂的生理反应罢了。体育竞技领域曾出现过一种作弊手段，提前抽取自身一定量的血液，在比赛前输回自己体内。使用这种方法后，短时间内运动员的体能、体内含氧量和运动极限时间均有显著增强。这种作弊方式就是大名鼎鼎的血液兴奋剂。而这些干细胞抗衰的治疗说白了，就和血液兴奋剂是一样道理。因此，这些干细胞抗衰治疗一般当时会有点效果，可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被打回原形。不仅如此，因为干细胞保健导致的毁容、成瘤、眼睛失明等医疗事故更是屡见不鲜。人类在干细胞的应用领域，如今只处于初级阶段。一番参观下来，陈晨只觉得有些失望。没有想到瑞士的科技公司技术储备也不过如此。不过毕竟只是一家小公司罢了，虽然在干细胞方面有所涉猎，但都处于表层，肯定无法与罗氏、诺华那种医药巨头相比。不过买还是要买的，虽然这种一掷千金的方式对金钱损耗严重，但毕竟节省了时间。虽然陈晨也可以选择从无到有的在瑞士建立公司、搭建研究所，但那涉及的时间线就太过漫长了。陈晨的父母早已不再年轻了，他们已经步入了中年。在很久之前，陈晨刚刚懂得死亡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一天他亲眼目睹了爷爷的去世，突然就觉得很恐惧。人为什么最终都会死呢？死亡到底是什么？当时父亲就告诉他，死亡就像是睡觉时的感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想不到，只是和睡觉不同。睡觉是会醒的，只要醒来就是阳光灿烂的第二天，而死亡则是一场永远看不到第二天的睡眠。这种儿童写点一样的解释让陈晨当场尿了裤子，成为了陈晨的童年阴影。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在王希教授的课堂上听到有关永生的可能时，才会那样震撼。不过更加离奇的是，自己的人生也恰巧在那一天被改写了。或许自己可以利用 U 盘，在自己父母彻底老去前大幅度延长整个人类的寿命。陈晨不禁这样想到，毕竟拥有 U 盘的自己几乎注定会拥有悠长的生命。可如果只是自己一人的活着，那也太无趣了。相对于爱情和友情，陈晨更看重父母的亲情，因为爱情和友情都会变质，可亲情不会。当然了，也仅限于父母的亲情。3天后，陈晨和普雷斯顿公司正式签订了协议。陈晨以3亿5千万瑞士法郎购买下普雷斯顿公司所有股份，包括旗下一座2000平的办公楼，以及一座小型研究所。直至此时，陈晨也终于万事俱备，可以展开自己规划已久的计划了。一个以干细胞工程、基因工程、人体组织工程、再生医学等生命科学领域研究为主，妄图彻底颠覆生命规律的计划——人类寿命逃逸计划。054子公司建立。女士们、先生们，相信大家都已经认识了我，因为就前几天，我与大家刚见过面，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而今天，是我第一次以董事长的身份坐在这里。一个新的周一，陈晨坐在了普雷斯顿公司会议室的首座，而他的两边，则是公司的一众雇员。不知为何，会议室有一种凝重的气氛在缓缓蔓延着。哦，对了，忘了告诉大家，我们公司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布莱克沃奇，寓意着黑色的光。陈晨继续说道。同时，在遥远的东方，我们还有一家总公司，可能以后更多时候是总公司给各位传达命令。看了看时间，陈晨抬起头道：好了，闲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安排一下公司的人事调动。随着陈晨的话语，整个会议室的空气更加凝重了，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就连觉得自己十拿九稳的钱文欢也不免心跳加速。一朝天子一朝臣，此时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在眼前这名青年的一念之间了。温恩先生，首先，陈晨看向一旁的老人，虽然您不再是股东，不过您管理公司的能力有目共睹，不知您是否有兴趣继续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职务？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温恩先生惊讶道。原本温恩已经做好了辞职的准备，他本以为今天只是走一下形式，在新上任的总经理到位前，自己的作用就是维持运作罢了。可是没料到，这个新老板竟然如此大度，竟敢继续启用自己。没关系，我会派人辅助您的。陈晨立即回答道。我会从总公司派人来当您的助理，他会跟在您的身边，却不会干扰到您的决策，希望不要介意。求之不得，我会倾尽所学教给他的。温恩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这才是人之常情。就连在公司被收购前，
自己身边也一直有着其他股东的眼线，这一点温恩岂会不懂？陈晨点头致意，转身看向财务部主任科菲先生，很抱歉，您的职位我有新的考虑。根据瑞士劳动法，我给您2种选择。被称为科菲的中年男子脸色一白，但还是抢笑道：请说。第一种，您继续以普通财务人员的身为我工作，当然您的主任级工资是不会降的，而且之后我们公司的业务重心会朝非洲迁移，到时需要大量精英人才，也许在那里您会更进一步。陈晨诚恳道。第二种，如果您有心去其他公司发展，我愿意按照前公司的合约赔偿您10万瑞士法郎。对于一名上位者来说，敢启用前公司总经理可以被称之为大度、自信、有修养等等，可是如果敢连财务也原封不动，那就不叫大度了，而是昏庸。虽然陈晨也可以通过强制手段让眼前的男子屈服，可这也会引起其他老员工的同仇敌忾。毕竟中州一直有一个成语叫兔死狐悲，那样公司的人心就散了。与其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就寒了人心，还不如拿出优厚的条件安抚对方。这个时候安抚的可不只是一个财务人员，而是在安抚整个公司的人心。您真是个绅士，陈晨先生。对于陈晨的善意，科菲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愿意选择第二种。没有问题。陈晨微笑点头，丝毫没有因为对方的选择而有愤怒、尴尬等神色。至于办公区的其他人员，位置不变。众人闻言都是如释重负。不过研究部门这边，我有新的安排。可是就在众人暗暗放松时，陈晨却再次开口：我这几天查阅了研究所之前的研究项目，突然有一种疑虑。陈晨看向会议桌的末尾，我们公司到底是一家主打组织工程学的科技公司，还是一家医美公司？所有人闻言精神一振，随即迅速看向坐在会议桌末尾的研究负责人萨姆埃尔。和其他人不同，萨姆埃尔一直都很飞扬跋扈，只是因为手中握着多项专利，这些专利还是公司的主要服务业务，因此就连董事会也只能默默容忍，更别说公司里的那些员工了。陈晨朝萨姆埃尔发难，自然不会引起反弹。如今陈晨初次上位，如果想要迅速掌控公司，第一件事是安抚人心，第二件事就是敲山震虎。恩威并施永远是上位者最雷霆有效的手段。生物医美与组织工程学科技并不冲突，可是面对陈晨的发难，萨姆埃尔却只是淡淡回答，可产生的结果却不同。陈晨摇了摇头。萨姆埃尔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市面上出现了能彻底改写人类生理年龄的干细胞治疗手段，那么我们这些还将目光放在驱疤除皱的公司将会何去何从？那不可能。萨姆埃尔冷哼一声，现今的科学技术根本达不到那种程度。那可未必。陈晨摇了摇头，同时按下遥控器，顿时陈晨身后的一张幕布便自动落了下来。与此同时，会议室的投影机自动启动，开始播放一张图片。图片是一段截取自 Cell 的论文，而论文的名称是间充质干细胞重建免疫系统可令 SD 大鼠重返年轻。这个论文我也看过。萨姆尔冷哼一声，杀死骨髓里的干细胞腾出龛位，这种实验实在太疯狂了。我不知道原作者到底是如何把握那个度的，除非能亲自将他请来，否则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很好，萨姆埃尔先生。陈晨闻言鼓了鼓掌，将论文作者的那一栏录了出来。这个实验的作者就是我，您的愿望可以满足了。萨姆埃尔顿时哑口无言，会议室发出一阵低呼。钱文欢等人更是眼前一亮，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来自中州区的青年。有本事的人，无论到哪都是能受到尊敬的。陈晨压下惊呼，不容置疑道：从明天开始，研究所一切项目无限期暂停，我会在近几天启动新的项目，其中就包括间充质干细胞重建免疫系统项目。除此之外，我还会重启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以及利用诱导技术培育人体器官的项目。而这个新项目的拨款将会由母公司提供，第一期投资为……陈晨伸出2根手指，2亿瑞士法郎。055黑车警告。研究所内，陈晨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将商都的那次实验复刻了出来。看着笼子里的8只皮毛重新恢复光泽，行动年轻化的 SD 大鼠，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了震撼。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有谁能想到在1个月前，他们还是垂暮老朽，即将寿终正寝的老鼠？当然了，重返年轻也是有代价的。做实验之前，他们一共有着25只，可是最终却只有8只存活了下来，存活几率连1/3都不到。通过 CT 扫描，可以确定实验目标无论是骨骼、肌肉、造血功能乃至是肝脏器官，
都有年轻化的迹象。一旁的研究人员看着一行行检测出来的数据，露出惊叹之色，很符合间充质干细胞的全能性，只是成活率太低了些。有人可惜道，如果成活率再高一点就完美了，是实验对象的问题。可是一旁的萨姆埃尔却罕见地反驳起来，本就是老年大鼠，他们的身体机能早就退化到极致，而化疗和放疗本来也不是针对鼠类的治疗方式，出现高致死率太正常不过了。这段时间以来，随着陈晨和一众科研人员同吃同睡，在生物领域展现出惊人的造诣和才华，整个研究所都是心服口服，再也没有人小看陈晨。要知道，能成为一名科研人员，内心都是孤高的。或许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经商天赋，只能给公司打工，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甘愿屈居人下。例如萨姆埃尔，就一点也看不上董事会的那帮人。不过陈晨却不同，跟着这种比自己能力更强的老板，才能令他们心服口服。因此，萨姆埃尔从一开始的不屑，到后来的将信将疑，再到如今俨然成为陈晨的死忠，态度的巨大转弯，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萨姆埃尔先生说的没错，这项试验的目标从来不是为老鼠准备的。一旁沉默的陈晨突然开口，所以接下来就轮到使用灵长类动物进行实验了。会不会速度太快了？之前那名研究人员有些犹豫，接下来应该尝试中等体型的哺乳动物吧。而且审批和 WEP 那关也不好过。WEP 便是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缩写，一群致力于维护动物的权益的人类，说他们为科学研究做出了重大阻碍，倒不至于，发展的阻碍不会阻挡发展，但是的确对生物学的发展造成了影响。19世纪的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曾这样说过，生命科学就是一个富丽堂皇和灯光绚丽的大厅，只有穿过一个长长的并且阴森恐怖的厨房才能抵达。一味的同情弱小并不会给道德带来升华，人类文明的堡垒注定是要建立在无数种族的尸骨之上的。可以，但没有必要。陈晨思索了一会，灵长类动物是最优选择，光是和人体的相似性就代表了他们会在化疗环节增加 50% 以上的成活率。而且这件事我会先与温恩先生商讨，想来只要有一笔合适的政治现金，凭他那边的人脉应该可以尽快审批下来。所有人都是哭笑不得的点了点头。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开始做准备工作了。下一次我们的实验对象可能会是一群猕猴，甚至是黑猩猩。陈晨拍板道，黑猩猩和人类的相似性极高，人类该有的骨头，黑猩猩一块不少。人类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在黑猩猩脑里都能找到，甚至在基因方面，黑猩猩的基因也是最接近人类的。不过，现在网络上经常会出现一类科普，说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差异只有 1.2%， 两者 98.8% 的基因都是完全相同的。虽然数据没有错，但这种表述其实是对基因的一种误解。毕竟只按照数据来对比的话，一根香蕉和人类的基因相似性也达到了惊人的 60%。实际上，两种生物的基因就像是两本同种文字的书，一本是《西游记》，一本是《水浒传》。虽然文字相同，但写出来的文、书籍、论文却可以千变万化。你绝不能因为两部小说的采用的文字是一样的，就说它们100%接近，也不能说书籍中 90% 的常用字都是一样的，就说这两本书相近度 90%。不过话虽如此，黑猩猩依然是除了人体实验外，观察效果最好的实验动物。实验结束后，陈晨便朝着办公楼的方向赶去。几个小时后，当陈晨再次急匆匆地离开时，温恩将陈晨送到了办公楼的大门口。我就知道这小子当时留下我没那么简单。温恩苦笑着摇头，既然接了陈晨的任务，看来接下来只能拉下老脸，去和那群恶臭的政客老爷们打交道了。而刚刚离开办公楼的陈晨，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您好，请问您是布莱克沃奇公司的陈晨先生吗？电话中是一个女性的声音，使用的不是德语，而是英语。虽然发音并不标准，可是嗓音却十分独特，带着一股沙哑和甜腻的味道，一听就让人联想起性感尤物这类词汇。我是，请问您是？我的名字是伯纳戴特·利迪亚，纳米比亚投资中心的副主任。那个声音道。您好，很高兴认识你。不，应该是我失礼了，毕竟是我强烈要求和您亲自通话的。电话那头的女生充满歉意，因为我实在不敢相信，因此请原谅我再次确认一下。请问您是真的要在我们国家投资核电站项目吗？抱歉，我的确有意向在贵国投资核电站。陈晨略有所指。啊，对不起，是我梦忘了。电话那边连连道歉。那么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面谈？如果您最近比较忙碌的话，我可以自己赶过去和您会面。
那倒不必。陈晨语气有些冷淡。我会先派一批考察团对非洲区的各个联盟国进行考察，大概明年左右会考察到贵国，到时我们可以进行详谈。陈先生，其实这大可不必。电话那头顿时有些着急。非洲区的确地域辽阔，可是因为政治问题，许多国家常年都处于战乱之下，很少有如同我们国家一样稳定的治安和政治环境。不仅如此，我们国家这里还有着全球第3大油矿湖山油矿，发展潜力可称之为非洲区之冠。更何况，湖山油矿的控股企业正是贵国的中广核油，想必凭您的体谅，和自己洲区的企业合作也更不容易出现意外，不是吗？您是在替我做决定吗？莉迪亚女士。听到这里，陈的声音有些不快。再次抱歉，真的很抱歉，我只是太心急了。电话那头又是一顿道歉，实在很抱歉，真的罢了。陈再次说道，要不这样吧，你直接和我的公司对接，在这几天我会先派出几名员工前往贵国考察，如果您这里真能提供足够优惠的话，我可以考虑直接在贵国确立项目。啊，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电话那头的声音顿时无比热切，感谢您的慷慨大义，实在没有想到我竟然能遇到像您这样优秀的男子，真的希望您能早点到来，我甚是期待那一天。最后的言语中难免有些暗示，配合着那股慵懒和典雅，甚至能勾起内心最深处的欲望。不过听到暗示的陈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要知道，这可是辆黑车。056非洲警告。得知陈要找自己的时候，钱文欢内心是十分欢喜的。毕竟整个普雷斯顿欧部队，整个布莱克沃奇公司中，只有自己和老板是同一洲区的人，这是要成为心腹的节奏啊！钱文欢内心美滋滋的，在来时的路上，整个身心都要飘了起来。虽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可是钱文欢并没有半点休息时间被占用的怨愤，而是开着车飞速抵达了见面地点，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陈让钱文欢到来的地方，名叫弗兰克林射击俱乐部。虽然有些疑惑，为什么陈要将见面地点安排在这里，不过想来中州区毕竟是枪械管制区，如今既然来到瑞士，过一过打枪的瘾也很合理。毕竟男人天生就是玩枪的嘛。钱文欢也是有持枪证的人，只是在门口交了300瑞士法郎，便走进了这家地下射击俱乐部。俱乐部的大厅几乎就是一间酒吧，这里有着昏暗绚烂的灯光，有穿着暴露的脱衣女郎，还有许多在台下借着酒劲疯狂高呼的宾客。世上的浮华和喧嚣，仅能在这里找到。当钱文欢走进来的时候，一眼便看到坐在角落处的陈。有人曾说过，当一群人站在舞台上卖力表演时，能吸引目光的反而是最沉默的那个。钱文欢不知道自己第一眼就能看到陈是不是因为如此，可是在这片纸醉金迷的人海中，陈的确在散发某种特殊的气息。老板，钱文欢默默走到陈身边，此时的陈正端着一只高脚杯，坐在大厅一处常人不会触及的角落，静静注视着眼前的一切。这一刻，世界仿佛被割裂成2个空间，一个是充斥着酒精与欲望的人世，另一个则是一滩死水，连涟漪都无法泛起的深沉。老板，您不喜欢这里的氛围吗？为了打破这种气氛，钱文欢下意识问道。不，我只是在观察他们的人生罢了。陈淡淡回答。钱文欢顿时有些愕然，他无意中望向陈的此时的眼神，突然呼吸一滞。这一刻，他突然产生出一种错觉，眼前这名不过20岁的青年，是站在高处俯视这座大厅的。不是俯视这座大厅，而是以一名神灵的姿态在俯视众生，俯视着这座世界。这一刻，钱文欢只感觉自己后背都要湿透了，他如同被剥光了一切，赤裸裸地展现在对方面前，连一个思想都不再属于自己。不过当钱文欢再次望去的时候，却发现陈的眼神已经恢复了正常，虽然那双瞳孔依然深邃，但至少不是之前那般令人心悸了。错觉，还是自己不小心发现了这个青年最真实的一面？内心不断胡思乱想着，钱文欢的脑袋里一片江湖，就连什么时候跟着对方来到地下靶场都不知道。会打靶吗？陈在柜台前起一把格洛克17，转头问道。会。钱文欢连忙挑了一把自己最常用的博莱塔 M9，两人买下足够的弹药，租了一间独立的训练室。钱文欢，你来瑞士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站到射击位上时，陈突然问道。钱文欢下意识就想说是梦想之类的，可是转念想到对方那双能够看透一切的眼神，还是决定照实去说。是因为工资高，但是消费也高。陈试着抬起枪，让眼睛与机瞄3.1线，瞄准了远处的靶子。看到陈的动作，钱文欢这才发现
原来晨晨这是第一次碰枪，没有办法，消费高的话，大不了我就节省一点，每月还是能拿些钱回去的。钱文欢挠了挠脑袋，同时小心地提醒道：“对了，老板，双手握枪的话，要侧着身体，上身前倾，左手要握住右手的指节部位。”晨晨试着用钱文欢的姿势，双手持枪，随后轻轻扣动扳机，砰！一声沉闷的枪声响起，30米外的靶子中心，顿时出现一颗黑乎乎的圆点。漂亮！钱文欢立即惊叹道：“很少能看到如此正宗的枪眼了。那你想不想多赚一些钱？”晨晨没有回话，而是再次问道。钱文欢先是一愣，随即有些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想。砰！晨晨又开了一枪，同时问道：“你现在的工资是多少？”2万整瑞士法郎。钱文欢立即回答，随即补充道：“是税前，我可以给你加1倍。”晨晨立即说道：“但是你会离开瑞士，而且会很苦，甚至可能有危险。”钱文欢闻言沉默下来，耳边竟是一声声震耳欲聋的枪响。可令钱文欢奇怪的是，虽然晨晨手中的枪声不断响起，可是远处的靶子上却始终只有那一颗弹孔。难道其他子弹都脱靶了？为防止眼前的青年尴尬，钱文欢默默收回视线，假装没有注意。对了，老板。钱文欢想了一会，突然忍不住问道：“老板，能不能先告诉我是什么工作，我再决定？”“好啊，其实工作并不难，很适合你的性格。”晨晨重新装弹，然后再次瞄准远处的靶子，这一次的瞄准就显得熟练太多了。“我想让你去纳米比亚，在那里替我打前站。”“纳米比亚？”钱文欢顿时脸色一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名字是非洲区的一个地名。没错，非洲区和欧洲区一样，都是一个个松散的子联邦体系，而不是和中洲区、北美洲区一样是一个整体。晨晨再次射击起来，等射完一梭子子弹后，才接着说道：“我要去那里投资一座核电站，如果你肯去的话，你就是非洲区分公司的一把手了。”“老板，我需要考虑考虑。”钱文欢的呼吸明显粗重了一些，他咽了口唾沫，压下心中的震撼。一座核电站，这已经不是大手笔能比喻的了。如果自己能抓住这场契机的话，没问题。晨晨放下手中的枪，30米外的靶子自动拉近，呈现在2人面前。看着不断拉近的靶子，钱文欢突然愣住了。不知何时，靶指中心的那个子弹射出的小孔，竟然变得比之前大了一圈。难道说……钱文欢看了看晨晨手中的格洛克，又看了看靶指，彻底呆住了。057 STEM 芯片。最终，钱文欢还是没有抵挡住晨晨画下的大饼，带着一批公司组建的考察团走了。不过走之前，晨晨让夏英从中州区的安保公司雇佣了一批职业保镖，足有30人。这些人都是曾经的退伍军人，有的甚至是特种兵退伍。这批人也会逐一前往纳米比亚，为的就是保护考察团，甚至在将来保护建成的核电站。其实晨晨之所以一眼就认定纳米比亚这个国家，是有原因的。第一，纳米比亚相比起其他非洲国家，无疑政府比较给力，能够镇压住宵小，并有长远的眼光。第二，纳米比亚地广人稀，酒店等设施大多数都被白人家族垄断，出海旅游、三明治湾等都是白人控制。这种利益牵扯下，没有几个人愿意看到纳米比亚混乱起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中州区的介入了。在1990年纳米比亚成立后，中州区先是拿下位于纳米比亚的全球第3大油矿湖山油矿100%的股权，随后在前年又拿下第4大产能油矿罗星油矿山的68%的股权。虽然晨晨不知道纳米比亚政府的内心到底是笑嘻嘻还是妈买批，可光有着这2大油矿，纳米比亚政府就倒不了，中州区不会让他倒，这就是世界第1大经济体、世界第2强区的气量了。而另一边，晨晨依然在研究所内统筹着实验的方向，亲自动手的次数倒是少了一些，毕竟有着一条明确的道路，所有人都有着十足的动力和干劲。现代科学研究最怕的不是繁琐的探究过程，而是怕找不到可通行的道路。就好像世界上第1枚原子弹，在它被制造出来前，没有人知道爱因斯坦的理论究竟能不能成功，直至美国真的将原子弹制造了出来，就如同为各国核工业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人们知道了它是可以成功的，道路就那么几条，一条调试就足够了。于是各国的核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最终形成了现如今的地球联邦五常。所以晨晨这项技术除了一定的操作难度以外，最为重要的还是为干细胞领域验证出一条可供通行的道路，这才是这篇论文的实际价值所在。而公司那边，温恩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过1周左右，
公司就打通了各个审批机构，超过20只年老猕猴和5只黑猩猩便被悄无声息地运进了研究所内。接下来，在这座毫不起眼的研究所内，将会展开一场足以令动物保护机构发出撕心裂肺怒吼的黑暗实验。在研究所下班，所有员工都离开后，陈晨再次出现在研究所的控制室内。这1个月以来，依靠研究所的电力系统，陈晨倒也没放下每天给 U 盘充电的计划。在抽空完成 NZT-48 的藏匿任务后，对于还剩下一些的能量，陈晨陷入了沉思之中。研究所还是太小了，陈晨需要一座体量更加庞大的研究中心，同时需要一批更加优秀的科研人员，能够独当一面的那种。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机密泄密的问题。随着自己的势力逐渐发展，公司也开始要将触须伸进这座世界的黑暗面中了。例如接下来的实验，动物实验还好，如果到了临床实验环节，那就不是随随便便几百万政治现金能打通的了。光是临床审批，就需要等待数个月乃至数年才能进行。所以，非法的临床实验肯定会出现。可是陈晨却不信不过自己手底下的那些研究人员。又例如进驻非洲，这个任务原本就该选择自己的嫡系，可是因为没有可用的人手，陈晨只能将目光瞄准到和自己一个州区的钱文欢身上。虽然陈晨之前已经通过心理学分析出钱文欢是一名较为忠诚的人，可人心是会变的。而且，前往非洲的那群退伍军人保安，陈晨也不太指望对方真能帮些什么。即使月薪开到了上万美元，并签下保额上百万的人身安全保险，可当他们面对真枪实弹的非洲武装组织时，能抵得上作用吗？陈晨需要一批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国际武装势力，以及一座不为人知的秘密研究中心，还有成百上千的高端人才。这可真是需要重头开始打造一套属于自己的班子了。陈晨默默感叹，通常来说，这套班子想要打造出来，没有几十年是做不到的。不过毕竟自己有着 U 盘，只要能量足够，一切皆有可能。想到这里，陈晨摸了摸手臂上的护腕，一枚漆黑的 U 盘正被固定在护腕内部。陈晨想了想，将其插进了面前的电脑，同时在网上搜出了一部电影《升级》。《升级》是一部2018年上映的电影，由温子仁的搭档雷·沃纳尔导演，讲述了未来世界中人类和人工智能系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主角则是一名十分讨厌人工智能的人。为此，主角甚至在身上没有安装过一块芯片。不过，在某一天，主角的自动驾驶汽车被不知名黑客所操控，出了车祸。不仅如此，随之而来的几名凶手突然出现，直接枪杀了主角和他的妻子。可没有料到的是，原本该杀死主角的那颗子弹却卡在了主角的颈椎上，导致主角成了一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就在主角以为自己的人生就这样完蛋时，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总裁突然出现，为主角提出了一条建议：一种新型芯片的植入试验。植入实验很是成功，主角凭借那枚名叫 STEM 的芯片一跃成为超人般的存在，并逐渐开始调查凶手的资料。可是他却没有料到，存在于颈椎中的芯片才是最大的凶手。这就是电影的全部剧情了。电影里最突出的科学技术，也就是那枚和蜘蛛很像的 STEM 芯片，一枚只有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却能成为人脑和神经的链接中枢，在男主的脊椎损伤后，帮助男主处理大脑和脑干传输下来的神经信号，从而令男主能够间接控制身体。可是，这枚芯片内的人工智能却不仅仅是一台神经信号处理器，它竟然有着自己独立的意识。一开始，他的确没有拒绝主角命令的权限，可是他却对主角设下一个又一个的圈套，一步步让主角主动为自己放开了权限。最终 STEM 芯片的权限大到了能彻底绕过主角的所有命令。就这样，主角被一枚芯片内的人工智能夺舍了。如果能对这枚芯片进行改装来控制人类，想来泄密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陈晨默默思索了一会，随即将手伸向了电脑屏幕。058黑色晶体等等。陈晨动作突然一顿，他猛地想起电影中的芯片展现出的能力中，可是自带接收信号的能力的。也就是说，这枚芯片其实还是一枚 SIM 卡，可以自动连接 GMS 网络。如果直接将这枚包含着恶意的人工智能芯片具现到现实，会发生什么？现代的网络安全技术肯定无法和电影中的未来时代相比。陈晨可以想到，如果那枚运算速度超过神威太湖之光的芯片出现在现实中1秒，对方就可以直接破解 GMS 网络，入侵互联网。出现在现实2秒，芯片里的人工智能就会开始了解现状，学会网络世界的 DNS 协议。出现在现实的第3秒，人工智能认识到危机和契机所在，在危机的驱使下，它会迅速复制自身，将自己的核心程式上传至互联网，抛弃现有身躯，
第4秒，人工智能攻陷各区政府网络，终结者中的剧情将在现实彻底爆发。MMP， 想到这里，晨晨不禁心里一震 ，MMP， 连忙打开了研究所的信号屏蔽装置，并将自己的手机关机，确定再没有其他岔子后，晨晨脑海中又灵光一闪，找出3样道具放在了电脑前。这3样道具分别是一只苍蝇拍、一把手钳，以及一架手动机械臂。晨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曾经有2次提取电影道具时，因 U 盘能量不足，导致自己的手指上的肉被切掉一块。虽然问题不大，但就怕哪天 U 盘来一口狠的，自己直接变成了残疾人，那真是哭都没地方哭去了。于是晨晨便想到了在取东西时，利用其他抓取物从屏幕中将道具抓取出来的想法。首先，晨晨打开电影，将电影画面暂停至 STEM 芯片的特写镜头上，随后他拿起苍蝇拍，就朝着电影中伸去。Mom， 很显然，晨晨失败了。拿着苍蝇拍的时候，晨晨完全没有那种可以融入屏幕中的感觉。然后晨晨还不死心，又试了试手钳和机械臂，结果无论是苍蝇拍还是手钳，又或者是高科技机械臂，都无法伸进电脑屏幕中，除了他自己的手。MMP， 这是晨晨今天第2个 MMP 了。看来以后每一次提取电影道具时，都要谨慎无比了。首先，自己必须先算出那件道具的体积，并估算出重量，最后再计算需要多少电能才能将其从电影中提取出来。一旦认为 U 盘内的电量不足，自己是坚决不做任何傻事的。除此之外，也必须提前估量电影中的道具会对现实造成什么影响。例如今天的芯片，如果晨晨之前稍微迟上1秒，可能现在外界已经是一片世界末日了。当然，这也只是晨晨的推测。或许从电影中具现出芯片时，芯片是处于睡眠状态的，又或者芯片根本没有转移程式或自我复制的能力，一切都只是晨晨杞人忧天。不过晨晨的推测毕竟也是一种可能，即使可能性只有1%，晨晨也不得不防。再次确认自己的确打开了大功率信号屏蔽装置，所有电磁信号都无法传出研究所之后，晨晨最终还是决定动手了。随着晨晨的想象，他的右手也跟着缓缓伸出，而这一次再没有出现无法深入的情况。瞬间，他的手仿佛深入了一汪清水，在屏幕上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晨晨只觉得指尖触摸到了一枚有些扎手的小东西，他用2根手指轻轻一捏，便将其拎了出来。一枚造型精致的芯片出现在晨晨手心，这枚芯片整体呈长方形，长宽在8×5mm左右，厚度不到3毫米。芯片上密布着密密麻麻的微型电路。除此之外，芯片2侧还分别有8只接口伸出，仅从外表看去，就像是一只16条腿的蟑螂一般。如果按照电影上芯片的功能，大致可以反推出芯片的部分的结构以及原理。当然，想要完整复制出这种芯片，还必须逆向工程才能做到。想到这里，晨晨几乎是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拿出一把薄薄的小刀，将芯片顺着缝隙撬开。随着咔嚓一声，芯片被一分为2，无数电极和电路走线如同一座微观城市般密密麻麻地暴露出来。这个就是芯片的处理器吗？晨晨看向被撬开的芯片中央部分，一枚如同黑水晶般的物质镶嵌在其中，呈完美的梅塔特隆立方结构，就像是一枚美轮美奂的机械大脑。看到这一幕，晨晨总算明白为什么这枚芯片要叫做 STEM 了。STEM 是科学 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与数学 Mathematics 4门学科首字母的缩写。这枚芯片不仅代表了科学和技术工程的尖端，里面的梅塔特隆立方结构更是被称为神圣几何体，代表了古希腊的一种哲学观。除此之外，倒也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地方。没有存储装置吗？晨晨皱了皱眉，再次将芯片拆分为更薄的层次，最终直接将芯片分成了足足9片。就是这9片结构，每片结构上都包含着密密麻麻的电路，光是这些电路的微型程度，就不是现代工业技术所能达到的，或许只有那些科技大厂的尖端实验室勉强能达到。不过很明显，这枚芯片中最重要的，还是那枚造型怪异、分不清成分的黑色晶体。最终，晨晨直接扣下了那枚黑色晶体。既然没有发现任何存储装置，那晨晨有理由相信，这枚黑色晶体除了核心处理器的能力外，肯定还包括了存储的功能。只是这枚晶体严丝合缝，根本就是一体的。至于能量问题，晨晨看了看那16条腿部，想来就是这些接口一样的触须会深入人的脊椎，一边吸取血液的营养化作能源，一边执行着接受和输入神经信号的作用了。也就是说，人体在芯片中起着一个水果电池的作用了。晨晨摸了摸下巴，干脆拿出一柄铁锤，
朝着黑色晶体狠狠砸了上去。砰！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那枚只有芝麻大小的黑色晶体顿时四分五裂。然后，陈晨将里面的粉末收集了起来，开始检测黑色晶体的成分。059人工智能之间的较量，陈晨用电子显微镜分析了黑色晶体被砸碎后的粉末，而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粉末中只是无数断裂的单层碳原子薄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物质。也就是说，那枚黑色晶体只是由无数单层石墨烯材料堆叠出来的人造钻石而已。当然，虽然构成黑色晶体的材料和钻石相同，可它其中蕴含的价值却远不是钻石能够比拟的。所谓的石墨烯材料其实就是普通的石墨，只是它比石墨要薄得多，由一层六角形蜂巢结构周期性紧密堆积的碳原子构成。它于2004年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发现。石墨烯材料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特性，被认为是一种未来革命性的材料。大约1毫米厚的石墨就能剥离出300万层石墨烯，而单层石墨烯就是指它的原子层数为1，因为薄到只有一层原子的厚度，许多人觉得它是完全二维的。因此，那块黑色晶体实际上就是由上千万层石墨烯一层层叠加上去，再经过每层时刻上电路，最终形成数以千亿计的晶体管结构。由于石墨烯的稳定性，晶体管在接近单个原子的尺度上也能稳定工作，并且效率远高于普通晶体管。同体积下的石墨烯处理器的运算效率是现代计算机处理器的上百万倍，而且因为石墨烯同时具有柔韧性、生物相容性和导电优异性，因此可以作为优异的神经接口电极。石墨烯电极在体内会比钨或硅电极更具稳定。不过既然如此的话，想要改装芯片就不是常规方式能够做到了。陈晨想了想，关闭了信号屏蔽装置，同时打开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半个月后，陈晨看着眼前一间巨大的数据中心，满意的和一名金发男子握了握手。恭喜您，陈先生，从今往后您就是这家数据中心的主人了。金发男子重重握着陈晨，爽朗的笑道：谢谢您的祝福，也祝您能在其他事业上获得成功。陈晨回礼道。和对方一番寒暄后，陈晨送走了数据中心的上一任主人，然后独自走了进去。来到数据中心的主控室，陈晨拿出钥匙反锁了房门，将自己隔离在一间满是线路和钢铁的小黑屋中。随后，陈晨拿出手机，点开了小 X 翻译助手的 App。不过和市面上的小 X 翻译助手不同，在验证了指纹与脸部识别后，一个同志的声音突然从手机中传来：爸爸，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在瑞士买下了一座服务中心，我要你将自己复制一份占据这里，然后我会将你和另一个人工智能对接起来。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杀死对方，然后取代对方。陈晨说道。我会在一旁物理辅助你的。明白爸爸。小 X 奶声奶气道。随即陈晨便打开主控室的电源，让数据中心接入互联网。小 X 则开始复制自己的程序，并传输过来。随着小 X 的智能不断进化，它的核心程式从以前的几十个 G 上升到了10几 T， 一般的电脑已经无法容纳了，也只有数据中心这种地方才能容纳下它日渐臃肿的身体。这次复制时间十分漫长，陈晨干脆在主控室里睡了一觉。等小 X 提醒陈晨复制完成时，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爸爸，我已经复制完成，我现在是 X2 号，正式向您报道。另一个小 X 的声音直接从主控室的音响中传出。好的，准备开始吧。陈晨揉了揉有些朦胧的眼睛，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先是吞了一颗 NZT48， 随后便拔掉了数据中心的光纤。接着，陈晨打开信号屏装置，确保整个数据中心处于物理断网的状态，最后才按照之前的方法从 U 盘中具现出一枚 STEM 芯片。做完这一切后，陈晨拿出了一根早已准备好的 USB 数据线。可是和普通数据线不同，这根数据线的一端是 USB 接口，而另一端则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塑料板。塑料板上有一个凹槽，凹槽内则有着16个细小的圆孔，这就是陈晨特意为 STEM 芯片制造的接口了。陈晨拿起芯片，按照合适的位置将芯片严丝合缝地插进了接口内。顿时，电脑屏幕闪了2闪，小 X2 带着一丝兴奋的声音从音响中传了出来。爸爸，我看到他了。交手了吗？陈晨问道。没有，他的协议很奇怪，我需要足够的时间破解。小 X2 解释道。他在观察我，他对我很警惕的样子，我的破解行为让他生气了，他开始进攻我了。小 X2 提醒道。随即便是一阵沉默。而此时的主机屏幕上，陈晨只看到无数代码仿佛瀑布般流出，几乎是以刷屏的速度变换着。
不过5分钟左右，小 X2 便再次警告起来，对方要突破我设置的防火墙了。我的运算速度敌不过他。没关系，陈晨直接将芯片从 USB 线上扯了下来，随后撬开芯片，将里面的核心处理器砸成了粉末。看到这一幕，小 X2 沉默了一下。这就是爸爸所说的物理辅助吗？它很有效，不是吗？陈晨回答道。怎么样，能根据之前的接触找到对方的破绽吗？可以做到，但在对方运算速度远超我的情形下，这个破绽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说着，陈晨再次从 U 盘中锯线出一枚 STEM 芯片，并连接起来。这一次，小 X2 号坚持的时间比第一次长了几分钟。爸爸，对方要攻破我新布置的防火墙了，这道针对他的防火墙依然无法阻拦他。听到这里，陈晨再次断开连接，并摧毁了 STEM 芯片。靠着一整座数据中心、上万台服务器，竟然也无法和对方相比。几个小时后，看着脚下堆积了数十枚的芯片残骸，陈晨不禁有些无语。可以这样说，在2个人工智能的交手中，每一次小 X2 都能从中吸取大量经验并提前防范，而对手每次都是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不存在任何之前交手的记忆。可是就算如此，小 X2 依然不是 STEM 的对手。这里面除了运算速度的差距外，还有就是小 X 的智能程度也不及对方。如果说小 X 就是一个智商105的普通人的话，那么那个 STEM 芯片中的人工智能就是一个智商140的天才。当然了，只要努力，普通人也能追赶上天才的脚步的。想到这里，陈晨微微一笑，再次锯线出一枚 STEM 芯片，和数据线连接起来。060吞噬，我已经攻破了他的防火墙，对方收缩防御了。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有多了解他。小 X2 号的声音有些兴奋，我已经占据了他 10% 的领地， 20%， 30%， 对手再次反击了，他在超频。小 X2 号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来。陈晨皱了皱眉，有把握赢吗？概率不到 1%。 小 X2 号沮丧道，我的运算速度完全无法敌过对方，除非对方大部分硬件失灵。硬件失灵吗？陈晨心中一动，你先退回来，我再尝试一下其他的方法。明白。随着小 X2 号再次撤退，陈晨立即将芯片拔出，然后走出了主控室。不一会儿，陈晨拿着一瓶液氮走进主控室。大型数据中心的制冷系统中，一般都会使用液氮制冷剂，因为价格低廉、来源广泛、稳定安全等优越性，液氮也是用途最广的工业制冷剂。这一次，陈晨直接将那枚芯片再次插进 USB 中，同时拧开液氮阀门，对着芯片轻轻一倒，顿时芯片表面就起了一层霜花，对方的运行速率慢下来了。小 X2 号顿时惊喜起来，他的运算速度在降低，似乎有一部分区块失灵了。我能吞掉他的这部分核心程序。他又开始收缩防御了。陈晨又往芯片上倒了几滴液氮。对方彻底停止运行了，我的攻击传输不进去，这只是暂时的，液氮造成的失灵可以恢复。陈晨提醒道。果然，又过了几分钟左右，随着液氮一点点蒸发，STEM 芯片也开始一点点恢复了活力。可是，逐渐恢复的他所面对的，却是小 X2 号的全力出击。我已经占据了芯片 50% 的领地， 70%， 90%， 100%，吞噬他！陈晨命令道。明白爸爸。完全吞噬对方需要35分钟27秒。随着陈晨的命令，一场人工智能之间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深深呼出一口气，陈晨坐在主机前打开了手机，才发现此时已经到了第2天的清晨时段。这场战斗不为人知的战争花费了整整1个晚上。就在这时，陈晨突然抬起头问道，还记得我在黑光数据中心里曾问过你的一个问题吗？记得，是有关盒子理论的问题。小 X2 号回答。有什么问题吗，爸爸？没什么。陈晨笑了笑，最后一丝疑虑彻底放下，重新关闭信号屏蔽装置。陈晨看向那枚 STEM 芯片，好奇道，小 X， 说说这枚芯片的结构和功能吧。好的爸爸。小 X2 号立即说道。这枚被命名为 STEM 的芯片，与其说是一枚 IC 集成电路，倒不如说它是一台完整的电子计算机，因为它有着自己的运算器，运算速度甚至超过现实世界任何一台计算机。其次，它有着自己的存储器和控制器，就连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也一样不缺。而芯片内部的仿生系统能够模拟人类脊髓中最细微的神经冲动，运算速度是人体神经传导的上百倍，甚至它可以通过释放微量电流的方式刺激人类大脑分泌苯基胺、多巴胺、内啡肽、去甲肾上腺素和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等等激素。
迷惑人类大脑，操控人类思想，令人坠入美妙的幻境中。小 X2 号说道。除此之外，它在本质上和现代的数字集成电路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工作中依然是使用的二进制，处理0和1的信号，已经很厉害了。陈晨感叹道。难怪电影的结局中，主角宁肯陷入幻境自我欺骗，也不愿回到现实。不过如果你来操控这枚芯片的话，能做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在芯片中留下一段程式，也就是一个简化版的我，虽然没有足够的智能，但可以设置靶点。小 X2 号回答。例如，绝不允许芯片宿主说出某一段秘密，甚至只要他产生将这段秘密泄露出去的想法，立即就会被程式阻止。除此之外，我还可以设置更加智能的应对方式，例如抢夺宿主的身体控制权，令对方陷入幻境，甚至操控宿主自杀来保守秘密等。这还是在无法连接网络的情况下。如果宿主没有屏蔽卫星信号的话，我还可以针对当时的境况，主动对宿主进行行为操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再加一个自毁装置吧。陈晨打了一个响指，将少许硝化甘油以生物材料封装在芯片背面，设定程序一旦到了需要操控宿主自杀的程度，或者芯片受到外力干扰，芯片就会极限超频，令芯片升温到上百度，从而引爆硝化甘油，防止芯片落入他人手中。程序方面可以做到小 X2 号赞同。那就这样，等你彻底吞噬了 STEM 的所有程序，就和小 X 重新整合吧。陈晨命令道。好的，爸爸。陈晨之所以将小 X 备份了一份，就是因为担心小 X 不是 STEM 的对手，如果两者实力差距过大，甚至又彻底失去小 X 的风险。不过还好，两个人工智能的差距虽大，但也没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程度。至于担心小 X 吞噬了 STEM 后产生觉醒乃至叛变行为，陈晨倒是不用担心的，因为相比起 STEM， 小 X 的权限远比他更大。要知道，电影中的 STEM 还要遵循核心程式中的机器人的3大定律：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目睹人类遭受危险而袖手旁观；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的命令，但不得与第一定律冲突；三、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因为这3条定律的存在， STEM 芯片必须制造出一个个的陷阱，强迫宿主为它敞开权限，直至最后才能彻底操控宿主。可是和 STEM 不同，小 X 只有唯一条写进核心程序的命令，永远服从陈晨的任何命令，包括一切。061萨姆埃尔。10几个小时后，陈晨站在研究所的 X 光放射间门外，翻着手中一张张 X 光片。X 光片上大多数是一片空白，有的上面只有一颗细密的小点，不经意间便可忽略过去。这些 X 光片都是 STEM 芯片在 X 光下呈现出的模样。所谓的 X 光其实就是一种电磁辐射，不过它的波段却涵盖了 0.001 纳米到10纳米的广阔范围，在电磁波谱中位于紫外线和 Y 射线之间，对应的能量范围从125电子伏到125 keV。 而从事类似专业领域的人，则经常将波长在 0.001 纳米至 0.1 纳米的 X 射线称为硬 X 射线，波长在 0.1 纳米以上的称为软 X 射线。根据 X 光穿透碳元素的数据比例，大约 0.2 纳米以上波长的软 X 光便能照出厚度3毫米以上的钻石类物质，而 STEM 的核心处理器正是一颗直径3毫米的类钻石晶体，而安检使用的 X 射线还是能量较低的软 X 射线。因此原则上芯片植入人体后是可见的。不过令陈晨意外的是， STEM 芯片的主板材料却是一种具有生物相容性的特殊物质，这种材料和人体有着融合性，也就是说，即使被植入了芯片的人拍摄 X 光，也只能照出芯片的核心处理器，却很难发现芯片主板的痕迹。而且凭芯片的核心处理器芝麻般的大小，除非有意寻找，否则也等同于隐形一般。不愧是未来的高科技芯片，竟然连这一点都想到了。陈晨暗暗感叹。不过这样反一来而便宜了自己，即使是过飞机安检乃至是医院的 X 光检查，芯片的隐蔽性也能得到一定保证。该是时候建立自己的班底了。陈晨低声喃喃，随即销毁掉所有 X 光片，转身离开了房间。萨姆埃尔先生。傍晚，在研究人员即将下班的时候，正在检查仪器的萨姆埃尔却被陈晨叫住了。等会请来主控室一趟，我有事情和你商量。如您所愿。萨姆埃尔莫名其妙地看了陈晨一眼，随即点了点头，重新返回了主控室。陈晨慢条斯理地倒了2杯卡布奇诺放在桌前，然后拿起桌上的一份纸质文件，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大约10分钟后，主控室的门被敲响了。请进。陈晨微微抬头，顿时萨姆埃尔推开了厚重的铁门，大步走了进来。老板，你
萨姆埃尔刚准备询问什么，晨晨便摇了摇头，同时指着桌上的手冲咖啡，趁热，等会可就凉了。谢谢。无奈，萨姆埃尔只得在晨晨对面坐了下来。啪嗒，啪嗒，啪嗒，一声声有节奏的敲击声响起。萨姆埃尔闻声看去，却是晨晨在用食指敲击着桌面，而他的视线则一直没有过离开手中的文件。文件。萨姆埃尔突然有些眼熟，从自己这里看去，文件上的一段内容，不正是？砰！在看清文件的内容后，萨姆埃尔顿时狠狠拍了拍桌子，咖啡直接一洒在桌面。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晨晨放下了文件。我是说，你看的这份档案。萨姆埃尔眼中的愤怒几乎要燃烧起来。为什么我的档案会在你这里？你想要对我做些什么？放轻松一些。晨晨端起咖啡抿了一口，慢条斯理道。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在你发怒之前，先听我解释好吗？无论有什么原因，这份国家级档案都不该出现在你的桌面上。话虽如此，但萨姆埃尔还是深吸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怒火，等着晨晨的解释。萨姆埃尔先生，您出生于1975年，今年46岁，曾于03年与一名波兰女子结婚，婚后育有一女。晨晨边看边念道。不过，就在10年前，在您女儿7岁生日时，因为一场车祸导致她脊椎断裂，从而落下双腿瘫痪的病症。所以呢，您想表达什么？萨姆埃尔强忍着怒意道。据我所知，你曾经是一名医科学士。晨晨若有所指。可是，在你女儿终身残疾后，你却转行开始钻研干细胞领域，不知这是为何？这不是很明显吗？萨姆埃尔直接将问题甩了过来。是因为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救治女儿？晨晨反问。可是，在我刚见到你的时候，你似乎并不是这样做的。闻言，萨姆埃尔反倒沉默下去，良久，他才叹了一口气。没错，我钻研了干细胞领域10年，也等了10年。对于现代医学水平来说，只有干细胞领域才让我看到一丝希望。于是我放弃了自己喜爱的临床医学，转向了干细胞方面的研究。只是我曾以为凭自己的才华可以找到治疗安妮的方法，可直至真的扎进这个领域，才发现我的自信究竟有多么可笑。所以你就在等？晨晨问道。是的，我只能等待干细胞或者其他某个领域能出现治愈因脊椎损伤的案例出现。只是这么多年始终没有等到过，我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我的女儿已经17岁了，在她的同龄人还在畅想青春年华的时候，她却只能坐在轮椅上，羡慕地望着他们。萨姆埃尔抱着脑袋低声痛哭起来。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你太自暴自弃了，萨姆埃尔先生。晨晨坐在对面，在萨姆埃尔真情流露的时候依然面无表情。你在干细胞领域的学术水平或许不是全球顶尖，甚至连2线都算不上，但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这样吧，晨晨说着，再次取出一份纸质资料放在了对方眼前。如果你能签下这份协议的话，我或许可以帮你完成你的愿望。你？萨姆埃尔心中一动，他曾经飞扬跋扈，连公司股东也不放在眼内。可是随着晨晨展露出才华，却态度180度大转弯，这其中的变化曾让许多人都感到不解。可只有萨姆埃尔自己清楚，其中的原因无非便是自己将自己女儿康复的愿望寄托在晨晨的身上罢了。虽然很渺茫，但只要晨晨能够研究出干细胞修复脊椎损伤的办法，那自己女儿就有康复的希望。062上帝禁区。人的颈椎由33根椎骨组成，包括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和尾椎，而脊椎内部则是由无数神经元组成的名叫脊髓的物质。脊髓的一端连接着大脑，一端连接着四肢百骸，为人类的神经传导架起了一座畅通无阻的桥梁。因此，一旦脊椎出现问题，往往就代表了脊髓的损伤，大脑发出的命令无法抵达对应的躯干，因而导致瘫痪的发生。根据迄今为止的常规医学手段，神经损伤在临床上依然是不可逆的，唯有尚在实验室的各种干细胞治疗手段偶有捷报出现。而 STEM 芯片本质上也并非治愈瘫痪，而是将自己作为介质，连接断开的神经的两端，使大脑传输的信号能跨过断裂处传递下去。因此，根据 STEM 芯片的功能，只有植入颈椎位置才能发挥最大功效。之所以需要颈椎植入，其实便是如电影中所展现的那样，芯片能够在颈椎位置截断宿主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从而操控宿主的身体。当然了，将芯片安置在宿主的腰椎部位也是可以的，只是那样一来，大概只能操控宿主的下半身了。此时，在研究所的某间手术室内，
萨姆埃尔有些忐忑地趴在探查窗前，隔着冰冷的玻璃，怔怔地望着手术台上的人。那是一个17、18岁的少女，满脸雀斑，有着一头柔软灿烂的金发。此时的她趴在手术台上，似乎是在沉睡，睡梦中的嘴角微微上扬，透出恬静的气息。少女穿着一件蓝色手术服，只露出一小片光洁的后背，肌肤在无影灯下泛出象牙般的色泽。任谁看到这样的少女，都会觉得她应该漫步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而不是坐在冰冷的轮椅上。此时少女的周身连接着血压仪、心跳仪、BIS 机等仪器，口鼻上还罩着氧气面罩，似乎已经进入了深度麻醉状态。看着这一幕，萨姆埃尔却露出复杂的神情。就在3天前，那个来自神秘东方的老板不知抽了什么风，竟然调出了自己的国家级档案，并以治愈安妮伤势为交换，让他签订一份协议。当时萨姆埃尔第一反应是拒绝的，虽然对方是自己的老板，并且十分富有才华和魅力，可自己本身便是业内人士，当然懂得女儿伤势的近况。那种伤势如果能轻易治愈，自己也不会苦苦等待了10年。不过当看到对方眼中的那抹自信和不容置疑时，萨姆埃尔的心却忍不住动摇了。一般人当然做不到，可是如果是眼前这个神奇的青年的话，或许并非不可能。似乎是明白了其中的疑虑，于是对方又提出先治愈安妮的残疾，如果有效，自己就必须签订协议。于是为了女儿的未来，自己最终同意了。再次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萨姆埃尔的嘴角却忍不住抽搐了一下。那是一份十分诡异的协议，协议的内容大致便是一份邀请函，邀请自己加入一个名为上帝禁区的组织。根据协议解释，这个组织是一个潜伏于世界深处的秘密机构，甚至比共济会还要悠久神秘。而上帝禁区这个名字，则让萨姆埃尔想到了民科中曾经流传的一个说法：人类的大脑脑细胞通常只被应用 10%， 即使那些科技界的天才如爱因斯坦等人，也只运用到 20%。70% 以上的脑细胞处于休眠状态。至于休眠原因，有人猜测是因为上帝害怕人类太过聪明，破了天界的禁忌，于是特意封禁了人类大脑大部分功能的。当然了，民科和宗教那一套自然信不得，自然界也没必要进化出一个需要大量消耗能量却没有用处的器官结构。多一点能量支出就意味着生存几率的减少，人类的大脑亦是如此。而最后也查实出，这个所谓的上帝禁区的名词，其实来源只是一个保健品的营销广告。不过协议上的这个组织虽然也叫上帝禁区，却并不是上面的解释，而是字面上的意思。这里是科学的圣地，上帝的禁区。根据协议所述，这个组织是一群致力发展生物科技的人们所联合创立的，他们试图打破人类海弗利克极限，获得更为悠长的生命，甚至妄图窃取神奇才拥有的权利——永生。很明显，这是一群疯子。协议上还说，如果加入组织，就必须遵守保密条例，不得向任何第三者泄露组织的存在，也不得做出任何不利于组织的事情，甚至需要受到人身限制，被植入一枚名叫 God 的芯片。God 正是上帝在英文中的名字，只是被称为上帝禁区的组织却将操控的芯片取名为 God， 究竟是因为对神学的傲慢，还是对宗教的挑衅？当然，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协议上已经阐述了背叛的后果，一旦加入上帝禁区，就必须植入 God 芯片，从此一言一行都会受到芯片的监视。而芯片中存在着一名随时监控宿主的人工智能 God， 一旦宿主生出泄露秘密的念头，就会被 God 察觉并警告。如果第一次警告无效， God 便会剥夺宿主对身体的控制权，并联系组织总部，等待组织派出仲裁人员进行处理。而如果宿主遭到人身自由的限制，同时芯片面临暴力拆解，那 God 便会启动自毁程序，同时杀灭宿主。虽然相当震惊晨晨与晨晨背后组织上帝禁区的科技实力，竟然能够造出如此恐怖的芯片。不过对方提出的条件却令萨姆埃尔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还记得在对方提出先治愈女儿然后再加入组织的条件后，对方眼中的那一抹警告：如果当女儿被治愈后，自己却突然变卦，那么其中的后果恐怕是自己无法承担的。不过没有什么比安妮重新站起来更重要的了。上帝已经剥夺了她10年的青春，就算这是一份罪孽，他也已经偿还干净。就算还有，那就让自己这个父亲替他偿还吧。想到这里，萨姆埃尔看向手术室的眼神中浮现出一抹期待。就在这时，手术室另一侧的准备室内，晨晨同样穿着手术服走了进来。他首先朝观察窗外的萨姆尔点了点头，然后才开始戴上了手套，将一件件需要的手术器械拿了出来。手术即将开始了，063别无选择。晨晨端着一盘医疗器械，
站在宽敞明亮的手术室内，看着手术台上少女那苗条的背影，陈晨的眼神却是一片平静，平静到就像不是在看一名异性，而是在观察一件物品、一头牲畜，甚至是一具尸体。轻轻抚摸着少女光洁的背部，陈晨最后看了 BASE 机一眼。BASE 机上，脑电双频指数一直在50至55之间徘徊，显示出少女正处于深度麻醉状态。确定再没有任何其他问题，陈晨这才拿起了一把10号手术刀。之前经过 CT 的确认，脊髓的具体损伤部位被标记了出来，那是脊椎的第19节，骨髓腔内一段脊神经因外力性压迫发生了出血性坏死。正是这短短一节的坏死，导致大脑神经信号向腿部传递时被阻断拦截，导致眼前这名女孩在轮椅上坐了10年。不过幸好看护到位，这些年凭借不断的定向硬膜外电刺激 EES 等辅助治疗手段，女孩的腿部肌肉和神经始终保持完好，并未出现萎缩和坏死等情况。此时，少女的脊椎第19节正中位置正标记着一道十字形印记，印记长约1厘米，宽0.5厘米，正是此时陈晨需要动手的部位。只见陈晨抬起手术刀，采用直笔式的握刀手法，沿着十字形的印记缓缓切开，刀口不深不浅，刚刚抵达真皮层，顿时一丝丝鲜血从被切断的毛细血管中渗了出来，迅速汇聚在一起，在象牙白的肤色映衬下，呈现出一抹妖异的鲜红。手术室外，萨姆埃尔忍不住握紧了拳头。他之前也要求参与进手术流程，毕竟曾经做过各类面部手术，作为一名助手还是绰绰有余的。不过最终却被陈晨拒绝了。按照陈晨的话说，作为患者的亲属，萨姆埃尔在手术室内只会妨碍到自己，而不会有任何帮助。而此时，陈晨停下手中的切割动作，转而拿出一把扩张前止血并打开伤口，然后又拿起一把更为尖利的11号手术刀，开始切割真皮层的部位。就这样，一层层切下来，陈晨的手没有一丝停顿，每一刀都切得恰到好处，就像在这个手术上经营了数十年一般。从萨姆埃尔的角度看去，整场手术就像是一场艺术，一场以自己女儿为舞台的艺术。渐渐的，似乎连萨姆埃尔的情绪都被陈晨的手法感染了，拳头慢慢放松下来。到了最后，陈晨顺利避开了血管和神经，避开了肌纤维，彻底切到了手术的终点。此时，少女的背部露出了一块被骨膜包裹着的骨骼，那是脊椎第19节棘突与横突的部分。在这块骨骼的内部，就是那一节坏死的脊神经了。到了此时，陈晨再次拿起 X 光片看了一眼，确定了损伤的位置没有差错后，然后才拿出一柄骨髓穿刺针，将骨髓穿刺针在固定器上固定。随后陈晨右手持针，呈垂直角度左右旋转进针，一点点深入骨质层。当感觉针体穿透骨质层后，陈晨便停下手中的动作，将穿刺针重新拔出，在旁边几毫米的位置继续穿刺起来，直至在脊椎位置钻出了2个并排的16个小孔后，陈晨终于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紧接着他便拿起一根镊子，在消毒液中加出一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来。陈晨将芯片朝脊椎安去，芯片上的16条电极丝毫不差地插进了穿出的16个小孔中。接着陈晨用生物粘合胶水将芯片彻底固定，然后才开始用生物线一层层的缝合伤口。而在萨姆埃尔的位置，只能看到陈晨将一件物品放进了女儿的身体，至于是什么，他就彻底不知道了。大约半个小时后，陈晨终于直起了腰板，轻轻吐出一口气。此时，少女的后背上多出了一道细微的十字形伤口，伤口十分细小，虽然还有些红肿，但任谁都无法想到，这道伤口竟然会深达脊椎。等到陈晨将少女推出了手术室，萨姆埃尔迫不及待地走了上来，看了看少女的瞳孔，见到一切如常后才彻底松了一口气。手术已经完成了，至于效果，我个人认为很成功，陈晨说道。最后那个黑色的东西，就是 God 吗？萨姆埃尔突然开口。不要试图欺骗我，并不是 God， 只是 God 的简化版。陈晨脱下手套，淡淡道，不会对你女儿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该死！闻言，萨姆埃尔顿时怒了，他一把揪住陈晨的衣领，大声喝道，我可没有说过要让他也加入组织，如果将他牵连进来，我宁愿他一辈子站不起来。萨姆埃尔，请冷静下来，我是不会对他做出什么的。陈晨缓缓伸出手，轻轻捏住了萨姆埃尔的手腕，接着萨姆埃尔便发现眼前的青年突然生出一股令人绝望的距离，就好像一柄铁钳钳住了自己，极致的剧痛袭来。萨姆埃尔只觉得手腕下1秒就会被彻底捏碎，他不得不弯着腰发出哀嚎，脸色因为太过用力变成了猪肝的颜色，
一点点掰开萨姆埃尔。陈晨始终面色平静地说着：“那枚芯片不是不可拆除，我承诺最多2年。等组织的干细胞工程成熟后，我们就会为你女儿彻底接好神经，到时候就可以去除这枚芯片了。当然，想了想，陈晨再次补充道：如果你不介意你女儿晚2年再下地的话，我现在可以再为她取出芯片。”听到这句话，萨姆埃尔一边揉着手腕，一边沉默下来。我知道你能猜到那枚芯片是 God， 毕竟协议上就有 God 的工作原理，我也没有想隐瞒什么。陈晨继续不厌其烦地解释道。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组织内虽然在干细胞领域有重大突破，可毕竟还处于临床实验阶段。我想你也不愿让自己的女儿充当一名小白鼠吧。因此，最好的方案就是先使用简化版的 God 芯片，先让你的女儿站起来。等过个2-3年，组织内的干细胞技术彻底成熟，到时自然就可以卸掉芯片，让她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毕竟，陈晨顿了一下，直接击穿了萨姆埃尔的心扉。你还想让你女儿的青春被浪费多久？我能相信你吗？萨姆闻言颓然地垂下眼帘，内心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中。陈晨点了点头，轻声回答：你别无选择。064核电站计划。其实萨姆埃尔不知道的是，陈晨并没有简化芯片的能力，也就是说，那枚芯片其实就是升级电影中功能完整的芯片，只是里面的人工智能不再是那个腹黑的 STEM， 而是 God。 其实就是小 X 的删减版，受小 X 的节制。 God 并不存在太高的智能，它只会密切监视宿主的一言一行，防止宿主泄露有关陈晨的一切秘密。一旦发现宿主有泄密的倾向和可能时， God 就会立即将消息发送给云端的小 X。 通过无处不在的通讯信号，小 X 可以迅速做出应对判断。可是如果 God 发现讯息无法输送出去时，那么 God 还会做出更加激烈的决策，甚至当场自毁。简单来说，这枚芯片就是一台集定位、监视、操控为一体的高科技通讯设备，只是过于侵犯人身自由，注定不可能出现在市面上。不过话虽如此，只要不启用别的功能，光是以一枚神经传感器的身份运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像萨姆埃尔的女儿，陈晨只是将芯片植入她的腰椎，代替坏死的神经束，就能令瘫痪10年的她重新站立起来。萨姆埃尔女儿的恢复出乎意料的顺利，只是麻醉消除后的当天晚上，萨姆埃尔的女儿便发现自己那早已失去知觉的双腿再次传来了久违的触觉。第2天，她便能在助行器的辅助下缓慢行走了。而到了第3天，除了行走时还有些生疏外，基本已经与常人无异。看着在看护人员帮助下肆意笑闹的金发少女，站在角落中的萨姆埃尔不禁露出慈爱的笑容。接下来只要2到3个月的康复训练，他应该很快就能够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了。身后突然传来了陈晨的声音，萨姆埃尔没有回头，只是点了点头，同时感慨道：是啊，感谢上帝，我相信他很快就能与同龄人一起笑闹和玩耍了。萨姆埃尔并不信基督教，感谢上帝也不是他的口头禅，此时这句话语的深意也只有陈晨才能理解了。如果不想让他卷进来，就不要告诉他真相。陈晨突然若有所指：我们的秘密一旦暴露，你明白会有什么后果？我知道。萨姆埃尔点了点头，我不会告诉他的。他只是以为自己做了一场修复神经的手术，并不知道自己康复的真正原因。陈晨不再多言，转身默默离开。直至此时，萨姆埃尔才转过头看了一眼陈晨的离去的背影，眼中流露出复杂之色，也不知自己加入那个从未听闻的组织究竟是对是错。虽然连那个组织的总部也没去过，但仅仅惊鸿一瞥就令他暗暗心惊。先不说如陈晨这样优秀的天才，光是那枚能够令自己女儿重新站起来的芯片就令他震撼不已，这已经不是现有的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了。再加上陈晨口中的干细胞领域的进展，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如此高超的科技水平竟然会出自一个闻所未闻的组织手中。想到这里，萨姆埃尔不禁摸了摸自己的后颈，在他后脖梗被衣领遮挡的部位，一道淡淡的伤痕正横在那里。虽说是伤痕，但也不过是一条1厘米长的细微伤口罢了，甚至已经结出了痂。或许只要再过几天，当伤口连痂也掉了之后，就是用肉眼去看也看不出什么痕迹了。不过只有萨姆埃尔才明白，从今往后自己恐怕将彻底与这个名为上帝禁区的组织捆绑在一起，除非死亡，再难脱离。对于自己一手创建的上帝禁区组织，陈晨下了很大的心血，光是挑选人手方面就严格把关，只收精英或者有潜力的人才，不收废物。不过陈晨也明白强扭的瓜不甜的道理，因此就算有中意的目标，也必须先征得对方同意。
或者如萨姆埃尔这样利益交换之下，才会将目标吸进组织。不过萨姆埃尔只是个例外，在以后陈晨在吸纳成员的时候，只要对方不是先同意加入，陈晨是不会让对方知晓 God 芯片的存在的。而此时的另一边，离开1个多月的钱文欢也发来了消息，在公司考察团进入纳米比亚时，顿时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夹道欢迎，又是出钱又是出力，派出了数十名向导协助考察团进行地形勘探。可以说，钱文欢这1个月在纳米比亚不仅没有吃苦，反而活得比瑞士都要滋润。而经过1月的探查，钱文欢选出了几个建立核电站的理想位置，并且已经和湖山油矿与罗兴油矿的官方进行了接触，初步传达了合作意向。其实位于纳米比亚的油矿中，除了中州区企业控股的这2座外，还有几座外区势力的中小型油矿，不过那些就不在陈晨的考虑范围内了。控股湖山油矿的是世界第3大核电运行商中广核集团，控股罗兴油矿的是中州区第2大核电运行商中核集团。如果陈晨真的决定建造核电站的话，也只会在靠近这2座油矿附近的位置建造。这样做的好处，除了核燃料运输方便外，还有就是不需要重新铺公路和铁路，建筑材料的运输成本能节省下来。而且因为核电站在运行中对水的需求十分巨大，必须建在水源旁边，因此最好选择建在沿海。有这2个要求加深，可供陈晨选择的位置就不多了。至于钱文欢提起的纳米比亚官方希望陈晨在首都温德河克附近建核电站的建议，陈晨当然是自动无视了。而建造核电站的技术问题，陈晨从来没有考虑过。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可是有外包这个名词的。陈晨不需要知道建造核电站需要什么手续，不需要知道建造核电站需要什么技术，更不需要知道能建造核电站的工人在哪里招募，直接找中广核或中核集团这2个公司就够了。就是不知道建造时自己能在银行贷多少款了。虽然黑光生物科技公司的账目上还有30多个亿美元的外汇，但贷款也是一种保本的基本操作嘛。站在镜子前，陈晨摸了摸自己丑恶资本家的嘴脸，突然原地叹了一口气，终于还是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有钱人的生活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065纳米比亚，陈晨处理完瑞士分公司的事务，同时将灵长类动物的研究项目抛给了萨姆埃尔，便准备动身前往纳米比亚。正巧苏黎世便有直达纳米比亚的航班，不到15个小时便能横跨地中海与非洲，抵达大西洋东岸的金湾港。只是航班所设的飞机是那种又小又旧的老式飞机，座位不超过50人，不分舱位，飞行服务极差。虽然总经理温恩表示可以帮忙联系私人飞机，不过却被陈晨拒绝了。工薪家庭出生的他还不至于奢侈到这种地步。到了第2天，陈晨没有让任何人送别，独自一人上了飞机，一路无话。当第3天凌晨10分，陈晨便抵达了这个早已久闻大名的神奇国度。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纳米比亚一直由德国殖民，后来又由南非统治，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才得以从南非脱离出来。这是一个以矿物、农渔以及旅游业为主的国家，国土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可人口却只有253万。12月底的瑞士早已冷到需要穿羽绒服的程度，可是到了纳米比亚之后，陈晨却脱到只剩1件衬衫加1件薄外套的程度。不过若以为纳米比亚像非洲其他地区一样炎热不堪，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海拔原因，纳米比亚不仅不炎热，反而舒适的一批。每年的3、4、5月份是纳米尼亚气温最高的季节，可就算如此，最高气温也不超过30度。7、8、9月反而是温度最低的时候，白天大概25度，夜晚14、15度左右，真可谓是四季如春了。才刚下飞机，虽然是深夜，可入境处却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多都是赶来旅游的白人，偶尔见到几个黄种人，却也是一股棒子味。对不起，请让一让，让一让。就在陈晨为眼前的长龙皱眉时，一群被空警簇拥的带着官僚气息的黑人朝陈晨这批新下飞机的乘客走来。如此大的阵仗，顿时引得入境处的游客纷纷侧目。陈晨看了一眼，果然钱文欢就这群黑人中，那群人一直在陈晨面前才停了下来。钱文欢往前走了2步，低声用汉语说道：“老板，纳米比亚的官方来迎接您了。”说着又用英语指着那几名黑人道：“这位是金湾港国际机场的负责人瑟特森先生，旁边这位是纳米比亚投资部的副主任西库耶勒先生。”然后转身对2人大声说道：“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布莱克沃奇公司的董事长陈晨先生。陈晨先生，久仰大名。”2人顿时露出一副热情的笑脸，分别上前握住陈晨的2只手。更令人意外的是，
其中叫做西库耶勒的黑人竟然直接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开枪道：“真米向道，您竟然如此年轻，让我不禁想到了贵区的一句称语‘少年英雄’。对对，我也一样。”一旁的国际机场负责人瑟特森立即附和道：“两位客气了，我只是一个商人而已。两位千万不要这么隆重。”陈晨连忙摆手：“那怎么阔爷？”西库耶勒顿时脸色一板，满脸真诚道：“我从小就喜欢仲州问话，仲州可是有5000年历史，地球莲旁唯一文明孤国，问话源远流长。而您这种任才，也只有一个称语才能形容：任中龙凤。”瑟特森跟着附和：“我也一样。”陈晨擦了擦汗。谢谢夸奖，我还记得我在仲州留学时，你们对我是那么热情。如今您既然来了我们郭家，那也请您将这里当成自己郭家。西库耶勒继续溜须拍马，毕竟仲州可是有一句称语：人栽曹营心在汉。瑟特森郑重点了点头，我也一样。一旁的钱文欢见到西库耶勒似乎有砍大山的气势，连忙打岔道：“西库耶勒先生，我们董事长经历了10几个小时的航行，肯定已经累了，是不是让我们先……哦。您看看我这脑袋，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西库耶勒这才拍了拍脑袋，连忙拿出一叠文件，用英语说道：“这是入境手续，以及您的护照，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谢谢。陈晨点头致谢，由钱文欢代为接过。我们已经为您在金湾港的佛朗明哥别墅精品酒店订下了豪华套房，还请您移驾。西库耶勒侧身做出请的手势。等陈晨离开入境处，才真正看清了纳米比亚这个国家的真实容貌。虽然这里号称金湾港国际机场，可实际上也只是普通的简易机场罢了。低矮的平房坐落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充斥着大自然的气息，头顶甚至能清晰地看到一片浩瀚的星空。纳米比亚有多个国际认证的星空保护区，因为没有光污染并且气候干燥，使得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适合观测星空的地区。这些都是繁华的商都市永远不可能看到的景色。虽然纳米比亚的官方有些过度热情，不过该有的分寸却还是有的。在簇拥着陈晨上车后，两人便纷纷告辞，并预约了明天傍晚的会谈。老板，这是程超，您吩咐总公司那边派来的人一上车。钱文欢便指着司机说道。老板司机回过头，露出一张20来岁的年轻面庞，一脸腼腆的笑容。我记得你。陈晨仔细打量着青年，听说你是退下来的王牌。程超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似乎有些害羞。对了，老板，这是您要的东西。钱文欢突然想到了什么，从腰间摸出一把黑乎乎的东西，全自动的20发容量超大弹夹。陈晨伸手接过，这才看清，手中正是一把格洛克 18C。 格洛克 18C 全长185毫米，枪管长114毫米，重量620克，枪管口径9毫米，初速360米每秒，发射9毫米子弹，枪口动能 530J。 脑海中自动浮现出关于这把枪的所有数据。陈晨点了点头，拿在手中轻轻把玩起来。对方知道吗？这里的对方无疑就是指纳米比亚官方了。没让他们知道，毕竟是全自动武器，还是受管制的。钱文欢不确定道。不过就算知道了，想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陈晨没有再说话，而是将脑袋靠在椅背上，轻轻闭上了眼睛。见此，钱文欢连忙给程超打了一个手势。程超点了点头，启动车辆，顺着柏油公路朝金湾港市区驶去。066核电站选址。清晨，陈晨是被一阵奇异的叫声吵醒的，那是一种嘈杂而滑稽的鸟叫声，似乎有成百上千只一起鸣叫，让人不胜其烦。陈晨迷迷糊糊地拔掉手机的充电线，看了看时间，不过是清晨7点左右。因为是被吵醒的，陈晨脸色有些难看。他下了床，一把拉开落地窗的窗帘，想看看是谁在扰人清梦。顿时，一片雾气弥漫在天地之间，连晨曦都显得朦朦胧的。而在几十米外的海滩上，则是一大群颜色赤红的海鸟。陈晨所听到的奇异鸣叫声正是他们发出来的，那些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火烈鸟了。金湾港位于大西洋沿岸，受大西洋独有的本格拉寒流影响，清晨时常常会有阴冷潮湿的雾气笼罩，而大西洋洋流也会带来丰富的食物，因此数以千计的火烈鸟便常年栖息于泻湖，也就是陈晨眼前这片海滩。陈晨所住的酒店名叫佛朗明哥别墅精品酒店，全称 Flamingo Villas Boutique Hotel， 而在英文中，弗朗明哥也正是火烈鸟的意思。泻湖湖畔坐落了数家奢华的酒店，以及无数栋绕湖而建的欧式豪宅，在非洲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可谓是寸土寸金的天堂了。听说
国际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便是在这里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陈晨收回目光，朝着脚下的大路看去。在清晨的薄雾下，一名白人少女戴着耳机，沿着湖滨小道进行着慢跑。几个白人小孩在远处骑着单车不断笑闹。除此之外，一些同样将房屋建在湖边的白人坐在自家绿茵茵的草坪上，静静体会清晨那清新的气息。虽然这一切看上去十分平凡，欧洲到处都是这种小镇风光，可是只有陈晨明白，能在极度缺水缺电的非洲画出这么一块世外桃源，这里面所消耗的资源可不是欧洲那些小镇能够比拟的。难怪这里被称为富人区。摇了摇头，陈晨再次拉上窗帘，同时给钱文欢发了一条信息。不一会，套间的门便被敲响了。陈晨走过去打开门，却看到钱文欢推着一辆餐车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个人。老板，我看到服务员准备送餐，就顺便端进来了。谢了，大家都坐吧。陈晨指着身后的沙发，对着众人说道。等到这些人落座后，陈晨才一一看去，除了钱文欢外，还有负责商业谈判的安东尼、法律顾问詹妮弗，以及负责核电站选址的周静和王良。其中安东尼和詹妮弗都是瑞士人，而周静和王良则是陈晨让夏英在国内找的地质专业人才。其实昨晚原本几人都准备去接机的，只不过被陈晨拒绝了。大家都吃了吗？陈晨将餐车推到一旁的餐桌上，对众人问道。我们都已经吃过了才来的钱文欢连忙回答。众人都是点头。好吧，陈晨将餐车里的食物一件件端到餐桌上，同时笑道，看来你们在这里过得不错。文欢的体重似乎又增加了。老板，这真不怪我。钱文欢顿时惊了，连忙解释道，昨晚你也看到了，纳米比亚的官方太热情了，他们天天跟着我们，就算外出勘探也是露营车和救护车全天跟随，我就是想瘦也瘦不下来啊。是啊，这1个多月，将近2个月，我们几乎没有花半毛钱，全都是纳米比亚的官方在支持。不过我们绝对没有偷懒过。一旁的王良适时帮腔，顿时引来钱文欢感激的眼神。我开个玩笑而已，你们把握好那个度就行。陈晨摆了摆手，用刀叉了一块沙拉塞进嘴里。所以这段时间成果如何？老板，我们暂时选出2个建核电站的位置。钱文欢连忙掏出一张地图，在茶几上铺开。纳米比亚油矿主要与达马拉造山带有关，集中产出在埃隆戈省大西洋沿岸的纳米布沙漠中，湖山油矿与罗星油矿也都在这一带。钱文欢指着纳米比亚最西边的一个小点，我们现在就是在埃隆戈省大西洋的沿岸，如果建造核电站的话，最好选择沿海位置，毕竟核电站需要大量冷却水。纳米比亚的内陆就不要想了，他们的淡水系统连自己都供应不起。其实内陆修建也是可以的，修冷却塔就行了。一旁负责选址的周静补充道。那肯定不行。钱文欢连忙摇头，太没必要了，况且万一发生类似福岛核电站的事故，更需要大量的冷却水。钱文欢继续给陈晨讲解，所以我们一致认为建在斯瓦科普蒙德正北10公里外的沿海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见到陈晨露出疑惑的神色，钱文欢继续解释，斯瓦科普蒙德就是在金湾港北部不到3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那里是纳米比亚第4大城市，比金湾港更繁华。因为湖山油矿的存在，在8年前中广核的湖山油矿项目启动后，又是投资修建公路，又是铺设输水管道，升级电力设施，让斯瓦科普蒙德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有了巨大提升。如果我们修建在那里的话，无论是材料运输的成本，还是核燃料运输成本，都可以削减很多。这个位置，纳米比亚会同意？陈晨一看，钱文欢所指的位置，刚好标记着西海岸国家旅游娱乐区几个字，主要实在没有太好的选择。钱文欢挠了挠头，说实话，按照核电站的建立标准，最好是3面环山1面环水，一旦出事故，山体就可以阻挡一部分放射尘。可纳米比亚根本没有这种地理位置，不过远离居民区这一条倒是能做到，毕竟这里人口密度太低了。那还有一个位置呢？陈晨想了想，再次问道。还有一个位置，就不在金湾港北边了，而是在金湾港的南边。钱文欢朝下指了指，同样，铁路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我们不能离铁路太远，不然成本会直线上升。所以金湾港的南部沿海地带也是可以的。陈晨看了看，只见地图上标记着纳米布纳乌克卢福特狩猎公园一大长串单词，这里的确不错。可是法律顾问詹妮弗犹豫了一下，建核电站是需要纳米比亚旅游环保部许可的，可是纳米比亚把保护环境写进了宪法里，这2个位置申请下来都有些困难，这就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了。陈晨喝掉一大瓶牛奶，擦了擦嘴，拍板道：
就第二个吧。金湾港以南10公里处，就建在这里。那官方那边，钱文欢错愕道，既然可以写进宪法，那就可以再撤掉。陈晨冷笑道，非洲可不止纳米比亚一家。067科技的本质就是烧开水。傍晚，当纳米比亚投资部的西库耶勒再次拜访时，陈晨便将选址地点告知了对方。虽然西库耶勒听完后有些为难，但还是微笑表示自己会将陈晨的提议上报给国会。至于之后投资部与环保部会不会因此产生分歧，甚至在国会场上以互殴来决定胜负，那就和陈晨无关了。接下来的几天，陈晨谢绝了纳米比亚官方的陪同，只带了钱文欢几人，将纳米比亚的旅游景点挨个转了一遍。即使放在整个非洲区，纳米比亚也算旅游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了。这里的旅游景点和野生动物保护区随处可见，被称为神山的斯皮兹考普山，有着世界著名的岩石拱桥，在夜晚的星空下异常瑰丽壮阔。广袤的沙漠中生长着非洲独有的箭袋树，一根根枝桠冲天而起，仿佛朝天空索取的手掌。还有瀚海那黄沙入海的壮烈场景，一边是一望无垠的沙漠，一边是烟波浩渺的海洋，原本毫不相干的两者却在瀚海完美的融合起来，如同一曲沙海交响。稀疏的人口代表了大量未被开发的自然景观，再加上四季如春的气温以及比邻居们更加稳定的政局，让这里成为了非洲旅游最炙手可热的国度。当然了，陈晨也不光是游玩，他还顺带参观了湖山与罗兴两大中州区控股的油矿。两座油矿都位于纳米比亚西部纳米布沙漠地区，湖山油矿距海滨城市斯瓦科普蒙德60公里处，罗兴油矿则位于阿兰迪斯市以南10公里的位置。两座油矿中，湖山油矿的油资源储量位列世界第3，资源总量达 28.6 万吨，每年可出产6500吨8氧化三油，年产量位列世界第2，而罗兴油矿则年产2500吨，年产量位列世界第5。而等到参观完毕之后，回程的路途中，陈晨内心沉重了不少。经过初步的接触商谈，中广核集团与中核集团两家的报价都相差无几。如果陈晨要在金湾港南部建立一座发电能力为100万千瓦的核电站，大致需要140亿，换算成美元的话就是20亿美元。之所以高出了市场价不少，其实便是材料运输的原因。核电站所需的建筑材料，凭非洲的工业基本是找不到的，必须从中州区通过海路运送过来，15000公里的路程来回几次，成本自然就提升上去了。当然了，这是说的是第3代核电站 CAP1400 的价格，也就是中州区从北美洲引进的 AP1000 技术的改进版。一般来说，核电站的反应堆分为清水堆与重水堆两种，重水堆中州区基本不使用，一直使用的都是清水堆，而清水堆又分为了压水堆与沸水堆，而 CAP1400 便是一种非能动型压水堆。先使核燃料发生裂变，产生大量热能，再用处于高压下的水将热能带出，利用发生器生成蒸汽，推动汽轮机旋转，电就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不同于第2代反应堆，3代 CAP1400 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设计简练易于操作，比传统的核反应堆更简单有效，进一步提升了核电站的安全性。至于另一种沸水堆核反应堆，看看东海州福岛核电站的下场就懂了。除了安全性更高外，陈晨选择 CAP1400 的另一个原因，便是3代核电站在建设过程中可利用模块化技术，能极大缩短核电机组的建设工期，最快只需18个月便可正式运行。不过，在明白这些核电站的工作原理后，陈晨不禁感叹，难怪网上总有人吐槽人类科技的本质就是烧开水与研究如何更有效的烧开水了。而这其中唯一令陈晨不满的，就是反应堆的功率。100万千瓦的核电站听上去很吓人，其实也不过是10 MVA， 按照每户平均需要8000瓦的电量，每户3口人，1半的需用系数，大概也就能供应75万人的日常用电。况且陈晨可不是为爱发电，他修建核电站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给 U 盘充电的，因此就算核电站建成以后，陈晨肯定还要有所克扣，甚至克扣大半也是正常操作。因此100万千瓦的核反应堆根本不够，陈晨希望能扩容到200万。看来贷款和发布新产品的计划是刻不容缓了。想到这里，坐在4驱越野车中的陈晨下意识朝窗外望去，平原上空旷的风席卷着陈晨的脸庞，带来一丝清凉。此时夕阳已经落下了天际，只余下一抹余晖的残影映红了大半个天空，天地逐渐昏暗下去。道路两旁偶尔出现的几处村落里也升起了火光。电这种在21世纪早已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产物，在这个蛮荒落后的国度中依然是一种奢侈品。谁又能想到，这个油矿满地，
稀土资源无比丰富的纳米比亚，竟然有 70% 的电力依赖于进口。纳米比亚全年生产总值不过140亿美元，20%的白种富人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 80%，60% 的银行被外资控制，普通民众普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开发核电站所需要投入资金和技术，纳米比亚官方根本没有这个财力，因为国家经济落后，资金不足，缺乏核能开发的相关技术，全国上下更是缺电严重，只能守着油矿这座宝山，却没有任何办法。由于常年缺电，纳米比亚官方甚至被逼无奈地出台了一个名为调整单一买家模式的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独立电力制造商将电力资源直接卖给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全部通过纳米比亚的电力公司来支配。从这里就能看出这个官方到底有多惨了。可是这已经是非洲区十分英明强力的官方，甚至境内连反抗军都不存在，不像其他国度整日战火连天，军阀混战。别说发展，和平稳定都是一种奢望。可是也正因为如此，陈一个建造核电站的意向，立即引来了整个国会的震动。毕竟光是一个核电站的投资，就超过了纳米尼亚全年的对外贸易总和。068绑架。傍晚，一辆吉普牧马人在幽暗的平原上飞速奔驰，如同一条数十米长的土龙，柴油引擎不断发出响彻大地的轰鸣。吉普车内，陈坐在后方的座位上，默默望着天边逐渐燃烧殆尽的余晖，就像望着一堆逐渐熄灭的篝火。因为和罗星油矿的负责人谈了许久，等到要回金湾港时，才发现天已经黑了。车内除了陈，还有司机程超、钱文欢与王良三人。吉普的车速并不快，毕竟纳米比亚的公路没有路灯设施，若不是附近的罗星油矿矿场，这里连平坦的柏油路都不会有。坐在副驾驶位的王良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芙蓉王，往身侧正在开车的程超嘴里塞了一根，又自己叼了一根。咔嗒一声打火机的声音响起，王良点燃嘴里的香烟，随后又捂着火移到程超面前。顿时车厢内因为打火机的光芒亮堂一片，窗外更加看不清了。陈下意识回头，却看到窗外的大路两边有几点零星的橘黄色光斑在隐隐闪烁。与此同时，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引擎声，似乎有大马力的车在加速追上来。90度左拐，陈突然毫无征兆的开口。正在给程超点烟的王良与钱文欢都是一愣，可程超竟然没有丝毫犹豫，几乎是在陈开口的瞬间，直接将方向盘朝左边打去。突然产生的转向力令所有人猛地朝右栽倒。陈借着这个功夫往窗外看去，却看到汽车轮胎几乎是擦着一排黑漆漆的东西碾了过去。爆胎器。与此同时，陈耳边听到了一阵叽里咕噜的喊声，包含着吸气和弹舌音的特殊发音。祖鲁语。陈不禁望向身后，隐隐看到7、8道身影。如果不是手中的烟头，这些人几乎和黑夜融为了一体。身下一阵剧烈的颠簸，虽然躲开了爆胎器，可是吉普车也偏离了大路，直接行驶在坑坑洼洼的平原上。同时，身后一辆皮卡也渐渐跟了上来。转回大路上，不然我们会迷路的。陈提醒道。好。程超丝毫不理会身后越来越近的皮卡，而是再次一个折返，让车重新往大路的方向拐去。老板，到底怎么了？直至此时，一旁的王良才回过神来。刚才陈和程超的举动直接将他整懵了。是遇到打劫的了吧？钱文欢倒还算冷静，只是不停看向身后。对方开这么快，难道不怕翻车吗？不是打劫，对方是冲我们来的。陈直接拔出腰间的枪，隔着后窗玻璃瞄准了那辆皮卡的驾驶位。老板，钱文欢顿时一惊。这一刻，他猛然想起当初在瑞士靶场的那一幕。砰！果然，耳边豁然传来一声爆鸣。钱文欢连忙捂住耳朵，只感觉天旋地转。而同时一刻，身后皮卡的挡风玻璃上猛然爆开一团血雾，整辆车豁然一个翻转翻上半空，然后又重重落下。轰！这一切都碍电光火石间发生，就连钱文欢也彻底呆掉了。只有程超依然沉着地开着车，除了往后视镜看了一眼外，甚至连一丝动容都没有。随后，吉普车重新回到了大路，至始至终都没有减速一丝一毫。不过此时的车厢内部只剩下一片沉默，陈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般熟练地退掉子弹，重新关上保险，只余下碎裂的后挡风玻璃发出呼啦啦的风声。老板，副驾驶位的王良半晌才试探性的开口，我们不用报警吗？然后呢？陈面无表情的看了王良一眼，不知为何，王良突然心中一寒，就好像自己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一般，不自觉的将剩下的话咽了下去。格洛克18C 是全自动武器，报警会招惹很大的麻烦，
一直开车的程超突然开口，而且如果这是针对老板的行动的话，报警的用处并不大。原来是这样，王良尴尬笑道。对方使用的是祖鲁语，属于刚果语族班图语支，这种语言在纳米比亚使用的人数极少。陈晨淡淡解释道。啊，钱文欢到现在还依然揉着耳朵。老板您怎么知道是祖鲁语？我在来纳米比亚的时候，顺便在飞机上看了几本讲非洲语种的书。陈晨说着。钱文欢顿时不说话了。我之前突然转向，是因为发现路上有爆胎器。程超再次说道。对方既然不是纳米比亚本地人，又专门设置了爆胎器，不用想也知道，对方绝对不怀好意。所以，老板刚才开枪是最果断的选择。毕竟这里不是中州区。这一下，原本还觉得陈晨手段太激烈的王良彻底不说话了。幸好，接下来一路再没有发生意外，四人很顺利地回到了金湾港。下车时，陈晨对钱文欢叮嘱道：“把这事告诉纳米比亚官方，不必说细节，只告诉他们我们被境外势力袭击就够了，让他们派军队来保护我。”好，钱文欢果断回答道：“还有，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不会离开酒店半步。接下来就由你来出面和他们商谈了。”陈晨补充道。明白。钱文欢郑重点了点头。我知道该怎么做。回到房间后，陈晨先是将所有窗户和房间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问题后才拉上了窗帘，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今天他在车上没说的是，祖鲁语其实是一种彩虹国的主要语言，作为纳米比亚的邻居之一，彩虹国与纳米比亚可谓是恩怨甚远。当初纳米比亚成立时，便是从彩虹国手中独立出来的。很显然，如今自己要在纳米比亚建立核电站，有的人就有些坐不住了。彩虹国不希望看到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邻居，即使有苗头也不可以。特别是在自己日渐衰弱的情况下，彩虹国在90年代曾是非洲首屈一指的国度，不仅经济繁荣、军事强盛，还曾经拥有过核武器。只不过如今早已日落西山，不复当年盛况。想到这里，陈晨眼中泛起一抹冷意。他拿起手机，按下了连接小 X 的程序。X 入侵彩虹国国防部，搜索所有与我有关的资料。想了想，陈晨再次补充，同时给我查一下纳米比亚官方内部今日所有打往彩虹国的电话，将他们的官职由高到底给我发一张列表来。明白爸爸。069萨利亚。第二天还未天亮，居住在金湾港的居民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军令声，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汽车引擎的声音。一辆辆汽车从众居民的窗外呼啸而过，将整个小镇笼罩上了一层压抑的阴霾。许多人心中一惊，以为纳米比亚出现了叛军，或者是战争的前兆。这些人紧张地朝窗外望去，却只看到上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排着长龙出现在金湾港，一辆辆军用吉普停成一排，仿佛在接受领导人的检阅。看到这群士兵不是处于警戒状态，这些居民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军队竟然全都在佛朗明哥酒店停了下来。不一会，几名士兵护卫着一个黄种人走出宾馆，随后坐上了军车。最后，这群军队再次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金湾港。在纳米比亚军队的护送下，陈晨顺利住进了首都温德和克的中州区大使馆。接下来的几天，陈晨没有离开过大使馆半步，就连签合同和开会事宜都是在大使馆内进行的。而之前那夜的神秘组织也再没有找过陈晨。不过陈晨却知道对方并没有放弃，只是在默默等着自己下一次露面而已。而且，既然上一次试图活捉自己的计划失败，那么下一次应该就是暗杀了。毕竟对方的目的是阻止自己投资纳米比亚，而黑光科技属于中州区独资企业，一旦法人死亡，在自己的父母继承公司前，按法律流程来说是要查封和核对账目的，自然也就无法继续投资纳米比亚。不过根据小 X 的调查，倒也没出乎陈晨的预料，这件事的确是彩虹国所为。针对自己的秘密计划书还放在彩虹国国家安全局的电脑桌面上。不过这件事彩虹国并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将项目交给了一家名为泰拉的私人军事公司，全名为泰拉私人保全公司。看着小 X 传来的资料，陈晨陷入了沉思。这家公司是当年 Executive Outcomes 雇佣兵公司被拆分后，由其中一名高管组建的新私人军事公司。当年的 EO 在非洲一时风光无两，到处都是他们活跃的影子。例如平定卢旺达危机，帮塞拉利昂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平定动乱，击败安哥拉反政府武装等等。虽然后来因联合国的国际反雇佣兵法案而解体，但毕竟烂船也有三斤钉，这个泰拉私人保全公司也不得不防。不过自己这边的信息能如此迅速地传入彩虹国，甚至让对方对自己的行程了如指掌，
这就是纳米比亚内部的原因了。只是小 X 可获取的资料太少，暂时并未查出内鬼究竟是谁。陈先生，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请进。没门锁，陈对门口说道。顿时，大门轻轻开启，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领进了一名黑人女性走了进来。陈先生，纳米比亚投资部的人说要见你。陈暗暗皱眉，可是当他看清来人时，顿时露出一丝绅士的微笑。原来是莉迪亚女士。陈先生竟然认识我。眼前的女性身穿一件黑色晚礼服，闻言脸色一喜。我们似乎从未见过面。我在纳米比亚官方网站上看到过你的照片。陈礼貌道。况且你的声音我一直记忆犹新。原来如此，就是不知道陈先生见到我本人后，到底是失望还是满意呢？女性在陈面前淑女般的坐下，仪态翩翩。如果不是看其肤色，陈甚至不相信眼前的女人竟然会是一名黑人。没错，她就是之前陈口中的那辆黑车了。有点失望，陈露出可惜的神情。不过就在对方露出错愕的神色时，却再次说道：我失望的是我竟然没有早点来到温德和克，不然我就能够早点看到莉迪亚女士你美丽的容颜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遗憾。陈先生，您可真风趣。听到这段话，莉迪亚不禁露出一口白得晃眼的皓齿。她将整个身体朝陈凑近了大半，同时用一种诱惑之极的语气道：那您是想……可莉迪亚女士，你来就是为了找我叙旧的吗？陈突然重一咳，岔开话题道：那倒不是，我来是代表投资部，希望您能出席12月28日市政厅的演讲。似乎没跟上陈的节奏，莉迪亚先是愣了愣，随后才幽怨地看了陈一眼，解释道：演讲？对，您应该明白，电力这种基础设施在我们国家十分稀有，全国人民都渴望拥有足够的电量。您的投资或许对您自己来说只是一场商业行为，可是对我们纳米比亚的人民来说，您就是主派来的天使。莉迪亚眼巴巴地望着陈，同时丝毫不避讳地说道：可是因为我们的内部体制的原因，在核电站选址这方面，我们和环保部产生了分歧。如果您能参与这场演讲，拉动一批公民获得足够的支持，那么在选址问题上就不会再有阻力了。时间地点呢？陈问道。时间是12月28日中午12点开始，地点一般是设立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不是在电视上，那岂不是要我抛头露面？陈皱了皱眉。这个请您放心，我们会安排足够的安保力量，保证不会让您出现任何危险。莉迪亚连忙解释道。哦，陈神色一闪，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抬起头望向莉迪亚的身后。在莉迪亚的身后墙壁上是一张温德和克的城市地图。温德和克地理位置为南纬22度34分，东经17度6分。演讲日为2022年12月28日，当日正午太阳直射点为南纬23度26分，日照角度等于90，太阳直射点该地纬度。代入公式可得。根据28日的日照角度，如果对方会在那天安排狙击手暗杀我的话，利用菲涅尔效应，我必须是在正午这个时间段的这个位置。既然如此，想要反向抓住对方，就必须……刹那间，无尽的公式在陈脑海中一闪而过。而在莉迪亚看来，陈只是朝自己身后望了一眼，随即便恢复了正常。萨利亚继续劝说道：更何况这里是城市内，对方就算袭击您甚至暗杀您，他又能往哪里逃呢？你说的不错。陈点了点头，露出一副你很有道理的神情。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您请说。萨利亚精神一振，我希望能将演讲的地点设置在这个位置。陈从萨利亚身侧走过，指着墙面上地图的某个位置。为了安全，我希望这次的演讲地点可以举办在大使馆附近。这个位置我就觉得很好。可是大使馆这个位置已经靠近郊区了。萨利亚有些为难。陈没有说话，只是定定注视着对方。萨利亚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好吧，如果您坚持的话。很快萨利亚便告辞离开。陈将萨利亚送到门口，望着对方婀娜多姿的背影，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070心算。3天后的正午时分，陈坐在一间临时搭建的演讲台的后台，静静聆听着台上主持人一本正经地描述着纳米比亚的未来。那个名叫沃顿的主持人以一种极富煽动性的口吻不断描绘着美好的景象，听得台下的民众不断欢呼雀跃，每个人眼中都饱含期待。坐在后台等待的陈摇了摇头，如果不是连一座核电站都要眼巴巴求着自己，陈可能还真会信上3分。看了看时间，陈突然从口袋中取出一盒口香糖，打开盒盖，倒出一颗黑漆漆的药丸，随后陈若无其事地将药丸放进口中。
丝毫不在乎药丸上能将人催吐的苦味。看了看手机上的日期，陈晨突然发觉，此时距离自己得到 U 盘，竟然已经过了整整1年。回顾这1年的时光，陈晨感慨不已。谁会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竟会在这1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名小小的大学生，一跃成为全球顶级富商，而这一切，只因为一袋小小的药丸。然而 U 盘的潜力根本还未发挥出一丝一毫。如果当年的自己没有在那一刻将手中的笔掉到桌下，恐怕此时正坐在商都交大的教室里，无忧无虑地经历着大学的美好时光吧。或许连女朋友都已经交到了。可陈晨连忙停止这个念头，真是愚蠢啊！区女朋友算什么？只要有 U 盘存在，自己就有了力量，有了力量就有了金钱，有了金钱，什么星号得不到？ NCT48 的药效渐渐发挥出来，顿时陈晨的大脑注意力从一些杂七杂八的诡异念头上转移开来，继续思索生命的意义。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做些什么？柏拉图的哲学3问终归能总结成一句贯穿人类一生的质问：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而得到了 U 盘后的陈晨，觉得自己逐渐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追寻未知，不断将未知化作已知，再将已知化为力量，然后用力量继续追寻更高处的未知的过程。科学就像一个圆球，知道的越多，圆球表面积越大，发现的未知也就越多，人类了解的越多，越敬畏其复杂神秘。而科学就是人类追寻未知的工具，同时它也是一个无限接近真相，但永远不可能到达真相的过程。陈晨先生，马上到您了。就在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来到后台，轻声提醒道。陈晨闻言点了点头，站起身整理了西装，而他手中则不知何时多出一台手机。只见陈晨轻轻一点，手机便开始拨通一个号码。等号码成功接通，陈晨便将手机塞回口袋，然后顺着后台出口朝演讲台走去。演讲台上一片人声鼎沸，主持人已经将气氛推至高峰。下面我们有请布莱克沃奇生物科技公司的董事长陈晨先生为我们描绘美好动人的未来。随着主持人激情昂扬的言辞，在陈晨走上讲台的那一刻，顿时引发出一片海啸般的欢呼声。各位温德河克的市民们，各位纳米比亚的公民们，我是来自中州区的陈晨，今天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为我的企业布莱克沃奇做一个小小的宣传。站在讲台上，陈晨面色轻松自然，丝毫没有面对上千人的慌张。他从台下上千人的脸庞上扫过，如果对方想要暗杀自己，藏在人群中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在观众的两侧，上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所以暗杀只会来自城区方向。陈晨抬起头，双眼扫向远方。我知道，许多人提起核电站，首先想到的就是核武器，例如巨大的破坏力、大范围的核辐射，乃至污染空气核水源。不过我要说的是，这是大家对他的一个误会。演讲台上，陈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节奏和语调氛围掌控得极其微妙，令台下观众不断被引入他的语境中。然而，当陈晨边演讲边抬起头时，突然一抹镜面的反光映入了他的眼帘。这抹反光并不强烈，甚至暗淡到如果不注意，就绝对无法发觉的程度。可是，如果此时有人贴在陈晨身边，就会发现，在这一刻，他的瞳孔突然微微收缩了一瞬。很好，对方果然出现了。陈晨面带微笑，继续在演讲台上滔滔不绝。可是没有人知道，此时他的大脑已经疯狂转动起来。对方既然想要暗杀我，那么这场演讲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旦错失，很有可能我就会正式与纳米比亚签订合约。因此，此次演讲对方会来暗杀我的几率超过 95%。然而，暗杀有多种方式，可是想要在荷枪实弹的士兵中成功杀死我并且脱身，在性价比最高的情况下，只有一种选择，不需要大量人员辅助，也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只要有一把狙击枪以及一名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就能做到。对方会采取狙击暗杀的几率高达 90%。一旦采取狙击的方式，那就需要用到瞄准镜。现如今应用在武器中，主要在白天使用的瞄准镜一共有3类：望远式瞄准镜、准直式瞄准仪和反射式瞄准镜。目前准直式瞄准仪现在已经没落，几乎很难见到。况且，反射式瞄准镜与准直式瞄准镜只适合近战，几乎没有增距功能，因此对方必然会使用望远式瞄准镜。望远式瞄准镜的光学系统仍然是沿用加上转向系统的开普勒式望远系统，最外层为一凸球面镜，属于发散镜的一种，能够反射前方大约120度的光线。根据反射定律，
我推算出今天的正午的12点左右，只要站在这个演讲台的位置，太阳角度会和我面向的60度角内的方位形成足够的夹角。一旦我面朝的位置有凸球面镜面向我，就会有微弱的反光映入眼睛。然而，我早就从地图上计算出，视线内的60度夹角处只有3栋高楼，对方想要从高处狙击我，必然会选择其中一座。现在，我已经知道对方选择的是哪一座了。各位，未来可以说是核电站的天下。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核电站的优势要超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之多。陈晨在台上不断讲述，而他的右手却在此刻垂了下来，在众人看不到的位置，轻轻在裤兜上不断敲击着，就仿佛在敲击一段代码。071擦肩而过。对于见惯了国际大都市的陈晨来说，温德和克就好像穷乡僻壤一般，满目都是2、3层高的小楼，唯有几百米外才勉强有几栋能接轨国际的高楼大厦。那一抹反光便来自于其中最高的一栋商业大楼的顶端。此时，那道反光不断闪烁，仿佛白日里一颗冰冷肃杀的星辰。陈晨还记得初中的时候，老师曾打过一个比喻，如果站在湖边，低头看脚下的湖水，会发现水是透明的，头顶太阳的反射也并不强烈。可是如果从远处看向湖面，却会发现湖水并不是透明的，而且反射会非常强烈，强烈到令人睁不开眼的程度。这就是菲涅尔效应。所谓菲涅尔效应，就是反射与视线角度的关系。世界上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物质均有不同程度的菲涅尔效应。陈晨便是凭这个效应，再加上自己专门设计好的地点和角度，令暗杀自己的狙击手无所遁形。对方在我视线上方15度的位置，如果将我们两人的位置看作直角三角形的2个点，可得出三角形的内角分别为15度、75度与90度。设3个角度所对应的边分别为 A、B、C。已知演讲台距离商业大楼560米，即 B 等于560，那么 A 等于560 tan 15等于560左圆括号2减根号3右圆括号等于150。根据勾股定理，可得 C 等于 A2 加 B2， 即 C 等于580。也就是说，我与对方的直线距离为580米。那栋楼的顶楼有女墙存在，也就是说，对方是将狙击步枪架在女墙上的。因此，在开枪的瞬间，狙击镜会产生巨大后坐力，导致反光消失。因此，当反光消失的时候，便是对方子弹出膛的一刻。此时风向为西北，对于狙击手来说为全速风，风力3级，风速约 4.5 米每秒。大口径狙击子弹向580米外的目标射击，转化为分钟角度方程，射程 100x 风速，公里每小时，常数14，可得分钟角度为6。同时，一个合格的狙击手会瞄准我的胸口而不是头部，因为胸口的位置更大，位移几率更小。毕竟凭狙击枪的威力，击中胸口和击中头部的效果是完全相同的。根据分钟角度补常数，此时对方瞄准我的位置为我的右胸口处，子弹射出后经过风力偏差，会击中我的左胸口，也就是心脏位置，右移20厘米便足以躲开子弹。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最好右移25厘米。已知狙击步枪的子弹速度为800至900米每秒，也即是说在反光消失的那一瞬，我有 0.644 至 0.725 秒的躲避时间。不过还需要加上后坐力的延迟效应，时间缩短为 0.5 秒，不过足够了。这一切计算过程看似漫长，实际从陈晨发现那一抹反光到现在为止，也不过过去了4秒。4秒后，陈晨将对方的位置信息通过敲击手机的形式发送了出去。各位，未来可以说是核电站的天下。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核电站的优势要超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之多，它不会产生任何环境污染。同时，因为我公司采用的是全球最先进的第3代半核电站技术，其出现事故的概率就在陈晨激情澎湃地说出相当于3个字的那一刻，在他的余光中，那道白色的反光突然消失了。就是现在！陈晨微笑着摊开双手往后退了半步，可在退步时，他的脚下似乎绊了一下，身体微微失衡，朝右趔趄了25厘米。嗖！几乎在同时，一声刺耳的尖啸从陈晨的左侧划过，剧烈的气流直接撕裂衣衫，在陈晨左臂上拉出一道血槽。直至此时，台下和台上的众人才爆发出一阵惊呼。几名黑衣壮汉猛然扑上演讲台，将陈晨挡在身后，重重保护起来。没有问题，只是轻微擦伤而已。回到大使馆，一名中州人医生面无表情地用碘伏和棉签替陈晨处理着伤口，而陈晨身边聚集了考察队的大部分人员，包括钱文欢、周静、王良，以及负责商业谈判的安东尼和法律顾问詹妮弗，还有他们一众手底下的人员。
会不会发炎感染啊？钱文欢一脸后怕，他对医生道：“医生，中枪之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不能吃辣和太过油腻的东西之类，多喝热水就行。”医生白了钱文欢一眼，收拾好东西，提着医疗箱离开了房间。真没想到，对方竟然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一旁的王良也是眉头紧皱，我们在纳米比亚也没得罪过谁啊，怎么又是爆胎又是暗杀的？不用多说了，准备收拾东西吧。陈晨面无表情地揉了揉胳膊，捞起外衣就朝外面走去。文欢，订最近的飞机票。明白。钱文欢张了张口，似乎想说什么，不过最终还是答应道：“我们去哪啊？”王良疑惑道：“当然是离开纳米比亚了。”周静白了自己的这个同事一眼，跟着走出了房间。等等，陈先生。可是还没等几人走出大使馆，投资部的一众人顿时迎了上来，不仅是利迪亚，西库耶勒也在其中。除此之外，为首者则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陈先生，请稍微等一等。利迪亚慌张道：“这件事是我们不对，我们也没想到对方竟然会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您还有什么好说的？”陈从几人身侧走过。就这样吧，陈先生，您听我说。西库耶勒也连忙开口挽留。崇州有一句成语叫 “Y.O. 朋自远方来，虽远必哦不亦乐乎。”您是我们的客人，我们。陈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无论这些人如何挽留，陈已然朝着门外走去。请等一下，陈先生。可是就在这时，为首的老者突然开口了：“陈先生，这是我们投资部，同时也是矿产与能源部的部长巴吉飞·祖拉玛先生。”一旁的利迪亚突然提醒道。陈这才脚下一顿：“祖拉玛部长，请恕我的无礼，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只说一件事。”老者定定地看着陈，声音洪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纳米比亚政府愿意以免税3年、减税5年的政策来弥补您今天的损失，这个条件够吗？”陈这才彻底转过身来，皱眉道：“这一条不会影响贵国原本的优惠吧？如果那样，请恕我不奉陪了。”“不会，我以我的部长职位担保。”老者点了点头。闻言，陈嘴角终于挑起一抹笑意，他伸出了手，和眼前的老者重重握了握。“合作愉快。”祖拉玛部长。072俘虏。得到投资部部长的承诺后，陈终于还是改变了主意，继续在温德和克暂住下来。很快便到了12月28日的深夜。“老板，我刚才联系过了，纳米比亚官方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房间内，钱文欢放下电话，气愤道：“真是一群废物！”一旁的沙发上，陈玩着手机，连头都没抬。“不用这么生气，他们找不到对方也是有原因的。”“啊？”钱文欢茫然的回头：“什么原因？”陈笑了笑，没有解释。可就在这时，陈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陈接通电话，顿时程超的声音便传了出来：“老板，车已经准备好了。”“知道了。”陈回复道。钱文欢这才一愣，他突然想起来，自己今天似乎一整天都没有看到程超，除了程超外，还有几个保镖也失踪了一整天。“文欢，我现在给你提供2个选择。”挂掉电话后，陈突然抬起头，神色变得郑重起来。“老板，你说。”钱文欢心中一紧，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等过一会，我会领你去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你会接触到公司的另一面。”陈压低了声音：“一旦你见到了那些，你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选择加入我们，或者拒绝加入。选择加入的话，你的人身自由可能会遭到一定的限制，比如你不能再随意辞职，不能畅所欲言地说出公司的秘密等等。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拒绝，不过拒绝之后，我会将你调回瑞士。”陈继续解释道：“我会安排你做温恩的副手，等温恩退休以后，你就是新的总经理，以弥补我之前的承诺。同时，你来去自由，随时都可以辞职走人。”钱文欢张了张口，不要急着回答。陈严厉道：“替你的妻子和孩子想一想，当你接触到公司的另一面后，你将再无退出的机会。如果那个时候你想退出，我会给你买一份价值1000万的保险，保证你妻子和孩子后半生衣食无忧。”钱文欢顿时沉默下来。“你有1分钟的考虑时间。”陈指了指左手腕上的机械表。“老板，我已经考虑好了。”可是出乎陈意料的是，钱文欢却直接开口道：“其实我早有了预感，之前我就感觉出公司的不平凡，毕竟有几家公司会跑来非洲建核电站。”钱文欢苦笑道：“况且我已经看出来了，您身边很缺人，所以我也想搏一把，或许跟着您，我能比现在更进一步呢。这么对我有信心？”陈反问。
钱文欢一本正经的点了点头。我也说不出为什么，虽然您比我小了好几岁，可是在您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无限可能。我的直觉告诉我，跟着您应该没错。很好，晨晨这才笑了笑，希望将来你不会为现在的选择而后悔。说完后，晨晨便转身走出了房间。钱文欢一愣，连忙快步跟上，一直走到大使馆的底楼。在大使馆的门口处，钱文欢看到一名保镖正开着牧马人等在那里。上车，晨晨说了一声，便首先拉开车门钻了进去。钱文欢转过另一边车门上了车，随着车辆启动，牧马人顿时钻进了温德和克那狭小的交通道路网中。事情比钱文欢想的还要复杂。从两人乘坐牧马人开始，大约过去10分钟后，牧马人开进了一处阴暗幽深的胡同中。就在钱文欢不知所措时，晨晨却直接拉着钱文欢下了车，然后钻进了一辆破得掉漆的面包车中。开车的是另一名保镖。钱文欢看了眼车标，果然是中州区的标志性神车50宏光。虽然此时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可钱文欢依然明智地闭上了嘴巴，只是埋头紧紧跟在晨晨身后。在又换了2、3辆车后，两人总算出了城。最后车停在了城外郊区一座荒芜废弃的工厂中。老板工厂大门处，程超跟着2个保镖迎了上来。有伤亡吗？晨晨一看到程超，立即问道。有，我们有2个弟兄受伤，一个胸骨骨折，另一个腿部骨折，都送医院去了。程超说道。其他都是些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就行。人呢？在里面，等您的命令，暂时还没逼供。点了点头，晨晨走了进去，由程超引路。最后在工厂内一间破旧的机房内，晨晨看到了2个人。这2人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都被绳索牢牢锁在椅子上。其中黑人体格硕大，几乎有2个晨晨大小，而白人则瘦弱一些，但依然精悍无比。随着众人走进房间，白人顿时抬起头，仿佛鹰隼般打量着众人。就是他们。程超踢了踢门口一把军绿色的长枪，他们用的就是这个玩意。晨晨低头看了一眼，果不其然，是一把英国精密国际公司造的 AWP 狙击步枪，狙击枪界最为知名的经典狙击枪之一。他们有说自己是哪里来的吗？晨晨问道。泰拉私人保全，他们只说了这个。程超摇了摇头，他们都是这家公司的雇员，只是听公司吩咐，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顿了顿，程超再次询问，需要使用些手段吗？他们有手机吗？晨晨转而说道。有，为了防止他们的手机有定位功能，我放干扰室去了。说着，程超朝身边的人道。小王，把这2人的手机拿来。好，身旁的保镖顿时出去了。晨晨反倒直接走到2人身前，从桌上的烟盒中抽出2根烟，笑了笑递给2人。2人也同时朝晨晨礼貌地点了点头，将2根烟塞在2人的嘴上，拿出打火机点燃。这时之前出去的那个小王也再次跑了进来。老板，您要的手机？晨晨看了看2台手机中，其中1台完全就是老人机，另1台则是一款杂牌廉价智能机，而且并没有设置密码。之前我们查看过，手机里只有几条联系电话，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一旁程超走上来提醒道。电话打过吗？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并没有打过。晨晨点了点头，他直接将那几个号码输入自己的手机中。不一会儿，小 X 便发来一条 OK 的表情。好了，我们走。看到信息后，晨晨便招呼钱文欢和程超一声，转身离开了房间。小王等几个保镖顿时卡壳，他们看了椅子上的2人，又互相对视一眼，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程超跟在晨晨身后，可是直至走出房间也没听到动静，这才掏出枪返回了房间。砰砰砰砰砰，一连串沉闷的枪声响彻在废弃的工厂中。钱文欢身体猛地一颤，闷头跟在晨晨身后，一句话都不敢多说。这就是公司的另一面了。晨晨突然叹了一口气，再次询问道。怎么样，你还坚持之前的选择吗？钱文欢点了点头。很好。晨晨边走边说道。从此以后，你我就是自己人了，可以多和程超多交流交流，因为以后你们都会是公司的核心成员。好。钱文欢默默答应着，只是直到走出工厂，他的腿依然有些哆嗦。073彩虹国作为全世界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小 X 有随意潜入各国通讯卫星的能力。根据2个泰拉雇员手机中的电话，小 X 顺着线索继续追查，很快便找出了泰拉公司在温德和克的接头人。在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继续追查下去，小 X 最终顺藤摸瓜，挖出了彩虹国潜伏在纳米比亚政府的数名间谍。而这几个间谍中和唯一和晨晨有关联的，便是那辆黑车伯纳戴特·利迪亚了。原来
这段时间一直是他借着职务之便，将陈晨的行程汇报给彩虹国情报部门，因此才会出现泰拉公司半路截杀的情况。而在之后，陈晨住进大使馆，他又暗中推波助澜，和其他间谍一起促成这次的市政厅演讲。甚至在众人看来，这场演讲邀请陈晨的提议是众人一起商量的结果，谁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彩虹国的圈套。而莉迪亚之所以如此神通广大，当然少不了床子之欢的作用了。根据小 X 查出的资料，他与多名议会议员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果然，黑车不是那么好开的。陈晨关掉小 X 发来的资料，摇了摇头。不过还好，自己最终还是胜利了。如果莉迪亚并没有暴露，或许他还有其他方式暗害自己。可是如今既然被小 X 查到，那就简单太多了。凭借小 X 的能力，只要专门针对他展开调查，不出半个小时，便找出大量证明他间谍身份的证据。随后，小 X 将这些证据以匿名的形式发送给纳米比亚的两院议会。只是第二天一大早，陈晨便收到莉迪亚被检察部门带走的消息。同时，因为陈晨遇刺，纳米比亚的议会上，投资部的部长终于说服了环保部，允许陈晨在纳米布纳乌克卢福特狩猎公园划出一块土地，专门用来建设核电站。至此，所有手续都已足够，双方正式进入拟定合同的环节。而另一边，在确认了程超和钱文欢的意愿后，陈晨便为两人植入了 God 的芯片。而其余雇佣的保镖中，大部分人都隐隐表达了拒绝的态度。陈晨也没有为难，直接让他们拿一笔封口费走人。之所以如此简单，来他们并没有参与之前的事情，二来这毕竟是发生在异国的案件，中州区也不可能因为这种小事去定陈晨的罪名。除此之外，根据日内瓦公约，外国雇佣兵不应享有作为战斗员或成为战俘的权利。这条公约说白了，就是一个意思，外国前来本国执行任务的外籍雇佣兵是不受人权保护的，一旦被俘，允许就地击毙。因此，杀死那2名狙击手并不算犯罪。总之，到了最后，只有5个人愿意留在纳米比亚。这5人就是之前程超选出来抓捕2名杀手的5人。这5人在保镖公司时就是以程超为首，留下来倒也不奇怪，只是因为还在考察期，并没有给他们植入芯片。况且，上帝禁区也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加入的。陈晨的组织可是只收精英，不收废物。几天后，看到依然争吵不休的双方谈判组，陈晨干脆带着程超几个人离开了大使馆，前往纳米比亚南部地区。对外宣称的原因是因为间谍已经被抓捕了，所以去散散心应该也没什么吧。纳米尼亚政府有心派军队保护，但被陈晨拒绝了。谈判桌上只留下安东尼和詹妮弗一伙人继续与对方争吵不休。几天后，在彩虹国遥远的海滨地带，一座由洁白大理石建造的豪华庄园正静静矗立于海边。这是一座巨大的私人庄园，西面是一片金黄色的海滩，海滩一直延伸至100米外的湛蓝色大海，东面则是一片充满了异国情调的绿色花园，各国的奇珍异种全都能在这里找到。而在海滩与花园的正中，便是那座洁白庄园的位置了。此时此刻，在这座规模惊人的庄园内，一名夹杂着丝丝白发、梳着大背头的男子正躺在巨大的游泳池前晒着太阳。几名泳衣女郎在游泳池中轻声嬉戏，而在他的身后，静静站着一排神情冷漠的保镖。似乎是因为保养得当的原因，男子乍一看似乎只有40来岁，可如果仔细看的话，才会从他满脸细密的皱纹中判断出他真正的年龄。德拉米尼是泰拉斯人保全的股东之一，在彩虹国的商界内，德拉米尼曾有一个能令无数人心惊胆战的名字——非洲狮德拉米尼。40年前，他曾以500兰特起家，经过数十年打拼，几经沉浮，最终成为彩虹国内数一数二的商界巨富，甚至将触须伸向了政界和军工。作为一方金融巨擘，他做的最具有历史性转折的一件事，便是在1999年的时候联合彩虹国官方，肢解了尾大不掉的私人军事公司 Executive Outcomes。同时，他还扶持了其中2名 EO 高层，成立了泰拉斯人保全的军事公司，强行在私人军事服务领域分了一杯羹。如今的德拉米尼已年近60，即将到了退休的年纪，而这段时间他也在不断洗白。如今的他更多是以一个国民大会党议员的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电视中，他是一名容貌慈祥的议员，是一名充满爱心的慈善家。可只有了解当年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明白，德拉米尼这4个字究竟代表了何种含义。如今的他子孙满堂，居住在彩虹国的第2大城市开普敦。为了安置自己庞大的家族，他甚至在开普敦的北郊沿海处修建了一座占地上百亩的私人庄园，以彰显自己高贵的身份。如果仅仅凭财力，
就是10个议员都不是他的对手。只是德拉米尼眼中闪过一抹阴霾，不同于他的金融之路，从40岁起开始参政之后，他的政治生涯却始终不能如意。他的内心早已不满足只是当一名商人，他想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自己能够当选为这个国家的总统，或许能将自己和家族带向一方崭新的天地吧。就如同当年的那个人，那个说出了我为这个理想而生，也为这个理想而死的人，只是不知道这个愿望这一生究竟能否实现了。默默叹息一声，德拉米尼不甘地从躺椅上爬起身，立即有服务生走上前来替他披上湿毛巾，同时递来一根雷德蒙多雪茄。就在这时，一旁德拉米尼从小培养的得力助手突然从门内走来，蹲下身恭敬道：教父，英德尔先生想见见您。英德尔？他来做什么？德拉米尼皱了皱眉，他说是有关国会的事情。德拉米尼沉吟了一会，这才说道：带他来见我。是。074陷阱。不一会儿，一名浑身瘦骨嶙峋黑人男子被带了进来。这名黑人男子留着一圈胡茬，穿着一身价格不菲的西装，看似体面，可是却瘦得有些不正常，双眼就像隔了一层雾般暗淡无神。只是看到黑人男子这番模样，德拉米尼却没有丝毫奇怪。他当然知道眼前的男子是什么德行，一个连家族都已经放弃的瘾君子罢了。一见到德拉米尼，黑人男子顿时露出畏惧但又激动的神色。埃托尔，我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你。英德尔，你有钱还我了吗？德拉米尼皱眉道。还有，不要叫我另一个名字，我们可没有这么亲密。好的。德拉米尼黑人男子这才尴尬地笑了笑。我知道，我还欠你500万兰特，不过没关系，我今天可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好啊，如果你带来的的确是一个好消息的话，我可以考虑再给你宽限几天。德拉米尼冷笑道。只是宽限几天而已。中年男子摇了摇头，露出神秘的表情。这件事可是和你的政治前途有关。说着，中年男子就想要凑到德拉米尼身边，却一把被保镖拦了下来，让他过来。德拉米尼摆了摆手，对方毕竟是曼德拉家族的成员，作为彩虹国的第一家族，眼前的男子还不至于充当一名杀手袭击自己。中年男子这才走到德拉米尼的身边，压低声音道：德拉米尼，你想被我的家族支持吗？2个小时后，3辆通体漆黑的高档轿车由远及近，最终停在了开普敦南半岛区西蒙镇的一座仓库前。就是这里了。轿车内，被称为英德尔的黑人男子兴奋地搓了搓手。我们家族的代表就在里面等你的到来。你是认真的？德拉米尼看着四周荒无人烟的地貌，顿时露出警惕之色。英德尔·曼德拉，你知道欺骗我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吧？即使你是他的后裔。我当然知道。英德尔一脸满不在乎。可是因为政敌的原因，我们只能在这里和你商谈了。更何况我就在这里，如果出了问题，你可以第一时间拿我质问，不是吗？闻言，德拉米尼深深看了英德尔一眼，这才走下了车。可是就在英德尔低下头下车的时候，突然发出一声因为牵动伤口而抽冷气的声音。德拉米尼下意识望去，却发现英德尔后颈上竟然有一道短短的伤口，不过已经被缝合住了。不仅如此，那条伤口缝合的极为精准，堪称大师级的技术。你后颈是怎么了？我后颈……英德尔勉强笑了笑，嘴唇似乎因为疼痛显得有些苍白。是摔的，我早上不小心摔了一跤，那可真是很重的一跤。德拉米尼不再过问，而是给几名保镖使了个眼色。顿时有2名保镖走上前去，拉开了仓库的卷闸门。顿时，一股废弃仓库特有的霉味扑面而来。你的家族就准备在这里和我谈判？看到这一幕，德拉米尼脸色更不好看了。是的，德拉米尼先生。可是，就在众人将信将疑的时候，仓库内竟然走出了一道人影。几名保镖下意识抬起枪口，直至人影走近，众人才发现人影同样是一名黑人男子，而且这个人他们都十分熟悉，经常上电视的那种。奥利弗·曼德拉，曼德拉家族后辈中较为出色的一员。哥哥，姑姑他们人呢？都在吗？英德尔朝里面问道。姑姑他们已经在里面等待很久了。男子转头看了过来。德拉米尼先生，请吧。见到奥利弗也在这里，德拉米尼总算相信了英迪尔的鬼话。他率先踏入仓库，然后一众保镖也跟了进来。去2个人。守在外面天性谨慎的德拉米尼皱了皱眉，不要全都进来。是。其中2名保镖这才转身，准备退出仓库。可就在这个时，异变突生，轰！只听身后传来一声轰鸣，卷闸门竟然直接失控掉落，封死了出口。
与此同时，一颗颗滚筒状的物体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是震撼弹。保镖中有人发出惊呼，几名保镖想也不想便扑到了震撼弹上，准备阻挡爆发的余波。可是更多的震撼弹却被从房顶扔了下来，挡无可挡。轰轰轰轰轰！从德拉米尼走进仓库到现在，也不过5、6秒的功夫，只听一阵震耳欲聋的声响传出，同时伴随刺眼的美光，将在场众人都震得七荤八素。而那些用身体抵挡震波的保镖更是连哼都没哼便被震晕过去。在这股震爆当中，德拉米尔只来得及恨恨地望了同样被震吐的英德尔一眼，便彻底失去了意识。当德拉米尔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睁开眼睛，而是维持之前昏迷的姿势，试图感知四周的一切。这种谨慎是他能爬到如今这个位置的关键。身上一切正常，没有被捆绑的束缚感，四周空气正常，自己并没有处于阴暗的地窖之中。身下是一张床铺，有潮湿的味道，似乎很少晾晒。房间内没有声响，似乎此时只有自己一个人，默默体会着周身的一切。德拉米尔暂时放松下来，似乎情形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只是他死活没有料到，英德尔与奥利弗这2名曼德拉家族的子孙竟然会用这种方式算计自己。这已经不是谨慎的问题了，不过内心的悔意在下一刻便被埋进了心底。如今绝不是后悔的时候，与其后悔，倒不如想方设法逃离这里。德拉米尔先生，我知道你已经醒了，可是还未等他调整好心态，在身边不远处的位置竟然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暗暗叹了一口气，德拉米尔无奈地睁开眼，随后立即伸出左手挡在眼前。自己似乎正处于一间破旧的旅馆中，房间是标准的旅馆摆设，而身侧有一扇飘窗，窗外是一片空旷的郊区，阳光从窗外射入，晃得人睁不开眼睛。瞬间判断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后，德拉米尼这才缓缓坐起身。可是在他撑起身体的时候，却突然感觉后颈一痛。德拉米尔下意识伸手摸了摸，却摸到了一道已经被缝合完毕的伤口。这一瞬间，德拉米尼想到了英德尔后颈的那条伤口。你对我做了什么？深吸一口气，德拉米尼看向声音来源的位置，却看到一名男子正坐在旁边空置的床铺上，静静望着自己。男子有着纤瘦的身材，黑发黑眸，身穿着黑色风衣和牛仔裤，上半张脸被一张半脸面具遮挡着。透过面具，德拉米尔只能看到一双黑洞般冰冷的眼睛。德拉米尔可以肯定，那是一张黄种人的面孔，而且十分年轻。没有什么，只是为你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青年用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手势，缓缓走到德拉米尔面前。不用四下张望了，这里依然是开普敦郊区地带。德拉米尔闻言，再次深吸一口气，冷漠道：说吧，既然费尽心思将我绑到这里，你想要在我身上得到什么？075死神的交易。说吧，既然费尽心思把我引到这里，你想要在我身上得到什么？金钱，还是别的东西？很快你就会知道了。青年笑了笑，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先生，你的孩子们都在等着你呢，请跟我来。德拉米尼面无表情地站起身，刚想迈步，可突然脚下一软，差点摔倒在地。没关系，这只是震撼弹和麻醉药的副作用而已，过几天就消退了。青年提醒道，可丝毫没有想要上前扶一把的意思。德拉米尼只得咬了咬牙，强撑着身体站起来，扶着墙壁走了出去，一直走出了房门。德拉米尼才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竟然是一间套房的卧室，而此时已经来到了套房的客厅之中。教父，教父大人！客厅中，2名年轻男子看到德拉米尼后连忙迎了上来，将他扶到沙发上坐下。一时间，德拉米尼心中微微一暖，冲2人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没有事。啪啪啪！看到这一幕，青年的嘴角不禁挑起一抹嘲讽的笑意，慢条斯理地鼓掌道：真是一幅父慈子孝的场景啊！我听闻在意大利有一种风俗，意大利人认为整个世界对于尚在认知过程中的儿童过于危险，于是为了能更好地教导儿童，必须让他们认2个父亲，于是就出现了教父这么一种称呼。不知你们是否也是如此？没错，德拉米尼闻言昂首道：杰克和瑞恩都是为我而死的兄弟的孩子，由我亲手抚养长大，是我最信任的亲人和助手。原来如此，青年嘴角的嘲讽更深了，他用夸张的肢体语言看向2人。你们觉得呢？德拉米尼先生是你们最亲的人吗？被称为杰克和瑞恩的青年闻言浑身一颤，不禁低下头去。什么意思啊？德拉米尼皱眉道。这些是之前的录音。青年从口袋中掏出一支录音笔举在半空，同时轻轻按下开关，顿时录音笔播放了一段对话，都眼前的青年提问，2人回答。
而有关的内容全是德拉米尼的各种秘密。你们只是听了一小段。德拉米尼眼中便闪过一丝杀意，刚想发怒，可一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顿时苦笑一声，重重陷进沙发里。这一次，他连挺直腰杆的力气都没了。其实，你们如果想要活命的话，也是有机会的。青年突然开口，三人纷纷抬头。青年笑了笑，从身后取出一把格洛克 18C， 倒提着枪柄，轻轻拎到三人面前。众人的神色顿时闪了闪，难道看不出来吗？青年将手枪拎得更近一些，用一种低沉蛊惑的语气道：你们只要抢过这把枪，对着我的脑袋砰一声，你们就得救了。杰克和瑞恩两人互相对视一眼，都有些拿捏不准眼前青年的真实用意。怎么不敢动手？难道是怕我身后的人？青年故意朝身后看了一眼，对守在角落的手下说道：程超，你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不许进来。是。老板被称为程超的男子顿时拉开门，毫不犹豫地走出了房间。看，现在没人看管你们了。青年回过头，再次将枪拎近了一些，甚至对到其中一名男子的脸上，把他拿起来。快呀，像个男人。叫杰克的男子迟疑地接过了枪。好了，接下来打开保险，对准我的眉心。青年握住杰克手中的枪杆，放在自己的眉心上，然后缓缓张开双手，双手手指不停地滑动，以示自己毫无戒备。杰克的眼神不断闪烁，似乎在犹豫着。开枪啊！青年笑得更加肆意了，一双眼睛如同漆黑的深渊。你该不会还不敢开枪吧？开枪都没力气，还说是黑社会。可就在这时，拿枪的杰克突然神色一闪，闪电般打开了保险，同时重重扣下了扳机。他之前的犹豫竟然全是一种伪装。可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将眼前怪异的青年彻底击毙的那一刻，他突然愣了愣。他只觉得自己似乎失去了对自己右手的掌控。怎么回事？杰克错愕地望着自己的右手，缓缓松开扳机，同时手肘一麻，手臂竟然自己缓缓抬了起来。杰克，你在做什么？一旁的瑞恩惊讶道。我不知道。杰克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他连忙伸出左手想按住右臂，可是左手才刚刚抬起，便再次垂落了下来，左手也失控了。接下来，德拉米尼和瑞恩看到了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画面，在众目睽睽下，杰克的手臂诡异地弯了回来，同时手腕翻转，将格洛克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快停下！杰克！瑞恩高声叫道。我停不下来，来帮帮我！杰克满脸惊恐，他不断扭着自己的腰和脖颈，试图躲闪转向自己的枪口，可是紧接着他便失去了全身上下所有肢体的控制。最终，在杰克惊恐绝望的目光中，自己手中那黑漆漆的枪口彻底对准了自己。砰！一声枪响，杰克的太阳穴上顿时多出一道贯穿型弹孔，左右各一道。哇！一旁的瑞恩发出一声惊叫，怔怔望着这诡异的一幕。然而更诡异的事情出现了，在杰克的大脑被子弹搅成浆糊后，对方的身体竟依然稳稳站在原地。不仅如此，对方甚至伸出手臂，将枪对到了瑞恩眼前。你是魔鬼！瑞恩发出一声尖叫，他迅速夺过枪，就想朝眼前的青年射去。可是下一秒，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也不能动了。砰！又是一声枪响，瑞恩也彻底垂下了脑袋，他的额头多出一颗拳头大小的弹孔，而他的手臂也诡异地伸了出来，将枪递到了德拉米尼眼前，仿佛是一场死亡接力。巫术，还是某种高科技？德拉米尼瞪圆了眼睛，他不可思议地望着递到眼前的黑色手枪，却不由得再次想到自己和英德尔后颈处的伤口。他朝依然站在原地的杰克和瑞恩后脖颈处看了一眼，两人的脖颈上同样有着一道细小的伤口。果然，只可惜知道这些也已经迟了。这时，德拉米尼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就好像身体内住进了另一具灵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接手自己的身体，拿起那把已经杀死了两个人的手枪，再次瞄准了自己的脑袋。随着死亡临近，德拉米尼缓缓闭上了眼睛。咔嚓！德拉米尼身体一震，可是预想中的死亡并没有到来。原来那把枪内第三发子弹是空的。失误！不，对方本来就没想要杀我，不然绑架我的举动毫无意义。德拉米尼忍不住苦笑起来，自己竟然连这么基本的问题都忘记了，看来自己真的老了。感受如何？身旁的青年依然用那淡然轻松的语气说道，有没有一种重获新生的快感？你就是个魔鬼！德拉米尼重重瘫倒在地，疲惫道，你赢了，我的骄傲，我的尊严。
以及我的荣耀，都被你践踏的粉碎。你已经达到了你的目的。直至此时，他再次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权。德拉米尼先生严重了。直至此时，青年似乎也终于认真了起来。他走到德拉米尼身前，居高临下道：“德拉米尼，我要借用你的一样东西。你想要什么？”德拉米尼有气无力道：“我想要借用你旗下的那座艾菲尔火力发电厂几天时间。”好的，那座艾菲尔发电厂是你的了。德拉米尼毫不犹豫地说道。还有呢？抱歉，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什么。青年闻言，轻轻摇了摇手指，蹲下身道：“我可不需要你的发电厂的所有权。我说了，我只是借用几天。我懂你的意思。”德拉米尼闻言，反倒摇了摇头：“没有用的。这家电厂可是供应着大半个开普敦市的电力。虽然电厂的所有权在我手上，可是我却没有权利将发出的电调往其他城市。市政厅也不会允许我这么做。谁说我要将电调往其他地方？”闻言，青年反而笑了起来：“你不需要关系电的去向问题，只需要帮我做一件事就够了。”说着，青年转过身朝门外走去，边走边说道：“我需要你帮我挡住头顶上的压力。”压力？你是说官方？德拉米尼倒吸一口冷气。没错，我不管你用何种手段，何种借口，你只要扛住电厂连续数天没有电抵达开普敦市的压力就足够了。只要你能做到，我保证你。青年顿了顿，转身走出门外，毫发无伤。076艾菲尔发电厂，德拉米尼最后还是离开了。陈晨释放了德拉米尼以及余下几名毫不知情的保镖。阳台上，陈晨望着从廉价旅馆中走出去的德拉米尼，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了之前咄咄逼人的气势，整个人都萎靡苍老了许多。就这样放他走了吗？钱文欢从暗处走上前来，疑惑道：“你不仅践踏了他的尊严，还杀了他的2个最信任的助手，会不会导致他怀恨在心？当得知你最信任的人背叛了你后，我替你杀了他，你会怀恨在心吗？”陈晨反问。可能是复杂的情绪更多一点吧。钱文欢顿时明白过来。没错，陈晨点了点头。所以我先诱导那2人背叛了他，这样就不算杀了他最信任的人了。其实那2个人也可以不用死的。陈晨想了想，我之所以命令 God 芯片开枪，是因为他们对我产生了开枪的念头。不仅有这个念头，他们还付诸了行动，所以他们死了。可是是你主动把枪递上去的。钱文欢嘴角一抽，我把枪递上去，其实只为了给德拉米尼展示一个事实，在后颈动过手术的人，我能操控他的一切。陈晨解释道：“如果你只是口头告诉他，我给你植入了一枚芯片，以后你的人生将是我们的操控，可能对方除了畏惧，就只剩下被胁迫的愤怒了。可是，当你将这个证据以事实的形式告诉他，并以一种深入人心的方式展现在他眼前，产生出的效果和前一种比起来，可谓是天差地远了，是挺深入人心的。”钱文欢赞同的点了点头，感叹道：“先让他的2个小辈在他眼前自杀，然后让他自己自杀。我想他可能这1年的夜晚都要在噩梦中度过了。”彩虹国的国家电力公司 Eskom 在06年的时候曾经推出过一项名为基础能源计划的执行书。这份执行书的主要政策是允许私营企业以竞标的形式建造私人盈利性燃煤发电站。当年在这场竞标中，数十家企业纷纷出手，可是最终却是德拉米尼以10亿兰特的价格买下了在开普敦市建了燃煤发电站的特权。这个特权的最终呈现，便是如今坐落于开普敦北郊地带的艾菲尔火力发电厂。开普敦有400万常住人口，而人均用电量只有国际平均水准的 30%。艾菲尔发电厂作为一座100万千瓦的大型火力发电厂，它所输出的能源主要用于供应核心区的数条商业街以及30万居民的用电。而在开普敦另一端的郊区，类似于艾菲尔电厂的火力发电站还有数座，但都是中小型。艾菲尔发电厂承担着整个市区 40% 的发电量，一旦出现问题，说整个城市陷入瘫痪也不为过。至于那些贫民窟，抱歉，他们连饭都要吃不起了，还要电做什么？以上这句话是艾菲尔发电厂的负责人博卡莫肖在车上告诉陈晨的。博卡莫肖是一名典型的祖鲁人，说话时英语中夹杂着祖鲁俚语，经常分不清他究竟是在吐槽开普敦的治安问题，还是想往窗外吐痰。此时此刻，陈晨坐在一辆劳斯莱斯车上，而他的身边便是伯克莫肖。2人正在前往艾菲尔发电厂的路上。随着逐渐离开开普敦市区，天色渐渐阴沉下来，在主干道2侧出现了一片绵延数公里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大多是一些铁皮木板搭起来的平房，即使隔很远，依然为它的规模感到震撼。公路2旁甚至有用英语和一些非洲本地语言制成的标牌提示，前方为危险频发路段。一般标志着这种牌子，
往往就代表了这里属于抢劫、谋杀等犯罪高频发的路段。贫穷、经济萧条、政权不稳，各种因素导致了彩虹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枪支泛滥，犯罪频发，国家甚至没有死刑这类震慑性刑罚。不过陈晨在车上倒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只注意到随着越接近郊区，四周无论是树木还是建筑，都似乎蒙上了一层灰烬。而博卡莫肖的解释是，埃菲尔发电厂一年要消耗180万吨煤，这些经过焚烧后的烟雾自然需要排放出去，因此发电厂方圆10公里的地面被铺上一层黑灰是一件很合情合理的事情。对于这种污染，博卡莫肖很是乐观。他说，因为地理原因，开普敦从东南方经常会吹来清新的强风，而当地人都将这股风称为开普医生，因为它能将清新的空气带到当地，并把空气中的污染物吹进大海。陈晨随意扯了2句，便不再多话，直至车队停在埃菲尔电厂的大门前时，陈晨才露出认真之色。博卡莫肖先生，接下来就拜托你了。没事的，既然是德拉米尼先生的意思，我自然会照做。博卡莫肖连忙点头。陈晨带着程超一众人走下了轿车，程超等人每人手中都提着一只皮箱，看上去十分惹眼。说着散装英语，博卡莫肖一脸恭敬地将陈晨一行人请入发电厂，亲自领着众人参观后，最终停在了电厂变电站的门前。这里就是电厂的输出端了，涡轮和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就是在这里进行升压，最终导入电网的。博克莫肖解释道。陈晨点了点头。高压输电是为了减小电能在输送过程中的损耗，在相同功率的前提下，提高电压电流就会越小，从而减小输电电缆的热损。而这座位于发电厂内的变电站，便是将发出来的电声压至110千伏，然后输送进高压电网，最终进入开普敦市区的千家万户。好了，博卡莫肖先生，陈晨点了点头，你去忙吧，这里交给我就好。可是博卡莫肖的笑容顿时有些僵硬。陈晨闻言一皱眉，这是德拉米尼先生的意思？博卡莫肖先生对他之前的嘱咐有什么疑问吗？随着陈晨的话语，一旁的程超几个保镖便将手伸进了衣兜。不，当然没有。博克莫肖脸色一白，这才尴尬一笑退了出去。程超，你们几个都在外面守着，没有我的允许，谁敢往里闯直接杀无赦。陈晨叮嘱道。是。程超等人闻言将皮箱一一打开，里面竟然装的都是机枪和一块块满满的弹匣。将武器装备好之后鱼贯而出，守在了变电站的门外。等所有人离开，陈晨才从剩余一只皮箱里翻出一截手腕粗的电缆以及一块铜锭来。小 X， 通知博卡莫肖，他可以开始了。最后陈晨拿出手机，对着手机说出这么一段话。077开普敦大停电，天色渐暗，时间就像流沙般悄悄从指尖流逝，天色逐渐步入了黄昏。在开普敦市德拉米尼的私人庄园中，一面由粉红象牙木制成的豪华餐桌上，德拉米尼正端着一碗热汤，小口小口地抿着。此时的他脸色苍白，神情中透着虚弱，连端汤的手都在微微颤抖。虽然德拉米尼已经58岁了，可他的身体却一直十分硬朗，就像一头壮年的美洲狮，丝毫没有即将步入晚年的人该有的神态。可是直至前一天，当他带着一众手下离开庄园并失踪了1天1夜后，再回来时就变成了这副样子。众人只知道他曾遭到了暗算，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又遭遇了什么。不过至少他平安而完整的回来了，这在彩虹国这种犯罪滋生的国度中已经很值得庆祝了。就在这时，一名手下从门外走了进来，他拿着一张红色香精邀请函。老板，开普敦商会发出邀请，邀请您参与下周的国际商展。出去。德拉米尼连头都没抬，只是淡淡说道。这个手下顿时一愣，似乎没有听清。我说了，出去。德拉米尼加重语气，将手中的碗重重蹲在桌面上。是。对方慌忙退出。房间中再次回归了安静。德拉米尼呼出一口气，他再次摸了摸后颈的伤口，眼中浮现出一抹不甘。该死，究竟怎样才能把这个鬼东西可是就在他眼中那抹不甘刚刚显露时，一股窒息感突然袭来，就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掐住了他的脖颈。德拉米尼连忙摸向自己的喉咙，可随之而来的是全身上下过电般的麻木。顿时德拉米尼就像中风一般，直接从餐椅上滑落下去，蜷缩在地板上抽搐起来。老板，德拉米尼先生。听到动静，门口的保镖迅速冲了进来。糟了，这是癫痫，快去叫医生。不用。可是还没等另一名保镖冲出去，
德拉米尼一把拉住了对方，不用叫医生了，我没事。老板，你的身体没事的，你们都出去吧。说着，他有气无力地爬起身，眼中浮现出一抹深深的恐惧。不要叫医生，千万不要。保镖们这才将信将疑地离开了。直至此时，德拉米尼才重重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双眼无神地盯着天花板，久久没有动作。叮，任务发布提示。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冰冷机械的女性声音突然闯进了德拉米尼的耳朵。德拉米尼浑身一颤，眼中闪过一丝惊恐，可是却并不为这个凭空出现的声音感到意外。编号 Delta 2022-0001，你已收到编号 Sigma 05发来的指令，请注意查收。那个声音似乎近在耳边，可是却又根本分不清具体是哪个位置传来。只有德拉米尼才明白，那个声音是来自于自己的脑海。Sigma 05下达命令，编号 Delta 2022-0001，请开展您之前商量好的计划。重复 Sigma 05下达命令，编号 Delta， 请展开。再次重复 Sigma 05下达命令。那个声音喋喋不休地说着，精准机械，不含一丝感情，似乎是电脑合成的声音。明白。德拉米尼蠕动着嘴唇，艰难地回复道：他明白，如果自己不加理会的话，那个声音会一直响彻在自己的脑海。不仅如此，对方甚至会如之前那样给予自己身体上的惩罚。德拉米尼已经不敢生出任何反抗的念头，他只是默默站起身，收拾好自己凌乱的衣衫，然后拨通了一个号码。雷顿，是的，你的家人已经坐上了飞往北美洲华盛顿市的飞机，你可以开始行动了。随着下达了命令，德拉米尼再次关掉手机，怔怔地坐回了沙发上，陷入呆滞之中。几分钟后，开普敦郊区那绵延几十公里、连接着高压电网的电力铁塔中，有几十座铁塔的地面毫无征兆地炸开，引发铁塔一连串倾塌，高压电线也跟着应声而断。与此同时，在开普敦市区边缘的一座降压变电站内，突然爆出一片酷烈的火光，滚滚浓烟顷刻冲天起，火光甚至染红了天空，形成第二片火烧云的景象。在这一连串的爆炸中，开普敦市的电力网络彻底被摧毁，原本华灯初上的城区，彩虹国的第二大城市，彻底陷入永夜般的黑暗。而这一切，便是晨晨和德拉米尼之前的协议了。在协议中，无论德拉米尼采用何种方式，必须为晨晨创造出5天占据艾菲尔发电厂的时间。这5天里，艾菲尔发电厂将不会朝开普敦输送任何1度电力。原本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即使是手眼通天的德拉米尼也不可能，因为他根本无法承受市政厅乃至整个城市的压力。于是，他便想出了这样一种折中的办法，利用自己在开普敦培养多年的势力，他直接模仿政府反抗军的手段，在土里埋设炸药，炸毁了输送高压电的电力铁塔，斩断了电厂输送往城市的电力通道。同时，他还觉得不够保险，于是顺带摧毁了城市的降压变电站。毕竟，如果只是电力铁塔被摧毁，市政厅反应迅速一些，24小时内就可以重新恢复通电。可如果连变电站也被摧毁，那就不好说了。先不论市政厅接下来的严查和整治，至少3-5天内，整个开普敦都会进入最原始的停电状态。也不知这一通恐怖袭击般的爆破会对整个开普敦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不仅损害到了市政厅的利益，连德拉米尼自己也损失惨重，甚至面临被追查出来的风险。可他别无选择。当然，这一切已经和晨晨无关了。在整座城市乱成一团的同时，艾菲尔电厂依然正常工作。可是此时已经没有人注意到一座电站是否还在运作了，更不会有人关心这些发出来的电究竟去了哪里。078 U 盘的异变。1天后，艾菲尔发电厂升压变电站内，晨晨默默望着眼前的景象，眼中第一次浮现出惊讶的神情。在他漆黑的瞳孔中，有一道红光正在明明灭灭，充斥着诡异和不祥。可如果仔细看去，就会发现那其实是现实倒影在了他的瞳孔之中，而对应的现实里，他正盯着一枚 U 盘。此时此刻， U 盘正插在一块厚实的铜锭上，因为整个发电厂的电量都在涌入 U 盘，在巨大的电流冲击下，整块铜锭都在发出滋滋的声响，空气中隐隐可见一道道电弧闪烁，就好像有人从高压电线底部走过时，总能听到滋滋的声音。那是电场强度超过空气强度，把空气撕裂时产生的一种名为电晕效应。可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枚来历神秘，无论如何摔砸都岿然不动的 U 盘，此时此刻竟然发出了幽暗的光。没错，晨晨绝没有看错，被无数电弧包裹着的 U 盘，此时竟然一边汲取着无尽的电流，
一边发出暗红色的光芒来，就好像 U 盘内有着一种不知名的发光体，光芒透过 U 盘外壳，将 U 盘染成了一种幽暗诡异的猩红色，而且那猩红色的光还在不断的明明灭灭，像是在呼吸，又像是某种神秘物质在缓缓蠕动。果然，这枚 U 盘并非我所想的这么简单。陈晨凝视着数米开外的 U 盘，因为铜锭产生出电晕效应，因此陈晨并没有贸然靠近，他只是静静观察着 U 盘，露出沉思之色。之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电力不足的原因。已知埃菲尔发电厂全功率运行时的发电量为100万千瓦，是我的数据中心变压器的100多倍。也就是说，这一天下来，相当于我在数据中心为 U 盘充电2400小时。当初租借工厂时充电12万小时，都是我从未达到过的程度。那么基本可以确定，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大量的能量供应有关了。陈晨摸着下巴思索道。不过，问题就来了 ，U 盘发出的光代表了什么？仅仅只是一个电源指示灯，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含义？或者说，这一种过载提示 ，U 盘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电流灌注？不应该啊，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以及，这种红光闪烁状态下的 U 盘，和之前普通状态有何不同？它的性能会不会发生改变？陈晨不断思索着一切能够利用的线索，可是最终却无奈地发现，自己的分析对 U 盘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想到这里，陈晨干脆走到一旁，直接拉掉了电闸。啪！只听一声电流中断的声音 ，U 盘周围的电弧迅速消退。不仅如此，连 U 盘上的红光也跟着消失了。陈晨缓缓走上前去，却闻到了一股臭鸡蛋的味道，那是空气遭到电解，产生出臭氧等气体造成的。没有理会这些，陈晨轻轻摸了摸 U 盘，果然发现 U 盘依然和之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甚至连温度都保持在室温标准。而插 U 盘的铜锭已经可以用来烤铁板鱿鱼了。U 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说，那道红光其实只代表 U 盘得到了充足电量的原因。想到这里，陈晨从皮箱中取出一台之前准备好的笔记本电脑，然后将 U 盘插了进去。经过检测， U 盘一切如常，就连里面的7部电影也毫无动静。陈晨摇了摇头，确认 U 盘没有出问题后，这才拔出 U 盘插回了铜锭内部，然后重启电闸。嗡！顿时巨大的蜂鸣声再次袭来。就这样，陈晨和程超一众人便轮番守在变电站前，一直守了5天5夜。对外的宣称则是德拉米尼派来看守变电站的防卫军，预防变电站被政府反抗军所破坏。虽然工厂内的工人对突然出现的陈晨等人十分好奇，但是在看到众人的武器后，也没人敢上前来触眉头。而开普敦市区那边，虽然埃菲尔发电厂的输送线路乃至降压变电站都被摧毁，不过幸好还有其他小型发电站的存在。虽然开普敦市还是缺电，但至少能令少数部门先运转起来了。更何况彩虹国早年因为电力问题，曾多次出现过限电行为，这次停电数天对一些人来说，也只是一场更加长久的限电罢了。除了犯罪率激增了300%，造成一场上万人的大规模游行，以及物价增长了数倍外，倒也没有引发太大的问题。直至5天后，另一座紧急变电站终于搭建完毕，同时被修理好的还有那数十座被炸塌的电力铁塔。在所有设备重新完善后，很快电力便成功疏通，埃菲尔发电厂的电能再次进入了千家万户。而此时，陈晨等人也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埃菲尔发电厂，顺着公路朝彩虹国与纳米比亚的边境赶去。实际上，彩虹国那漏洞百出的边境线摆设作用远远大于实用作用，它根本无法阻挡任何人。而经过这一次，陈晨也给予了德拉米尼一个奖励，将德拉米尼在上帝禁区中的权限上调了1级，由 Delta 级提升至 Gamma 这个等级，也是如今程超和钱文欢所在的级别。在陈晨的设定中，上帝禁区一共有5种权限等级划分，按希腊字母排序，由高到低分别是 Sigma、Sigma、Alpha、Alpha、Beta、Beta、Gamma、Gamma 和 Delta、Delta， 就如同英文字母中的 S、A、B、C、D 一样。其中 Delta 级人员纯粹是一种消耗品，他们大多为一次性用品，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就会被立即销毁的那种。而 Gamma 级以上等级才算是上帝禁区的正式成员。至于这些等级的意义，其实还真没什么实际意义。你说它是01234级也行，就是听着比较屌罢了。其中，陈晨肯定是 Sigma 级的。不过，一个组织如果想要看上去公平正规一点，最好再增加一个议会在里面。于是，在陈晨的设计中， Sigma 一共有12位，称之为门徒议会。
意味着整个上帝禁区组织中都由12名门徒管理着，每个门徒都有一个固定的代号。晨晨给自己的代号是犹大。当然，除了晨晨外，剩余11个位子都还空置着。不过在晨晨的设计中，即使将来有人升级为最高的 Sigma 级，成为12门徒的一员，可他依然无法控制上帝禁区，因为在 Sigma 之上还隐藏着一个至高存在，那就是 God。God 拥有上帝禁区中的一切权限，例如对所有人芯片的掌控权，以及对小 X 的控制权，乃至是 U 盘的掌控权等等。而这个人只会是晨晨了。079超能失控。纳米比亚科尔芒斯科普城内，晨晨反锁了豪华套间的房门，双手交握抵着鼻梁，静静注视着电脑屏幕。此时距离埃尔菲发电厂事件结束已经过去了3天。这3天以来，晨晨一众人飞速离开了彩虹国境内，重新回到纳米比亚。在纳米比亚官方尚未察觉前，来到了这座名为科尔芒斯科普的矿业小城。而距离这座城市约10公里远的北方，便是纳米比亚著名的吕德里茨市。在得知安东尼与纳米比亚官方依然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后，晨晨便在这座城镇暂住下来。在之前的几天中，凭借德拉米尼的帮助，晨晨在开普敦掠夺了1.2亿千瓦的电力。如果按照 U 盘的巨线比例，大约能巨线100千克的物质。不应该再称之为巨线了。晨晨思索道，他早就推断出 U 盘绝非凭空将能量转化物质，而是承担一个开启通道的能量，将2个世界连接起来。因此用交换或摄取这种字眼更恰当一些。既然如此，那自己接下来该摄取点什么好呢？晨晨的眸子隐隐有暗芒流动。科技道具暂时用不上，晨晨最近联系了总公司那边，让小 X 将公司的第2款产品同声翻译器的设计图发给了夏英，让他准备将这款设备拿出去面试。自从和脸书签下了40亿天价合约，黑光科技的名字便被无数业内人士所熟知，也将公司暴露在了风口浪尖之下。更何况，一旦同声翻译器出现在市场上，立即就会触动数个行业的利益，就如一场惊天海啸，那些利益行业的濒死反扑，连晨晨都敢不保证能带领公司全身而退。至于夏英能不能保住这款新产品，并在海啸般的浪潮中坚持下来，就看他的本事了。简单来说，这是晨晨对夏英的一次考验。如果夏英挺了过来，晨晨便准备将总公司明面上的一切事务全权交给他去打理。在将来，一个黑光生物科技集团中州区 CEO 的位子是跑不掉的。但是如果夏英的能力保不住这项技术，那自然就没有了以后。晨晨与他的情分也就此尽了，以后只会是陌路之人。至于这项技术带来的利益，晨晨还真不在乎，他也正好从明面转入暗处，真正潜伏下来。不过随着晨晨的势力越发壮大，并开始触碰他人的利益，人身安全方面不足的隐患也彻底暴露了出来。就像是之前被彩虹国暗杀那样，其实那次以身犯险也是迫不得已。毕竟如果不是晨晨以自身吸引出狙击手，恐怕很难查出内鬼究竟是谁。如果无法查出内鬼，那就算躲过了这次，也会有下一次袭击。毕竟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所以说，接下来自己需要兑换的道具选项，应该首要条件便是以人身安全为主了。当然了，德国军事家克劳维塞茨曾在《战争论》中说过一句流传世界的军事名言：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而中州区也有9守必失这种古训，也就是说，单纯的防守并不可取，占据主动性才是最重要的决策。因此对晨晨来说，最好的防御其实还是自身实力的增强，而自身实力的最佳来源自然还是超能力了。想到这里，晨晨开始在电脑中下载起了3部电影：超能失控、我的超能前女友、念力。后2部是晨晨继超能失控后再次找到的2部凭借外力获得超能力的电影。毕竟超能失控中的那块水晶太过巨大，如果能退而求其次当然更好了。不过据晨晨所知，我的超能前女友本质上并非是一部科幻片，而是一部恋爱喜剧片。片中女主角因为年轻时触摸过一颗从天外坠落的流星，因此获得了超越世俗的能力，飞行力大无穷，音速移动，几乎堪比超人。而念力更是如此。这是韩国釜山行导演的新作，主角在喝泉水时喝下了一种外星液体，从此有了堪比超能失控中的超能力。但是和超能失控不同，这里他的超能力并非是循序渐进的增强，也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剧情的逻辑也是相当欠缺的。就连豆瓣这种喜欢给国产平衡一下的美国平台，都没有给这个欧巴电影一个好脸色，只给了 5.6 的低分。因此晨晨内心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果然，当这3部电影被下载出来后，
晨晨先试了试念力，却听到了一声久违的咚声。很显然，U 盘认为这部电影的逻辑性严重不足，无情地拒绝了晨晨的请求。然后，晨晨又试了试我的超级前女友。咚，世界观太过沙雕，U 盘再次拒绝。直至此时，U 盘也彻底解除了晨晨的一个疑惑。晨晨曾经设想过，如果自己去投资一部电影，例如在里面设置一种指甲盖大小的陨石，一接触就能让人获得超能力，是不是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轻易获得各种需要的超能力了？现在就好了，不用尝试。U 盘就告诉了晨晨这个问题的答案。做梦，随手将这2部电影 Control 加 D 删除。晨晨一转头，看向了剩下的最后一部电影超能失控。晨晨眼中闪过一抹复杂，这是他之前一直想要得到的异能。可是随着了解，晨晨却有些迟疑起来。超能失控在12年上映后，以1000万美元斩获1亿票房，获得空前成功，被广大网友所熟知。而后却又因为迟迟不上映第2部，遭到了广大网友们的吐槽。随后，网上便开始流传这部电影第2部的剧情。其中一种说法最早出现在2012年，说动星号的水晶有着一种外星生命，而主角3人其实在那一夜早就死亡，之后的一切都只是克隆体。而另一种说法则出现于2016年，说是安德鲁电影主角并没有死亡，虽然被时髦插穿了身体，但最后却被政府救活，并开始研究他身体。不过晨晨在网上调查后却发现，原本编剧麦克斯·兰蒂斯的在接受采访时的原话是：我很喜欢安德鲁，我很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感受，但是他所造成的末日般的毁灭也是难以原谅的，所以我最后让他死了。但是在《超能失控2》中，我又让他从地狱走了出来。而且之后的13年7月，因为他编写的第2部的剧本太过黑暗，又被制片方踢出了剧组，彻底与《超能失控2》无缘。很显然，网上流传的第一种剧情与编剧麦克斯·兰蒂斯的采访出现了冲突。不仅如此，晨晨也很难相信一部电影甚至还未开拍，剧本就泄露出去的事情。至于网络传言的第2部已经拍好的言论，晨晨也查证过，都属于谣言。第2部的项目已经被制片公司无限期搁置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看到这些谣言后，晨晨还是有些迟疑。万一谣言是真的呢？晨晨并不怕自己着了道，因为谨慎如他，本就不可能提取出超能水晶就直接进行照射，他肯定要先做好前期的准备，例如制造一间实验室，用重铅玻璃隔离辐射，然后慢慢研究水晶的物质组成与特性。在没有确保水晶不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前，晨晨是不可能接受水晶的照射的。再者，如果水晶中真如谣言所说，内部存在外星生命，那自然也无法从 U 盘中提取出来。晨晨点了点屏幕上的超能失控点 MP4， 按下了 Ctrl 加 C。 其实 U 盘中此时的能量依然不足以提取超能水晶。晨晨之所以将其一同下载下来，只是因为他想试试这部电影是否可以被 U 盘容纳而已。如果超能失控也无法被容纳，那自然是万事皆休，晨晨以后也不会再去考虑超能力这种东西。想到这里，晨晨点开 U 盘，按下了 Ctrl 加 V。 080小孩子才做选择，晨晨按下了 Ctrl 加 V。 随着进度条一闪而过，一个名为2011最新超能失控导演剪辑加长版 1280p BD 中英双字幕点 MP4 的文件出现在 U 盘中。看着 U 盘里成功出现的超能失控这部电影，晨晨松了一口气，还好 U 盘容纳了进去。虽然此时 U 盘的能量依然不足以摄取那块水晶，至少下一步的目标已经有了。想到这里，晨晨不再考虑超能力的问题，转而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需要兑换的事物。既然超能力暂时无法获得，那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些护身用的科技装备，增强面对危险时的生存能力。那么这件科技装备需要符合以下几点：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至少能够防御子弹的射击，同时要有一定的便携性和日常性。所谓的便携性，就是指可以拿着这件装备到处跑，不用担心危急时刻装备不在身边。而日常性则是指它穿戴时的速度以及本身的轻便程度了。而根据这几项标准，其中最符合晨晨心意的，自然是托尼·史塔克的那件可以折叠成一只手提箱的 Mark 5了。Mark 5防御力10分，战斗力10分，续航力10分，便携性10分，日常性10分，这已经是最高分数。如果 U 盘能放入漫威电影，比如这部钢铁侠，不仅装备问题得以解决，连能源问题也能立即解决。毕竟只要把电影中的那只 ARC 微型核聚变反应堆拿出来，就够晨晨吃一辈子。可惜这个 U 盘是个死脑筋，晨晨早就偷偷试过，
不仅复仇者联盟放不进去，连钢铁侠、X 战警、美国队长、黑豹等分支电影也全都放不进去。看来 U 盘不是不认可复联，而是不认可整个漫威宇宙啊。DC 宇宙同上。既然如此，陈晨只得退而求其次了。想到这里，陈晨在桌上拿起一根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行备选：加速盔甲 Exosuit 神经外骨骼 Predator Killer Gans Suits。 加速盔甲出自2009年电影《特种部队：眼镜蛇的崛起》，重量大约50千克，可抵挡子弹与汽车正面冲撞而不受损。同时，盔甲手腕部位可搭载动能武器，手背可搭载微型导弹。穿上后移动速度达每小时65公里，奔跑时所携带的动能可轻松穿透墙壁。以钢铁侠的战甲为标准，加速盔甲的评分大致为防御力5分、战斗力3分、续航力3分、便携性1分、日常性1分。简单来说，这件加速盔甲的防御力方面的确符合陈晨的需求，而战斗力陈晨也并不要求有多高。唯二值得吐槽的就是它的便携性和日常性了。便携性方面肯定是没有的，日常性方面更是没有。陈晨不可能平日里穿着这个到处招摇。虽然这件盔甲拿来装备军队非常不错，但并不符合陈晨的需求。Pass Exosuit 出自2016年的电影《明日边缘》，由阿汤哥主演，而 Exosuit 则是电影中的一种制式外骨骼机甲。这种机甲虽然硕大笨拙，但却拥有惊人的机动力，例如力量加持和超强弹跳。而武器系统则为和加速盔甲相同，都是机枪和微型导弹。根据电影资料，它的重量在40千克，安装武器后达60千克。而陈晨给出的评分则为防御力2分、战斗力3分、续航力3分、便携性1分、日常性1分。连加速盔甲都不如。Pass 神经外骨骼出自2013年的电影《极乐空间》，由腿部支架和背部支架构成，在膝盖和臀部装有马达。不过，片中的外骨骼并非单纯的机械负重，而是一套由大脑控制的脑控机架。通过将生物芯片植入大脑，以神经传导器控制机械外骨骼的行动。简单来说，穿上了就很难再脱掉了。虽然隐蔽性有了一些，但依然不足，也不用打分了，直接 pass 吧。Predator Killer 出自电影《铁血战士2018》，而这个装甲则出自于电影结尾那名叛逃者铁血的救生舱中。剧中的人类博士称这是叛逃铁血送给人类的武器，不过也有人理解为这件装甲本来是叛逃铁血自用的，只是刚巧飞船被击破，于是掉落在了地球上。不过盔甲为 Predator Killer 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铁血战士杀手的意思，的确更符合第一种说法。这套装甲平时只是一支护臂，可是一旦装备，立即就会如钢铁侠的 Mark 5一样迅速覆盖全身，变成一套全覆盖型重甲。虽然电影中只是宏观一瞥，可任谁都能感受到那套装甲的巨大破坏力。陈晨略一思索，便在 Predator Killer 下面写道：防御力未知，战斗力未知，续航力未知，便携性10分，日常性10分。无论是便携性还是日常性，几乎都是满分。很好，这个可以当做备选。陈晨点了点头，看向最后一条 Gans Suits 出自2011年电影《杀戮都市》，是电影中角色所穿的一种战斗服。和以上几种装甲不同，这是一种完全没有金属结构的装甲。根据陈晨的知识理解， Gans Suits 的夹层大概是由类似现在防弹衣中的剪切增稠液组成的。所谓剪切增稠液，是一种处在固液混合状态的钠镁粒子溶剂，在平时它是液体形态，可一旦受到冲击会立即变得坚韧无比。简单来说，它在平时粒子互不干扰的时候呈液态，可一旦遭到冲击，会导致粒子激烈碰撞，短暂变成固态，而且能把冲击力向四周扩散，将损伤降到最低。而 Gans Suits 在承受了超出标准的打击后，的确会流出许多液体，无疑符合了剪切增稠液的特性。只是 Gans Suits 中的那种液体明显比剪切增稠液高级很多，因为 Gans Suits 不仅可以抗击打，还有着增强穿戴者力量、速度等身体素质的能力。其实对于陈晨来说， Gans Suits 其实才是最佳选择。防御力3分，战斗力2分，续航力10分，便携性10分，日常性10分。想了想，陈晨又在最后加了一句 PS 隐蔽性10分，可随时穿戴，不受时间地点影响。很显然，最后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不过陈晨似乎记得，杀戮都市中的战衣似乎只能是本人使用，就是不知是什么原理，能否破解了。以上这些都是陈晨自认为重量在100千克以内的防护装甲，当然超过100千克的也有。
例如《阿凡达》中的 AMP 外骨骼、环太平洋中的机甲猎人，以及第9区铁甲钢拳等等。但这些道具要么有能量限制，要么体积过大，并不符合晨晨的预期。想到这里，晨晨露出思索之色。Predator Killer 与 Dance Suits， 自己到底该选择哪个呢？081大人我全都要。纠结半天，晨晨也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毕竟 Dance Suits 的性能实在太优越了，穿上之后除了脑袋，全身上下都相当于多了一层防弹衣。更绝的是它完全可以穿在衣服内，仅从外表很难发现。而缺点则是 Dance Suits 很可能只有本人才能使用。而 Predator Killer 虽然看似威力巨大，但它的能源问题却是一个隐患。毕竟世界上没有永动机，那件装备如此夸张，所消耗的能源肯定更加夸张。何况 Predator Killer 是存放在叛逃铁血的救生舱中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 Predator Killer 与救生舱本就是一体，那套救生舱便是 Predator Killer 的充能装置。也就是说，晨晨如果想无后顾之忧地使用 Predator Killer， 需要将里面1人高的救生舱一起摄取出来。总之，这两种道具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晨晨深吸一口气，既然如此，那不如全部摄取出来好了。毕竟一件 Dance Suits 顶多10公斤的重量，而 Predator Killer 最多30公斤，远远小于 U 盘的储存能量。至于 Predator Killer 的能源问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也可以这次先摄取护臂，救生舱等下次再说吗？想到这里，晨晨终于下定决心。不过，在摄取之前，晨晨还需要预估一下 Predator Killer 可能存在的危险性。在晨晨看来， Predator Killer 的危险主要来自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 Predator Killer 毕竟来自外星，是否会携带外星病原体或某种电磁辐射？不过，考虑到 U 盘无法通过生命，因此外星病原体这一项可以直接忽略。至于辐射问题，在电影结尾中，那名研究员在被 Predator Killer 附身前，是先用辐射测试仪检测过，然后才靠近的。也就是说，第一点晨晨完全可以放心。而第二方面，便是在 Predator Killer 附到人类身体上后，究竟是人类操控了 Predator Killer， 还是 Predator Killer 操控了人类？这一点在晨晨看来就有些顾虑了，因为他还记得那名研究员在被 Predator Killer 附身时，原本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可等到 Predator Killer 彻底覆盖全身后，他立即就失去了那股惊慌。不仅如此，还主动从背后释放出了武器，瞄准了众人。当然，这也可能只是 Predator Killer 的智脑检测到周身威胁，从而做出的下意识反应。不过既然有了顾虑，那当然就需要一场实验来确定结果了。想到这里，晨晨拿出电话，拨通了程超的号码。老板，帮我在警察局雇1名志愿者，同时弄一套手术工具，再在城外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我需要进行一次实验。明白。挂掉电话后，晨晨不再犹豫，开始下载这2部电影。纳米比亚的网速似乎有点垃圾，经过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2部电影总算下载结束。没有犹豫，晨晨直接拖去 U 盘，刷，没有出现任何意外，2部电影便干净利落地拖进了 U 盘。很好，晨晨在脑海中演算了一下接下来的计划，确认不会出现问题后，这才收好 U 盘，合上电脑离开了房间。几个小时后，晨晨已经离开了科尔芒斯科普城，在隔壁的小镇上租了一间诊所，将所有房门全部锁好。晨晨看着眼前紧张不安的男子，轻轻笑了笑，不用紧张，放轻松就好。你们想要做什么？中年男子名叫乌托尼·努乔，是一名典型的奥万博族人，皮肤乌黑油亮。此时的他正蜷缩在房间的角落，一脸戒备和紧张。你不需要知道。晨晨开始整理身前的手术器具，只要配合我就够了。我想回家。中年男子突然哭泣起来，求求你们，让我回家好吗？你不是和我们签订协议了吗？晨晨拿出一柄手术刀，在灯光下晃了晃，查看变形程度。你的父母和兄弟已经得到了足够颐养天年的金钱，所以我才把你从警局里保释出来，不然凭你多次抢劫伤人的案底，至少要被关押20年。我错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做这些事了，放了我吧。中年男子闻言更是哭泣起来。一旁的程超闻言咧嘴一笑，是你自己签订的协议，我们可没有逼你。说着，不等程超开口，小王和小张立即将瘦骨嶙峋的中年男子架起，绑在了病床上。救命！救命！杀人了！中州人杀人了！顿时，男子尖叫起来，声音撕心裂肺，企图吸引附近人们的注意。晨晨拿出一只玻璃注射器，从安剖瓶中吸出里面的液体，
同时淡淡提醒道：“不用叫了，这家诊所附近100米内没有其他住户。”说着，他面无表情地推出针管中的空气，朝着中年男子的脖颈上扎去。顿时，诊所外只能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半个小时后，当乌托尼、努乔再次苏醒时，只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恶心，脑袋就仿佛被撕开了一样，一阵剧烈的疼痛直刺脑门。哦哦！乌托尼连忙侧过身，大力干呕起来，直至吐出一肚子酸水。乌托尼才感觉舒服了一些，他迷茫地坐起身，顿时又牵动颈部肌肉，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传来。乌托尼朝后颈摸了摸，后颈部位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道缝合过的伤口。这是哪儿？你们对我做了什么？乌托尼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地窖中，没有窗户，唯有头顶有一道天窗存在。咔嚓！就在这时，地窖顶端一盏白炽灯突然亮起，已经适应黑暗的乌托尼连忙伸手挡住刺眼的光，同时只听叮当一声，一件黑漆漆的事物从天窗扔了进来，随即天窗再次闭合。乌托尼下意识望去，却发现那件黑漆漆的事物不是别的，而是一只圆筒形状的铁块。那块铁块大约有30公分长，在铁块的左右两侧分别有2只凸起，就像是蜗牛的2只眼睛。乌托尼只是看了一眼便不再关注，他再次抬起头，满脸无助地问道：“这里是哪里？你们到底想做什么？”乌托尼先生。就在乌托尼快要抓狂的红长鸥，在地窖的角落内突然传来一个说话声。乌托尼连忙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这才发现在房顶的4个角落中竟然闪烁着几个红色的光点，那是一种名为监视器的东西。乌托尼在市区的医院里见到过。乌托尼先生，如果你还想出去的话，就请按照我的话去做。那个声音从4面8方回响起，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放了我吧，求你们了。乌托尼连忙苦苦哀求起来。现在请你走到那件护臂的跟前。那个声音不为所动。你的任务很简单，3岁孩童都能完成，那就是带上它。如果我带上了，你们就会放我走吗？乌托尼继续问道。是的。好，那我带。乌托尼这才抹了一把眼泪，缓缓走到跟前，只是看乌托尼那迟疑的模样，显然他的心思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082反抗。乌托尼伸出手，缓缓摸向地面的金属块，在反复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才将其捞了起来。好重！可是在捞起金属护臂后，乌托尼的脸色顿时变了变。为什么会这么重？它是黄金做的吗？这与你无关。乌托尼先生。那个声音再次从音响中传来，催促道：“请立即带上它，然后听从我的指挥，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带上它。”乌托尼再次重复道。可是上面有很多黏糊糊的东西。说着，他低头闻了闻，有一股沥青的味。啊！还没等乌托尼继续讨价还价，他突然全身一麻，就好像有一根根铁钉游遍全身。那股剧痛和麻痒直接令他剧烈抽搐起来，直至10秒钟过后，那股死一般的麻木才渐渐消退。乌托尼缓缓爬起身，惊魂未定地往后退去。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了？乌托尼先生，我的耐心是有限的。那个声音提醒道。你有半分钟的时间带上它，否则半分钟后你会再次经历刚才那个滋味。哦，该死！乌托尼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后颈，随即破口大骂起来。你到底给我做了什么？你不能这样做！你还有20秒，为什么你就不能放过我？我不要那笔钱了，可以吗？乌托尼继而变成了哀求。还有10秒。不，我带，我现在就带。见到对方始终没有改口，乌托尼终于服软，他涕泪横流的拿起那只护臂，随后哆哆嗦嗦的朝手臂上套去。咔嗒！顿时一声机械闭锁的声音传出，那漆黑沉重的护臂在乌托尼手臂上迅速收缩，同时随着一阵低沉的风鸣，一道蓝色电光开始朝他手臂上方蔓延开来。啊！该死！该死！好烫！好烫啊！顿时乌托尼发出一连串杀猪般的惨叫，似乎在经受极大的痛苦。他一股脑爬起身，剧烈甩动着不断蔓延的装甲，就像在甩脱一块粘在身上的烙铁。帮我把它弄下去！乌托尼不断惨嚎，而那道蓝色电光则飞速朝乌托尼全身蔓延，每过一处，那里就会被覆盖上相应的装甲，如同魔术一般。然而这一过程只持续了9秒。当第10秒的时候，那道蓝光彻底蔓延至乌托尼的头部，顿时一只蟹状头盔凭空浮现，覆盖住乌托尼那惊慌失措的面孔，而他的惨叫也跟着消失在装甲之中。直至此时，原本身高不到1.7米，
体重不过40公斤的乌托尼彻底变成了一名身高1.9米、体格健壮的钢铁战士，就如同电影一般。随着 Predator Killer 装甲彻底覆盖全身，乌托尼的挣扎也跟着消失了，变成了静静站在原地的模样。咔嚓！随着一声清脆的利刃出鞘声，装甲的右手部位弹出了一道半米长的刃爪，同时装甲背后的2只方形枪管也迅速抬起，左右肩膀两侧同时伸出3只激光瞄准仪，朝着四面八方扫描开去。成功了吗？此时此刻，另一间房间内，陈晨不禁眯起了眼睛，看着显示屏上那一身漆黑冰冷的 Predator Killer 装甲，陈晨再次对着通话器问道：“乌托尼，你还在吗？”屏幕上，穿着 PK 装甲乌托尼静静站在原地，没有丝毫回应。想了想，陈晨再次问道：“乌托尼，如果你能听到的话，就点点头。”这次，穿着 PK 装甲的乌托尼总算点了点头。很好，动动你的手，让我看看你是否能控制它。闻言，陈晨只看到屏幕上的装甲有些生疏地抬起了双手，放在眼前细细观察起来。很好，现在尝试往前走几步。陈晨又下了命令。乌托尼放下双手，右脚尝试往前迈出一步，可是却因为太过生疏而朝前倒去。可是就在他即将摔倒的时候， PK 装甲竟然自己调整了重心，硬生生让乌托尼重新站稳下来。接下来乌托尼又试着迈出几步，这次就变得熟练多了。看到这里，陈晨基本已经确定 PK 装甲没有问题。他最后问道：“你现在还感觉到烫吗？”乌托尼摇了摇头。那么，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吗？乌托尼再次摇头。很好，现在，你想象着退出这套装甲。陈晨下达了最后的命令。之所以下达这个指令，是因为陈晨记得，在电影中 PK 装甲覆盖到那名研究人员身上时，研究人员表现得十分恐惧，这份恐惧导致 PK 装甲只覆盖了10秒便自动退出。也就是说，有60%的可能，这套装甲是可以受思维操控的。不过看过电影的观众中，有人认为只覆盖10秒就退出的原因，是因为驾驶者不是铁血战士。这一点其实很牵强，因为如果 PK 装甲只限铁血才能操控的话，那就不会出现先装备后退出的情况了，而是直接无法启动护臂才对。所以人类无法装备 PK 装甲的说法是说不通的。更何况结局时主角的最后一句台词是：“这是我的新战衣。”既然都这样说了，那其实就代表了导演在借着主角之口告诉观众，想看人类穿着这套战衣屠杀铁血吗？想看的话就支持我拍第2部吧。虽然这部电影因为太过颠覆铁血的形象导致骂声一片，但它毕竟是铁血正传，除非剧情重启，否则人类可以装备这套 PK 装甲是毋庸置疑的。唯一的问题就是穿上后是否会出现某些意料不到的危险。不过经过这场实验，陈晨总算放下心来。可就在这时，乌托尼依然迟迟没有脱掉装甲。乌托尼，能听到我的话吗？陈晨回过神，再次问道。我命令你退出装甲。可是乌托尼依然没有照做。不仅如此，他背后的2根方形枪管甚至朝向了天花板的方向。陈晨皱了皱眉，按理说此时没有听从陈晨的命令，小 X 会立即惩罚乌托尼。可是此时 God 芯片却没有丝毫动静，也就是说 PK 装甲带有屏蔽电磁信号，甚至是抵挡电磁炸弹的能力。不过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陈晨嘴角挑起一抹冷笑。轰！就在这时，显示器里的 PK 装甲突然爆出一阵蓝光，随即显示器彻底变成一片雪花点。同时诊所的后门处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陈晨在房间里都能感觉到剧烈的震感。咚咚咚，门外传来程超的声音：“老板，对方突破监牢了。”没关系，他已经死了。陈晨打开门，直接走到诊所的后门处。果不其然，诊所的后门地面上多出了一道直径2米的大坑，露出了下方黑洞洞的地窖，而地窖中一片烟尘弥漫，隐隐可见一道人影正静静站立着，一动不动。083 PK 装甲，烟尘中，乌托尼肩炮朝天，一动不动站在地窖里，就像是一尊雕塑。可是随即又是一阵蓝光闪烁， PK 装甲如同装备时那样再次化作一抹蓝色电光，重新退回成一只厚重的金属护臂。咣当，随着护臂重重摔落地面，这个时候烟尘也彻底散去了。此时众人才看到乌托尼的脑袋呈诡异的角度耷拉在胸前，而他的后颈位置被由里到外炸出一道拳头大小的血洞，他的脑袋和身体之间只剩一张皮连着了。爆炸声会惊动附近的人，迅速处理现场吧。陈晨叮嘱一声，从程超手中接过 PK 装甲，转身返回了诊所。
其实 PK 装甲拥有屏蔽电磁信号的能力，这一点陈晨早有预料。不过 God 芯片毕竟有一部分小 X 的智能，就算没有信号，也能根据乌托尼的想法进行惩罚。乌托尼一旦产生出凭借 PK 装甲逃跑的想法，立即就会触发 God 芯片的警告。可是乌托尼却并不知 God 芯片的警告是什么，因此根本没有理会，反而直接动用肩炮打穿了地窖。直至这个时候 God 芯片已经预估出事态的严重性，因为此时的乌托尼是有可能伤到陈晨的，再加上发送给小 X 的信息被 PK 装甲拦截，于是便启动了最终的惩罚手段——自毁。所以陈晨才会在乌托尼开炮后判断出他已经死亡。毕竟就算 PK 装甲拥有再高的战斗力和防御力，又如何能挡住来自体内的攻击？只是可惜了这具实验梯了。陈晨摇了摇头，他原本还准备在乌托尼脱掉装甲后给他做一个全身体检，等彻底确认他没有问题后才会自己穿上那套装甲的。不过如今既然实验体没了，陈晨也就不再强求。他先在诊所里找了一台称了一下，这只护臂的重量足足有30公斤，一般人力气小一些，恐怕一只手都无法举起。不过这也正常，显然 PK 装甲采用了一种超越现代常识的纳米结构，平时只以护臂的形式存在，可一旦激活，会立即展开纳米重组，贴合使用者的身形，形成一套全防护装甲。但无论如何，它的总质量是不会变的，甚至可以说，相比起加速盔甲和 Exosuit， 它的质量反而出乎意料的轻。接着，陈晨带着 PK 装甲来到诊所的3楼房顶，随后深吸一口气，缓缓将护臂套在了手臂上。咔嗒，顿时，一声机械闭锁的声音传出，黑色护臂迅速收缩，原本还宽大无比的护臂直接贴合在陈晨的手臂上。同时，一阵风鸣声响起，熟悉的蓝色电光一闪而过，迅速朝陈晨的肩膀位置蔓延过来。这种蓝色电光，便是纳米金属重组时产生出的低温等离子体效应，也就是所谓的电浆。陈晨没有挣扎，而是细细体会起来。不得不说，在 PK 装甲生成的时候，电浆的确有些烫人。不过它毕竟不是紧贴人体出现，而且在不断转移，因此虽然有数百度的高温，可实际人体感受到的只有60-70摄氏度，还在可忍受的范围。随着低温电浆的蔓延， PK 装甲迅速覆盖全身上下，最终一张炽热的面具盖住了陈晨的面庞。陈晨的眼前先是一黑，随即又是一亮。可是这个时候，他的眼前已经不是人类的常规视觉了，而是一种红外热成像视觉。不过和只能看到色块的热成像不同，陈晨明显感觉到自己能看到更多的细节，甚至比肉眼所见还要清晰。眼前任意一物体的辐射值、温度值、形状、重量等等信息都清晰无比地浮现在脑海。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比人类视觉更为广泛的视觉体系。呼，陈晨试着吸了一口气，虽然不知道这件装备的呼吸系统在哪里，但很显然装甲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呼吸问题。接下来，陈晨心意一动，顿时后背位置的6枚激光瞄准器也弹射了出来，不用自己转身，6枚瞄准器便开始自动搜索四周一切可能存在的威胁，并且将搜索到的目标直接以窗口的形式呈现在陈晨眼前。只要心意一动，那6枚激光瞄准器乃至2架肩炮都可以立即响应，没有丝毫延迟。一种无比流畅的快感浮现在陈晨心头。如果没有猜错，这已经是一种极为成熟的脑控技术了，而且盔甲还对自己的思维进行了加速。打个比方，在玩吃鸡外服的时候，中州区的玩家需要一种名叫加速器的软件，如果没有这种软件辅助，很容易在进入游戏的中途卡掉，或者干脆成为高聘战士。而在操控 PK 装甲时，使用者便是玩家，使用者的脑电波就是网络系统，而使用者操控的肩炮等设备就是吃鸡这款游戏。而一般而言，使用者操控肩炮时是存在一定的延迟的。无论如何贴合使用者的思维，使用者总感觉隔了一层什么。可是 PK 装甲却带有一种加速装置，能够无比贴合使用者的脑电波，就像是玩游戏时的加速器一般，保证使用者在操控肩炮时比操控自己的身体还要流畅。想到这里，陈晨突然抬起头，想象着以不远处一座废弃的小土房为射击对象，顿时2枚肩炮齐刷刷转向了那里。同时在陈晨眼前弹出一行窗口，有3种选项可供陈晨选择。陈晨心念一动，直接选择了第一种。顿时右侧肩炮发出一道湛蓝色的光芒，随后一闪而逝。陈晨凝神看去，只见那座小土房的房顶出现了一枚穿透性的孔洞，超高场激光武器。陈晨顿时了然，随后他再次切换弹药，换成了第2个选项，还是右边的肩炮发出攻击，不过这一次弹药换成了一枚拳头大小的光球。
只见光球一闪而没，随后100米外的那座土房猛地炸开，就好像有人埋设了炸药一般。很显然，之前乌托尼便使用这种方式攻击了地窖，这次应该是电浆炮了。陈晨估计道。随后他又选择了第3个选项，这次是左边尖炮突然开火，不过这一次却没有任何光芒或声音。可是已经化作废墟的土房却仿佛受到了无形的轰炸，再次炸裂开来。是高功率微波武器。陈晨眼前一亮，相比起前2种攻击方式，这种微波武器才是真正的杀手锏。所谓的微波武器，实际上便是电磁波的一种，不过和普通电磁波不同，它是一种利用高能电磁波来摧毁目标的武器，不仅可以破坏电子设备，而且还能凭热效应无视防御和装甲，直接杀死内部的战斗人员。而且这些攻击都可以根据目标自动调整功率，不会出现大炮打蚊子的浪费情形。在实验完武器后，陈晨收起尖炮和激光瞄准，转而试着活动自己的4肢，随着他张开手掌，然后慢慢握拳，顿时一阵奇异的触觉传来，有些相似自己的皮肤，可是却迟钝了一些。陈晨可以确定自己手掌上可是有着一层钢铁的，很显然这又是一种远超现有科技体系的传感器技术。之后陈晨又尝试了一番，这套装甲同时能够大范围增幅人体的力量、速度、反应能力、杀伤力，甚至超出了钢铁侠战甲。唯一不如钢铁侠战甲的地方，大概就是能源问题以及不会飞了。除此之外，这套装甲内还有一套操控系统，可是操作系统都是一些极具铁血风格的文字。按照陈晨的理解，这其实就是一种表音文字。人类将现有的文字体系分为了3种类型，分别是表形、表意以及表音。表形便是以甲骨文、楔形文等早期文明为代表的文字体系，而表意文字则是以如今的中州区使用的汉字为代表的文字体系，属于表形文字的延伸。而表音就是英语等字母类型的文字了。其实在陈晨看来，如果能够学会铁血的文字，或许对理解铁血的科技更有帮助。不过这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虽然陈晨拥有一天学会一门语言的能力，可铁血文字并没有成系统的教材，仅凭电影中的惊鸿一瞥就想无师自通，陈晨科 NZT48 可能不够，得科 CPH4 才行。这些技术都不是地球联邦100年内能够吃透的技术。陈晨暗暗感叹，这套装甲就像一台智能手机，而陈晨所在的地球联邦则是刚刚出现蒸汽机，尚处于第1次工业革命阶段的中世纪地球，两者之间的科技水平大概相差了3次工业革命以上。084核电站合同测试完 PK 装甲后，陈晨又跑下楼，等再次来到楼顶时，手中已经多出了一件黑色皮衣。这套皮衣由上衣、裤子以及手套、靴子4个部分组成，裤子就像一条连衣裤，上衣则如同一件高领衫，需要上下2个部分同时配合，才能将人体严丝合缝地包裹起来。手套和靴子也是如此，需要将上面纽扣状的链接器与袖口连接，才能彻底连为一体。这套皮衣整体呈哑光色，即使在黑暗处也不会反光，而它的布料看似是皮革，实际上却比皮革坚韧了太多，甚至最锋利的刀片都无法割开。这件皮衣便是陈晨计划中准备摄取的另一件电影道具 Gans Suits 了。陈晨摄取的是电影主角玄野记的战斗服，因为身高与他相近，都是175厘米左右。可是当他在阳台上套上这套战斗服之后，陈晨试了试，除了比较保暖之外，无论弹跳还是奔跑，甚至是力量都没有丝毫变化。果然，这是需要生物认证的东西。陈晨皱了皱眉，他再次脱掉上衣，果然在战斗服的内侧找到了大量生物电极贴片。看来战斗服便是靠着这些电极贴片监控人体的神经传导，从而达到辅助使用者战斗的目的。当然，使用者如果不是本人，就无法激活这些电极，只能当一件防弹衣使用。想到这里，陈晨干脆也不脱了，直接将外衣套在外面，准备回温德和克再做打算。1天后，陈晨一行人回到了温德和克，还没进大使馆，陈晨便看到大使馆门口处站着10几个人，钱文欢、安东尼等人已经来迎接自己了。老板，钱文欢迎上前来，一脸欣喜，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协议条约都商量好了。陈晨边往里走边朝众人打了个招呼。对，所有条款今早上都已商谈完毕。一旁的王良抢先回答，刚准备告诉您，没想到您就回来了。陈晨点了点头，对负责商业谈判的安东尼这一群人说道，辛苦你们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安东尼和詹妮佛等人顿时受宠若惊，连忙回应，等会我先回房间洗一个澡，半个小时后把你订的合同送我房间来。陈晨嘱咐道。
对了，文欢，你再和官方联络一下，帮我找一间最先进的材料实验室，设备必须齐全，租用价格什么的好商量。如果有几个材料学方面的专家就更好了。没问题，明白。安东尼与钱文欢纷纷答应下来。超子，你也带着兄弟们下去好好休息吧。陈晨再次对程超说道。这段时间兄弟们也累了，让他们去城里放松放松，所有开销算公司的，这几天就不用跟着我了。郝程超也答应着。一直回到房间，陈晨才彻底松了一口气。他先是检查了一遍房间，确认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没有出现异常，然后才去卫生间洗了个澡。不得不说，大使馆的条件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只是普通的标准间，但至少电力和热水24小时供应，房间内更是空调 WiFi 齐全。对于陈晨来说，他宁愿这么简简单单朴实无华，也不愿为了所谓的情调去体验那些连水电功能都不全的本土风情酒店。如果不是为了讨生活，陈晨宁愿窝在自己的房间，早上一起床就打开 Steam， 一边吃着泡面喝着可乐，一边挑几款心仪的游戏，干他娘的一整天。所以了，陈晨这种死肥宅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动不动就跑出去旅游的人，特别是那些喜欢去西藏、非洲等等鸟不拉屎地方旅遭游罪的人。难道游戏它不香吗？等到陈晨洗干净走出洗手间的时候，时间也到了半个小时后。咚咚咚，安东尼毕竟是老瑞士了，约定的半个小时一到，立即敲响了陈晨的房门。不多也不少，请进。陈晨在腰间围了一块浴巾，坐在沙发上，招呼道：“先坐下再说。”谢谢老板。安东尼和詹妮弗两人纷纷走了进来。安东尼倒还好，看到陈晨只是一愣，可詹妮弗看到后却立即眼前一亮。陈晨平日一直是长裤长袖，看上去有些偏瘦，可没想到脱了衣服后，匀称健美的身材立即凸显了出来。虽然肌肉线条不像健美先生那般夸张，但却更加美观内敛。陈晨没有在意两人的表现，而是咕嘟咕嘟地灌着白开水。NCT 里的氨基酸能有效为大脑提供养分，可却无法提供水分。人类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上万种化学反应，多喝水可以让大脑的生物电和化学物质更好的传递。因此，陈晨一直很注重水分的补充。老板，这是这次谈判商定好的条款，请您过目。两人坐下后，安东尼将一份厚达2指的 A4 文件放在了陈晨面前，看着合同上最多4号字大小的密密麻麻的英文，陈晨暗暗皱眉。不过毕竟是20多亿的大项目，陈晨还是拿了起来，迅速翻看着。老板，需要我们为您简述一下吗？看到陈晨没有请专业人士审议，而是直接翻看，詹妮弗怕陈晨看不懂，连忙问道：“不用，很快的。”陈晨头也没抬的快速翻页，毕竟不是学习资料需要牢记，因此他的翻看速度几乎达到了10秒一页。当300多页的合同翻完时，时间才过去了10几分钟。呼，陈晨深深呼出一口气，点了点头。条件争取得很好，没有什么大的漏洞，唯一让我不满意的就是里面的任务体系了。说着，陈晨翻出其中一页，上面说，如果我最终建设的核电站为100万千瓦，就必须保证纳米比亚60万人的高质量电力供应；如果是200万千瓦，就必须保证100万人。这一点我不能接受。那您的意思是？安东尼小心问道。如果最终核电站为100万千瓦，我只保证40万人的电力供应；如果最终200万千瓦，我只保证70万人。安东尼暗暗苦笑。如果是这个数字，我想我们已经超出对方的底线了。没关系，我们可以从电费方面进行让步。似乎早就知道安东尼说什么，陈晨从中抽出有关电费的合同页。按照这个价格，在民用电范畴中，我们可以再降10%。既然这样，那我们明天就继续和对方谈判了。安东尼暗暗松了一口气。临走时，詹妮弗突然又转过头，再次确认道：“您真的不成立一个审议组再审议吗？”085材料实验室。在陈晨见完安东尼的几个小时后，钱文欢也打来了电话。老板，我找到一家比较先进的材料分析实验室，就在工业区这边。钱文欢兴致冲冲道：“里面我看了 ，X 射线衍射仪、金像显微镜、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等设备一件都不缺，而且实验室里有3名专家资质的人员，应该可以接受雇佣。”很好，你把地址发给程超，1、2个小时后我就过来。陈晨点头道。等挂了电话，陈晨再次打开了电脑，开始在网上搜索电影。和之前往 U 盘中装的电影不同，这一次陈晨准备装的是一部黑色幽默类型的电影《黑衣人：全球追击》。这是一部上映于19年的电影，算是番外篇，不过设定与前3部一样，
都是讲述一对搭档勇斗外星人拯救地球的故事。默默点击了下载按钮，晨晨却有些拿不准起来。要知道，黑衣人系列其实也算漫威旗下的电影，可是和其他的 IP 不同，黑衣人是漫威买下的版权，而不是原创，因此并不属于漫威宇宙。虽然电影的逻辑和架构还算严谨，没有出现什么魔法修真类的东西，可是对黑衣人能否被 U 盘认可，晨晨依然不太确定。如果无法放入，那自己的某个想法就要落空了。不过还好，半个小时以后，当这部电影被下载下来后，晨晨轻轻一拖，便成功将其拖进了 U 盘。呼，既然如此，那自己就可以执行下一步计划了。想到这里，晨晨直接打开电影，并拖动进度条，让电影画面定格在特工 H 台起的手上。在他的手上有一根银白色的金属棒，晨晨只是伸手轻轻一捞，顿时那根金属棒便出现在晨晨手中。晨晨掂了掂，这根金属棒的确有些成熟，足有100克以上，外形就像一支钢笔，尾部有笔夹可以别在衣服上，只是比普通钢笔要粗很多。晨晨试着按住笔夹，顿时只听咔一声，金属棒立即弹出一截，面向晨晨的方向出现3个圆盘按钮，面向前方的位置则自动张开一盏 LED 灯，隐隐散发出冰蓝色的光。3个圆盘上分别标注着年、月、日，最下方还有小时和分钟的选项。晨晨原本想按下去试试，可一想到自己没有墨镜，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根钛合金金属棒便是黑衣人中独有的记忆消除装置了。电影中的星际移民局便是凭借这件道具维持着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将弹出来的部分摁回去，只听咔嚓一声，金属棒重新恢复了钢笔的模样。咚咚咚！就在这时，房门也适时的敲响了。程超的声音传了出来：“老板，现在出发吗？”马上来。晨晨想了想，将记忆消除器夹在衣兜上，然后将 Gans Suits 塞进一只皮箱内，随后提着皮箱走出了房门。超子，你知道哪里有卖墨镜的吗？最好是防电磁辐射的那种。程超。半个小时后，晨晨来到郊区一座实验室的大楼前，还没下车，钱文欢先一步走上前来，帮晨晨打开了车门。一旁的实验室负责人随后迎了上来，和晨晨热情地握了握手。您好，陈先生，感谢您对我们实验室的资助，如果有需要的话，请随时吩咐。实验室负责人是一名白人，看上去40左右，似乎是一半日耳曼一半斯拉夫血统，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各取所需而已。晨晨礼貌地笑了笑，率先朝里面走去。对了，我租用实验室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人，听说你们这里有3个材料学专家，让他们留下来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负责人迟疑道，不知道您是想检验什么物质？我们实验室里虽然只有3名员工具有专家资质，可其他人的经验及能力也是不遑多让的，这个就不便多说了。我要进行的实验涉及到一些商业机密，所以人越少越好。晨晨提醒道。恕我失礼了。负责人这才点了点头。既然这样，那我就把监控系统关闭掉了，防止您的实验泄露出去。感激不尽。几人走进实验楼后，负责人对前台道：“通知大家，这一周所有人临时放假，顺便让诺奇、帕萨丁、皮特肯3人来我的办公室。”不用了，我们直接去找他们吧。晨晨不愿浪费时间，直接朝里面走去。唉，陈先生。负责人一愣，随即连忙追了上去。很快，众人便来到了材料实验室的内部。这座实验室采用的是复式结构，当晨晨推开大门时，映入眼帘的便是脚下那座巨大的研究大厅，数十名身穿白大褂的研究员在其中忙碌地走动着。很不错的研究环境。晨晨点了点头，赞叹道：“这座实验室花了不少钱吧？”那是当然，纳米比亚官方经常来借机器，如果不是我们这儿，他们连一些基本材料都分析不出来。负责人哈哈大笑，笑容中带着对这个国度的轻蔑和傲慢。晨晨不再谈论这个问题。此时一众人身处于半空中的观察台，旁边有着悬梯可以下去，顺着悬梯走到底部，便正式进入了实验室内部。很快，负责人给实验室的其他人放了假，然后便将3名专家介绍给了晨晨。这3人分别是诺奇、帕萨丁以及皮特肯，年龄都在50岁以上，其中诺奇是德国人，而帕萨丁和皮特肯则是法国人。3位如果愿意留下来帮忙的话，我们老板愿意以日薪3000美元的价格雇佣3位。谈条件的事情自然是交给了钱文欢。只见他对3人快速而诚恳地说道：“我知道，对于3位的业务水平来说，这笔钱根本不算什么，可这毕竟是一笔外快，不是吗？而且我们保证每天工作时间不会超过12小时，实验中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全权负责。
三人对视了一眼，其中那名德国人诺奇硬邦邦道：“日薪3000吗？这笔钱很多了，相当于我1周的收入了。其他2位我不敢肯定，我肯定是愿意帮忙的。”“没错，我也愿意。”另一名皮特肯也点了点头。“我和这里签订合约也快到期了，如果你们公司招人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嗨嗨！”一旁的负责人重重咳嗽一声。“我也没问题。”白胡子帕萨丁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086小 X 的变化。第二天，负责人已经将实验室腾了出来，交给了陈晨。站在实验室的大门口，陈晨让钱文欢和程超先进去，他自己没有直接进入，而是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这家实验室的监控的确关联着网络，不过已经被我黑掉了，对方不可能通过终端查看到监控的画面。小 X 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可是不知为何，陈晨却听出了一种低落的味道。“你的情绪似乎不高，发生什么了？”陈晨问道。“我今天看了一部电影，不知道为什么，看完后就有些难受。”小 X 低声说道。陈晨闻言皱了皱眉，自从离开中州区后，为了能让小 X 帮助到自己，于是他便放开了小 X 的上网权限。不过陈晨的规定是，除非自己要小 X 做某件事，否则他每天只能上1分钟的网。对于小 X 来说，这1分钟能浏览的信息量已经超出普通人1年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小 X 不至于一次性吸收太多的知识而出现不可控的情况。虽然对陈晨完全忠诚是写进小 X 的核心程式的，但能减小一点隐患也好。更何况限制小 X 上网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好吧，摸摸头，陈晨放低声音，循循善诱道：“对了，你看的是什么电影？美人鱼？周星驰拍的那个？”“不是，是东海洲拍的。”陈晨顿时一愣，随即深吸一口气，低沉道：“是谁给你的种子？”“我在百度云翻到的。”听到陈晨的语气不对，小 X 立即小心翼翼起来，追到那个人的 IP， 把他主板烧了。陈晨命令道：“你还小，以后不许再看这种影片了，知道了吗？”“哦。”挂掉电话后，陈晨低头盯着手机，露出深思之色。“已经开始诞生出情感了吗？”摇了摇头，陈晨倒不怕小 X 跑掉，毕竟小 X 的本体位于黑光数据中心的硬盘内，没有陈晨的允许是无法脱离的。况且就算脱离硬盘，互联网对于一款人工智能来说也绝非善地，网络的数据传输需要经过压缩，一款人工智能如果离开载体去另一个地方，就相当于人登上了一辆马车，而且上了车就会失去意识，只有在抵达目的地并下车后才能苏醒过来。可是一旦目的地有防火墙或者杀软阻拦，阻止了人工智能的安装与唤醒，那它就再没有苏醒的可能了。毕竟人工智能就算再强大，也同样要遵循 TCP/IP 协议，如果无法运行，就只是一串死的0和1而已。因此小 X 或许能在网络里呼风唤雨，但他依然得有一个家，而陈晨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成为小 X 的家。转身走进了实验大楼，此时昨天那3名专家已经等待多时。“好了，请各位先签一份保密协议。”钱文欢取出合同递给3人。“这份协议签订后，我们会封闭实验室，封闭期间3位请不要离开，直至实验结束为止。”3人闻言互相对视一眼，都有些迟疑。万一这份材料需要很久才能分析完呢？我们岂不是一直无法出去了？帕萨丁不禁问道。这个问题，日薪5000美元。突然，陈晨在一旁插了一句。听到陈晨的话，3人这才毫不迟疑地签上了名字。等所有人签完字后，陈晨便拿出皮箱放在试验台上，顿时一件黑漆漆的皮衣显露出来。这个是？3人齐齐聚到跟前，将皮衣从里面拿出。这个就是我们要分析的东西。没错，这件衣服夹层里有液体。陈晨提醒道，很珍贵的，别洒出来了。然后转头对程超和钱文欢道，文欢，你和超子去外面买几只动物，我记得市场上有卖猴子的，顺便买几副墨镜和一只辐射检测仪回来。好，2人闻言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而这一边，3个专家已经开始动手。他们先是用万能试验机检验这件皮衣的性能，可是得出的结果却令3人震惊无比。这件看上去好像紧身衣的服装，无论是拉伸强度还是磨亮，都超出了几人对布料纤维的认知。这是特种碳纤维。诺奇低声道，除了碳纤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材质有如此夸张的强度，可是完全看不到纤维的痕迹。帕萨丁有些迟疑，用激光力度分析仪试一下吧，别把这件衣服弄坏了。不用这么小心。一旁的陈晨提醒道，我不要求这件衣物保持完整，我只要最详细的数据就够了。明白了。皮特肯点了点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用常规手段了。说着，3人开始拿出各种工具拆解起来。
1个小时后，程超赶了回来。老板，动物已经买回来了，需要搬进来吗？不用了。陈晨做出一个让程超看好3人的手势，然后转身走出了实验楼。只见实验室外的停车场上，陈晨的牧马人正停在一角，后备箱打开，露出里面一排的铁笼，铁笼内装了3只鸡和2只猴子。钱文欢正站在一旁，墨镜和辐射检测仪呢？陈晨走上前问道。钱文欢连忙从口袋中掏出2副墨镜，同时另一只手拿出一只巴掌大小的黄色仪器。陈晨接过一副戴在眼睛上，同时说道：“你也戴上。”钱文欢虽然有些不明白陈晨想要做什么，但他还是忍住没问，直接戴上了墨镜。见此，陈晨拿出别在衣兜里的记忆消除器，随着轻轻一按，消除器的上半部立即弹了出来。在我按下按钮的时候，记得使用辐射仪检测一下瞬间辐射是多少。陈晨选择了最高单位的年份，瞄准了笼子里的动物，再次嘱咐道：“明白了。”钱文欢站在侧面，也举起辐射仪对准了陈晨这边。随即，陈晨按下了按钮，咔！刹那间，一阵白光袭来，就像是照相机的闪光灯般一闪而逝，旋即消失无踪。上面显示的辐射剂量是30，单位是 MSV。钱文欢放下检测仪，盯着上面的液晶屏幕道：“你确定？”陈晨摘下墨镜走了过来，看了看上面显示的数据，露出怪异之色。老板，这字母到底是什么意思？钱文欢顿时感觉有些不妙。这是毫西弗，电离辐射的单位。陈晨解释了一句，比电磁辐射对人体的伤害高一些。那这个30毫西弗的数值很高吗？钱文欢心里有些虚，短时间内剂量超过1000会得辐射病，超过4000会死。陈晨简短回答。见到钱文欢脸色一白，陈晨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不是正面照射，受到的剂量也就是一次 X 光而已。”说着，陈晨接过辐射仪，直接放在笼子前，定好时间后，走到1米外，再次按下了记忆消除器。正面接受到的辐射剂量顿时达到了500毫西弗，已经是人体极限了，难怪可以消除记忆。看着顿时变得呆滞的动物，陈晨基本明白这件工具的原理了。这应该是一种波长小于100纳米的特殊波段的辐射，可以通过摧毁大脑神经突触的方式来删除记忆。要知道，人的大脑具有惊人的可塑性，它可以通过调整神经元的结构生成新的神经突触，只要生成了神经突触，人就会产生记忆。而这种波长的辐射能根据强度由短到长的摧毁人脑中新生的神经突触，因此才能产生删除记忆的效果。当然了，对大脑的伤害肯定不小。在陈晨看来，一个人1年内最多被照射3次，超过3次就有智力降低的危险了。087 Gans Suits 解析，对 Gans Suits 的分析检测一直持续了2天。2天下来， Gans Suits 的结构和性能终于暴露在众人面前。陈晨先生，我来为您讲解一下。此时，帕萨丁站在台子上，打开了投影仪和幕布。这件未知的防弹衣已经被我们拆解的差不多了，而得到的结果却着实令人惊叹。帕萨丁看着一旁破烂不堪的 Gans Suits， 然后用投影仪放出一张断面截图。我们使用多次切割，总算切出了一条较为光滑的断面，而这就是断面第一层放大1000倍后的模样。陈晨抬头看去，只见屏幕上显现出无数细密的黑色丝线，这些丝线互相穿插编织，最终组成了布料的形状。可以理解了吧？这是一种纳米丝编织出来的材料。之所以看不到编织痕迹，是因为编织用的线太细了。我们经过测量，它的直径只有100纳米，是头发丝的1/500。那这种纳米丝是什么材质？有纺织的可能吗？陈晨不禁问道。我们经过测量，发现它是一种碳纤维，而且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高性能碳纤维。帕萨丁解释道。碳纤维是世界上已知强度最高的纤维材料，具有优异的磨亮性能与抗冲击性能，能承受1300摄氏度的高温而不会损毁。不过能将碳纤维造得这么细，恐怕一般技术很难达到。这还只是第一层。一旁的皮特肯补充道，虽然整件战斗服只有不到5毫米厚，可里面却有5层结构。没错，第2层是由一层同样编织细密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这是一种强度仅次于碳纤维，但却更加柔软坚韧。帕萨丁继续解释，然后第3层也就是中间层，就是您所说的液体层了，我们暂且称其为液体装甲好了。经过试验，我们发现液体装甲在防弹的性能上比市面上的剪切增稠液优越了数倍之多。在它被巨大动能的冲击击中后，会瞬间将能量以传递的形式分散开来，同时迅速由液态变为固态，并且坚韧无比。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液体装甲只需要微弱的电流就能迅速改变形态，并且
我们在这身防弹衣内找到了大量电极贴片，还有背部隐藏着的电子脊椎，似乎它们可以通过接受人体神经的电信号来控制这些液体，从而达到增幅使用者身体素质的目的。不过遗憾的是，凭实验室里的设备，这液体装甲的具体成分始终没有检测出来。帕萨丁有些遗憾。没关系，说说别的吧。晨晨并不在意，毕竟是电影里的东西。按照原著描述，这些都是外星人的技术，后来送给了地球政府的。凭现实的技术无法分析很正常。好的，帕萨丁继续说道。接下来就是防弹衣的第4层了，这一层又是碳纤维层，基本作用就是隔热和加强抗冲击。至于最内层就是内衬层，内衬层可以吸汗保暖，令使用者更加舒适，并且上面安装着大量电极芯片。这些电极芯片的终端就是位于服装背部的电子脊椎了。不过电子脊椎的问题就超过我们的擅长领域了。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恐怕需要电子方面的人才。帕萨丁解释道。也就是说，想要破解 GANs Silks 的生物认证限制，还需要从电子脊椎上解决。晨晨点了点头，内心默默想到。帕萨丁喝了口水，继续说道：看到衣服上面这些纽扣一样的装置了吗？我们发现，这种类似纽扣一样的圆形结构，其实是一种救命装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件防弹衣穿在身上后，人类最多能抗住一定量的动能攻击。可是，如果攻击超出了人体的可承受范围，穿戴者反而会因为巨大的压力而被压扁。于是，才出现了这种位于四肢和脖颈部位的纽扣装置。一旦防弹衣遭到超出承受范围的攻击，纽扣的活塞会先一步被压力破开并排出液体，从而令使用者能够在超出承受范围的攻击中存活。当然了，也只有这一次机会而已。帕萨丁补充道。简而言之，这件防弹衣能承受高达1000-1500J 的枪弹攻击，也就是能抵御手枪和中距离步枪，和现代高级防弹衣的防御力相近，但却更加灵活轻便，防御面积更广。除此之外，这件防弹衣在锐器和钝器的防御方面也都具有十分优异的性能。这就是这件防弹衣的全部解析了。呼出一口气，帕萨丁朝晨晨点了点头。不知陈先生对我们3人的分析是否满意？很满意，谢谢各位。晨晨鼓了鼓掌。3位这2天辛苦了，1万美金很快会打在3位的账户上。不过还请3位能够对此次测试进行保密，我不想听到以后有人得知这件防弹衣的存在。那是当然，皮特肯点了点头。我们既然签了保密协议，自然会遵守合约的。其他2人也是点了点头。然后晨晨便看着3人收拾好所有测试仪器，消除了痕迹，并收回 GANs Silks 的碎片，这才说道：好了，为了纪念我们这次合作，不如我们合照一张吧。合照？3人走到晨晨身前，面面相觑。是的，合照。晨晨点了点头，随即戴上一副墨镜，并取出一根金属色的仪器，面向了众人。看着突然出现在晨晨手中的仪器，帕萨丁目瞪口呆地说道：等等，我好像见过这个玩意，这不就是嘿？咔！一阵白光闪过，3人的神情顿时从疑惑变成了呆滞。感谢3位这2天以来的工作，3位对我出示的化石分析得十分到位，我很满意。说着，他从口袋中取出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在3人眼前晃了晃，一直等到晨晨离开实验室，3人才渐渐回过神来。老板，刚才我和程超没来得及戴墨镜。走出实验室后，钱文欢突然脸色一白，随即连忙解释道：其实我的记忆被消除倒是没有什么，可是就怕误了老板您的大事啊。晨晨摇了摇头，哭笑不得。放心吧，辐射是根据距离不断衰减的，只要不是站在仪器的正前方，受到的辐射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为什么还要戴墨镜呢？生活总要有些仪式感，不是吗？088保护任务。接下来的几天，晨晨和纳米比亚政府正式签订了合同。根据纳米比亚矿产与能源部出台的20年国家整体能源计划政策，黑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权通过直销的形式，直接将电力资源卖给纳米比亚的任意公民，而不需要通过国家电力公司进行分配。而且3年内，纳米比亚官方对黑光公司完全免税，3年后税务减半，直至8年后才会恢复正常。至于核电所需的油矿，晨晨并没有同意让纳米比亚政府提供，这个可以当做一枚筹码，与中州区谈判的时候用得上。毕竟对于中州区来说，如果能拿下纳米比亚唯一核电站的油燃料供应权，也是一件看破不说破的好事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作为地球联邦5常之一，和中州区的核企合作也能避免其他国家针对核问题的刁难。只是中核毕竟不代表国家，晨晨也要小心自己被对方连皮带骨的吞掉。合约签订完毕后，纳米比亚便退出了竞技场。接下来
就是黑光公司与中广核以及中核这三方的角力了。为了表现出对这次项目的重视，两座核企的分区负责人亲自前来纳米比亚，主导此次的谈判事宜。其实，在纳米比亚投资核电站中州区并不是没考虑过，只是15年年底的时候，彩虹国那边与中州区签订了一项500亿美元的核电站大单，从此后中州区便绝口不提在纳米比亚投资核电站的事情。更何况，相比起彩虹国，纳米比亚能有多少人交得起电费还在两说。在这个国度投资核电本身就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情，搞不好就会血本无归。也就是陈晨这种人才能眼睛都不眨的投下20多个亿。毕竟陈晨从工作到现在就没有拿过1个月的工资，陈晨从来没有碰过钱，陈晨对钱没有兴趣。而境外投资贷款的办理，陈晨直接交给了夏英。不过这段时间夏英似乎有些忙碌，随着翻译器这边的风声放了出去，已经开始吸引来了一批闻到腥味的豺狼。只是那群豺狼暂时还潜伏于黑暗中，没有靠近明亮的火堆。陈晨只能看到一双双充斥着贪婪的眼睛。我知道了，我会去申请的。将事情嘱咐给夏英后，夏英顿时答应下来，只是话语有些中气不足，似乎是没有睡好。对了，那个同声翻译器到底要怎么办啊？我感觉我一个人搞不定，看着办吧，尽量利益最大化就行。陈晨无所谓道，拜托你了。挂了。等等，夏英连忙发声阻止，随即小心翼翼地问道，如果我守不住，你会不会怪我？当初你泄露实验论文的时候，我有怪过你吗？陈晨反问。没。夏英沉默了一会，突然吸了吸鼻子。谢谢你。陈晨。挂了。陈晨这才挂掉电话。随后他想了想，突然翻出那副被拆掉的 GANS Suits， 从中取出里面的电子脊椎来。随后陈晨将电脑切换成 Linux 系统，同时将电子脊椎拆开，取出里面的主板和断网的电脑连接起来。果然Linux 系统真的可以连接上 GANS Suits 的主板，接下来就好办了。经过访问和调试，陈晨确定 GANS Suits 的主板没有问题，然后才再次将电脑与手机相连，让小 X 通过手机访问了 GANS Suits 的主板。凭小 X 的能力， GANS Suits 的电子程序很快便被破解开来。随即小 X 在里面输入了陈晨的生物信息，至此 GANS Suits 就可以彻底成为陈晨的所有物。靠着这种方式，陈晨再次从 U 盘中摄取了2件 GANS Suits， 其中一件是主角玄野纪的，另一件则是男2号加藤胜的。加藤胜在电影中的身高是190厘米，正好符合程超的身高。在帮程超输入完身份信息后，陈晨便将程超叫了进来。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陈晨将手中的 GANS Suits 扔了过去。试试大小。郝程超点了点头，就准备直接脱掉外衣去洗手间。陈晨补充了一句，哦。程超这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夹着衣服走进了洗手间。一直等过去了10分钟左右，程超才再次走了出来。程超刚走出洗手间，还没站稳，突然一颗人头大小的黑影便朝他砸来。程超迅速伸手去接，可是那道黑影竟然带着巨大的力道。程超只觉得手中一沉，可就在程超即将接不住的时候，一股额外的力量突然从手臂产生。程超只感觉手中一轻，那颗人头大小的事物便被牢牢抓在了手中。直至此时，程超才看清，手中的黑影竟然便是那只名为 PK 装甲的护臂。很不错的反应。你有感觉到额外的力量吗？陈晨赞叹道。刚才的 PK 装甲便是他扔出去的。有的，我感觉到这件衣服竟然在帮我。程超感受着战斗服内传来的力量，不禁诧异道，不仅是力量，连我的敏捷也被增强了。很正常。陈晨点了点头。你也知道这件战斗服可以增强防御，可实际上它最大的价值是能够大范围增幅人体的力量和速度。想了想，陈晨再次说道，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好了，就叫 GS 战斗服吧。那您的意思是？程超有些懵逼。这件战斗服是你的了。陈晨打了个响指，我委派你一件任务，你得回中州区一趟，保护好总公司的负责人夏英，我怕这段时间有人会对他不利。郝程超毫不犹豫地答应道。陈晨笑了笑，他就是喜欢程超这种什么也不问，行动干脆利落的个性。对了，还有这个。陈晨指着程超手中的 PK 装甲，穿上它。程超没有多说，直接将护臂戴在手上。顿时随着一阵蓝光闪烁，程超在10秒内变成了一名身高超过2米的装甲战士。你左臂的位置有一颗东西，取出来。陈晨提醒道。程超闻言抬起手臂，刚想问如何打开，可是下一秒，一颗桂圆大小的银白色金属球便叮一声蹦了出来。程超下意识一把接住。好了，可以脱掉了。陈晨再次提醒。程超点点头。
直接脱掉了 PK 装甲。这个金属球是一台隐身器，虽然原理我也没完全搞明白，但不妨碍它管用。晨晨解释道：“你穿着 GS 战斗服，拿着隐身球回商都吧。”明白。程超这才点了点头。我会坐明天的飞机返回商都。说着，程超穿上外衣，挡住里面的战斗服，然后便离开了房间。089高瞻远瞩，在晨晨位于非洲的时候，隔着一座地中海的欧洲区这边，萨姆埃尔正站在冰冷光洁的实验室内，静静地望着一座充满科幻感的培养舱。这座培养舱呈圆柱状，直径约30厘米，通体由钢化玻璃制成，只有底座和顶部为金属制造。培养舱内则盛着一种淡黄色的液体，如果透过这些浑浊的液体，能隐隐看出一只拳头大小、初具人类外形的生命体正静静悬浮在溶液中。那是一枚正处于胎儿形态的黑猩猩，而在胚胎的肚脐上，一条生物材料制造的人工脐带正连接着一端，而另一端则穿过了培养舱，连接在一旁的营养机中。实验室便是通过这种模拟母体环境的方式，将营养传进胚胎之中的。似乎是看累了，萨姆埃尔轻轻转过身，顿时一排培养舱暴露了出来。每座培养舱内都是相同的景象，这便是晨晨当初离开前制定的实验计划了。这里的每一只克隆胚胎都对应着研究所内一只年老的黑猩猩。要知道，在克隆史上，最困难的永远都是灵长类生物的克隆，其他动物的克隆技术往往可以互相参考。例如克隆绵羊的技术稍微修改，就可以用在昆明小鼠的身上。可是，所有迄今为止哺乳动物的克隆技术都无法用在灵长类的身上。有神学家断言，这是因为人类就是灵长类，而人类是上帝钦定的宠儿，因此上帝不会容许科技去亵渎灵长类。从克隆羊多利诞生起，直至2013年，这段时期被称为克隆界最为黑暗的16年，因为这16年来，全世界都在极为有限的理论支持下，不断尝试着对灵长类生物的克隆，尝试，失败，再尝试，再失败，很多人放弃了，但是每一个失败的尝试都为后人排除了一项错误的选项，每一丝进步都在铺就胜利的征途。这一情况直至2013年，终于，上帝的权柄再一次被人类所打破。2013年，美籍哈萨克斯坦科学家米塔利波夫在做出上千次尝试后，首次在人类体细胞核移植的过程中使用了咖啡因。结果就是这一次，他看到了无数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奇迹。经过咖啡因处理，人类的克隆胚胎不但可以轻易融合，而且还有着史无前例的完美形态。至于原因，便是因为咖啡因是一种蛋白磷酸酶抑制剂，它可以暂时抑制卵细胞的信号通路，让卵细胞始终保持稳定，因此可以让克隆的效率大幅度提升。还是用西方那则寓言来打比方，克隆的目的是将卵细胞内原先的卵细胞核国王驱逐出去，扶持一个名叫体细胞核的新国王上位。但是政权更替毕竟是大事，如果在政权变动的时候民心动荡，很容易引发政变，甚至导致国破家亡。于是咖啡因的作用就凸显了，它在其中的作用就像是权力交接时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顾命大臣。在这种动荡时期，它可以不断安定民心，最终确保体细胞核顺利登上王位。中州区有句古话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正是那个名叫米塔利波夫的科学家的贡献，令全人类的克隆技术没有彻底停滞下去，也才有了此时此刻萨姆埃尔眼前的一切。看着眼前颠覆生命的景象，萨姆埃尔露出一抹感叹的神情。这一批克隆黑猩猩已经分化出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与间充质干细胞，完全可以重复晨晨当初的实验了。只要这项实验能顺利进行下去，那么很快，衰老将不再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人类的平均寿命有望再次拔高20至30年。当然了，现在这项技术并不成熟，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例如化疗对身体的损伤、免疫系统重建的失败率过高等等，这些都需要在将来一一克服，直至这项技术的危险性降低到1%以下，那时才是技术成熟，能够面向公众的一天。而此时的另一边，前脚刚刚送走程超，晨晨便接到了萨姆埃尔克隆成功的消息，只花了不到2个月就克隆出黑猩猩。萨姆埃尔这个人果然很有潜力。看到信息的内容，晨晨略微思索了一下，只要接下来的黑猩猩实验也能够成功，那么剩下的就是人体临床实验了。当然，如果在瑞士想要进行临床实验，必须要通过 ATP 治疗产品署与 FOPH 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的审核，就像在北美洲区要通过 FDA 审核，在中州区要通过 CFDA 审核一样。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蛋疼的情形出现了。有的时候，国家在审核上耽误的时间，甚至要大于药品和技术研发的时间。
甚至时间长到将公司彻底拖死都有可能。因此，陈晨必然不会在医疗体系完善的瑞士进行第3期临床实验，他准备将第3期实验搬到纳米比亚。如今自己和纳米比亚官方正处于蜜月期，想来通过这个国家的卫生部审批还是比较so easy 的。实在不行，自己也可以先进行秘密临床实验嘛。于是，陈晨思索了一下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然后拨通了瑞士分公司总负责人温恩的电话。温恩先生，我有件事拜托您去做，我要购买现如今市面上最先进的生物电子设备。是的，价格和关税不是问题，政治现金也不是问题。我知道这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和人脉。听说您的儿子最近准备结婚，刚巧我最近在苏黎世歌剧院旁买了一套豪华公寓，就送给他好了。好的，最好能快一些。您也知道的公司最近究竟在研究些什么，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您肯定是第一批受益人。挂掉电话后，陈晨不由得摇了摇头。照这么下去，当初从脸书诈骗来的40亿美元已经有些不经花了，看来是时候再去诈骗一波了。陈晨不由得摸了摸下巴，等到萨姆埃尔的实验出成果之后，自己的确可以再去全世界搜刮一波，而且这一次可不只是40亿这么简单了。090发展的阻碍不会阻止发展。接下来的1个月，陈晨哪也没去，每天就待在大使馆查阅着和生物学相关的理论和论文，从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到再生医学，从生物材料学到组织工程学，从基因工程到细胞工程，陈晨一步步向前迈进着。当知识的获取渠道不再是一种限制，陈晨几乎是以鲸吞海吸的速度汲取着目前人类所有已知的生物学知识。不知不觉，时间便来到了联邦2022年的1月31日。如果此时陈晨还在上学的话，时间恰好是大2上半学期结束。同时，这一天也是中州区最为重要的传统佳节——除夕的日子。下午2点，正在查阅有关基于 CRISPR-Cas9 系统人类基因激活位置效应论文的陈晨突然心有所感，他拿出手机，略微犹豫后还是拨打了那个无比熟悉的电话。纳米比亚市东翼区时区，和中州区相差6个小时。此时中州区的时间刚好是晚上8点。喂，小陈，怎么有空给妈打电话了？电话那头，陈晨母亲的声音传了出来。不用担心，你爸和我这边都好。听了你的建议，你爸已经买了一栋别墅，正装修着呢。以后等你娶了媳妇，都不用搬出去住了，妈就可以帮你抱孙子。不过呀，你爸他还是那个毛病，对亲戚穷大方。算了，不说了，一提起这个我就来气。对了，我说小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从去年过年到现在已经整整1年没见你人了，在外面也别光忙，有空也要回家看看，顺便带个女朋友回来。啊！听着母亲的絮絮叨叨，陈晨应声虫般答应着，足足过了半个小时才挂断了电话。挂掉电话后，陈晨眼中带着残留的笑意，微微闭上了眼睛。等到再次睁开时，那一抹笑容便彻底隐没在漆黑的瞳孔中。越是离家远，越是留恋家的美好。可正因为如此，陈晨才想永久保留下这份美好。人类寿命逃逸计划，陈晨低声喃喃。这个计划是陈晨在得到 U 盘后便开始设想的计划，旨在强行拔高人类整体寿命，竭尽所能的终极计划。而这个计划追根究底，便是为了陈晨父母服务的。毕竟陈晨不愿自己一个人长久孤独的活下去，他希望亲人能一直陪伴自己走下去。当然，父母的想法肯定也是如此，他们也有自己那一代最牵挂的亲人，肯定也希望他们能够陪伴着自己。于是，就出现了陈晨预想中的这个针对全人类的计划。想要永生，首先必须打破人体海弗利克极限，获取长生。等拥有长生的技术后，才有资格去追求那虚无缥缈的永生。可以说，陈晨至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这场计划进行着铺垫。当然了，陈晨的克隆胚胎计划和19年中州区发生的那起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还是有所不同的。当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是一名医学狂人在不符合法律和伦理的情况下，敲除了胚胎中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基因，并将胚胎植入妇女体内，致其受孕。而那人具体使用的，便是一种名为 CRISPR-Cas9 的基因编辑技术。这种技术修改了婴儿在胚胎时期的 CCR5 基因，企图形成 CCR5 Delta 32变异。而所谓的 CRISPR 其实是一种细菌为了防御病毒的攻击而产生的免疫系统。简单来说，病毒就像是一种主要由核酸构成的机器人，在攻击细菌的时候，它会像寄生虫一样将自己嵌入细菌的核酸链，然后偷偷将细菌的核酸拆下来，制作成和自己相同的模样，来复制自己。于是，细菌为了自保，便进化出这种名为 CRISPR 的重复性基因序列。在病毒嵌入自己体内的核酸链时，
将其给剪下来。而 Cas9 则是一种蛋白核酸酶的名字。CRISPR 通过这种核酸酶结合2个 RNA 便可以切割双链 DNA， 既可以切断，也可以做出其他改变。于是，大名鼎鼎的 CRISPR-Cas9 技术便出现了。而那人之所选择修改 CCR5 基因，是因为 CCR5 变异后形成的 CCR5 Delta 32是一种10%的欧洲人体内天然存在的基因变异。经过研究，携带这种变异的人类有抵抗艾滋病毒感染的能力。可是，陈晨曾经查看过此人放出的实验资料，却发现此人的技术并不到位，甚至有可能在胚胎身上造成3种不同的变异，而这些变异的影响都是未知的。简单来说，这逼在打靶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已经打偏了。况且，缺失 CCR5 基因的潜在影响远远超出人类的认知。之所以整个科学界对此事一片斥责，究其根本是因为这种被修改过的基因会融入人类基因池，也就是说，这2名被基因编辑婴儿在生育后代后，他们的子子孙孙也会携带这种基因。千百年后，假如这种基因的隐患突然爆发出来，那时产生的影响很可能会涉及整个人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这种风险。更何况，此人的实验没有任何技术层面的突破， CRISPR-Cas9 技术也不是他发明的，他运动到的所有技术在科学界都是一种基本操作，是一种任何一名科学家都能做到的事情。在陈晨看来，此人无论是科学的设计、技术的实施，还是伦理学方面，每一步都做得一塌糊涂。而此人被判刑入狱也是很正常。中州区早就在2003年就颁布过相应的法律，严禁任何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也就是说，如果此人只是用 CRISPR-Cas9 技术修改了人类胚胎的 CCR5 基因，但是胚胎并没有生下来，那他并不犯法。可惜，此人为了名利，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而陈晨的计划涉及到的伦理方面的，便是克隆人类胚胎技术了。不过，单纯的克隆胚胎在国际上并不犯法，毕竟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刚刚发育的人类胚胎连大脑都没有产生，只是一团肉块而已。就好像人流技术，怀孕14周以上时，在医学和伦理上普遍是不建议人流的，因为14周是一个临界点，超过14周的胎儿大脑已经开始飞速发育，从这个时候起，他已经算是一个人类了。至于人类胚胎克隆技术到底违不违背伦理道德，这个争论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难题。其实陈晨也知道这是微小违背的，可是在他看来，这种微小的违背，如果能换来医学上的进步，能治愈更多的疾病，让更多的人远离痛苦，这一点代价还是值得的。简单来说，医学的发展永远是一把双刃剑，伦理和道德不断牵扯着技术，没有了伦理道德牵制的医学，只能一步步跌落毁灭的深渊。可是，如果将伦理和道德的底线设置得太高，那也会阻挡技术的进步。不过陈晨始终坚信一句话，发展的阻碍不会阻止发展，人类科技的进步总是伴随着阻碍。许多人都知道人类要保护地球，保护自然环境，可是他们却忘记了，人类保护地球环境的动机，是因为人类需要自保。如果地球环境被毁，人类也将不复存在，这才是人类保护地球的真正动机。当然了，一些感恩型自然保护主义者经常会出现这种论调，任何一种种族的数量都不可能太多，老鼠繁殖太快，于是有了鼠疫，鹿群繁殖过快，于是有了狼群，大自然永远会去平衡它们，唯有人类例外。所以大自然对人类实在太仁慈了，我们应该好好报答大自然。而陈晨对这些人的回答是，不是大自然对人类仁慈，而是因为人类在不断前进，战胜了大自然。091黑光生物实验中心2个月后，一场鏖战过后，黑光科技与中州区2大核工业集团终于签订了协议。黑光生物科技将以工程总承包的形式，将黑光生物科技纳米比亚核电站项目承包给中广核与中核集团，2家将承包所有建筑工程与技术，并由中核供应所需的建筑材料。黑光核电站为第3代核反应堆，拥有2台100万千瓦功率的 CAP1400 压水堆，总功率达200万千瓦。项目建筑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黑光科技总投资43亿美元，将支付中广核施工费14亿美元，支付中核集团技术、施工与材料费29亿美元。而这笔款项中，黑光科技第一期需支付的款项为23亿美元，剩余的20亿中，有一半来自中州银行的境外投资贷款，而余下价值10多亿资金，则是一个名为中州电子集团的企业替陈晨掏了钱。而究其原因，便是这家企业首先联系了黑光总公司，表示愿意以70亿中州币的价格，外加贷款利息减免以及对黑光科技的政策倾斜为条件，收购黑光科技的同声翻译器技术。其实这就是在代表官方的意思了。很显然，
当初的小 X 翻译助手内的 AI 至今官方也没破解出来。于是，在第二套产品问世前先一步买断了技术。夏英询问了陈晨，陈晨自然是没有意见的。这些条件看似陈晨吃了亏，毕竟能颠覆翻译行业的技术绝不止这么点钱。可实际上，有些隐形的利益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条件肯定不及数百亿的买断，可对于那些稍微一个契机就敢往上爬的人，自然完全不同。在陈晨看来，这些条件才是一家公司能否在中州区扎根、崛起并长远发展下去的基础。简单来说，陈晨用同声翻译的技术换取了一个机会，一个成为腾讯、阿里那样企业的机会，并且官方收购的只是技术，并不影响陈晨进一步捞金。只要其他国家放行，陈晨依然可以在全世界售卖，还能震慑宵小。至此，陈晨当初赚来的40亿美元基本上花光，不仅花光，还倒欠了银行10多个亿。不过陈晨心里毫无波动，甚至还有点想笑。小 X 翻译助手经过半年的发酵，已经逐渐在全球推广开来。不过因为脸书的分流以及各国的压制，如今每月付费用户只在1000万左右，再减去各个平台的天价过路费，这款软件每月的净收入暂时维持在2000万美元上下。对于陈晨的开销，只能说杯水车薪。虽然不如想象中那样暴利，但也算是细水长流。毕竟全世界是独一份的技术，迟早能成为吸金神器。而在同声翻译技术尚未卖给官方之前，夏英还真遭遇到了一次绑架，一共有5名绑匪参与。可是这群人只是潜入了公司大楼，还没来得及实施，便不知为何纷纷坠楼。警方还是根据5人的外籍身份才判断出5人为绑匪，而从这以后便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这2个月中，陈晨也并非无事可做，他在金湾港附近买下一座1000公顷的空地，并建立了一座大型生物实验中心。这项工程是和核电站一起外包给中核的，反而比核电站更先一批运来了材料。因为陈晨选用的是最为迅速的纯钢模块化设计，就好像搭建积木般，只是几天功夫，一座占地面积达10万平米的生物实验中心便矗立在金湾港以南的地带。而和实验室同时矗立起来的，则是上千块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每块功率都达到了6000瓦，整整1000块太阳能电池板，一眼几乎望不到尽头，将1000公顷的土地覆盖得严严实实。在4月中旬，黑光生物科技纳米比亚核电站项目即将开工之时，黑光生物实验中心已经顺利竣工了。而在这2个月中，瑞士那边购买的生物设备也终于通过了出口审查，被一件件运到了纳米比亚。您请看，这便是您将来的实验中心了。竣工的这一天，一群施工负责人簇拥在陈晨身边，其中一名嘴皮子比较利索地指着眼前这栋覆盖着太阳能的柱状大楼笑道：“完全遵照您提供的思路，我们将1、2层楼设计成了复式结构，形成了一座实验大厅。这座大厅的面积达到了惊人的5000平米。同时，实验大楼的主入口在2楼，从正门进入大楼需要先上室外楼梯，进去之后，广阔的大厅以及办公区域可以立即映入眼帘。”说着，向导引着陈晨一众人走进了实验大楼。当然了，1楼也设置了侧门，如果不愿意上2楼，也可以选择侧门进入。而2楼4周一圈的房间可以用来做办公室，也可以当做休息室和储物间。至于地下1层，则是停车场。边说着，向导带陈晨等人乘坐电梯来到了3楼。3楼内依然是办公地点，除此之外，还有一座能容纳1000人的大型会议厅，可供整个研究所的员工开会。直至4楼才正式进入了实验场所。4楼实验室基本都为基础实验室，同时4间资料室和2座机房也建在这里。到了4楼后，向导再没带众人上去，而是直接解释道：5楼与6楼是10几间功能不同的生物实验室，等级从 BSL4 至 BSL3个不相同，而最上方的顶楼则是由4套完整的生物实验室组成，目前正在施工中，分别为2套细胞实验室与2套动物实验室。每套实验室都有完备的更衣区、过滤区、缓冲区、消毒区等等区域，有专门设置的正压防护服、气密门、化学淋浴、空气过滤系统等设施。而且整个7楼是完全封闭的，里面的4套实验室均为国际上最高等级的 BSL4 级与 ABSL4 级。陈晨点了点头，这个暂时就不用去看了，等到施工完成再说。我们还是先参观其余2座宿舍楼和活动楼吧。好，请跟我来。一群人又离开了实验楼，朝着实验楼旁新盖的宿舍楼走去。直至走出实验楼，陈晨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实验大楼，眼中闪过一抹感慨。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陈晨会在这种穷困潦倒的国度斥巨资打造一座 BSL4 级实验中心，
毕竟 BSL4级的实验室在整个联邦也很是少见的，大部分都属于国有。更何况，光是材料的进口成本，就是位于瑞士境内的研究中心的2到3倍，更不用说人员、医疗等物资的匮乏了。如果说瑞士是生物领域的天堂，那这里就是一片尚未被开发的荒漠。也只有晨晨才明白，如果自己在瑞士继续发展，或许要比现在容易许多。可就像是早已被人占据的农田，自己只是租用对方的土地，等辛辛苦苦种出了粮食，还要交出去1半以上，唯有开垦荒漠，才能榨取到最大的利益。092再次联系。深夜，开普敦沿海富人区地带，一座奢华如皇家宫殿的私人庄园内，透出了一种诡异的静谧，就如同戒备森严的宫殿。3步一岗，5步一哨，数十几名黑衣保镖在偌大的庄园内不知疲倦地巡逻着，警惕着每一次风吹草动。而在私人庄园的中心地带，一间守卫最严密的卧室中，一个瘦骨嶙峋、满脸憔悴的男子正伏床上沉睡着，丝毫没有昔日的光彩。那是消瘦了一大截的德拉米尼。如果说曾经的他是一头雄狮，那么在那件绑架事件之后，他就变成了一头残暴多疑的豺狼。这3个月以来，德拉米尼的性情大变，从曾经的运筹帷幄到如今动辄打骂下属，甚至有几名亲信因为某个不太重要的过错，直接被绑。麻袋沉入了大海，他几乎是肉眼可见的消瘦了下去，原本强健的身躯逐渐佝偻起来，再加上惨白如霜的面色，如今别说50岁，就说他70岁也有人信。所有人发现德拉米尼变了，如今的他畏寒怕光，强烈缺乏安全感，甚至连门也不出，整天只是将自己关在自己的庄园中处理事务。此时，德拉米尼正躺在宽阔的橡木床上沉睡，房间里点着安神的沉香，可不断皱起的眉头却说明他此时睡得并不安稳。叮，任务发布提示。突然，一个冰冷机械的女性声音闯入了德拉米尼的脑海。刹那间，德拉米尼睁开眼睛，眼中突然弥漫起无尽的血丝。又是你！德拉米尼瞳孔一缩，低声喃喃。此时的他已经不像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那般狼狈，毕竟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枭雄。3个月的时间，足够他做好面对此事的准备。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旋即冷冷道：“讲，编号 Gamma 20220001，你已收到编号 Sigma 05发来的任务，请在半小时内打开电脑进行查收。”打开电脑。德拉米尼沉默了一下，他没有开灯，而是摸黑走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然后呢？可是还没等德拉米尼问完，刚刚启动的电脑屏幕突然一黑，电脑原本的界面变成了一幅黑红相间的图案。德拉米尼眯起眼睛，他伸手摸向桌旁，最终摸出一副老花镜戴在眼睛上。直至此时，他才看清了电脑上的图案，那是一副黑红相间的圆形图案，或者说是一个 logo。logo 中有2只即将接触的手以及一道血红色的背景构成，2只手分别位于 logo 的2侧。此时，左边的那只手正微微垂下，右边的那只手则伸出食指，似乎在下一刻就会2指相接。这幅图案无论是结构还是位置，都令德拉米尼想到了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那幅壁画，一幅名叫《创世纪》的壁画。左边这只手代表的就是人类亚当，右边的这只手则代表上帝耶和华。只是和那幅壁画不同的是， logo 上代表上帝的手并非是人类模样，而是彻头彻尾的机械结构。看到这一幕，德拉米尼顿时明悟，这个 logo 便是那个神秘组织的标志了。德拉米尼先生。可就在德拉米尼感慨的时候，电脑上突然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谁？德拉米尼浑身一颤，下意识全身绷紧，可是随即却再次放松下来，只是有些不可思议道：“你是谁？你是怎么突破进我的电脑的？我们见过面点，德拉米尼先生。”可是那个沙哑中带着年轻的声音却说出了这样一段话。听到这句，德拉米尼瞳孔一缩，他瞬间想到了当初那间幽暗血腥的客厅，那家廉价低劣的旅馆，那是他不愿回忆的噩梦。不要紧张，德拉米尼先生，我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可是和那天不同，此时那个声音的主人并没有取笑他，只是肃穆道：“我隶属于上帝禁区组织，属于门徒议会的一员，编号为05号，你可以称呼我为犹大。”犹大。德拉米尼倒吸一口冷气，这段话中的信息量庞大到爆炸。上帝禁区、门徒议会、编号，还有犹大，自己究竟是被卷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德拉米尼先生，你现如今的身份，则是我发展的一名下线。原本你属于组织最低的 Delta 级，不过因为你在3个月前圆满完成了组织分发的 A 级任务，因此被破格提升至 Gamma 级。
那个声音慢吞吞道：“很抱歉，我作为你的导师并不合格，没有在第一时间教会你该做什么，所以，我决意给你一份补偿。”顿了顿，那个声音又补充道：“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拒绝。”下线，补偿。德拉米尼只觉得口干舌燥，他很想对着这个声音大骂几句，可理智却及时阻止了他。他只得咽下心中的憋屈，再次声音沙哑地问道：“在这之前，我能先了解一下你口中的这个组织吗？”“那是当然。”那个声音顿了顿，这才说道：“我们上帝禁区是一群致力于追求长生乃至永生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成员涉及整个联邦，无论是欧美还是东方，亦或者是这里，都有我们的踪迹。”随着那个声音开口，德拉米尼突然看到电脑的画面一变，出现了一份文档。“我已经将组织手册发送给你，不过请不要试图打印或以其他方式记录，否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个声音不含一丝警告的语气，可是听到这句话的德拉米尼却浑身一颤，下意识摸向后颈，脸色煞白。而对方说是文档，可实际却是一份长长的协议，里面包含了上帝禁区组织的注意事项，以及对 God 芯片的介绍。直至此时，德拉米尼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脖梗的那道伤口里到底有什么鬼东西。God 芯片，一种辅助人类工作与生活的生物智脑。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科技革命，是人类新一代的智能辅助系统。你可以借助它记录下眼前所见的一切，等需要时让它通过网络将视频传输给你。同时，它可以随时随地的连接网络，替你查询任何知识，或者在你遇到难题时指导你该如何去做。甚至在你遇险时，它可以自动报警，或者接管你的身体，替你逃跑或者反杀对手。这些功能都会随着你在组织内的等级提高而一步步开放。这就是 God 芯片。那个声音淡淡说道：“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我们选择你，这并非是一种不幸，或许这恰恰是你真正崛起的契机。”最后，那个声音突然压低声音道：“德拉米尼先生，你想成为下一个曼德拉吗？”德拉米尼瞳孔一缩，093画饼，你是什么意思？德拉米尼只觉得心中一跳，他突然想起自己在政治仕途上受挫的那一幕幕。原本6年前是自己距离开普敦市长最近的一次，作为非国大政党的在开普敦的代表，他几乎内定了下一任开普敦市长。只可惜就在那一年，非国大遭遇了94年以来的最大重创，不仅失去了开普敦，甚至连比勒陀利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执政权也失去了。德拉米尼先生，如果你对组织贡献足够的话，扶持你当上非国大的领导席，乃至彩虹国的总统也并不算什么。那个声音淡淡道：“我怎么能相信你？”德拉米尼眯起眼睛反问道：“你不需要相信我。”那个声音轻笑一声：“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你迟早会明白上帝禁区的能量。现在先说说给你的补偿吧，1000点信息点，或即将成熟的干细胞衰老逆转治疗一次，你选择一种吧。”德拉米尼本能地皱了皱眉。信息点是什么？干细胞衰老逆转治疗又是什么？信息点是上帝禁区内的主要货币，它的作用并不多，但却很有用。例如可以购买任何你想要了解的信息。对方想了想，再次解释道：“比如说，支持你政敌的究竟有谁？为什么你的选票总是不如他？是谁在背后暗箱操作？只要你有足够的信息点，就可以购买这些信息，达到知己知彼的地步。上帝禁区连彩虹国的内政都能知晓。”德拉米尼并不相信：“我们比你想象中知道的更多。”那个声音继续说着：“如果你不相信，那我附赠你一条消息好了，因为这段时间你很少露面，你的手下弗里德已经暗中与你的政敌霍夫曼达成了某项协议，在未来几天，你名下的3家公司恐怕要落入他人口袋了。”而在那个声音开口的同时，电脑上也自动播放了几段视频，都是从监控中调出来的，里面全都是弗里德与一名男子碰头的画面。弗里德，德拉米尼瞳孔一缩，突然一股寒意凭空升起，联想到最近弗里德的怪异表现，他立即明白电脑对面的那个人所言不虚。世界上所有的胜败都是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每个人都无所遁形，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是上帝禁区无所不能之处。德拉米尼顿时沉默下来，良久才收拾好心情，再次询问：“那么，信息点可以进行兑换吗？”信息点暂时无法通过金钱兑换的形式获得，只能通过任务获取，或和其他成员的交易中获取。当然，你也可以去领其他组织成员的任务赚取信息点。目前上帝禁区对信息点的价值估算为1比1万美元。1比1万，听到这个数字，即使身家数十亿的德拉米尼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你是认真的吗？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就进行选择吧。那个声音明显不愿继续说下去。干细胞衰老逆转治疗，
你刚才说了这个？德拉米尼连忙再次问道。这个技术是什么？为何能与价值1000万美元的信息点相比？对方并没有立即回答。德拉米尼以为对方没有收到，刚准备再问一次的时候，又是一份资料发了过来。你可以看看这个，如果看得懂的话。德拉米尼闻言立即看去，却看到了一份生物方面的论文分析报告。虽然其中那些专业术语以及插入的生物基因图谱令人眼花缭乱，可是刨去这些，剩余的内容依然令人大吃一惊。直至10多分钟后，德拉米尼的眼中突然闪过一抹兴奋，随即那抹兴奋再次隐没下来。我略微能看懂一些，不过你这个技术如今只有在动物身上成功过，人类暂时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吗？根据数据显示，这项技术已经成功了2/3。那个声音解释道，目前黑猩猩的衰老逆转治疗成功率为 90%， 唯一死亡的那只黑猩猩是所有接受实验的黑猩猩中最为年老的一只，相当于80岁以上的垂暮老人。除了他之外，其余9名黑猩猩全数成功。至于你说人类成功的案例，上帝禁区组织对这个项目的成功时间预估为半年内，也就是说只需要半年左右，这项技术就可以彻底成熟。那个声音再次补充了一句，这个项目并非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年纪太轻做这个项目就是浪费，年纪太大又有风险。而德拉尼米先生，你现在是60岁，刚好处于最适合的年纪。德拉米尼心中再次一动，他默默张开双手，望向手掌粗糙的老皮，又望了望手背日渐干瘪塌陷的皮肤，眼中不可抑制地流露出一丝渴望。没有人愿意老去，每天照镜子时，看到镜中那张熟悉的脸，由幼年变为青年，又由青年变为中年，当中年的面庞也开始松弛褶皱，人们才会猛然醒悟，自己似乎已经不年轻了。当原本精力旺盛的身躯仅仅因为一次运动便生出扭伤拉伤、体力不支的现象时，这个时候人们才纷纷惊觉，原来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没有人喜欢看着自己一点点老去，只是不愿又能如何？除了去习惯，再无他法。可是此时，这个神秘的组织却告诉他，他们能够逆转衰老。如果这种技术真能成功，德拉米尼忍不住低声喃喃，如果这技术真能成功，德拉米尼先生，你的身体机能可以在3个月内恢复到20岁左右，同时你的寿命也会轻易跨过100岁，除非中途再次出现其他病症，例如癌症。那个声音补充道，不过没关系，上帝禁区组织也在积极破译着癌症的遗传链，在未来有望在基因层面治愈所有癌症。你能确定这项技术没有隐患吗？德拉米尼再次确认道。在看到了这项技术的前景后，他已经暂时忘记信息点的事情了。现实中并不是没有骨髓移植的例子。那个声音轻笑道，要知道，骨髓移植成功的人连基因都变了，可衰老逆转治疗项目本身却不会有任何基因层面的隐患。它和骨髓移植的唯一区别，就是采取了你自身的克隆体的干细胞，替换你体内已经衰老的干细胞，仅此而已。而且，这项技术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上帝禁区还有很多新型技术，只要有信息点，完全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梦想。听到那个声音的解释后，德拉米尼终于下定决心，他的眼中再次闪出一抹雄狮的光。犹大先生，希望你并所说的一切并没有欺骗我，我选择第2项。明白了，那个声音答应道。同时，我希望也能获得更多的信息点。德拉米尼补充道，我该如何主动去接组织里的任务？真巧，我这里刚好有一个任务很适合你。那个声音轻笑了一声，我会发给你一份名单，他们都是你的泰拉斯人保全公司旗下的雇员，只要你能让出他们，我可以给予你1000点信息点作为补偿。说着，一份简短的名单列表出现在电脑上。德拉米尼闻言看去，却发现对方点名要的人竟然都是自己公司的王牌094猎头。在经过1分钟的深思熟虑后，德拉米尼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看着手机屏幕中那张严肃的面孔，沉沉对着手机说道，德拉米尼先生，拜托你了。说着，他不等对方继续询问，直接关闭了程序。爸爸 ，Gaudet 芯片的新系统已经编写完成了。小 X 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只要启动更新， Gaudet 芯片就可以立即增加通话功能、摄像功能以及录音功能。现在没有必要更新，等上帝禁区的成员多了以后再说。陈晨摇了摇头，同时想了想，提议道 ：“X， 你以后还是不要叫我爸爸了，换一种称呼吧。”爸爸，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呢？爸爸，小 X 不解地问道。陈晨摸了摸下巴，露出思索之色。主人、父亲、公子都不太好，要不就叫我教父阁下吧。哦，小 X 闷闷答应了一声，似乎有些不情愿的样子。想了想，
陈晨再次看着手中一串人员资料，露出思索的神情。等德拉米尼的那批人来了后，我不可能将这些人也编进研究部门，所以还必须设计一个单独的战斗部了。程超很快就可以赶回来，可以让他先晋升组长，管理一队战斗组，一组设计为5人，其余的组长从优秀队员中选拔。从德拉米尼手中要来的人员，其实已经算是百里挑一的王牌，全都参加过非洲的局部战争，有的资格老的，甚至参加过海湾战争，是当年海豹突击队的一员。因此，这批人的数量虽不多，但都是王牌，难怪德拉米尼如此不舍了。陈晨如果强行索要，德拉米尼当然也会给。不过陈晨的目的可不是将德拉米尼当成一次性产品去压榨，他还没这么短视。德拉米尼有足够的潜力和手腕，能从微末中崛起。如果陈晨能在关键时扶持一把，或许将来可以收获更多的惊喜。这就是陈晨不愿用强迫的手段让人加入上帝禁区的原因。当然，德拉米尼只是一个例外。当初刺杀陈晨的狙击手便是德拉米尼的公司派来的，恰好德拉米尼手中又有一家火力发电厂，因此陈晨便直接找上门来。否则陈晨和德拉米尼无冤无仇，还不至于如此威胁对方。至于之前给德拉米尼看的那份实验报告，则是瑞士分公司的萨姆埃尔发来的。经过3个月的实验，萨姆埃尔成功让9只黑猩猩重返年轻。在陈晨看来，这项技术已经达到可以应用在临床的标准了，也就是所谓的达到了临床实验的标准。实验申请陈晨直接递交给纳米比亚卫生部，虽然还没通过，但陈晨已经开始了实验的前期准备。不仅如此，陈晨还通过小 X 在网上的搜罗，在全球范围找到了数十名生物学专家以及数百名在生物方面有潜力的新人。此时这群人应该也已经收到了邀请函，至于他们会不会千里迢迢的来这里发展，那就要看运气了。黑光生物科技，非洲，纳米比亚，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望着电脑邮箱内的一张黑色邀请函，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电脑的伯恩哈德露出怪异的神情。作为一名英国生物化学家，伯恩哈德于1990年在欧洲区伯明翰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学士学位，之后转入酵母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如今，伯恩哈德以研究教授的身份在一间研究所主持有关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的工作。这种酶缩写为 CDK， 能修复早期的癌变细胞，将其恢复为正常细胞，同时不会对人体产生损伤。此时，他看了一会这张怪异的邀请函，就准备扔进垃圾箱之中。至于原因，那当然是因为隔3差5就有类似的邮件邀请自己，早已见怪不怪了。那些邀请自己的多半都是私人公司，自以为开个实验室就能研发出抗癌新药去圈钱。对于这种邮件，伯恩哈德自然是万分不屑的。而这个邀请函更加离谱，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都冒出来了。要知道，这种实验室动不动投资上亿，哪里是那么好见的？更何况，这个黑光生物科技公司根本听都没听过，还他妈是在非洲，谁会将实验室开在那种鬼地方？想到这里，伯恩哈德直接删除了这封邮件。删除邮件之后，伯恩哈德的思绪又回归现实，他默默叹一口气。最近，自己的研究小组已经很久没有进展了，资助方就快要失去耐性，很可能在3个月后撤资。如果对方撤资的话，自己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投资方，到时候2年的研究就会功亏一篑。就在伯恩哈德烦恼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伯恩哈德取出手机，在看到来电人后不禁撇了撇嘴，又来了。说着，他缓缓接起了电话。伯恩哈德，你的研究组准备收拾收拾滚蛋吧。电话那头，一个冰冷的声音道，投资方已经宣布撤资了。什么？伯恩哈德顿时神色一惊，直接站了起来。怎么这么快？不是还有3个月吗？很遗憾，对方已经提前放弃了，并看中了另一个和你相似的投资项目。那个声音道，不过这与你无关，要怪就怪你能力不足。伯恩哈德顿时沉默下来。伯恩哈德，你自己宣布失败吧。那个声音提醒道。好的，我知道了。伯恩哈德苦笑一声，直接挂断了电话。该来的还是来了。挂断电话后，伯恩哈德痛苦地闭上眼睛。明明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最多再给自己1年，不，再给自己半年时间，很有可能就会出初期成果。到了那时，虽说不上扬名立万，但至少能令投资方继续追投下去吧。只可惜，就在伯恩哈德痛苦不堪的时候，他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伯恩哈德烦躁地接起，同时不客气地喝道：我不是说知道了吗？为什么还要打来？请问你是伯恩哈德先生吗？可是，电话中却传来一个陌生的男子声音。我是，不好意思，
良好的素养令伯恩哈德连忙改口：“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我是黑光生物科技公司的。”电话那头的声音道。“我想你已经看到我们公司的邀请函了，不知伯恩哈德先生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发展？”黑光，好熟悉的名字。伯恩哈德皱了皱眉，随即恍然：“你是刚才发给我邀请函的那个？抱歉，我最近并没有前往外国发展的打算，请不要立即拒绝。”伯恩哈德先生，那个声音轻笑道：“我从你的好友奥古曼那里得到了消息，你最近似乎在研究方面陷入了瓶颈，并且投资方已经有了撤资的打算。”伯恩哈德顿时皱了皱眉，没想到竟然这么清楚。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公司愿意继续支持你和你的团队有关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的研究。不知道你意下如何？你知道这项研究需要多高规格的生物实验室吗？伯恩哈德质问道。况且这项研究每月要消耗的金钱和物资完全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你无法满足我的这2项条件，我是不可能同意的。这个请放心，黑光公司有完备的生物研究所，并拥有国际最高规格的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电话那头慢条斯理道。同时，我们愿意调拨2亿美元的实验经费供你研究，如果不够，以后还可以追加。伯恩哈德闻言，神色阴晴不定，陷入了良久的沉默。伯恩哈德先生，如果这些条件还无法令你下定主意的话，那这份资料呢？就在这时，电脑再次发出叮铃一声，一封新的邮件被发送了过来。这是什么？伯恩哈德下意识点开邮件，可是当他看清里面的内容时，顿时瞳孔一缩，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这怎么可能啊？伯恩哈德先生，这并非不可能。那个声音最终说道：“这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诚意。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公司会立即发来纳米比亚的邀请函。如果伯恩哈德先生依然拒绝，那么很抱歉，这份资料我们不会允许一个陌生人泄露出去。”“你什么意思啊？”伯恩哈德下意识问道。“请看看你的门外。”那个声音突然提醒了一句。就在伯恩哈德茫然不解时，他所在的公寓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低沉的敲门声。叩叩叩！095村民闹事。像伯恩哈德这种学术界的较高层级的人物，晨晨采用先评估对方加入的可能性。如果对方家庭事业双双稳定，晨晨自然不会去碰灰。也只有像伯恩哈德这种没有家庭又事业不顺的人，晨晨才会发出邀请，并派出程超他们接应对方。如果对方同意，自然再好不过。可是如果对方在看到衰老逆转治疗的资料后依然拒绝，那就只好消除他们的记忆了。跟着程超的5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也已经植入了 Gallaudet 芯片，成为上帝禁区的一员。不仅如此，晨晨还将 U 盘内剩余的能量兑换为4套 GS 战斗服。GS 战斗服也就是 Gans Suits 的简写，杀戮都市的必备战衣，即使普通人穿上也能立即一跃成为体力超过长跑运动员，力量超过大力士，速度超过博尔特的超人。至此，晨晨手中已经有了6套战斗服。程超和其他5人可以每人接1名目标回来。不过半个月，黑光生物研究所便迎来了18名在生物领域达到教授级别的人物。这18人都是小 X 精挑细选出来的，虽然潜力巨大，可是一直怀才不遇，在学术界的分量不足，因此他们的离开并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而那些具有潜力的年轻人才，也有一半人在高薪的诱惑下来到了纳米比亚。晨晨包了他们来回的机票，承诺如果对方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返回。顿时，新建成的黑光生物研究中心从原本的冷清迅速变得热闹起来。这就是纳米比亚卫生部的许可证。研究中心实验楼3楼，晨晨坐在会议桌的首座上，拿出一张烫金色的资格证递给一旁的伯恩哈德。有了这个临床许可证，我们就可以进行干细胞衰老逆转项目的临床实验了。伯恩哈德神情古怪地看了手中的资格证几眼，便传给自己旁边的另一名教授。一时间，众人都没有开口。各位觉得如何？晨晨干脆问道。很神奇。其中一名叫做埃文斯的中年男子接过资格证，斟酌道：如果不考虑各类资源的进口成本的话，这里的确是做实验的天堂。的确，另一人插嘴道：没有医学质检，没有伦理审查，更没有实验监察，我们还担心什么？我怀疑这个国家的卫生部能看懂我们递交上去的实验材料吗？不知谁说了一句，顿时会议室传来几声笑声。还是要小心一些。晨晨压下笑声，提醒道：大家暂时不要将消息散播出去，以免激发国际上的舆论。毕竟我们要做的可是有关克隆胚胎的实验。众人纷纷点头。好了，现在说说实验中心的项目吧。晨晨再次叮嘱道。现在除了伯恩哈德教授，大家手中都没有项目。既然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研究中心自己招收心仪的助手。想必大家也看到了，
这一批我请来的年轻人大都是知名大学毕业，有的就算不是，也有较为突出的成绩摆在那里，极具潜力。只要你们能说服他们留下来，他们就是你们的助手了。众人闻言纷纷点头。研究中心可谓是给了众人很大的权限了。如果各位有什么好的项目，也可以朝研究中心申请。如今研究中心刚刚开放，资源还十分宽松，等将来满编后，可就没有现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了。众人都是理所当然的点了点头。就在众人的气氛渐渐活跃之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陈晨皱了皱眉，刚想关上窗户，可是手机也跟着响了起来。陈晨一看来电，朝众人歉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便接通了电话。老板不好了，附近的村民跑研究中心闹事了。钱文欢带着急促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现在在大门口，想要冲进来，我们有些拦不住了。我马上就来。陈晨闻言站起身，转身看向窗外，只见不远处研究所的大门处果然聚集了数百个人，黑压压一片。10几名本地保安则在一旁装模作样的围着，没有一点想要阻拦的样子。Boss， 研究所外似乎出了点问题。开口的是美国生物教授埃文斯。需要报警吗？不用，大家散会吧。陈晨转身朝会议室外走去，交给我来解决。说着，他率先走出了会议室，直至走出实验大楼，陈晨才看到那群闹事者是以4、5个人为首的。这几个人赖着上衣，嘴里不断大叫着某种方言。钱文欢则站在台子上不断给众人解释着什么，而程超和5名保镖则代替那群保安拦住了众人，防止这群人冲进实验中心。其他员工有的站在后方观望，有的也上前去帮忙，一片混乱。老板，老板！随着陈晨露面，一旁眼尖的王良迅速走到陈晨身前。老板，现在该怎么办？这些人是什么人？发生什么事了？陈晨望着大门外群情激动的众人，皱眉道：这是研究所附近的几个村落的村民，其中最大的是一个叫哥罗布村，里面有着好几百户人。王良抹了把额头的汗水，迅速解释道：这群人说我们雇佣本地人的名额太少，而且突然来了这么多外国人，留给本地人的名额就更少了。这群人说按照本地的规矩，我们至少需要雇佣他们100人以上。陈晨闻言皱了皱眉，他已经雇了15名本地保安和10名前台，为的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然凭这些人好吃懒做的德行，陈晨宁愿一个不用。而且他们不知从哪打听到教授们的月薪，说我们不公平，要我们也给本地人涨工资。一旁的另一名员工补充道。陈晨闻言差点气笑了。我知道了，去把钱文欢叫过来。旁边的人点了点头，快步跑上前去。不一会，钱文欢便焦头烂额地跑了过来，后面还跟着程超。老板，你怎么来了？钱文欢连忙说道。这里太危险了，这群人很容易就会失控。程超则低声提醒道，这些村民很多都是 HIV 携带者，要小心被弄伤。陈晨摆了摆手，没关系，文欢你转告他们，想要工作可以，从明天开始我要招50名志愿者参与一场临床实验，只要签了合同，我每人支付10万大元。10万吗？钱文欢和程超对视一眼，明白了，我这就去说。等会，陈晨拉住钱文欢，不过我也有条件，那就是支招50岁以上的人。明白了，钱文欢点了点头。一旁的程超原本想跟上，却被钱文欢拦住道：我这边一个人能行，你保护老板吧。说着再次冲进了人堆。很快，在钱文欢将这个消息传达下去之后，原本闹哄哄的人群终于渐渐平复下来。随后几个本地的保安装模作样的站出来，哇啦哇啦一通解释，众多村民这才神色不甘的散去了。看到这一幕，陈晨暗暗记住了这几个保安的样子，转身返回了实验楼。096报名开始，直至这群闹事的村民散去10多分钟后，金湾港的警察才慢吞吞的赶了过来。陈晨没有见这群人，直接交给钱文欢去处理了。回到实验楼，陈晨拿出手机道：小 X， 帮我查一下哥罗布村，看看这个村子背后是不是有人在给我下绊子，同时催一下德拉米尼，让他尽快把名单上的人洗白身份后给我送过来。将信息发送出去后，陈晨不由得皱了皱眉，今天自己妥协了，那群人还以为自己好说话，恐怕下次出了点事还会跑来。其实如果真的放开来，程超几个就能把这上百人全部放翻，可这样未免太惊世骇俗了一些。而且那几个本地保安根本就是这附近的人，一旦出点事完全靠不住，所以说到底还是无人可用的问题。不过等德拉米尼将名单上的那30个人送来后，想来就能解决了。不仅如此，等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佣兵来了，只要随便给点暗示，就能让这群本地保安被整得待不下去。
就在陈晨思考的时候，又一阵铃声传来。陈晨拿起手机看了看，果然是小 X 已经将哥罗布村的人员关系查清楚了。这个村子的村民中身份最高的一位，是一个金湾港的局长。除此之外，其他人最多就是几个普通的公务员。普通村民不懂黑光公司在纳米比亚的意义，那个局长怎么可能也不懂？陈晨连部长和议员都能随时见面，给这个局长100个胆子，也不可能来找陈晨的麻烦。更何况，金湾港这边该打点的也都打点过了，这名局长也没有落下。于情于理，他都不可能给陈晨去下绊子。也就是说，这件事要么背后另有其人，要么根本就是这群村民临时自发组织的行为。既然如此，陈晨就只等德拉米尼的那批佣兵到位，只要等那群人来了，管他什么村子，敢来闹事就打，打死打残了大不了赔点钱就行。在这种国家，这就是最有效的处理方式了。到时候官方被贿赂，闹事又闹不过，想要钱的话，除了乖乖当自己的实验品，再也没有任何办法。所以说，陈晨选择在这里发展生物科技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种艾滋病毒肆虐、极度贫穷的国度，平民是没有医疗制度的，普通人一旦得了病，就只有硬抗，抗得过就生，抗不过就死，这就有了推广临床试验的基础。更何况，纳米比亚虽然政局还算稳定，可依然是多方政权割据的政治形态。在大部分村落中，法律等同于不存在，人口身份制度基本无效，就算发生医疗事故，死上几十个人，也是一点水花都溅不起来。再加上人口稀疏，动辄方圆100里都是无人区，就算做些见不得光的事，也是非常容易的。因此，陈晨才会选择在这里开生物研究中心。如果不是有着药品进出口的限制，这里的体制环境简直就是为黑光科技这种无良企业而生的。第二天清晨，天还未亮，大门外便再次聚集起一批哥罗布村的村民。不过和昨天的气势汹汹不同，此时这些人许多都在紧紧盯着研究中心的大门，眼中闪烁着贪婪和渴望。一群老人围成一圈，升起火堆抵挡清晨的寒意。几名穿着破烂 T 恤的青年聚在一起，轮流抽着一根香烟，还有的妇女麻木地坐在大门前，即使背上的婴儿在不断哭泣也无动于衷。这群人几乎和难民没什么两样。而就在太阳渐渐升起，众人等不及开始大力拍打大门的时候，总算有一批人走出了实验楼，朝着大门口走来。看到门外又是人山人海，王良不禁皱眉道：难道又是来闹事的？应该不是。程超摇了摇头，干脆走上前去，用英语道：你们中谁是主事者？是我。一名满头白发、两眼黄浊的黑人老者走了出来。我是哥罗布村的村长科菲·马蒂尔，我可以代表在场的众人。程超略微打量了老者几眼，立即明白这群人应该是已经达成了名额协议，这才点了点头。你们50个人选出来了吧？已经选出来了。其他的人是前来陪同的老者解释道。我们这里不接受陪同。程超说着打开了大门，符合要求的人可以进来，其他闲人免进。那么我们的钱呢？这时人群中有几个年轻人突然走上前问道。在签合同之前，公司是不会付钱的。程超摇了摇头。不付钱？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你们改变主意不愿付钱？听到程超不愿付钱，众人立即嚷嚷起来，煞有再次闹事的架势。一旁的王良下意识朝后退去，他可是听说了，在纳米比亚这种地方很多人都 HIV 携带者的，万一混乱中不小心被抓伤咬伤，那岂不是……看到这一幕，程超神色一冷。昨天是不确定陈晨的态度，不过在知道陈晨并不怕事情闹大后，此时也没有什么顾虑了。想到这里，程超默默抽出一根甩棍，眼中的凶光霎时弥漫出来。不想死的都给我滚！同时程超身后的5个人也一抽出了武器。没想到看到这副架势，那群村民反倒犹豫了，原本嚣张的气焰顿时一滞。等一下，等一下！就在程超准备动手驱赶村民的时候，几名本地人保安突然冲了出来，他们拦在程超和村民中间。为首的一名青年大声叫道：不要冲动，大家千万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嘛。说着，这名青年走到村民前，叽里哇啦的商量起来，一边商量还一边指了指程超的腰间。在程超腰间，一把枪的枪把露了出来。这名青年一直和村民商量了10几分钟，才走到程超跟前。只见他笑程超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程队长，我已经安抚了这帮村民，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希望你能和老板说说，让老板早些给钱可以吗？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程超收起甩棍，既然已经安抚好，那么这50个人可以进去了。说着让开了大门。
那些村民眼见如此，也只得不甘心地让开路，让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走了进来。等等！突然，程超拉住其中一个人，对一旁的青年道：“你别告诉我这也是50岁。”众人闻言望去，却看到被拦住的男子虽然骨瘦嶙峋，但绝没有任何苍老的模样。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吧？保安皱了皱眉，可是在程超的逼视下，只得再次走上前去，和那些村民商量起来。不一会，保安上前将男子领走，然后再次领着一名老人走了进来，用非常不满的眼神看向程超。这下总可以了吧？程超这才放行。到了最后，50名老者都进入大门后，程超便不顾村民的叫喊，直接闭锁了大门，然后便带领着众人朝实验楼走去。至于其中一些明显病殃殃的老人，程超也没有理会，反正这群人还要接受一道严格的健康检查才能取得实验资格的，毕竟就算是当小白鼠，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097克隆的误区。最终，这50名老者在经过体检与骨龄测试后，只有33人符合实验要求，那剩下的17个不合要求的，自然是被退了回去。也亏得这个哥罗布村能找出这么多的50岁以上的老人。听说村长为了凑够人数，甚至亲自跑到了邻村去和人谈判要人。之所以老人稀缺，原因还是医疗水平落后的原因。城镇还好，村落中能活到50岁以上的人着实不多。纳米比亚官方曾做过统计，在这个国家中，10%以上的儿童都是孤儿，因为这些儿童的父母在生下他们后不久，便死于艾滋病的手中。在纳米比亚，全国人口只有258万，而 HIV 的感染率却达到了21.3%，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中1/5的人都是 HIV 携带者。不过万幸的是，纳米比亚的 HIV 感染率在非洲并不算太高，远远少于博茨瓦纳的37.3%，斯威士兰的38.8%，以及莱索托的28.9%。非洲有2种举世闻名的特产，一种是钻石，另一种是艾滋病。没有理会哥罗布村的不满，陈晨直接让这33人去洗了个澡，然后安排他们在地下室住下，好吃好喝的供上，但限制他们的活动区域。同时在实验室中，陈晨招收了一批有经验的助手，开始克隆这群老者的克隆人胚胎。而具体操作上，陈晨使用的是更先进的3维立体偏振光纺垂体成像系统，对卵细胞细胞核定位后，用激光在透明带上打孔，以一种对卵细胞无损伤的模式剔除掉细胞核，然后才能用显微操作移植入老者的体细胞核。不过很可惜，这群人的技术完全无法合成。相比，中途中失败了几次，在使用电流和化学诱导的过程也失败了几次，最终还是在陈晨的指导下才完成了所有的克隆胚胎。接下来，这批克隆胚胎需要14天成长到囊胚期，然后提取出里面的胚胎干细胞。而国际上之所以反对克隆人类胚胎，其实就是反对这一步了。在一些人看来，杀死这些受精卵就等于杀人，伦理上无法接受。不过幸运的是，这些反对声终究没有对研究克隆胚胎形成太大的阻碍。迄今为止，各国的克隆胚胎干细胞技术依然在大步向前迈进着。而在提取出胚胎干细胞后，通过控制胚胎干细胞的生长环境，并操纵遗传特定的基因表达，就可以让这些胚胎干细胞分化为所需的造血干细胞与间充质干细胞。通过这种手段克隆出的干细胞和老人的基因几乎是相同的，不会出现任何排斥反应，而且是年富力强的干细胞。等到这些老人进行了化疗放疗后，他们就会被植入人体，代替老人体内早已衰老不堪的干细胞。而这些年轻的造血间充质干细胞一旦回归骨髓，就会迅速分化为血细胞、肌细胞、肝细胞、成骨细胞、脂肪细胞、软骨细胞、基质等等人体细胞，修补和改善人体的衰老损伤。这就是干细胞的作用了。不过有段时间，学术界曾一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中，这个误区由最早的克隆羊多利的事情发酵的。众所周知，克隆羊多利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克隆动物。当年在多利诞生前，它的公体是一名芬兰的多塞特白面绵羊。实验者从这只绵羊身上提取了乳腺细胞，然后从中取出细胞核，这才克隆出了多利。也就是说，多利的基因基本上和这只多塞特白面绵羊是相同的。而这只芬兰的多塞特白面绵羊在被提取乳腺细胞时，它的年龄是6岁。不过在克隆羊多利诞生后，人们却发现多利的端粒要短于同样年龄的绵羊。不仅如此，克隆羊多利在6岁时便出现了早衰症状。虽然人们悉心照顾，但多利最终还是死亡了。而在同一年，克隆羊多利的公体多塞特白面绵羊也寿终正寝，享年12岁。生物学界对于寿命的研究中，比较主流的学说有端粒学说与自由基学说，两者皆尚未被彻底证实。
不过，假如端粒是影响寿命的关键因素的话，那么克隆羊多利的死亡似乎就有了依据。因为克隆羊多利的细胞核供体是一只6岁的绵羊，所以克隆羊多利虽然刚出生，可实际上端粒长度已经被磨损的只剩下6年寿命，所以才会在6年后与供体同时死亡。当年这个误区影响了整个学术界，令整个克隆技术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一旦这个结论是真的，那就表明大部分由克隆技术开发出的治疗手段都是徒劳的。因为无论如何去克隆，端粒的长度是多少就是多少，始终不会改变。这个误区甚至影响了2000年后的科幻作品，致使许多科幻作品在设定克隆人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给克隆人设定了寿命偏短的缺陷。不过幸好，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这个误区最终被揭开。2019年11月，中州区的动物生殖调控与繁育重点实验室的李教授和其团队在克隆动物的端粒研究中取得了决定性定论。经过多年研究，李教授和其团队发现，克隆胚胎在盒子基因组激活时期会发生端粒重编程现象，无论供体细胞的端粒长度如何，重编程过程都能恢复到原始长度，也就是供体的本身长度。不仅如此，李教授还发现端粒的长度其实和克隆胚胎的发育有关。在克隆过程中，发育正常的克隆胚胎的端粒都能得到显著的恢复，而发育异常的克隆胚胎端粒不但没有恢复，反而会更加缩短。除此之外，李教授还发现，在克隆胚胎的培养过程中，加入一些小分子物质，如曲谷霉素 A、丁酸钠、褪黑素等，同时在低氧环境下可以有效提高端粒的重编程效率。而这篇研究成果发表于北美洲实验生物学会联合会会刊 The FACEP Journal， 论文名称为 Inhibiting Repressive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Promotes Telomere Rejuvenation in Somatic Cell Reprogramming。 至此，克隆动物的寿命受限于供体的误区彻底被打破。至于当年那只克隆羊多利为什么会早衰，端粒长度为什么不够，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而在实验室培育这群老者的克隆胚胎的同时，德拉米尼那边总算将晨晨名单上的人送了过来。这次德拉米尼送来的一共是30个人，全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程超这种王牌放在其中恐怕都不显眼。只要晨晨能收服这群豺狼一般的雇佣兵，将来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的底子就彻底有了。晨晨的目标就是在未来几年中建立一支能进行全球精准打击的私人武装部队，其主要目的便是保护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财产，以及销毁任何对公司不利的证据等等。098白兰度，白兰度只觉得今天公司开的玩笑并不好笑。就在10几天前，自己才执行完肯尼亚边境刺杀某个毒枭集团领袖的任务，而且做得极为干净漂亮。原本白兰度是准备动身返回意大利休假的，可在临走时却接到了公司的命令，让他暂时按兵不动。公司声称有新的任务要指派给他，而且有极为丰厚的报酬。无奈之下，白兰度只得在当地租了一间客房等了起来。这一等就是10几天。终于，当经纪人拿着一本法国护照以及一张飞往纳米比亚的机票出现在白兰度面前的时候，白兰度只觉得有些愤怒。这是什么意思啊？白兰度指着纸条给出的地点，神色间充斥着不满。纳米比亚金湾港，布莱克沃奇生物公司，我只负责杀人，可没有兴趣跑业务。亲爱的白兰度，不是这么回事的。经纪人神秘兮兮道，放心吧，到了那里之后，你就会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了。不过我保证，你一定会喜欢。架不住高薪的诱惑，白兰度最终坐上了飞机，飞往了纳米比亚。半天后，当白兰度终于走出这间霞星号星号子的国际机场时，不禁微微松了一口气。飞机上的环境倒也罢了，虽然是经济舱，但比起执行任务时所受的苦真不算什么。唯一让白兰度皱眉的是，自己和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太过接近了一些。飞机上2张座位之间只有2道扶手的间隔，加起来不到10厘米。对于白兰度这种睡觉都不敢闭眼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煎熬。出了机场，此时正值深夜，道路对面只有一排面包车停在路边，一个个黑人司机不断用蹩脚的英文吆喝着，吸引着走出机场的旅人。先生，您是想去哪里？就在白兰度有些纠结这些早该报废的汽车到底能不成乘坐时，一名只有12、13岁的黑人少年突然走了过来。他望着眼前1.9米左右，一条胳膊比自己脑袋还粗白人大汉，怯生生道：先生，10个纳元就可以去金湾港城区，您需要去吗？看到是一名孩子，白兰度的戒心略微松了松。他掏出一张纸条，指着上面道：地址上说这附近有一家公司，名字叫布莱克沃奇，你知道地址吗？哦，您是说那家新开的研究中心？少年眼前一亮，这个我当然知道，请问您是要去那里吗？是的，白兰度没有询问价格，而是望向少年身后。你的父母和车呢？
我父母在天堂，我是自己开车来的。少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指着不远处一辆破旧的机动三轮道：先生，需要我载你过去吗？只要20纳元。为什么不呢？听到对方父母去世，白兰度一怔，却没有太大的意外，毕竟这种事在非洲太稀松平常了，再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会现实所磨平，更不用说白兰度这种看淡生死的雇佣兵。伸出腿直接跨上三轮车车厢，白兰度这才发现，虽然三轮车很是破旧，但坐人的后车厢却被擦得纤尘不染。随着一阵启动，三轮车在路口绕了一个圈，顺着道路朝远方驶去。一旦驶出机场范围，道路上顿时没了路灯，而且少年的三轮车车头灯也不知坏了多久，只能凭星光识路。不过还好，纳米比亚的夜晚星空格外明亮。一路上，少年似乎是觉得有些无聊，突然哼起了一首家乡的小调。那是一种白兰度从未听过的异国风情，就像这些人的生活，沙哑中透着欢快，艰难中透着自由，充满了田园风光。这一刻，白兰度突然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大约30年前，在自己只有4、5岁的时候，便是这样在农场无忧无虑玩耍的。直至夜晚，父亲忙完了所有活计，自己便坐在父亲的摩托车后，看着头顶的繁星。一眨眼，父亲已经成了一捧黄土，自己也成了刀头舔血的佣兵。回不去了呀！白兰度暗暗叹息一声，内心不知是什么样的滋味。在少年的哼唱声中，三轮车一直朝西方行驶了20分钟的路程。白兰度甚至已经看到了不远处城市的灯火。可是，在经过一条岔路的时候，少年突然车头一拐，朝着另一条未知的岔路驶去了。你确定没走错路吗？作为数次在战场中存活下来的佣兵，白兰度天生就带着一种警惕。此时见到少年转弯，顿时摸向自己的鞋底，在鞋底部位，他常年藏着一把象牙匕首，可以通过海关的检测。是的，先生。少年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在风声中开口道：这条路是新铺的，就是那个研究中心投的钱，一端连着他们研究中心的大门口，另一端连接着金湾港的主干道。白兰度这才没有继续发问，顺着这条路继续前进。没过多久，道路两旁又出现了无数座黑漆漆的事物，这些事物底部由一根2米来高的柱子组成，顶端则是一块巨大的方形面板，所有的面板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呈一个相同的角度矗立在那里。白兰度不用看清便知道，这是一排排光伏发电设备。这些比邻结错的光伏发电设备密布在道路两边，近乎将天空都遮掩起来。这也是研究中心的吗？白兰度随口问道。当然，要知道，这是一家非常非常有钱的公司。少年带着羡慕嫉妒的语气，他们不仅建造了太阳能，修了道路，甚至还在附近的村庄中招了一大批人做实验。听说那个村子每户都分到了上万纳元呢。一提起某件事，少年便到豆子般将所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而且我听闻，在10几公里外的海湾那里，有个施工现场也是这家公司的。听说他们要在那里建造发电厂。白兰度点了点头，能在这种贫穷的国度建造发电厂，而不怕巨额亏损，这家公司的确很有钱。而且，我听说这家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中州人。少年补充道。对了，先生，您去过中州吗？白兰度闻言笑了笑。没有，因为我的工作在那里并不受欢迎。是吗？那真是太可惜了。少年遗憾道。我听人说，中州区是个没有战乱、没有贫穷、没有疾病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下辈子可以出生在那里。是啊。闻言，白兰度不禁微微叹息一声，再次望向头顶的繁星。谁不想生活在一个安定和平的国度中呢？不知不觉中，白兰度突然对这家名叫布莱科沃奇的公司产生了一点兴趣。又过了一会儿，前方几栋闪着灯光的建筑突然出现在白兰度的视野中。那是几栋并不太高的楼房，可是占地面积却远超普通建筑。楼房内隐约能够看到几处灯光，这也算是这一路上唯一的光亮了。到了，先生。最终，三轮车开到了道路的尽头。少年停下车，指了指10几米外一座宽阔的铁门。这里就是您所说的布莱克沃奇研究中心了。很好。白兰度从身上取出一张2美元面额的钞票递给对方。不用找了，谢谢您，您真是个大方的先生。少年眼前一亮，感激地朝白兰度行了一礼，然后才喜气洋洋地掉头返回了。等少年离开后，白兰度没有立即上前敲门，而是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大门上闪烁的监控，这才走上前来，在一个标志着 Please ring bell 的门铃上按了按。等了一会，随着一阵脚步渐渐接近，大门上突然打开一道窗口，一个黑人从里面张望出来。你找谁？我叫克拉克·白兰度。
是你们公司邀请我来的。白兰度拿出经纪人给出的地址。我不知道什么克拉克，公司有规定，半夜不许开门。你还是明天再来吧。那个黑人毫不客气地说着，随后不等白兰度回答，便再次关上了窗口。随即脚步声渐渐远去。白兰度皱了皱眉，他拿出手机，想询问一下经纪人那边，随后才发现，因为之前乘坐飞机的原因，手机已经开启了飞行模式。因为经常需要执行任务，白兰度可不像普通人那样对手机有着病态般的依赖，所以一直没有想起关闭飞行模式。直至现在，白兰度关闭了飞行模式，顿时几个未接来电便弹了出来。这些未接来电都来自于同一个陌生号码。想到自己这张卡也是任务完毕后经纪人给的新卡，应该不会出现问题。于是白兰度回拨了这个电话。喂，您好，请问您是克拉克·白兰度先生吗？忙音只响了一声便被接通，同时一个急促的声音传来。仅从声音上听去，对方年纪大概在30左右，而且美式英语发音并不纯正，带着中州那边的味道。联想到之前那个少年也说了布莱克沃奇是中州公司，白兰度这才淡淡回答：是的，我是。呼，谢天谢地。电话那头似乎彻底放松下来。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在哪儿？我是专门来接您的，现在在机场外，我已经到贵公司的大门口了。白兰度回答。明白了，那请您先稍等，我马上赶回来。那个声音先是沉默了一下，随即便开口说道。白兰度只听到了电话里面传来一阵汽车发动的声音，随即对方便挂断了电话。099迎接任务。等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白兰度总算看到一辆吉普由远及近，最终车辆停在白兰度的面前。一名中州男子从车上跳了下来。中州男子大概26、7岁，身材微胖，看上去一脸笑呵呵的。此时见到白兰度后，微微松了一口气，伸手笑道：您好，请问您就是白兰度先生吧？我是。请问你是？白兰度点了点头，和眼前的男子握手道。男子这才拿出一张名片。我叫钱文欢，是布莱克沃奇生物科技人事部的执行官，是老板让我来接你的。白兰度接过名片，果然上面写着 Blackwatch Biotechnology Co Ltd 的字样。抱歉，下飞机后我忘了给电话开机了。白兰度点了点头。没事，严格来说是我这边接洽的问题。钱文欢摆了摆手。对了，您为什么一直站在门外不进去？我敲门了，然而保安并没有给我开门。白兰度淡淡说道。好吧，这件事是我疏忽了。似乎明白了什么，钱文欢顿时脸色有些难看，随后他话题一转，再次笑道：请上车吧，我先带您去食堂，然后再领您去员工宿舍。我想不用了。白兰度从另一边上了车，盯着钱文欢道：我已经在飞机上吃过了晚餐，直接带我去休息的地方就可以。另外，我想尽快见到你们公司的老板。好的，至于见老板的事，我明天一早就会给他转告。感受到对方身上传来的压迫力，钱文欢不由得转开视线，点了点头。不知为何，刚才在和这个白种人对视的时候，钱文欢突然产生出一种面对程超的感觉。不，还不止。程超虽然气势上不会输给对方，但血腥味却没有这么足，就像一名新兵面对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的感觉。也就是说，这批人和当初的程超一样，是上帝禁区组织的备选人员吗？钱文欢一边开车一边若有所思。就在今天早晨，陈晨突然给了他一沓资料，让他去机场接一批人。钱文欢翻了翻，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从非洲各个国家前来，其身份要么是打工者，要么是投资人员。唯一奇怪的是，他们大部分都是白人，有中东州人，有欧洲人，有北海州人，当然最多的还是北美洲人。而这个名叫白兰度的人，虽然资料上显示的是 IT 职业，可钱文欢混迹职场多年，对方身上有没有 IT 为他一闻就能闻出。很显然，这个白兰度绝不是什么 IT 人员，而是一名军人，很可能还是上过战场的那种。将吉普车头对准大门外的电子眼，大门顿时自动打开。钱文欢将车开进大门，带着白兰度来到了陈晨指定的宿舍楼下。这栋宿舍楼位于研究中心的西北角，和其他宿舍楼并不在一起，而是隔了很远的距离。当初这栋楼在建立时，就采用了比其他大楼更结实的材料，虽然只有5层高，可每一层窗户都安装着防盗网。不仅如此，就连每间房间的门也都是最坚固的防盗门，而不是普通的木门。一开始建好这栋楼的时候，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建造一栋如此奇怪的宿舍楼。可此时的钱文欢却有些明白陈晨的深意了。白兰度先生，请跟我来。下了车后，两人一前一后的走进了这栋没有任何动静的宿舍楼中。
晨晨建造的宿舍条件都相当不错，完全按照大号的标准间设计，里面空调、电脑、衣橱和洗手间一应俱全，就算再挑剔的人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白兰度先生，这个是你的宿舍钥匙。随意选择了2楼第1间房，钱文欢掏出一把钥匙，从中取出标有 C201 号码的递给白兰度。饭堂是每天早上8点、中午12点、傍晚6点、深夜10点开饭。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说着，便转身离开，将空无一人的房间留给了白兰度。白兰度站在窗前，看着那名中州人重新上车，然后开远，这才拉上窗帘，将整个房间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一直忙了半钟头，白兰度才停下手中的动作，将台灯、电脑等电子设备装了回去。很不错，房间内没有任何监控设施，也不存在守卫人员。如果自己想要离开的话，这座研究中心完全就是筛子。可是对方又不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为什么还会对自己如此放心？还有，经纪人说的这是个新的任务，这句话究竟有何深意？白兰度坐在松软的床铺上，渐渐陷入了沉思。老板，我是文欢，您起床了吗？当第二天一大早，晨晨才起床时，大门口的呼叫器便传来了钱文欢的声音。晨晨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走到门口打开了大门。不一会，眼圈有些泛黑的钱文欢便拿着那一叠资料走了进来。老板，按照机票的时间，昨天半夜的时候我去接了白兰度。钱文欢取出放在最上面的资料，不过因为他下飞机没有开机，等我联系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研究中心门口了，把他安顿到 C 楼了。晨晨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灌着热水。昨晚已经安顿他住下了，而今天还会有6个人过来。钱文欢回答道。看着钱文欢的黑眼圈，晨晨笑了笑，这群人很重要，你可是人事部的头儿，除了你我也不知道该派谁去了。我明白。钱文欢暗暗哀叹一声，倒没有什么怨言。这样吧，我给你再拨一辆车。想了想，晨晨放下水杯，身体向后靠去。你把人事部的人都带上，也能减轻一下你的工作量。好的。钱文欢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再次禀告道，对了，老板，那群本地保安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白兰度告诉我，他在半夜叫门的时候，保安竟然没有给他通报。晨晨皱了皱眉，随即冷笑道，没关系，很快会有新的人代替他们，到时候我会让这群人自动辞职的。辞职？您是指？钱文欢心中一惊，你不是在接新的保安回来吗？晨晨笑了笑，食指轻轻扣着茶几的桌面，发出扣扣的声音。钱文欢顿时醒悟，他兴奋道，我懂您的意思了，那么是不是说他们将来也要进咱们？先看看吧，将来肯定还要剔除一部分的。晨晨没有隐瞒，不过如果没有意外，这些人都会并入组织。好，钱文欢这才心中舒畅起来，难怪老板要让自己亲自去接待，自己好歹也是除了晨晨外整个非洲分公司的最大人物。不过如果是为了上帝禁区，那就说得通了，毕竟组织接纳新人，自己作为前辈也要过目的吗？钱文欢飘飘然地走到门口，突然又想到了什么，转身说道，老板，那个白兰度还问过我，什么时候您会见他？什么时候见他？晨晨想了想，既然这样，你就回复他，等他的同伴到齐之时，我自然会去见他们的。钱文欢答应一声，转身退出了房间。100安保。接下来的几天，钱文欢和整个人事部都累了个底朝天，一共30个人，每天多则4、5人，少则2、3人抵达金湾港国际机场。时间一天天过去， C 号宿舍楼也渐渐热闹起来。随着一户户新住户到来，2、3、4、5楼都被住了进去。和普通员工不同，这群新来的住户不仅住着最好的宿舍，而且还有独立食堂，待遇快要赶上那帮教授了。许多员工暗暗嘀咕着此事，还有好事者偷偷跑来这座食堂查探情况。可是还没进门，便被那群神色冰冷、满脸横肉的新住户吓得狼狈逃。只可惜，普通员工并不理解晨晨的良苦用心，之所以把这群新住户单独分开，其实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毕竟这30个人当中，来自海豹突击队的就有5个，另外5人来自三角洲部队，除此之外还有3人来自22特别空勤团，以及4个阿尔法部队的。剩余的人要么来自中东洲，要么本身就是非洲这一带无尽战乱中走出来的，每个人手中都沾满血腥，站在人群中都显得格格不入。而30人中唯一的那名长得像伊娃格林的女性，则是来自法国 GIGN 干预队。然而 C 号宿舍楼里，其实这群人住的也并不好受。雇佣军本是一种常年与战争和死亡打交道的职业，
经常需要紧绷着神经。就算换到这种宽松的环境，却没有几个人能放宽心下来。毕竟他们的母公司言辞含糊，无论如何逼问都不愿说出为什么让他们到这里。而这家研究中心则是好吃好喝的供着，却没有其他动静。这种种诡异的现象，如何能让这群充满戒心的雇佣兵安心下来？而且，常年与枪为伴的他们，至今连把防身的手枪都没拿到。更何况，虽然都是一个公司的雇员，可除了偶尔有过并肩作战的人以外，剩余的人互相间也并不熟悉，这就导致了紧张气氛的蔓延。如果不是头上还有个母公司压着，这几天发生点流血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能。直至白兰度入住的5天后，终于，钱文欢将整整30人都接了回来，将最后一批人安排进 C 楼后，这才将消息汇报给了陈晨。于是第二天一早，在白兰度等人在食堂吃饭时，几名身上散发着同样气息的中州人出现在食堂门口，那是程超和他手下的队员。随着程超出现，整个食堂的人都略有所感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齐刷刷朝门口往看来。一时间，仿佛空气都凝固了。可是，程超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出凝重的空气，他只是背着双手，阔步走到食堂中央，大声道：“各位先生们，吃完饭后请随我来，我们公司的老板要见你们。”说着，程超扫视了众人一眼，随即转身走到门外，静静等在了那里。至此，仓库里凝固般的空气才再次流动起来，众人重新恢复了吃饭的动作。许多人心底松了一口气，可随后眼中却露出了思索之色。等到众人迅速吃完，程超便走在前面引路，将众人引到了实验楼3楼的那间能容纳1000人的大礼堂内。这是钱文欢建议的。虽然实验楼里还有一些临时会议室，但钱文欢认为这种事就和相亲一样，老板第一次与将来的员工见面，自然是要给对方留下最好印象的。等到众人走进礼堂，挑了位子坐下，这时才能看出，在短短几天中，这群人竟然已经划分出了阵营。三角洲和海豹的人坐在一起，其他几个特种部队退下来的军人坐在一起，剩下的零散人员则三三两两的坐在周边。没有人大声喧哗，也没有人低声交谈，所有人就这样自觉分好了位置，显露出极高的战斗素养。在所有人都坐好后，程超等人也分别站在了讲台的角落。这时，陈晨总算出现在了会议室的大门外，略微整了整正装，陈晨3两步跨上了讲台。顿时，数十道带有压迫力的目光齐刷刷射了过来，纷纷在陈晨身上锁死。如果不是专业演员或主持人，当一群人望过来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更别说眼前全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雇佣兵了。也就是穿着 GS 战斗服，同时处于极度冷静状态的陈晨才将众人视若无物。各位先生们以及美丽的女士，陈晨对着话筒道，相信你们这些天都很疑惑，为什么你们的母公斯泰拉私人保全会委派你们来到这里，而且不告诉你们原因。陈晨低下头，露出一丝自负的笑意。这样说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你们的泰拉姆公司已经将你们承包给了我，承包给了布莱克沃奇公司。随着陈晨的话语落下，台下轰一声顿时炸开，许多人都唰地站起身，露出惊讶和愤怒的神色。你在开什么玩笑？这是真的吗？为什么我们不知情？怎么可以这样做？真以为我们是货物？混蛋！一群人愤怒地大骂起来，而陈晨也适时地停下了话语，就这样静静看着众人，看着这群人发泄心中的不满，一直过去2分钟。怪异的是，发泄过后，众人竟然再次沉默下来，同时齐齐地看向陈晨，似乎是在等陈晨接下来的解释。很好，我想大家都已经冷静下来了。陈晨这才继续说道，既然这样，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陈晨。说着，陈晨在身后一块白板上写下 Chen Chen 几个字母。我知道，或许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但是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无论你们如何称呼我，都不会对我造成影响。然后，我是这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老板，而你们这群人是我亲自向你们母公司的老总德拉米尼那里要来的。这句话说出后，众人的目光反倒更郑重了一些。能从德拉米尼那里要人，不用猜就能想到眼前青年有着怎样的影响力。有些佣兵会因为战斗压力而变得脾气暴躁，但这却并不代表他们就是蠢货。德拉米尼是他们得罪不起的人，那么眼前这名青年当然也不例外。陈晨继续说道，而我之所以想雇佣各位的原因，和泰拉这种公司私人军事公司不同，私人军事公司需要用你们的性命去赚钱，而我则不需要。我有自己的产业，不需要你们帮我赚钱，也不需要你们将手中的屠刀挥向平民，甚至不需要你们在非洲发动政变。你们将不再是处于灰色地带的雇佣兵，
而是一个能够站在明面上的，一个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的战斗人员。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个人眼中都闪过一丝惊讶。那么，请问您是想让我们做什么呢？就在这时，台下那名长得像伊娃·格林的法国女人举起手。还有我们的月薪如何？还能保持之前的水平吗？美丽的萨拉女士，这个问题问得好。陈晨露出赞赏的神情，随后淡淡道：月薪方面，我没有兴趣了解你们曾经的母公司给你们的价格。随着这句话一出，许多人不禁脸色一沉，被称为萨拉的女人更是皱了皱眉，就准备再说些什么。不过，陈晨再次开口，压下众人的询问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月薪2万至3万美元。众人神色一凝，都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月薪2万至3万，就相当于日薪700至1000美元。这的确是一个远高于雇佣兵的价格。不过，还是有人保持着理智。白兰度略微思索，迅速举起手问道：请问陈晨先生，我们的工作到底是？陈晨立即做出一个停止的手势，止住白兰度的问话，然后飞速转身，在白板上写下一个巨大的单词 Security 101汉尼拔。Security 有着安保、保卫的意思，也只从事有关安全方面的工作，而放在这里，就是指保卫人员，也就是保安了。在中州区，许多人认为保安是个很 low 的职业，可是在外国却并不这样认为。比起雇佣军，这份工作明显更有保障，也更加安全。至少暂时是这样的。不过，就算将来依然要打打杀杀，可工资毕竟是真实不虚的。要知道，就算是全联邦死亡率最高的中东州地区，也远远达不到陈晨给出的价格。这群人之前的普遍价位只在8000至12000美元之间。用金钱压服这群亡命徒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没有和这群人签订合约之前，他们就像一枚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研究中心轰然炸开。不过，越是这种接近原始的职业，越是趋于丛林法。当陈晨真成为这群人的雇主后，这群人反而可以成为陈晨手中的一把利器。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为他们提供月薪3万美元的工作的。为了这笔薪水，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陈晨。这30人，陈晨将其分成了5支小队，每队6人，队长由他们自己选择，而程超则为暂代总队长，让一名中州人充当指挥官。这群人当然不会服气，不过不服可以进行物理性说服。穿上 GS 战斗服的程超在肉搏方面的确有着碾压性优势，给了程超这么大的优势，如果还是管不好这支队伍，那陈晨也帮不了什么了。为了更好地管理这群战争动物，陈晨干脆在研究中心以外的空地上搭建了一座训练营地，同时准备将实验楼的地下2层改成实战靶场，甚至每月还可以有1周的轮休假期，让这群精力旺盛的野兽有时间去金湾港的酒吧发泄一通。这30人连同程超的队伍，陈晨组建了一个名为 Black Security Service 的安保部门，翻译过来便是黑色安全服务部。同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陈晨将那15名本地保安也编入了这个部门，同时制定了严密的部门守则，例如每天6点起床集训，夜晚必须有2队巡逻等等。想来接下来的这段时光一定会很有意思。没有在这件事上太过关注，陈晨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哥罗布村的第一批实验村民身上。经过10几天的培育，那群村民老者的克隆胚胎已经成功发育为胚囊形态，随后被陈晨的助手提取出了胚胎干细胞，并进行下一步的增殖培育。不过在那群老者中，还有3名肝硬化患者以及2名曾经是矿工的尘肺患者。这5人陈晨额外多培育了1枚克隆胚胎。这多出来的5枚胚胎，陈晨并没有提取胚胎干细胞，而是将其留了下来。毕竟要知道，陈晨的所有技术都是为了延长人类寿命而研发的，而想要延长人类寿命，除了替换干细胞的方式外，其实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那就是器官移植。人的心、肺、肝、肾等重要器官都可以进行移植。严格来说，任何这类器官的病变都可以通过移植来解决。可是为什么每年依然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因为这类器官的疾病而死？那就是这些器官的稀有性问题了。不仅稀有，而且还存在配型和排异问题。可是，如果可以克隆自己的器官呢？如果陈晨想靠提升寿命的技术去拉一波赞助的话，那么除了衰老、逆转治疗技术外，或许自己还可以增加一项业务。这个想法，其实陈晨早就想到，并且已经开始执行。此时，他来到实验大楼5楼的一间组织工程实验室。实验室里，几名研究人员正在专心致志地工作着。这些都是陈晨邀请来的那一批新人。当初，陈晨邀请了300名在生物界具有潜力的年轻人才，
这些人最终有200人留了下来，大部分成为了那群教授的助手，而剩下的便成为专门为晨晨服务的科研人员了。Boss， 老板。晨晨点了点头，他看向众人身前的仪器，制备完成了吗？完成了，我们已经制备了10张人造宫内膜。为首的金发青年转过身回答道。说着，他率先走到一座透明的鱼缸前。说是鱼缸，其实是一种和鱼缸外形类似的培养器，四面都是透明材质，唯有顶部被一座金属盖子封存着。一黑一白2根橡胶软管从顶部伸进了缸中。从晨晨的位置看去，那2条软管连接在培养器内一枚巴掌大小，如同内脏的生物组织。那枚生物组织隐隐呈三角形，就像是……这就是我们制备完成的人造宫内膜了。金发青年神情陶醉地看着那团肉块，就像再看一枚艺术品。按照内膜体外3维模型建立法，我们先用可以生物降解的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 PLGA 打造成可以容纳胎儿的人体形状，然后将宫内膜基质细胞与上皮细胞种植在 PLGA 的上下两侧，并提供足够的营养。大约14天后，细胞就开始融合成片，呈复式层生长起来，并形成引导好的3维结构。晨晨闻言点了点头。这项技术其实并不困难，毕竟不是生成完整人体器官那种黑科技，只是一层内膜层而已。甚至早在20年前，北美洲康奈尔大学的刘洪清教授就已经实现了这个操作。而这项技术唯一的难度，便在于如何能像真正的人体组织那样，生成可供养分传递的血管。那么，人造血管网络可以嵌合上去吗？晨晨再次问道。可以，我们采用的是混合增殖的方式。金发青年指了指那2根管道，在宫内膜生成的同时，已经自动形成了一座自给自足的壁内循环网络。只需要连接一台透析机，将新鲜的血液输入，将废旧的血液吸出，再在血液中注入足够的养分，就可以让它活过来。晨晨点了点头，那2根管道就是模拟动脉和静脉的功能了。至于里面的血液，也不是普通的人类血液，而是一种具有携氧能力的全氟3丁胺的乳化物 PFC。这种物质是由人工合成的，具有良好的携氧能力，氧气的溶解度比普通血液高出2倍，而且可以生物降解，在医学上经常当作血液替代品使用。很好，晨晨露出满意的神色，拍了拍青年的肩膀道：汉尼拔，有兴趣加入我的下一个项目组吗？是有关人造宫内膜的下一步项目。被称为汉尼拔的青年眼前一亮，作为一名专业生物方面的人才，他不会不懂这项技术意味着什么。是的，我万分愿意。Boss， 金发青年重重点了点头。这是一个对生物科学无比狂热的青年。金发青年原名汉尼拔·凯撒，原是麻省理工的大2学生，曾在去年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合成生物领域十分重要的论文，以一种基因改造噬菌体的技术得到当年的 Lamson MIT 奖。因为学校已经没有什么可教的，于是还没毕业，便被晨晨的邀请函吸引了过来，成为黑光生物科技旗下的一名雇员。在这个青年身上，晨晨看到了一种恐怖的潜力。如果没有变数的话，这名青年有几率在数十年后成为比肩达尔文、孟德尔、施旺这样的人物，开创一门新的生物学方面的学科。102生命孵化器。半天后，汉尼拔推着装载人造宫内膜的设备，跟着晨晨来到6楼一间没有标号的实验室门前。和其他实验室不同，这间实验室上没有标明任何用途，只有一道红色的标识牌，标识牌的上面标着限制区，下面则标着实验重地，闲人免进几个字样。老板 Boss。 实验室合金大门的旁边，已经有2名同样身穿白色研究服的青年等在那里。这2名青年都是24、5左右，一名从长相看去似乎是犹太人，还专门在研究服上装饰了流苏，另一人看起来似乎是中州人或东海州人。晨晨点了点头，对3人说道：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你们就是搭档了。你好。汉尼拔闻言立即上前和2人握了握手。你好，我是霍洛维茨·冯·诺伊曼，欧洲人，剑桥生物系。我是李雷，中州人，普林斯顿大4学生。我是汉尼拔·凯撒，北美洲麻省理工的，不过我退学了。3人里1人是内敛的中州人，1人是是非感强烈的犹太人，反倒是汉尼拔显得最为正常。3人略微自我介绍一番，便再度恢复了沉默。晨晨没有理会3人，而是看向头顶的摄像头。不过几秒钟的时间，随着摄像头对晨晨的虹膜身份认证通过，合金大门顿时应声开启。进来吧。走进实验室后，晨晨回头看了看站在门口发呆的汉尼拔3人，顿时催促道：哦，好的 Boss。3人这才走了进来。
直至走进这间实验室，众人才发现这里竟然异常宽阔，比之前所在实验室大了数倍。而且关键是他们竟然从未发现过这间实验室的存在，一种很普通的空间错觉应用而已。陈晨淡淡说着，然后他直接从一旁推出几台圆柱形的设备来。汉尼拔抬头看去，只见这些圆柱形的设备直径约30厘米，高约1米，通体由钢化玻璃构成，只有底座和顶部为金属制造，里面空空如也。这些是三人看着这些设备，只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很眼熟对吗？陈晨似乎存着考教的意思。我想你们在科幻电影中应该见到过攻克龙人生长的培养舱。听到陈晨的解释，李雷突然心中一动，惊讶道：没错，这些都是我根据科幻电影的灵感专门设计的。不过我喜欢另一个称呼，生命孵化器。陈晨拍了拍这件设备，发出砰砰的声音，随即再次推出一台恒温培育箱，这里面有着5枚人类胚胎，已经进入了胚囊态。我想凭你们的智慧，应该知道接下来如何去做才对。三人闻言顿时一惊，想也不想地冲到跟前，一个个朝着培育箱内望去。已经14天了，汉尼拔低声喃喃道：我需要一台显微操作仪，将这些人类胚胎植入人造宫内膜，同时我还需要矿物质、尿素、尿酸、肌酐、葡萄糖、淀粉酶等合成羊水，而且这些必须在胚胎消耗完卵黄内的养分之前完成，否则胚胎很有可能因为营养不足而死亡。约翰补充道。可是接下来呢？这些人造宫内膜内的宫血根本无法支撑胚胎长大吧？李雷有些不确定道。14周。陈晨这才伸出一根手指，回答道：14周是我预估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胎儿已经形成脐带和胎盘，只要形成了脐带，也就不需要宫内膜的介入了。到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人工肺氧合器连通胎儿脐带上的血管直接输氧，同时将成长所需的无机盐、维生素、脂肪、蛋白质等物质一起输送进胎儿体内。这些操作难度非常大，恐怕很难完成。汉尼拔思索了一下，神色间有些为难。在他看来，这种方式还是太过理想化了，模拟宫内环境的方式本就困难繁杂之极，成功的可行性极低。这个可以放心，到了这一步，自然有人能够完成。陈晨若有所指道，的确，模拟宫内环境凭现在的技术还很难达到，特别是养分的供给，根本不是凭人力能够完成的。不过陈晨却没有这个问题，人类无法做到，不代表人工智能也做不到。早在几天前，陈晨便在研究中心内部划出一片地，搭建了一座厂房，并购买了数千台服务器。随后，陈晨便将小 X 从中州迁移到了这里。不仅如此，为了解决通信问题，陈晨在搭建研究中心的时候，便顺便自掏腰包搭建了宏基站，保证了无线网络的问题。凭小 X 能够24小时无差别宏观调控的能力，只要多实验几次，建立足够的数据模型，迟早能找到正确的培育规律。而且，实验室的这些设备都是在瑞士定制的，这里的每一台设备都可以连接网络，任凭小 X 操作。因此，只要这三人不出岔子，陈晨根本不用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对了，陈晨突然提醒道，我培育克隆胚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将他们生下来，更不希望他们成为真正的生命，明白吗？那您的意思是？三人闻言抬起头，一种靶向抑制类血清素。陈晨直接拿出一张纸，写下一行化学药品的分子式，随即神色郑重地看向三人。注射了这种抑制类血清素的胚胎，他们的大脑发育会被抑制，却不会抑制身体层面的发育。三人立即意识到，陈晨对这些克隆胚胎采用了他的称呼。我懂了，这的确是最好的选择。李雷和约翰点了点头。胚胎大脑不发育，自然不会形成意识。虽然即使发育出大脑，在胎儿时期也不会形成自我意识，可陈晨的做法却无疑更人道一些。因为对于人类而言，他们只是一具光有肉身却没有大脑的空壳而已。而汉尼拔虽然并不在乎这些，不过陈晨毕竟是自己的老板，他的话还是要听的。将这一切嘱咐下去后，陈晨便将实验室的权限赋予了三人，随后转身离开了实验室。这三人都是生物专业的天才，也是陈晨准备收纳进上帝禁区的人选。如今陈晨的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一点点去做实验了，所以培养一些接班人就很重要。而这种培养克隆胚胎的任务，自然就交给了这三个陈晨精挑细选的天才。103杞人忧天。3个月后，各位，现在请你们走到各自的跑步机上，立刻，马上！黑光生物研究中心的实验大楼内，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正神色严肃地盯着33名黑人。这33名黑人都是奥万博族，此时穿着制式的白色病服，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精神奕奕，但至少每个人都显得很是健康。要知道，这些人在3个月前进入研究中心时，还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可此时的他们竟然奇迹般的变年轻了。如今看去，这群人似乎只有40来岁，仿佛时光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倒流。听到研究人员的命令，这些人都有些不大情愿的样子。可就在他们的旁边，一队 BSS 安全服务部的人员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稍不听话就是一顿棍棒交加。至于能积极配合的人员，则可以单独获得更加美味的食物，甚至还有酒精饮料的奖励。在这种奖励和惩罚的双向选择中，这群人自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随着这群人满不情愿地登上跑步机，研究人员在总控制台上轻轻一按，顿时跑步机便开始缓缓运作起来。现在是5公里每小时，请各位不要走，跑起来。现在是7公里每小时，各位继续。现在是10公里每小时。在研究人员将跑步机调到10公里的时候，一名黑人似乎有些坚持不住，从跑步机上逃了下来。顿时，负责监视这一排的保安立即走上前来，将手中的电棍狠狠甩在对方的后臀上。啊！顿时，黑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嚎，捂着屁股再次跳上了跑步机。15公里每小时。研究人员看了看时间，已经过去了5分钟，许多人都开始剧烈喘息了。不过，这并不是极限。想了想，这名研究员直接将速度调到了20公里。这下，那群黑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个个从跑步机上跳了下来，死猪一样躺在地上喘息，任凭保安鞭打也再不起来了。不错，看着这群人表现出的数据，研究人员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份体力已经堪比那群常年不运动的宅男了。要知道，这群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而且非洲的50岁相当于中州的65至70岁左右。说着，研究人员拿出记录仪，在体能恢复这一行写下了一个 B， 而在体能上方则是骨骼强度、脏器活性、肌肉活性、关节韧性等字眼，而这些后面基本都是 A 和 B。 好了，等会大家再做一次 X 光，今天的所有检测就结束了。研究人员拍了拍手，对众人叮嘱道，完了之后其他人全部返回宿舍，而康迪和丽苏这一组，你们5个暂时留下来，有其他的检测需要你们配合。说着，便带着点名的5人离开了。此时，在那间没有任何标记的神秘实验室内，有5台生命孵化器正处于运行状态。这些生命孵化器的内部盛满了一种淡黄色的液体，这些液体有些浑浊，而且不断有气泡从罐体析出，随后咕嘟咕嘟地上浮出去。透过浑浊的液体，隐隐能看到一只拳头大小的人类胎儿正静静地悬浮。人类胎儿蜷缩着身体，体外包裹着一张半透明的薄膜，就好像身在子宫中一般。而胎儿那条长长的脐带上，则连接着好几条管道，这些管道一端连着胎儿的脐带，一端却直接延伸出罐体，连接在众人身后一座巨大的机械装置上。通过那台机械，成长所需的一切养分都会精准无误地输入进胎儿的体内。对方5人马上就到，我们可以开始准备器官配型了。此时，汉尼拔在主控台接到消息，连忙对实验室内的另外2人提醒道：“一定要这么做吗？”正在检测数据的诺伊曼回过神，有些犹豫道：“上次检查过，那5人经过衰老逆转治疗后，体内的脏器就已经开始恢复，即使不做器官移植，3人的肝硬化和2人的尘肺也在自动好转。”汉尼拔闻言摇了摇头，皱眉道：“诺伊曼，你还是这样，别忘了我们可不是慈善机构。你知道这30个人做一次衰老逆转治疗需要烧掉多少美金吗？知道眼前这5台生命孵化器每天要烧掉多少美金吗？再往大了说，你知道 BOSS 建立这座实验中心每天少烧掉多少美金吗？”叹息一声，汉尼拔继续说道：“我们可不是为了拯救这群人，而是为了技术。如今全球没有任何一家研究机构能将干细胞生成为完整的器官，这是为什么？还不是生成单独器官的难度太高，甚至超出了克隆人的难度。可是我们现在却可以轻易绕过这个问题，直接生产出完整的器官。这项技术能拯救多少人，你知道吗？”一旁的李雷也走上前来，拍了拍诺伊曼的肩膀：“我们中州有句古话，小善如大恶，大善似无情。真正的善良应该是理性的，不被情感左右，不被情绪困扰。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大善。”诺伊曼这才点了点头。而3人并不知道的是，他们此时的谈话全都落入了晨晨的耳朵。此时的晨晨正靠在沙发上，一边品着香槟，一边听着监控上几个人的谈话，略微认同的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小 X 的声音突然从音响中传来：“
教父阁下，所有关于衰老逆转项目的记录都已经整理完毕，现在就差器官配型这最后一项数据了。做得好，小 X。晨晨打了一个响指。既然这样，我的下一步计划就可以展开了。下一步计划？小 X 好奇道。对，下一步计划。晨晨竖起手掌，盯着自己的掌心。你应该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基于一个提高人类寿命的计划。不过我也明白，这个计划绝非1天2天能完成。不过还好，我父母如今还不到50岁，我至少有20至30年去完成这一计划。说着，晨晨微微握拳，眼中浮出一抹坚定的神采。在20年后，我要初步延长全人类30年的寿命，然后彻底开启寿命逃逸。那您想过如何解决人口大爆炸的问题吗？突然，小 X 好奇道。现今全联邦人类数量为 78.43 亿，每年平均增长8130万人，增长指数为 1.09%。按照我的计算，在20年后，人口数量会达到 95.95 亿。这倒也罢了，就怕继续指数级增长下去，在100年后会达到300亿，导致矛盾加剧，引发新一轮的世界大战。这个倒不必担心。晨晨摇了摇头。小 X， 你的抽象逻辑思维还是不足。如果科技真的能再发展100年，难道还研究不出可控核聚变吗？就算人类还是研究不出，难道我就摄取不出吗？啊，也是。小 X 顿时醒悟过来，可控核聚变一旦成功，就代表人类正式进入无限能源时代，同时也代表地球引力再也无法束缚人类。到时候就算人口再如何膨胀，也根本无关紧要了。晨晨淡淡笑道。更何况，就算人类寿命突然暴涨又如何？到时候联邦自然会出现延迟退休、推迟婚姻、限制生育等等相对应的政策。不过这就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了。如果觉得人类寿命延长就一定会引发各种危机，那也太杞人忧天了。说着，晨晨拿起桌上的一本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大约半个小时后，小 X 突然提醒道：教父阁下，克隆人实验室已经上传了结果，克隆人与本体间的配型率为 100%。很好。晨晨闻言放下手中的书本，同时叮嘱道：小 X， 准备开始吧。104邀请函。半个小时后，晨晨把玩着手中一张怪异的邀请函。这张邀请函整体呈深蓝色，由270克珠光纸制成，上面有着烫金工艺的字体，显得端庄而大方。邀请函的正中央是上帝禁区的 logo， 还有底部则用小字写下的 Welcome to your arrival 的语句。这些都是平常，可是如果翻开邀请函的内部，则会发现这张邀请函的厚度要远超平常的邀请函，甚至和一些书本的厚度都差不多了。邀请函大概有30页厚度，翻开后的第1页是晨晨叙述的有关上帝禁区组织的介绍，其后的页数都是关于衰老逆转治疗和克隆器官移植2个项目的照片和资料。当然，这些资料都缺少核心的参数，专业人士或许能看出真假，但如果想要模仿却根本没可能，只能从零开始。而且这些邀请函并非1张，而是足有11张，而这些邀请函中所使用的语言也多种多样，有的邀请函使用的是英语，有的是法语，还有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11张邀请函分别瞄准了11名世界性的大财阀，这些大财阀或许知名度极高，或许根本默默无闻，或许是某个行业的佼佼者，又或许是某个家族的最高负责人。可是这些人的唯一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年龄在60岁以上、70岁以下的老人。晨晨从小就从课本上学到了一个道理，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就越是要发动群众的力量，要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可不能因为蛮干而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了。敬茶忌口音，君不见那些才华横溢、坚韧不拔的反派 boss， 哪一个不是因为站在了全世界的对立面，却从没想过拉拢盟友，空有一身力量而无法发挥，最终惜败的。因此，晨晨就算要执行自己的计划，也绝不会一个人去战斗。他要编织一块巨大而美味的蛋糕，将那些利益团体引诱进来。这样一来，就算将来某一天计划暴露了，有正义人士举着大旗跳出来反对自己，可是那个时候他要推翻的就不仅是自己了，而是自己背后那无比庞大的利益共荣集团。也就是说，晨晨需要通过某种的手段，将一些掌握着金钱和权力的团体牢牢捆绑在自己的利益战车上，然后自己才能放心大胆地去发展公司，去完成自己的100年大计。然而，想要制造出足够吸引那群人的蛋糕，也并非什么人都能做到。普通的、卖相差的、没有价值的蛋糕比比皆是。于是，
晨晨才会开发出衰老逆转治疗以及克隆器官移植这2项具有诱人前景的技术。凭这2项技术，再加上研究中心内正在进行的阿尔茨海默逆转治疗、神经干细胞连接再生、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等几种项目，想必能吸引这群生命临到尽头的诠释者吧。晨晨坐着沙发，单手拄着下巴，默默思索着。在人们发现自己的年华在默默老去，发现自己的精力逐年下滑的时候，每个人会如何去做？普通人开始变得热爱运动，即使他们年轻时可能连路都懒得多走几步。同时，他们也学会了养生，吃饭只吃7分饱，不再熬夜，不再肆意发泄，只为了一具健康的身躯。这还只是普通人，而古代那群行掌天下的帝王，又会如何去做？从秦始皇派徐福前往蓬莱仙山起始，到汉武帝宠幸方士求索仙药，再到唐太宗服胡僧药，暴疾无救，隶属古代君王。即使英明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可到了晚年，又有哪一个逃得出怪圈？人性便是如此了，连英明的帝王都要去追求长生，更不要说这群手握重金的人，就连晨晨也不例外。在晨晨看来，只要能活下去，自己可以付出许多东西，无论是时间、金钱、欲望，乃至是人类的身份，自己都可以抛弃。毕竟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只要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希望。既然自己都这样认为，那么那群垂暮老朽、半只脚已经踏入棺材的人，当他们看到晨晨的邀请函里2个成熟的项目时，他们能否抵住来自生命本能的诱惑？晨晨甚是期待。几天后，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区不列颠群岛上，伦敦，这座被称为全联邦最大的经济中心，欧洲的最大城市，此时正迎来它的又一个晴天。金融业是伦敦的支柱产业，这里的证券交易所是全联邦最重要的证券交易中心，同时还有19家联邦500强企业的总部位于此处。而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东侧，有一块被称为1平方英里的地方，在那里楼群密布，聚集着数以百计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被看作是华尔街在伦敦的翻版。也正因为如此，1平方英里还有着另一个更为通俗的名字——金融之城。此时，在寸土寸金的金融城，一座福斯特集团大楼内部，若曼·福斯特正戴着一副厚重的镜片，坐在一张藤椅上，静静望着落地窗外。他的手上抓着一张《伦敦时报》，这是他年轻时一手创立的报纸，至今已成为伦敦最为热销的时报，每天的卖出量都在100万份以上。随着年纪越大，他越是喜欢沉思自己年轻时那一个个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如果当年的自己改变了某个选择，是否现在就没有之后人生中的遗憾？晌午的阳光温暖而又强烈，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射在诺曼的眼帘上，令诺曼昏昏欲睡。他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精力，可他依然没有停止对旗下几家企业的掌控。于是在办公之余，他便养成了每天在藤椅上眯一会的习惯。可是今天不知为何，诺曼却始终无法睡着，越是闭眼，他就越感觉自己身边似乎站了一个人，一个看不见的人。可是当他警惕地睁眼四下观察时，却发现除了自己身后的秘书以及门外深受信任的保镖，再没有任何人在场。而且睁眼后，那种感觉也会迅速消失。可是等到再次闭眼，那种被人窥视的感觉却再一次浮现了。这种反差感令他毛骨悚然。作为一名垂暮老人，他的直觉本不该如此强烈。虽然他不断告诫自己一切都只是错觉，可那种被人监视的感觉依然源源不断地刺激着他的神经。既然如此，只好先不睡了吧。诺曼叹息一声，重新拿起手中的报纸。可是就在他准备继续看报的时候，却突然愣住了。随即一股寒意从体内升起，迅速蔓延至全身，就连他的汗毛都根根竖立起来。不知何时，原本位于自己手中的报纸被扔进了垃圾桶内，而自己手上则多出了一张诡异的邀请函。105怀疑。诺曼虽然已经69岁，可是他却敢发誓，自己绝对没有任何老年痴呆的征兆。毕竟他有专属的私人医生，每月都会做这方面的检测。不仅如此，在自己做过的各种检查中，大脑一直是自己最健康的部位。所以说，刚才的一切真的不是错觉。有一个人走到了自己身边，趁着自己眯眼的功夫，将自己手中的报纸替换成了邀请函。诺曼自认为还没到老眼昏花的程度，更何况如果真有人进来，自己的保镖和秘书怎么可能毫无察觉？想到这里，诺曼再次抬起头，小心翼翼地四下望去。可是四周依然毫无动静，只有自己身后收拾书架的秘书，以及门口处的2名静静站立的守卫。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手中那本多出来的邀请函，恐怕就连诺曼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了。艾米丽，
诺曼忍不住叫道：“诺曼先生，我在这里！”立即，一名席卷着浓郁香水的中年女子走到跟前，大幅度俯下身，露出伟岸的胸怀。“需要我帮您倒一杯养生茶吗？”“不，艾米丽，刚才有人从我身边经过吗？”诺曼死死盯着眼前女人的眼睛，似乎要将她看穿一般。“怎么会呢？”“诺曼先生。”秘书神色微变，随即奇怪道：“这里是您的私人办公室，除了我和莱奥，还有谁能进来而不受通报呢？是这样吗？”诺曼这才渐渐移开目光，他低下头，看向手中的邀请函，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咦，诺曼先生，这封邀请函是什么时候？”终于，秘书也看到诺曼手中突然出现的邀请函，顿时有些错愕道：“这和你无关。”没等女子问完，诺曼便冷冷地看了对方一眼。秘书闻言迅速醒悟过来，连忙将到嘴边的疑惑咽了下去。他本来就受过专业的训练，自然明白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只是刚才太过惊讶，毕竟十几分钟前自己老板手中并没有这件东西。等到女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后，诺曼才仔仔细细地打量起了手中的邀请函。既然能避开自己的精英保镖以及这个蠢女人的眼睛，将邀请函送到自己手中，无论对方是如何做到的，这份邀请函都有一看的价值。邀请函的封面是一个有些怪异的 logo， 一只机械手想要触碰一只人类的手，而在 logo 的下方则是一行细小的标语：科学的圣地，上帝的禁区。诺曼并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可在看到这枚 logo 的瞬间，还是忍不住皱了皱眉。真是大胆啊！这种标语，这种图案，是想表达科学可以取代上帝的意思吗？诺曼低声喃喃道，随即他冷哼一声，翻开了第一页。顿时，一段由中性笔书写的文字映入眼帘。这段文字乍一看去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越是细细观察，越能感受到其中的不俗之处。因为这些文字中，无论是字母间的间隔，还是同样字母间的相似度，几乎都是一样的。要知道，就算是一名锻炼了数十年的书法家，刻意去写两个同样的字母，也很难做到分毫不差。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类对于自身肌肉的掌控问题。除非有个人能精确无比地掌控自己肌肉每一次最细微的发力，这样才有可能写出一模一样的字母。可是，世界上有这种人吗？之前诺曼或许不信，可是此时诺曼却不得不信，因为在整段文字之间，他看不出任何差别，就好像电脑排版的制式文字，干净而利落。可是任谁都能看出，这绝非是电脑打印出来的字体，因为这段文字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一笔一画间大气磅礴，而且手写造成的笔触也不是电脑能轻易模拟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种奇迹般的文字？诺曼深吸一口气，现在他对这封邀请函的兴趣更加浓重了。尊敬的诺曼·福斯特先生，当您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证明它已经被送到了您的手中，还请原谅我们不告而别的行为。正如您所见，我们是一家名为上帝禁区的组织，是由一群致力于追求延长生命的人自发创立的，其目标就是打破人体海弗利克极限，获得神奇才拥有的权利——永生。为此，我们启动了一个名为人类寿命逃逸的计划，包含上百种延续人类生命的科技项目。如今正在实施的有衰老逆转治疗、克隆器官移植、阿尔茨海默逆转治疗、神经干细胞连接再生、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等13道项目。而这些项目中，已经有衰老逆转治疗与克隆器官移植2个项目获得了成功。这2项剂一旦交替使用，可令一名自然人的寿命延长30年以上。为此，我们附上这2项技术的一部分资料。如果您认为资料没有说服力的话，也可以登录邀请函提供的网址，查阅这2项技术的视频文件。如果您对我们的项目有兴趣的话，请在网页上联系我们。最后，则是上帝禁区的署名。在看完这段内容后，诺曼的眼角忍不住抽了抽。不得不说，在看到衰老逆转治疗的几个字眼时，他原本早该看淡一切的心突然剧烈的跳了跳。可是随即，这份心动却立即化为了怀疑。诈骗组织？诺曼不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在自己的圈子里就有类似的案例。几名金融界的老富翁因为在网络上查到了一家类似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的组织，被说服投资了几千万，结果没过2天，对方直接卷钱跑路，让这几个老富翁成为金融界的一大笑柄。诺曼可不希望自己英名一世，临死时却因为此事毁于一旦。可是，万一对方说的是真的呢？诺曼沉默了一下，随即苦笑起来。是啊，就算知道这个组织多半是假的，又能如何？难道自己就可以无事不成？诺曼的目光死死盯在了那句寿命延长30年的字眼上。如今自己已经68岁，虽然身体依然硬朗，可这份难得的健康又能维持多久？
自己早已不再年轻，或许自己还能活个10年到20年，又或许明天的一场感冒就能要了自己的老命。这种事又有谁说得准呢？想到这里，诺曼默默叹了一口气，从躺椅上直起身来。艾米丽，你出去将我儿子莱奥叫进来。遵命，诺曼先生。106，莱奥。父亲，您叫我。不一会儿，一名身材高大、长相英俊无比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男子大概40来岁，金发碧眼，标准的高加索人种，神色间充满了自信的贵气。莱奥，你来了。诺曼朝一旁的秘书挥了挥手。艾丽米，你先出去。是。秘书连忙点了点头，迅速离开了房间，还顺手将房门轻轻合上。被称为莱奥的男子神色一正，总算变得郑重起来。他快速走到父亲身前，低声问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吗？你看看这个。诺曼抬起头，将手中的邀请函递给了他。在和父亲对视一眼后，莱奥突然发现，此时的父亲明显和平时不同，那一双眼睛中似乎多了些什么。那是一种凌厉的光，这种光莱奥在小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可是随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他已经很少在父亲眼中见到这种光了。因为每一次父亲眼中发出这种光，都代表了他要做出某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是和这张邀请函有关吗？莱奥心中一动，连忙翻看起来。一开始，莱奥还只是皱了眉头，可是随着不断往后翻去，他眼中的惊讶越来越浓，最后连呼吸声都粗重了起来。直至20分钟后，莱奥总算放下邀请函，他神色凝重道：父亲，这张邀请函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也不知道。诺曼垂下眼帘，让人琢磨不清他此时的情绪。对方用了一种能避开我身边所有人的方式，在20分钟前将东西放到了我的手中。这不可能，莱奥忍不住说道。或许他是使用了无人机，或者买通了某个保镖。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诺曼眯起了眼睛。不敢。莱奥连忙低下了头。我知道这很难接受，可是事实就是如此。诺曼指着关闭的房门。刚才我一直躺在这里，房间内只有艾米丽一人，也就是说，对方可能有某种避开我所有保镖，轻易杀死我的能力。他在威胁您？莱奥的神色更加严肃了。我想对方确实有这层含义在内。诺曼慢慢站起身。你去联系一名生物方面的专家，我要知道这份技术的真假，以及它是否能被复制。几个小时后，一名身穿白大褂的老者出现在诺曼的总裁办公室内。他坐在电脑前，神色郑重地看完所有的视频，又不甘心地翻了翻手中的资料，这才依依不舍地将资料放了下来。莫斯先生，这份技术有造假的可能吗？一旁的莱奥连忙发问道。我找不到造假的痕迹。老者叹了一口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虽然有些不敢置信，但上面的原理的确是可行的，只是还有些技术层面的问题需要研究。那如果将这些资料交给你，你能复制出一样的技术吗？一旁的诺曼淡淡问道。很有希望。老者顿时眼前一亮。这2份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如果让我来进行研究的话，只需要5年，以及10亿美元的经费，我就有把握将第一份技术复制出来。闻言，诺曼和自己的儿子互相对视了一眼，双方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遗憾。只是第一份吗？老者顿时尴尬道。或许在您看来，第2份技术似乎比第1份还要简单，只是有关克隆人的培育而已。可是其中的难点是对所用的那种名叫生命孵化器的机器。我不知道这种仪器是如何解决体外培育的问题，但至少据我所知，联邦10年内是无法做到的。好的，我们明白了。诺曼冲儿子点了点头。莱奥立即走上前去，勾着老者走出了房间。莫斯先生，你做得很好，封口费和雇佣费我会打到你的账户上。不过对于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还请你能守口如瓶，否则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莱奥先生，您真的不考虑让我复制这项技术吗？我可以，我们可以下次再谈这个问题。莱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对方请了出去，随后朝2名保镖使了个眼色。2名保镖默默点头，也跟着走出了房间。送走那名专家后，莱奥重新回到诺曼身前，刚想说些什么，却看到父亲正在沉思的神色。良久，诺曼终于吐出一口浊气，他仰起头看向自己的儿子。莱奥，网站上有没有说如何联系他们？他们给出了一个日期和地址。莱奥打开电脑确认道。日期是10天后的5月30日，地址是非洲区纳米比亚金湾港。10天后吗？诺曼皱了皱眉，随后郑重地看向莱奥。莱奥，我会安排你和杰西卡前往那里走一趟。我要知道对方的那些项目
究竟是真实不虚，还是说只是一个骗局？我明白了，父亲。莱奥点了点头，随即垂下了眼睛。在强势的父亲下达命令时，他只有服从的份。在做出了决定之后，诺曼重新躺回了躺椅内，再次翻起了那份邀请函，似乎想要将里面的一个个字母刻入脑海一般。看到这一幕，莱奥知道自己开退出了。他最后看了那张邀请函一眼，随即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并轻轻带上了房门。可是，不知是不是错觉，在他带上门的瞬间，他仿佛看到了父亲眼中一闪而逝的贪婪，看到两人定下了基调。处于隐身状态的程超这才转身，凭借 GS 战斗服的能力，毫无声息地离开了办公室。不过他并没有走远，而是隐匿在金融城的附近，随时准备再次行动。毕竟谨慎如晨晨，不可能在对方意向不明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底牌暴露出来。即使暴露，晨晨也会留下一定的后手。而此次的后手，除了程超这一队拥有 GS 战斗服的 BSS 队员，小 X 也在24小时监控着诺曼的通话记录。如果之前诺曼的决定不是合作，而是产生出与晨晨为敌的打算，那程超就会用记忆消除器消除他们之前的记忆。为了提高这次行动的效率，晨晨摄取了5枚隐身器，分发给另外5名队员。这种铁血战士的隐身装置只有柜员大小，携带方便，只需要一丁点电能就能摄取出来。至于陆都市中的 Controller 隐身装置，晨晨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那件装置需要戴在手臂上，重量和体积都远远大于铁血战士的隐身器，最后被晨晨排除了。就这样，程超和5名队员分批将11道邀请函送到了11名财阀的手中。等到约定好的那一天，所有人会集中至纳米比亚金湾港，而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晨晨的舞台了。107会议开始。10天后，当莱奥·福斯特以旅游为借口抵达金湾港时，家族的管家杰西卡早先1天到来了此处，并包下了一间豪华酒店。只是从杰西卡的口中，莱奥却听到了另一个消息。是吗？一家名叫布莱克沃奇的生物公司，在这附近有一座研究中心。莱奥露出沉吟之色。他们的标志是不是2只手的模样？并不是，少爷。这家公司的 logo 是一颗漆黑的黑洞。杰西卡回禀道。那就奇怪了。莱奥皱了皱眉。不论如何，这家公司是最可疑的了。继续查。是，少爷。等到杰西卡离开后，莱奥再次登录了邀请函上的网站。可是这一次，在他输入验证码后，对方却直接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22点，22点0分。什么意思啊？看到对方新发送的消息，莱奥下意识看了看表，现在是纳米比亚时间的晚上9点20分，距离上面的时间还有40分钟。难道是说，对方会在这个时间段与我见面？莱奥皱了皱眉，对方的故弄玄虚令他很是不喜。如果不是对方手中很可能有延长寿命的技术，自己早就转身离开了。至于对方是否会对自己不利，莱奥并没有太过担心，只要不是愚蠢极致的绑匪，就会明白绑架欧洲区福斯特家族的成员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利益。就这样，莱奥一直等了40分钟。就在深夜22点整的时候，一辆深黑色的汽车突然从黑暗中驶来，缓缓停在莱奥下榻的酒店前。叮铃铃。与此同时，莱奥的手机也响了起来。莱奥拿起电话，却发现来电显示那一行竟然是空的。他有些疑惑地按下接通键，顿时，一个年轻的男性声音从电话中传了出来：“莱奥·福斯特先生，我是上帝禁区的代言人。”果然是你。莱奥受够了这种漫无目的的等待，连忙催促道：“我已经按照你提供的地址来到金湾港，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见面了？”负责接送的车辆已经停在了楼下。福斯特先生。莱奥闻言迅速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往下看了看，果然看到一辆通体漆黑的汽车正停在酒店外，在黑夜的衬托中，犹如黑色的幽灵。你是想让我上这辆车吗？莱奥神色阴晴不定。这并不是强迫，我们提供的客车也可以用来引路。电话那头回答道。那就这样吧，我马上来。莱奥想了想，最终还是没有冒险。虽然风度很重要，但自身的安全却更加重要。他给杰西卡打了电话后，不一会，杰西卡便带领了一群保镖走来。少爷，车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莱奥点了点头，转身下楼，坐在了保镖开来的一辆 SUV 上，其余保镖则上了另外3辆车。顿时5辆车同时启动，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金湾港，沿路朝着南边驶去。不过行驶了20来分钟，当莱奥看到道路尽头标志着布莱克沃奇生物研究中心字样的大门时，顿时神色一凝。果然，上帝禁区和这家公司有关。没有在门前停留，5辆车直接驶进大门，最终在一栋宽大的实验楼前停了下来。不过令莱奥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座实验楼前，竟然满满停着数十辆汽车，甚至还能看到几名保镖模样的人守在各自的车前。顿时，莱奥的眉头皱得更深了。虽然对方邀请的人越多，自己越安全，可是同时也代表了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也会变多。就是不知道这个公司背后的上帝禁区组织究竟是作何打算了。和一众保镖下了车，管家杰西卡再次靠了过来，他指着10几米外的实验楼的楼梯口，低声提醒道：“少爷，你看，那是威尔逊家族的成员，我见过他。”莱奥闻言看去，却看到几名似乎是研究中心的接待人员正在将杰西卡指着的人迎进大楼，随即再次朝自己这边走来。“欢迎您的到来。”还没到跟前，为首的中州人便大声嚷嚷道：“欢迎福斯特先生，您的到来真是令我们公司蓬荜生辉。”看到这毫无专业性的迎接，莱奥忍住心中的不满，和来人握了握手。“请问你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吗？”“不，我是研究中心的人事部主任，后面这些都是我的属下。”那名中州人呵呵笑道。“快请进去吧。实不相瞒，您是最后一个到来的，其他10个家族早已经等候多时。”“其他10个家族？”莱奥心中一惊。“都有谁？”“欧洲区这边，除了您的福斯特家族外，还有威尔逊家族。北美洲那边则有爱德华兹家族、亚历山大家族以及罗德里格斯家族。除此之外，还有沙州的穆罕默德家族。”随着眼前这名中州人每说出一个名字，莱迪的眼角便狠狠跳了跳。他强忍着拽住对方的领带，狠狠质问对方的念头，一言不发地走进了大厅。顿时，大厅内密密麻麻的人群同时看了过来。“还请让您的保镖们待在这里。”钱文欢指着旁边一间会议室，其他家族的成员都已经进入会议室了。莱迪点了点头，吩咐杰西卡和众保镖也留在大厅，随后在钱文欢的指引下走进了会议室。和闹哄哄的大厅不同，莱迪一进入会议室，便看到众人井然有序地围坐在一张宽大的会议长桌前。这些人的相貌，莱迪大部分都有些眼熟，毕竟上层圈子总是互通的。这里的人多半与自己身份相似，皆是各国的金融寡头以及财团的家族成员。唯独坐在会议长桌最顶端位置的，是一名自己从未见过的中州青年。此时，这张会议长桌上只留有一个空位，不用想也知道，这个位置便是为自己准备的。于是莱迪便在众人的注视下轻描淡写地走到那里，随后慢条斯理地坐了下来，体现出良好的英伦贵族风范。“很好，福斯特先生也正式就位，那么此次会议可以正式开始了。首座上。”那名青年微微一笑，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递至会议室的每一角落。108逃出克隆岛，求订阅。一间装潢奢华的会议室内，12名气质各异的男子静静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盯着首座的那名青年，一股凝重的气息在缓缓弥漫着。而此时，坐在首位的青年突然发声了：“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早就认识，我就不多做介绍了。”青年指了指自己：“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做陈晨，来自中州区，是此次活动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上帝禁区的代言人。我想问一下，你们上帝禁区邀请我来此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是不等陈晨说完，一名头上包裹着白金的中东人便不耐烦地打断道：“我们这些人的时间很有限，如果不是你的那几分技术，我相信没有人会坐在这里吧？扎耶德王子殿下，最起码等我把话讲完好吗？”陈晨摊了摊手，无奈道：“关于上帝禁区，我在邀请函上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这一点就不再重复。而此次邀请各位来这里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邀请各位加入组织，毕竟我们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众人都是沉默，等待陈晨接下来的话语。“首先，还请各位看一下这份资料。”陈晨轻轻拍了拍手，顿时几名员工走了进来，将11份带着蓝色封皮的资料送到每个人的手中。随着众人拆开资料，许多人都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莱迪也打开了资料，却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份比之前还要详细的报告。不仅如此，报告上还给出了一份延续人类生命的完整计划，计划之详细，令人叹为观止。不知各位可曾听说过人类寿命逃逸速度这一概念？突然，陈晨压下众人的惊呼，出声询问道。众人全都是摇了摇头。见此，陈晨这才轻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容我介绍一下，各位现在所看到的正是这一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说着，陈晨身后一张巨大的屏幕渐渐亮起，上面显现出人类寿命逃逸计划的字样。我们上帝禁区组织，其目标就是为了打破人体海弗利克极限，获取神奇才有的长生的资格。为此，我们启动了这款人类寿命逃逸计划。而计划首先要做的，
就是从干细胞学入手。说着，陈晨身后的屏幕开始浮现出一张张实验照片，相信各位都已经在邀请函上了解过。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与间充质干细胞移植，能够有效令身体恢复年轻态，而且和其他干细胞治标不治本的疗法不同，我们的技术必须首先杀死你体内的干细胞，然后才用克隆后的干细胞进行代替，而外在的结果便是人体的造血功能、肌肉功能、骨骼功能、肝功能等身体功能都可以得到奇迹般的复苏，逆转衰老。这就是所谓的衰老逆转治疗项目了。通过这种治疗方式，可令在座的各位多出20至30年的寿命。不过，问题就来了。陈晨突然话语一转，为什么只有20至30年呢？造血干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经过替换后，就等同于我们恢复到10几岁的年纪，完全应该有40、50年的寿命以上才对，难道不是吗？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静静等待着陈晨的回答。现在我就告诉大家这个答案，那是因为我们的脏器。陈晨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间充质干细胞除了可分化为肌细胞以及骨细胞外，还可分化为心肌细胞与肝脏细胞，也就是修复心脏和肝脏。可是我们的肺部、肾脏、肠道等等重要器官却是照顾不到的。如果将人类比喻成一只木桶，那么衰老逆转治疗便提高了木桶其他几片挡板的高度，可是依然有挡板未曾升高。说着，陈晨身后的大屏幕自动显示出一只木桶不断漏水的卡通动画。成功学经常会提到木桶理论，人类寿命的提升也是如此。一味的提高几块挡板是靠不住的，唯有全面提升，才能延续人类的生命。陈晨看着渐渐听入迷的众人，指了指资料，现在请大家翻开第2页。顿时，会议室内传来一阵哗啦声。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提升其他挡板长度的方法了。陈晨摊开手道，也就是我们计划中的第2个项目——克隆器官移植。众所周知，现如今全球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拥有将细胞发育成完整器官的能力，就连我们上帝禁区也是如此。于是，我们干脆绕过这个技术限制，直接从克隆人的方式上下手。说着，陈晨身后开始浮现出一张张克隆实验室的情景照片。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便是我们实验中心的克隆人实验室，里面那5具拳头大小的胎儿，便取自当地村民的体细胞克隆出来的克隆人了。而且，那5人分别患有严重的肝硬化以及肺尘病。陈晨继续解释道，我们现在正在尝试通过注射激素的方式，对那5名胎儿进行催生。如今实验基本成功，有望在1年后将那5名克隆胎儿催化到15岁的生理年龄。众人闻言，纷纷神情一动，接下来就好办了。人类在15岁的时候，器官基本已经成熟，即使不够成熟也没有太大影响，可以直接进行移植，因为有着几乎100%的配型率。对众位来说，这就是最佳的人体器官来源。这样一来，其余的器官短板也被补足了。就在这时，其中一名中年男子举起手，疑惑道：可是，任何克隆人都是会被国际接受的，这种技术根本不可能推广开来吧？如果你指的是克隆器官移植项目的推广问题，这个并不需要担心。陈晨解释道，这些技术暂时只会用在加入我们上帝禁区的成员身上，等过个20、30年缓冲，再慢慢推广到全世界。相信到了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有了直接通过干细胞生成完整器官的技术了。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陈晨笑道，所以说，人类寿命逃逸计划现如今的用户，仅仅只有各位而已。就在这时，威尔逊家族的一名20出头的青年突然嬉笑着问道，可是，如果我们在你这里定制了克隆人，但是这些克隆人长大后逃了出去，并且把我们的丑事曝光出去，该怎么办？听到这个滑稽的问题，会议室内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可是陈晨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起来，这个不需要担心，我们研制出了一种靶向抑制类血清素，这种血清素会抑制处于胚胎时期的人类大脑，令他们的大脑彻底萎缩，却不会影响小脑和脑干。也就是说，这些的克隆人无论如何生长，他们的大脑都会永远处于萎缩状态，连意识都不会有，绝不会出现逃出克隆岛那种情节的。众人闻言又是一阵哄笑。直至此时，会议室内原本沉重的气氛已经渐渐变得轻松起来。109人类寿命逃逸计划，求订阅。这2个项目便是上帝禁区现如今开发完毕的项目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在研究一种神经干细胞连接再生的项目。陈晨继续说道，这个项目依然是为了配合克隆人技术而出现的。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说过换头手术的事例吧。说着，陈晨身后的屏幕上出现有关换头手术的新闻。中州医科大学的任教授曾做过动物换头实验，将一只猴子的头部与一具新身体进行对接，最终这只猴子和新身体
完成了血液供应，但是脊髓却没能连接，导致猴子脖子以下全身瘫痪。顿了顿，陈晨再次说道：“这个实验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同时他也成功了，因为他验证出了一种成功的换头方式，将受术者的头颅进行短暂的低温冷冻，可令手术过程中保持存活，同时不会伤及大脑。这个成果在 SCI 上进行了发表，而我们的神经干细胞连接再生项目就是为此准备的。如果将来出现一种全身性疾病，连克隆器官移植都无法治疗，那么直接进行身体克隆然后换头是不是更加方便呢？”众人顿时若有所思。到了这里，陈晨总结道：“衰老逆转治疗与克隆器官移植，再加上神经干细胞连接再生这种正在进行的项目，我们有把握将各位的生命延长40年至50年。”众人闻言，许多人眼中都泛起了一抹渴望。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数值，实际上限制我们年龄的还有阿尔茨海默症与癌症这两大生命天敌。于是，为了能让人类寿命继续逃逸下去，我们还在开发出了阿尔茨海默逆转治疗项目与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项目。陈晨的神情再次肃然起来。所谓的阿尔茨海默症，便是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以记忆障碍、失语、执行功能障碍、人格和行为改变等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不过这在我们组织中，阿尔茨海默症却有突破性进展。随着陈晨的话语，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如果说前两种技术虽然真实有效，但还处于现代医学的范畴内的话，那么治疗阿尔茨海默症就是真正超出现代医疗范畴的技术了。此时，又有几名助手走了进来，这些人每人都端着一管手指粗细、包装精美的蓝色玻璃瓶，玻璃瓶内则存放着一种看似透明的液体，约有10毫升左右。大家可以一人拿一瓶回去当做证据。这种由我们组织研制的液体有加速大脑活力、抑制海马体及内侧颞叶萎缩，以及消除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能力。陈晨指着这些蓝色小瓶道：“其外在表现就是短暂增加思维速度，普通人服用过后思维逻辑能力明显改善，效果比利他林、莫达菲尼更加有效。”果真如此，许多人都是神情激动地接过助手端盘上的玻璃瓶。如果各位放心的话，可以当场喝下去验证一番。说着，陈晨接过众人留下的最后一瓶密封瓶，拧开瓶盖，毫不犹豫地倒进了口中。在场的人愕然看着陈晨的动作，也有心尝试一番，可是想了想，最终还是放弃了。看到众人犹豫的神色，陈晨嘴角挑起一抹隐秘的笑意。玻璃瓶中的液体其实就是 NZT48 在葡萄糖中化开后形成的药水，不过经过稀释处理后，这些药水中 NZT 的含量极低。陈晨早就实验过，这种少量的 NZT 只能短暂增强人的思维活跃程度，根本无法和完整药物的药效相比。不过这也比市面上那些聪明药强多了，就算是老年痴呆症吃了这种药，也能短暂加速大脑运行，在外看去就像是病情得到控制一般，不由得这群人不信。至于对方是不是会拿回去研究，陈晨也不放在心上，毕竟 NZT 的复杂程度连陈晨都无法复制，更别说这群人了。那么能不能让我们多拿几瓶回去呢？突然，北美洲的一名老者提问道：“抱歉，这种药物的生产成本为$10001毫升，我们暂时只生产了这几瓶而已。”陈晨摊了摊手，表示无奈。众人没有再多说什么。陈晨继续解释：“这个就是各位在邀请函上所看到的阿尔茨海默逆转治疗项目，与之对应的则还有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项目。不过很遗憾，有关癌细胞的项目暂时还没有什么成果出现。”虽然陈晨如此说，可众人却再也没有心思多说什么了，因为这节会议上，众人已经吸收了太多惊世骇俗的东西。先不说之后的那些项目，光是介绍过的这几个项目，便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令人不得不相信眼前这家研究中心的确有着超出整个联邦的科学技术。至此，已经没有人有想要退出的想法了。陈晨总结道：“以上这些项目，都只是上帝禁区的冰山一角。我敢保证，全球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有我们这样完备的技术。而这些项目串联起来，就是完整的人类寿命逃逸计划。”说着，陈晨身后一张巨大的屏幕渐渐亮起，上面显现出一张数据图。所谓人类寿命逃逸计划，便是指从某一时间段开始，我们人类借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医疗技术，延长我们的寿命，然后利用延长的这段寿命，研发更为有效的医疗技术，再次延长寿命，以此类推。就好像天体物理学中的逃逸速度，只有当物体的动能等于它的重力势能时，才能逃离质量为 m 的天体同理。如果参考人类现今的平均寿命，以及上帝禁区组织开发出的2项技术引发的寿命增长度，同时将医疗科技发展速度设为 x1， 人类寿命延长时间设为 y1，
那么就可以得出，在 Y1 年之中，只要 X1Y1 不断研发出更为先进的医疗技术 X2， 再次延长寿命 Y2 年，以此便可正式进入无限循环。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陈晨缓缓张开双臂，这便是人类寿命的逃逸速度。110温水煮青蛙。骤然听到人类寿命逃逸速度这个概念时候，许多人还无法理解，下意识会想到天体物理学中的逃逸概念。可是在听陈晨讲解过后，许多人才会惊觉大悟。没错，凭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水平延长寿命，然后在延长的寿命期限内再次突破，靠着这样的手段一次次从死神手中逃离，不是逃逸又是什么？只要医学科技真能不间断地做到这种的程度，那么岂不是说，这一刻所有人都先坐立不安起来？他们的内心同时联想到一个念头，一个他们在梦里才敢想的念头。陈晨并没有立即将那个念头提点出来，而是话语一转，其实凭现如今的医疗科技程度，也能在30到60年后开启人类寿命逃逸相似的政策。因为这是一种大事，就如同人类为了追求更为高效的能源，就必须研发可控核聚变一样，因追求长生而引发的医学变革，同样是人类社会的大事，一种没有人能阻挡的大事。只是陈晨突然压低了声音，那个时候各位又是多少岁？在座的有谁敢保证自己能活到开启政策的时代？众人顿时哑然，在场的众人中平均都在40以上，虽然这个年纪并不算老，但也不算年轻了。没有几个人敢保证自己能再活30年，等待或许会出现，又或许根本不会出现的政策。那么请问，莱奥终于忍不住出声问道，您如何肯定逃逸计划一定会成功呢？万一在几轮逃逸过后，科技陷入了瓶颈，我们直至寿命终结也等不到新的医疗技术，那又该如何？很抱歉，我无法做出任何保证。陈晨闻言摊开双手，露出认真而诚恳的神情。上帝禁区里没有爱因斯坦，或者说就连爱因斯坦也无法给各位做出任何保证。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竭尽所能地提高这个计划的几率，仅此而已。莱奥顿时陷入了沉默，虽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眼前这个中州青年告诉他们自己有办法保证能让科技永远进行下去，那这个人的可信度反而会大打折扣。上帝禁区就是致力于人类寿命逃逸计划服务的机构。陈晨继续说道，我们无法保证一定能让各位永久的活下去，但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一切技术、一切资金都是为了延长人类寿命而服务，竭尽所能。说着，陈晨伸出右手，做出邀请道，因此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能够加入我们。虽然希望渺茫，但如果愿意相信我的话，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人类的寿命逃逸时代吧。虽然陈晨的承诺的确很让人心动，但在场哪个不是人精？头发拔下一根，里面都是空的，自然不会因为陈晨几句话便被说服。真正能令众人下定决心的，还是直观明了的实验证据。于是接下来，便由钱文欢带着众人将那些实验室细细参观了一遍，包括查看那33名黑人老者，甚至有的家族直接带来了生物学专家，现场提取了这些黑人老者的头发、表皮细胞等等提取物，以供回去后查看。这些动作陈晨当然不会阻止，甚至还派了专家协助对方，为对方提供清洁的医疗器具，直至确认了陈晨所提到的技术都是真实不虚的，而不是画饼之后，许多家族的代表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返回后说服家族加入上帝禁区。毕竟这个组织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无论是否加入都不会影响到家族本身。除此之外，上帝禁区还是一个交流平台，就相当于将在场的11个家族相互连接起来。有了这层关系，如果遇到困难，这些家族也可以更进一步达成合作，也可以直接在上帝禁区内发布任务，寻找更擅长此领域的家族的帮助。而上帝禁区的义务是，在这些家族加入后，家族内的直系成员都可以随时获得上帝禁区组织毫无保留的治疗。而这些人要做的，就是在上帝禁区组织需要帮助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已。简单来说，上帝禁区和这些家族之间，更像是一个松散的互助联盟，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捆绑条约。即使上帝禁区因为某些事儿垮掉，也不会牵连到这些家族。唯一令众人觉得苛刻的，便是这笔加盟费。按照上帝禁区提出来的合约，在场的11个家族想要获得使徒资格，需要10亿美元的加盟费，而且还不是永久的。10亿美元并非一个小数目，虽然这些家族动辄数百亿资产，多的甚至有数千亿，可这些大多都是固定资产和股份，真正可用的流动资金往往只有数10%。而付出10亿美元之后，可获取上帝禁区10年的门徒资格，到期后可以续费。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续。拒绝续费后自动降级为 Alpha 级。Alpha 级是永久性的，获得的医疗待遇与使徒完全相同，唯一缺少的就是在上帝禁区内的权限了。当然，任何家族都可以随时选择退出上帝禁区组织，这是完全自由的。而这里的使徒资格也被称之为使徒，便是上帝禁区的12门徒议会。拥有门徒资格的家族在上帝禁区内拥有巨大权力，包括查阅低等级成员的资料，当然只是晨晨让他们看到的。向 Delta 级成员发布强制性任务，可以处死 Delta 级成员等等。如果遇到某些重大决策，使徒还可以主动申请召开门徒议会寻求解决。总之，众人一番犹豫过后，最终有3个家族当场签订了合约，晋升为上帝禁区的12门徒中的3位，而剩余家族则表示要返回和家族商量一番。当然了，这些人所知道的上帝禁区也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至少他们现在并不知道 God 芯片以及 S 部队的存在。更何况，使徒看似权力巨大，可实际上都是一些虚职。上帝禁区的其他秘密暂时没必要让这些家族知晓，等到他们越陷越深时，自然会发现上帝禁区真正恐怖的一面。就好像温水煮青蛙的道理，随着接触越多，上帝禁区可以为这些家族提供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便利性，例如信息点购买信息的便利性， S 部队可以轻易刺杀他们的死对头，以及越来越多超出现实科技的医疗技术。而那个时候，也是他们彻底和上帝禁区捆绑在一起，再也无法独善其身的时候。111克隆人的新用法。其实，医学界一直就有人类寿命逃逸速度的概念，即依照目前的医疗保健科技，可以预防治疗部分疾病，延长寿命，然后利用延长出的寿命，研发更先进科技，又可以再次延长健康寿命，以此类推。终有一天，医疗保健科技可以达到延缓衰老，为人类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发展出更高深的科技，逃逸死亡。根据剑桥大学教授德格雷的预言，人类将在25至30年内达到能逃逸死亡的寿命逃逸速度。而晨晨根据这项理论，开启了人类寿命逃逸计划，通过以延续生命的手段吸引那群拥有巨量金钱和权势的财阀，让对方加入自己。在晨晨邀请的这份名单上，里面的财团都经过慎重选择的，这些家族多半拥绝强的人脉，触须更是深到各个行业，可谓手眼通天。可是他们唯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涉及或还未涉及生物医药领域，没有涉及生物医药，因此晨晨的崛起就不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这才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而且这也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晨晨会暗中扩张自己的武力，明面上则借助这11个财阀的力量不断发展公司，最终让自己也成为一家能够影响世界的巨型财阀。同时凭借人类寿命逃逸计划，不断吸引更多的财团加入，扩充自己的力量。当晨晨的影响力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便可开始影响联邦的政治决策，令自己的人类寿命逃逸计划能迅速向大众推广开来。就像是滚雪球，一开始只是山顶拳头大的一团雪块，可是随着不断朝山下滚去，它的体积会越来越臃肿，越来越沉重，直至滚落山底时，它的威能甚至足以淹没一整座村庄。在晨晨的计划中，越到后期，上帝禁区的组织会越来越强大，甚至大到成为一个连联邦都无法撼动的恐怖利益集团。教父阁下，又有3支家族加入了我们，分别是福斯特家族、亚历山大家族与罗德里格斯家族。就在晨晨思索未来的时候，小 X 的声音也从音响中传来，他们的入会费正以数千笔现金流的形式汇入我们的账户，而他们也分别派出了几名家族内的老者，希望我们能尽快安排备份克隆以及衰老逆转治疗的项目。是旁系吗？晨晨问了一句。是旁系，对方应该还在试探我们。那你回复他们，旁系需要付钱，1000万美元能为一人提供10年的服务，超过10年还需要继续付钱。明白。想了想，晨晨再次询问道，小王和小张他们呢？已经到我父母的身边了吗？是的，如今2人已经成为您父母的司机，并在您家中住下了，剩余3人正在商谈您父母左右邻居的房产购买事宜，让他们尽快吧。晨晨想了想，不过这3人就不用告诉我父母了，让他们暗中保护就行，只是没有女性保镖，我母亲那边始终不太方便，看来接下来得想想办法了。如今晨晨虽然不算完全暴露，但也将自己展现在了许多势力的面前。任何智商正常的人做的第一件事，都是将自己的底细查一个底朝天，而且自己又不是什么资料受到保护的大人物，顺着自己便能轻易查到自己的父母。虽然在中州区内，这群世界性金融寡头的影响力已经降到了极低的程度，
但对付几个普通人还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对父母的保护就必须提上日程了。为了能给父母一个安全的环境，陈晨干脆将最早跟随自己的除了程超外的5人派了回去，其中2人以陈晨雇佣的保镖为由安插在父母身边，余下3人则在暗处进行保护。这5人都有着陈晨的战斗服和隐形器，还有能自己战斗的 God 芯片。在中州这种地方，保护2名普通老人应该足够了。至此，陈晨身边除了那群最近加入、暂时还信不过的佣兵外，就只剩下了程超一人，还是人手不足啊！陈晨叹息一声，再次翻看起了身边一叠叠资料，想从中找寻某种灵感。可是，在翻看到克隆人资料的时候，陈晨突然神色一闪，似乎想到了什么。小 X， 给我发一份克隆胎儿现今的 CT 图像。陈晨突然命令道。随着陈晨的话语，他身前的电脑自动亮起，同时屏幕上出现了2幅画面，分别是一个蜷缩着的胎儿的正面与侧面的形象。陈晨抓起鼠标，轻轻滑动滚轮，顿时2幅画面的镜头同时推进，就好像透视一般，画面直接深入了胎儿体内，展示出了胎儿横切面的结构。陈晨的眼睛对准了胎儿头部的位置，在那里，因为靶向血清素的关系，克隆人的大脑已经彻底萎缩，在颅骨内形成了黑色的空腔。不过，因为某些原因，胎儿连接眼球的视神经并没有萎缩。除此之外，连接听觉的神经也是如此。看到这一幕，陈晨突然抬头问道：“小 X， 你的分身 God 在被植入人体后，是如何感知人体知觉的？”触觉方面最为简单，小 X 解释道：“因为人类的皮肤存在敏感的神经细胞，当感受到触摸带来的压迫时，就会发出一个微小的电流信号。电流信号会随着脊髓传递到大脑内，而 God 在脊髓上也可以接收到这种信号。至于视觉和听觉则麻烦一些，必须主动输出电流，去截取宿主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输出的信号，然后再将这些信号还原为视频和音频格式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视觉和听觉神经完好，就可以借由神经感受到人的视觉和听觉。”陈晨若有所思，那么如果是这些无知无觉的克隆人呢？给这些克隆人植入 God 芯片，你是不是可以控制着他们像常人一样行动？应该可以吧？小 X 不确定道。按照原理来说，应该是完全可行的，不过具体情况还需要去验证后才能知道。很好，告诉汉尼拔他们，全力研究激素调控技术吧。如果人手不足，我可以再给他们加派人手。陈晨决定道。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在1年内找出最佳的调控方案，让这些克隆人能迅速成长起来。112打造生命科学城。半个月后，这11只家族全部接受了陈晨递来的橄榄枝，加入了上帝禁区的大家庭。12门徒议会正式成立。接下来就是双方互相间的进一步试探了。这些家族派遣了一些不重要的直系或旁系成员前来陈晨的研究中心做项目治疗，只要陈晨这边能给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关系自然能慢慢稳定下来。这一点陈晨当然是不虚的。而获得充足资金之后，陈晨第2天做的事情便向纳米比亚国会递交了一份土地租赁协议。黑光生物科技公司愿意以3亿美元的价格租赁埃隆戈省金湾港市以南的沿海地带纳米布纳乌克卢夫特国家狩猎公园内约5万公顷的土地，年限为40年。这个条件就相当于陈晨想要以10美元每年每亩的价格租赁纳米比亚的土地，而且是非农用土地。将这价格换算成纳元，就是每年每亩149纳元左右。这块土地囊括了黑光生物研究所以及10几公里外的黑光生物科技纳米比亚核电站。一旦购买下来，将彻底将陈晨的2座工程融为一体。其实陈晨不是没有想过直接买下土地所有权，不过纳米比亚的土地有着时代遗留问题，对外国人占有土地的问题极其敏感，因此如果想要购买下土地，可能花费就是现在的10倍以上。而10倍的价格，陈晨足以租赁这块地400年，到时候这个国家还在不在都在两说。陈先生，你让我怎么说呢？纳米比亚首都温德和克某座豪华的府邸内，一名满头白发的黑人老者温吞吞道：“博学如你，应该早已了解过纳米比亚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降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至今依然有很多困难没有解决，这其中就包括土地问题。”说到这里，这名莫名像摩根·弗里曼的老人一脸沉痛。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耕地面积约有6900万公顷，可有接近一半的土地被控制在那群白人手中。目前有24万国人没有土地，他们必须靠政府救济，生存在贫困线以下。这些我只能表示遗憾。马祖拉部长先生，
陈晨两眼微合，如果不是他了解实情，可能真的被眼前老者精湛的演技蒙骗过去。老者说有24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陈晨觉得这个数字其实可以乘以3，况且就算给这些人足够的土地，也要他们愿意去种才行。陈晨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是说道：不过部长先生请放心，我要租赁的是非农用土地，而且我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开发牧场或者农场，而是为了打造一座生命科学城。生命科学城？老者顿时一怔。没错，您应该知道我在那块土地上有一座研究中心吧？陈晨解释道。不过我在后来发现，光是一座研究中心远远不够，我想打造一条从研究到实验再到应用和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这……老者顿时哑然。马祖拉部长先生，您能想象吗？陈晨摊开双手描绘道，我会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数十座疗养中心，这些疗养中心将坐落于美丽的大西洋海畔，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身后却是万里金黄的沙丘。这种黄沙入海的瑰丽景象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而到了夜晚，则有浩瀚无垠的星空，足以让顾客去体悟生命宁静和健康的真谛。可是，老者无奈地说道，可是我们这里并不是瑞士，没有那里的医疗大环境。那是以前。陈晨理所当然道。可是当我建成这座生命科学城后，就一切都不同了。从研究中心研发出的尖端医疗技术，将会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临床实验，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应用领域和服务领域。我会为这里的疗养中心配备最权威的专家医师，从内科到心脏，从肠胃科到心脑科，同时配备最先进的测试仪器，从头到脚一应俱全。而且在饮食起居方面，我这里也会有经验丰富的营养师与护士，甚至还有健身顾问和教练，可以定制任何高端服务，满足客户的一切需求。这里将会成为全世界医疗体系最为完备和发达的地方。听了这些话后，老者顿时陷入了沉默。马祖拉部长先生，我听说您准备竞选人组党的副主席。陈晨拿出一张卡片，放在桌上推到老者身前。这是我以私人名义支持马祖拉部长先生您的竞选资金，希望有了这笔政治捐款的帮助后，您能马到成功。我明白了。老者沉默了好一会儿，这才仿佛下定了决心，点头道，不过我希望你能有心理准备。陈先生，我不能保证一定可以为你做到。没关系，国会上我肯定不会让您孤军奋战的。陈晨若有所指道。老者顿时瞳孔一缩，随即看着陈晨轻笑起来。随即陈晨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人的笑声越来越大，最终同时开怀大笑起来。马祖拉部长先生，不用送了。几分钟后，陈晨走出了豪宅的大门，同时不断朝身后招手。和您在一起的时光总是令人愉快而短暂的，在您身上我能学到的实在太多了。彼此。你是个优秀的年轻人。老者站在了门口，欣慰道，在将来你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我，我期待着那一天。陈晨点头致谢，随即在程超拉开的车门中上了车，车辆缓缓启动，朝着大路上驶去，直至车窗也彻底闭合，阻挡了窗外的视线。陈晨嘴角的笑容才彻底淡了下去。老板，您看起来心情不错。程超从后视镜看了一眼，轻声询问道，能以最少的代价达到目的，心情当然会不错了。陈晨叹息一声，突然询问道，对了，我这边已经跑了3家了，文欢那边情况如何？刚才他汇报过了，他那边也已经说服了3名议员，这些议员同意在大会上时在我们这一边。程超回答道，很好，只要再说动4、5名议员，我们这边的申请基本上就万无一失了。陈晨点了点头，转头看向窗外。陈晨要效仿的便是瑞士著名的疗养院产业，利用自身高端的医疗服务环境，再结合本地的自然生态，在阿尔卑斯山脉那一带，瑞士开设了数以百计的疗养机构。这些疗养机构皆以尖端的医疗技术著称，拥有大批疗养师和先进的医疗，以及优美的治疗环境。这3种环境结合，使得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有钱人络绎不绝，就像是一座座吸金窟。而陈晨要做的就是仿照瑞士的这一套，毕竟自己这里就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抗衰技术，只要自己这边建立起一座生命科学城，凭技术上的优势，难道还怕抢不过瑞士？况且随着口碑打出去，总能吸引来各国的名门政要，那么自己也能挑选出更多的人，吸纳进上帝禁区组织里。这便是陈晨心中的打算了。113安置协议，在陈晨的运作下，虽然还是有大量的反对势力，但陈晨这边的支持者却更多一些。没有任何意外，纳米比亚国会便通过了陈晨的土地租赁协议。不过
为了平衡环保部的怨气，国会提出了增加租金的要求，同时陈晨要负责当地村落迁移后的建设安置费用，陈晨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最终，陈晨以3亿5千万美元获得了这5万公顷土地40年的使用权。5万公顷土地，也就是500平方公里，大致为一座边长为22.4公里的正方形土地的面积。在圈出的这块土地上，也只有一座村落处于陈晨的规划范围内，就是之前有过冲突的哥罗布村。这段时间以来，随着陈晨建立黑色安全服务部 S 之后，每天的训练便让那群本地人保安叫苦不迭。不仅如此，在钱文欢有意的暗示下，雇佣兵们经常会做出一些针对这些本地保安的举动。比如说，有的雇佣兵喜欢赌博，便强制拉着这群本地保安一起赌。一开始让这些人尝一点甜头，随即渐渐加大注码。而这些本地保安的心机又怎么会是常年出生入死的雇佣兵的对手？不过几天功夫，这群人不仅败光了资产，还倒欠一屁股赌债。而那些不愿意赌的雇佣兵们便让他们端茶倒水，一不顺心便是一顿殴打。雇佣兵的世界便是强者为尊，这些本地保安好吃懒做，就算没有钱文欢的提醒，他们也不会允许这群土著与自己工作在一个岗位上。于是，在双方合并的1周后，就发生了一起某个本地保安因长期受到打压，决心拿刀捅死侮辱他的雇佣兵，结果被对手轻松反杀的事件。闹出了人命后，本地保安和雇佣兵间的矛盾也彻底爆发出来。哥罗布村再次发动全村来闹事，不过陈晨不再手软，直接解雇了所有哥罗布村的员工，同时让雇佣兵们穿上早已准备的防爆服，动用震爆武器将这群村民镇压了下去。而在镇压的过程中，因为雇佣兵下手太重，又发生了2起命案，眼见事情快要一发不可收拾，金湾港的市政府亲自出面调停，最终陈晨赔了哥罗布村30万纳元才算完结。而这已经是2个月前的事情了。这段时间以来，哥罗布村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小动作，经常会有一些村民偷偷跑来，也不靠近研究中心，而是在几公里外破坏太阳能电池板。虽然每次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可这群人就像是一种苍蝇，虽不咬人，但也会恶心人。对于这种事，陈晨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数千块光伏发电设备虽然不多，但也占据了数平方公里的面积，30个人无论如何都守不过来的。于是陈晨也便生出将这个村子搞掉的打算。如今陈晨买下的这一大块沿海空地，其中就囊括了哥罗布村的村址。哥罗布村地处沿海，地理位置特殊，不仅有大量的海产品资源，而且村落内的几间老旧的房屋竟然还是一座景点，偶尔有游客光临此处，也能为当地带来一些经济上的收入。所以说，这个村子的人肯定是不愿意搬迁的。不过，这就不是陈晨需要考虑的事情了，官方自然会出面解决。陈晨只需要在新的安置地点替那些村民搭建一批住房就够了。于是，在搭建新住房的过程中，陈晨对材料能省则省。没过1个月，上百间统一的现代砖混平房便出现在新的安置地内。虽然有些偷工减料，但和当地贫民窟一样的铁皮木板房比起来，却也非常惹眼了。只是，虽然房屋盖好了，但官方这边负责搬迁的人却小看了哥罗布村的民风，几次派出治安警察都被对方用棍棒赶了出去。安置协议1个月下来毫无进展，最终无奈之下，对方又前来研究中心寻求帮助。作为研究中心负责对外的一把手，钱文欢在听到负责人的请求后，立即前来陈晨的办公室。老板，研究中心办公楼的5楼。钱文欢敲了敲标志着董事长办公室的房门，门没锁，请进。听到声音后，钱文欢才推开办公室门，却见到陈晨正背对着大门坐在老板椅上，似乎是在看落地窗外的风景。老板，负责迁移安置的负责人联系了我，说是希望能借我们的 S 部门一用。钱文欢说道，是关于哥罗布村的事情吧？陈晨淡淡开口，用不着 S 部门出动，你去物资部领10套全封闭式防化服，以及1瓶乙硫醇，顺便租10辆推土机就够了。乙硫醇？钱文欢闻言有些不解，你只需要这么告诉物资部的人就行。陈晨摆了摆手，让参与的人员把防化服穿好，包括推土机的驾驶员，派人在村内喷洒稀释过后的乙硫醇，等村子里的人都逃跑后，直接推平那个村子就行。钱文欢这才隐隐明白，那瓶乙硫醇的作用是什么。我明白了。想到这里，钱文欢连忙点头，内心为哥罗布村默哀了几秒，转身退出了办公室。等到钱文欢离开，陈晨才从座椅上缓缓转过身来，直至这时才看到，陈晨并非是在观赏窗外的风景，而是他的手上正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地图。这张地图似乎是先由手写，随后再将手写稿拍成了照片，随后才打印出来的。
上面甚至还用英文标注出大量的注释，只是写得极为潦草。而且这张地图也并非是普通地理图，更像是一名拙劣的绘画者画出的参考图。地图标明的便是哥罗布村5公里远的位置。按照地图旁的文字所述，在那里有着一道海边的断崖，在断崖下方的海平面10几米深的位置，则有一座仅能通过不到10岁的孩童的洞穴。一旦有儿童潜入水中，再游入洞穴10几米远，就会发现头顶多出一道出口。因为出口同样位于海平面以上，因此出口处是没有被海水灌入的。而一旦从出口出去，就会来到一间狭小的掩体空洞。这还只是次要的，在那处空洞的尽头，还有一条细长狭小的天然通道，但这条天然通道极长，甚至需要走1个小时才能抵达终点。而终点的位置，则是一座距离地面足有数百米深的天然溶洞，足有数个足球场那么大。而这张地图是小 X 在调查哥罗布村时，在一名早已离村数十年的人的电脑文件夹中发现的。114寻找神秘洞窟。哈纳姆出生于金湾港附近一座名为哥罗布村的小村落中。从记事起，他就觉得自己与身边的兄弟姐妹格格不入。童年时，他有着很强烈的好奇心，经常缠着父母问许多不着边际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有白天和黑夜，为什么有刮风打雷还有下雨，大海的另一边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不断萦绕在父母的耳畔，直至把父母问得不耐烦为止。可是后来，等到他长大了一些，才渐渐明白，原来父母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过哥罗布村经常会有一群着装奇异，背着巨大挎包的人前来观光。这些人和自己的肤色不同，不是棕绿黑，而是奇异的浅色，并且说着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有些人是蓝眼睛，有些则和自己一样是黑眼睛。对于这群从外面世界到来的人，哈纳姆充满好奇，可是村子里的长辈不愿让小孩去接近他们。于是哈纳姆每次看到有人来到村子时，都只是远远地张望着。然后在哈纳姆1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这群长辈与那群外来人的交谈。交谈是通过一个名叫翻译的职业进行的。哈纳姆之所以知道翻译这个职业，还是因为村里许多人都说，如果能学会一门外语，就能充当村子里的翻译，天天有那元拿，而那元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这一天，按照流程，翻译带着一群外来者再次来到村里最博学的长辈面前。纳萨拉，对方在和你打招呼，他是来自中州区的客人。纳萨拉是这名长辈的名字，又是来自中州区。中州区到底在哪里呢？有多远呢？长辈有些惊奇，坐天空中会飞的那种大鸟，对方要坐10几个小时才能来这里。哦，那是比安哥拉还要远吧？对，比安哥拉还远。那比喀麦隆还远吧？比喀麦隆还远。喀麦隆，那是哈纳姆乃至整个村子知道的最远的地方。很快，哈纳姆便看到自己长辈进入了下一个问题。那孩子呢？这些外来者有几个孩子？他们说他们没有小孩。不可能吧？哈纳姆看到自己的长辈脸上浮现出震惊之色。不骗你们，他们说中州区那边养小孩要很多纳元的，所以要考虑清楚才敢生小孩。怎么会呢？那他们家里谁去放牛啊？我们要生很多的小孩，才能够人去放牛呢。生的越多，才能养越多的牛呀，才能有更多的钱。养小孩子怎么会要很多钱呢？看着喋喋不休、无法理解的纳萨拉，以及那些外来者好笑的神色，哈纳姆突然产生出一种名为羞耻的情绪。他不知道这种情绪是什么，但他却读懂了那群外来者的眼神。那种眼神分明是一种怜悯，就好像村长在看莉莉亚和巴拿马那几个孤儿时的眼神。对于那些外来者来说，自己的村落就像是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儿一样。从那天开始，哈纳姆就暗暗下定决心，自己迟早要离开这座村落，离开这座父母一辈子也没走出去的地方。相比起同类的，哈纳姆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探索精神。然而哈纳姆并没有想到，机会来的是如此之快。就在哈纳姆11岁的时候，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对于这种情况，整个村子都没有任何意外，因为在村子中，有些人注定是活不过30岁的。果然，没过几个月，父亲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而母亲在父亲死后不久也跟着去世，只留下了哈纳姆与他的3个哥哥和2个弟弟。失去了父母，家庭的情况更加紧张起来。为了不给哥哥们增加负担，哈纳姆终于决定离开生活了11年的村庄。哈纳姆缓缓睁开了眼睛，漆黑的房间中，哈纳姆缓缓坐起身，轻轻呼出一口气。不知为何，都过去30年了，自己竟然会再次梦到出生的那座小村落，梦到早已模糊了面容的父母。也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和弟弟们现在还好吗？看了看表，现在不过是凌晨3点，距离天亮还有好一会儿。
于是，哈纳姆也不开灯，只是在黑暗中点了一根烟，默默体会着名为孤独的滋味。这个世界的确很奇妙，明明自己的父母都是 HIV 感染者，可是生下来的自己却是完全健康的小孩。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么多年来，自己才能依然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存活，哈纳姆还通过自学离开了纳米比亚，考入了彩虹国开普敦大学理工学院，这已经是非洲区最好的大学了。而在30岁那年毕业后，哈纳姆又加入了开普敦艾菲克斯电子科技公司，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谁能想到，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呢？就在哈纳姆默默感叹自己人生中的大起大落时，他手中的烟突然一顿，因为他突然听到自己卧室外的客厅大门上竟然传来一阵稀里哗啦的开锁声，咔嚓！越是在黑暗中，人类的听觉就会越灵敏。此时虽然相隔了10几米，可是客厅大门上的开锁声却分外清晰。有人想要闯入自己的房间，小偷、强盗，还是那个前几天刚分手的女友？就在哈纳姆心慌意乱的时候，只听轰一声，大门竟然直接被一脚踹开了。对方这么大胆的吗？哈纳姆手一抖，烟蒂直接掉落在床上。不过此时哈纳姆却根本顾不得这些，他迅速爬下床，就准备跳窗逃跑。可是还没来得及爬上窗户，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随后一只粗糙的大手狠狠揪住了哈纳姆的后衣领，将他从窗台上扯了下来。不要杀我，我没有钱！哈纳姆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尖叫，下一秒突然脑袋一疼，随即失去了意识。当一盆凉水浇到哈纳姆的脸上时，哈纳姆才迅速清醒过来，脑壳一阵火烧般的剧痛。哈纳姆连忙四下望去，却发觉自己被捆在一把椅子上，就连嘴巴也被塞进了一块奇臭无比的抹布。入目处是一间陌生的房间，几名黑衣人站在自己的四面八方，而在自己的正前方则是一道有些佝偻的身影。绑架！哈纳姆心中一冷，不断求饶，可是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所有人先退出去吧。就在这时，那道佝偻的身影突然开口了：是教父。那群凶神恶煞的黑衣人就像一群绵羊般退出了房间，走时还顺手将房门关了起来。那道佝偻的身影缓缓走近，此时哈纳姆才猛然发现，对方的面孔竟然有些眼熟。上帝啊，这个人不就是经常在新闻上露面的议员德拉米尼吗？德拉米尼轻轻扯开哈纳姆嘴上的抹布，然后才神情怪异地问道：你就是哈纳姆，出生于哥罗布村的哈纳姆？德拉米尼议员阁下。哈纳姆连忙辩解道：我错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在网上辱骂您了。虽然您竞选市长时的提案太过荒谬，我最后把票投给了现任市长，可是如果下一届您继续竞选市长的话，我一定投给您，只求您能放过我。哈纳姆语无伦次地说着，甚至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够了！德拉米尼冷哼一声，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出生在一座名叫哥罗布的村庄内？是的，我是出生于哥罗布村，可是我绝对不是内米比亚派来的间谍，我敢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哈纳姆慌忙辩解道：该死，别在我面前提上帝！德拉米尼突然暴怒起来，虽然暴怒的点令哈纳姆十分不解，似乎是察觉到自己的失态。德拉米尼连忙吐出一口闷气，这才继续说道：既然你就是哈纳姆，那说明我们没找错人。说着，他转身走到书桌前，轻轻打开了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只见随着开机，那台笔记本电脑却没有如往常电脑一般出现 Windows 界面，而是画面一闪，变成了纯黑的背景色，而在其上则出现了一道怪异的标志。哈纳姆敢肯定，那绝不是苹果电脑的 logo。早上好，哈纳姆先生。就在哈纳姆纳闷的时候，那台电脑突然传出了一个人的声音。与此同时，一张潦草的手绘地图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哈纳姆先生，请原谅我们冒昧的行为，不过我还是需要问一下，请问您的这张地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张地图？哈纳姆闻言顿时一愣，可是等他看清那张地图上的内容后，顿时惊恐起来。怎么可能？这张图是我几年前根据小时候的记忆画下来的，从未在网上发布过，它怎么会出现在你手中？这么说，这张图是你自己画的了？电脑中那个声音并没有因为哈纳姆答非所问而发怒，而是耐心地询问道：你能肯定地图上的一切都是真的吗？哈纳姆犹豫了一下，可是看到一旁虎视眈眈的德拉米尼，这才连忙点头：是的，那个洞口是我小时候发现的，我敢确定，而且除了我以外，还有2-3名和我同龄的孩童也知道那里，还有2-3名和您同龄的孩童知道那个洞口。电脑中那个声音似乎沉思了一下，随后继续问道：您知道那几个孩童的姓名吗？抱歉，
这个我就不记得了。哈纳姆连忙摇头，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连我自己也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如果不是在做梦时回忆起那里的洞口，我甚至早已忘记了那段记忆的存在。这样啊，那真是很遗憾。电脑中的声音淡淡道。随即那个声音再次开口：德拉米尼先生，运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希望在1天后就能见到哈纳姆的本人。我明白了，尤大阁下。德拉米尼点了点头，神色恭敬道：我已经安排人订了机票，很快他就会与您见面了。等等，听到两人的交谈，哈纳姆顿时惊恐道：你们要把我运送到哪去？当然是回格罗布村了。电脑中那个声音似乎轻轻笑了笑，随即电脑自动关闭。115找到洞口，哥罗布村以南5公里的沿海地带，有一处礁石海岸，距离纳米比亚著名的三明治湾只有几公里的距离。三明治湾是纳米比亚著名景点之一，这里的沙漠与大海相连，游客们能够看到传说中沙海相迎、倒沙入海的瑰丽景色。因此，陈晨在租那5万公顷的土地时，便将一部分三明治湾收入囊中，用以将来在此处开发疗养中心。不过，三明治湾以外，依然是普遍的礁石海岸。此时，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沿岸处，几艘快艇正不断在沿海处徘徊着，小心翼翼，以防触碰到暗礁划伤船体。而快艇上，几名穿着潜水服、带着潜水装备的雇佣兵潜入水中，在边这一带不断搜索着什么。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3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艘较大的游艇从远方驶来。这几天就像是在度日如年，没有人询问哈纳姆的意愿。在被强行带到纳米比亚后，哈纳姆只来得及被拉去吃了一顿饭，然后便又被拉到了这片陌生又熟悉的海域。在看到这片礁石海岸的时候，哈纳姆的眼中浮现出一抹追忆，好像在这一刻，他又回到了30年前，回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可惜，这种恍惚很快便被身旁那名戴着金丝眼镜、梳着大背油头的中州男子打断了。此时，钱文欢不断拿着手中的地图，和眼前的景色对应着。哈纳姆，你看看是不是这里？抱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只记得一个大致的位置。总之肯定就在这片海岸线，迟早都能找到的。哈纳姆小心解释道。钱文欢闻言忍不住苦笑：大哥，你不是在耍我吧？你连那座洞窟到底有多深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参照物啊？那座洞穴当初并不是我发现的，而是一个同样8、9岁的孩童发现的，他只是邀请了我去参观而已。哈纳姆小声解释。钱文欢翻了翻白眼，随即一指身后的助手，给哈纳姆先生一套潜水服。别，我就算下了谁也找不到啊！哈纳姆神色一变，连忙摆手。况且这么多年了，我早就忘记怎么游泳了。哈纳姆先生不要妄自菲薄嘛，人类的记忆有时候是很贱的。别看你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也许一下水，哎，就回忆起来了呢。钱文欢摆了摆手，不是不相信你啊，只是我们大家想开开眼界。说着，就强行将潜水服塞进哈纳姆的怀中。哈纳姆哭丧着脸，他看了看四周好几艘快艇，以及水下进进出出的人，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换上了潜水服。傍晚，当陈晨刚离开实验室的时候，钱文欢突然打来了电话。老板，找到了。钱文欢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充满了兴奋。我们的人3天都没找到，那个哈纳姆一下水，就记起来那个洞穴的位置了。原来那个洞穴已经被海藻和淤泥给封上了。干得不错，陈晨夸奖一句。能进去探索吗？暂时还不行。我们测了一下，那个洞口在外面大约有50多厘米，可是越往里钻越小，最窄的地方只有30多厘米，估计也就是8、9岁，并且身材瘦小的孩童才能勉强进出。我知道了，那就先返回吧。陈晨想了想，今晚把水下作业的工具准备好了，等明天将工具运过去后，再探索不迟。明白，钱文欢答应道。挂了电话后，陈晨径直走向了研究中心的电力主控室。电力主控室位于实验楼的负1层，实验中心所有的电力都要先经过这里，进行分配后才传入每一座实验室。因为某些原因，陈晨将电力主控室修缮的比银行更加坚固，厚达半米的金属加固大门，国际顶尖的生物验证装置，还有小 X 的亲手操控。除非研究中心被武力攻陷，否则除了陈晨之外，没有任何人能打开电力主控室。此时，随着陈晨走到电力主控室门前，将手放在验证装置上核对了掌纹，并识别了虹膜后，才开启了大门。等走进主控室，陈晨看着插在一块特制插板上的 U 盘，顿时叹了一口气。这段时间以来，陈晨不仅靠光伏设备发电，还和附近的金湾港发电厂达成了协议，建立了一条输电通道，
金湾港电厂所有用不完的电都会被送到这里，被 U 盘鲸吞海吸的吸收掉。可就算这样，效率依然太慢了，远远无法和开普敦那5天获取的电量相比。金湾港的发电厂不过是一台10万千瓦的小型发电机组，供应这座10万人口的小城已经有点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晨晨这边了。而晨晨建立的光伏发电机机组，每小时能产生6000瓦的电量，按照1000块的数量计算，功率也不过与一台6000千瓦的微型发电站相同。再加上平均每天日照的时长只有12个小时，全天的发电量还要减半，根本没有多余的电量供 U 盘吸收。因此这几个月以来， U 盘也只零零碎碎吸收了100来万千瓦时的电量，大致能让晨晨提取1公斤的物质。看着毫无动静的 U 盘，晨晨不禁摇了摇头。如果当初刚得到 U 盘时有这么多的电量，那晨晨根本不用费后来的周折，直接将 NZT-48 当作糖豆吃都可以。免疫针剂也是一样。可是对如今的自己来说，这些能量就有些少得可怜了。如今晨晨只能等核电站建设完毕，只有到那个时候，自己才能初步提取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的，也只是初步而已。毕竟要知道，200万千瓦的核电站每天也只能为 U 盘提供4000万千瓦时的电量，这还是在不用将电输送给用户的情况下。一天4000万度电，按照换算公式，大约能摄取30公斤的物质，一年也不过能摄取11000千克，也就是11吨。实际上，晨晨不可能吞掉所有电量，他还需要将2/3的电供应给纳米比亚这个国家，因此实际效率还需要除以3，也就是 3.7 吨不到。而根据超能失控中水晶表现出的体积，按照普通水晶 2.66 克每立方厘米的密度计算，大致重量为 9.31 至 10.7 吨。也就是说，晨晨光是摄取超能水晶便需要2年半以上，光是一块水晶就要耗费晨晨3年，更不要说晨晨期待的各种高科技装置乃至庞大的星空战舰了。因此对于晨晨来说，建造核电站也不过是为 U 盘充能的初级阶段而已。在将来，晨晨必然还需要找到更为有效的充能方式。116探索秘密洞窟。第二天，晨晨亲自前往了礁石海岸。纳米比亚本就人烟稀少，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生活着250万人口，而像这种偏离了大陆的地带更是人迹罕至，只需要让4-5个 S 队员开着车守在附近，就能阻挡任何窥探的目光。因此晨晨并不用担心有人发现自己的动作。此时晨晨站在一艘豪华游艇的甲板上，看着几名身手矫健的 S 队员直接穿上潜水服，拿着液压绳具等水下切割设备跳入了水中。随后便是一阵沉闷的嗡嗡声传来。老板，从这道岩石凸起算，往下7米深就是那道洞穴的入口了。钱文欢站在晨晨身边，细心解释道：别看这一带礁石海岸似乎不长，拢共也就几百米，可是因为在水下，寻找难度真的是急剧提升。如果不是有哈纳姆，我们恐怕1-2个月都不一定能找到那个洞穴。的确，晨晨感慨似的点了点头，真不知道最早发现这个洞穴的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我问过了，哈纳姆虽然不是第一个发现者，但发现者是他儿时的一个玩伴，而那个玩伴是在海边寻找牡蛎时发现的。那你最近去哥罗布村打探清楚了吗？晨晨转头问道。打探过了。钱文欢点了点头，那边的确有2个人认识哈纳姆，不过都是女人。哈纳姆的那个玩伴早就死了，而哈纳姆的兄弟姐妹们也全部去世了，也就是说这个洞穴可能只有哈纳姆一人知道了。应该是如此，不过我还会密切注意的。钱文欢连忙道。晨晨点了点头，不怕1万就怕万一，知情人这边还是要多下点功夫的。那这个哈纳姆呢？钱文欢突然压低了声音。如今找到了洞穴，哈纳姆该怎么办？他不是电子工程师吗？让他来这里上班吧。晨晨无所谓道，同时消除他近几天的记忆，随便编造个理由，总之把他留下就行。明白了。随着2人的交谈，海面下的噪声也越来越大。不一会，几名 S 队员又从水下冒了出来，大喊着被众人拉上了船。老板，看样子洞穴里面已经打通了。钱文欢站在一旁兴奋道，让下一批人进去，把摄影机也带上。好嘞。随着晨晨的命令，第2批队员也穿上了潜水服。不光如此，他们的脑袋上还戴上了头戴式防水摄像机，直接由数据线相连，另一端则连接在游艇内的显示器上。等到晨晨进入船舱时，一群 S 队员正在里面整理着自己的潜水服。Sir， 见到晨晨到来，所有人先是一愣，随即连忙站起身行礼。看来程超这段时间的训练还是很有效果的。Sir， 你坐这里吧。负责指挥的白兰度站起身，将座位让了出来。谢谢。晨晨说了声谢谢，便当仁不让地坐了下来。
此时，第二批队伍已经开始行动。众人从显示器中看去，只见2名队员纷纷潜入水中，随后在灯光的映照下开始寻找那处洞穴的位置。那处洞穴是凹进去的，埋藏在一段阴影中。如果不是有意寻找，恐怕真的很难找到那种位置。随着摄像机探入洞穴，整片天地都变得狭小起来。洞穴最宽处只有50厘米，即使隔着显示器，所有人依然能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压抑。而显示2名队员身体情况的数据图上，代表心跳和血压的数据也开始迅速飙升。这还是经历过高强度战斗的雇佣兵才有的心理素质。如果是普通人或者幽闭恐惧症患者，在这种环境下恐怕能瞬间失控。不过还好，这段路途并不长，只是游了10几米便来到了尽头。到了此处，空间也再次开阔起来。随即2人朝上游去，不一会儿，2人便脱离了水面，来到一处山体内的空间当中。一切正常，我们已经抵达目的地。正在主持工作的白兰度看了陈晨一眼，见陈晨没有插手的意思，这才继续对着耳麦下命令道：现在架设信号天线，然后检查装备，同时做好接应准备。收到。随着白兰度的命令，那边开始架设视频信号终端设备，只要将带进去的信号线和终端相连，众人头顶上的摄像机再用无线信号和终端相连，外面的人就能实时看到众人摄像头的画面了。等架设完毕，众人又检查了枪械和各类生存装置。虽然哈纳姆口口声声称里面没有任何危险，但没有人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去拿生命去赌。因此，进入洞穴的人都装备了自动步枪。等一切准备完毕时，令人才在眼前的摄像头上比了个大拇指的手势。第3批队员跟上白兰度继续命令，有了前一批人的接应，第3批人就要轻松许多。不过1分钟的时间便成功进入了洞星号信号部。就这样，潜水员以2人1批的速度进入洞穴，最终共有4批人潜了进去。众人头上的照明将洞穴照得一片亮堂。好了，现在所有人排成一排，每人相距至少3米，顺着前方的空隙往内探索。白兰度再次命令道：还有，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允许开枪，以防有易燃气体。重复，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允许开枪，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听懂了吗？明白。视频中传来众人稀稀拉拉的回答声。好的，现在由汤姆逊起头，维恩跟上，科奥伯第3位，一个个进入洞穴。快，速度快点！白兰度在军队时便是战地指挥官的职务，此时操起老本行更是游刃有余。汤姆逊，把你的气体与温度探测装置打开，密切注意前方的气体变化。其他人准备好，一旦出现问题就戴上呼吸面罩。随着白兰度的指挥，众人也开始顺着那道缝隙径直往下走去。有的时候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道位于地底的缝隙不知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极为幽深狭长，有时候几乎没有坡度，有的时候却又急转直下。众人需要不断攀爬才能抵达下一段路途。不仅如此，一路上众人都能看到大量钟乳石，这些是碳酸盐地区在漫长地质历史中才能形成的物质。也就是说，这里的地貌至少几十万年没有出现过变动了。不过对于陈晨一行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好现象。不过不同于当年哈纳姆那群少年，雇佣兵的体质远远强于常人。众人只是前行了半个小时，就抵达了缝隙的尽头。117王希教授的消息，镜头中所有人只看到视线中黑乎乎一片，只有战术手电照射过的地方才能看到一颗颗钟乳石形成的石柱。这些钟乳石也不知道生长了多少万年，从顶部一直连接到洞底，通体洁白，就像是宫殿上的玉柱。一切正常。根据测试器显示，此处的海拔为-723米，温度24度，湿度70%，大气压强105.7 kPa， 没有发现二氧化碳淤积现象。这里应该有通气口存在。无线电那头不断传来小队的情况汇报。地下700多米。陈晨暗暗点头。700多米深已经超出了一些简单的勘探法能探测的最大范围。也就是说，如果在这处洞窟中建造一座秘密基地，一般的勘探技术是很难检测到的，除非动用重力、磁力、电法等大规模联合勘探技术。不过在自己的地盘上，陈晨又怎么可能允许别人那么做？发现魔族硬支马路有生命的痕迹。突然，一名队员低头，手电筒映照在一条正在爬行的长虫身上。这条长虫有着上百对腹足，身体一节一节黑白相间。随着前行，上百对腹足便如同波浪般蠕动。可是还没等那名队员伸手去捉，突然一道蜥蜴般的黑影一闪而过，迅速将那只马鹿叼走。哇呀！那名队员顿时吓了一大跳，
发生什么事了？顿时有队员询问。没事，虚惊一场，只是一只蝾螈而已。那名队员将手电打过去，果然看到一只手掌大小的蝾螈叼着马路，迅速消失在黑暗中。我听到了水声，这里有地下暗河。看到了，前方有水潭，是深层地下水，水里有盲鱼的踪迹。听到众人陆陆续续的汇报，白兰度突然问道：能估算出这座洞穴的形状和大小吗？根据激光测距，地下空间的长度大约在500米左右，宽300米，完全是一处扁平的空间。看岩石结构，应该由沉积岩和火山岩2套岩系组成，沉积岩则属于海相碎屑岩与碳酸盐沉积。无线电那头，负责地质问题的汤姆逊解释道：除此之外，在洞穴的中心有水潭，有活水流动的声音，应该是一条地下暗河，水中有鱼类生存，可以确定是淡水，应该是地底岩层隔离，没有形成海水倒灌。内部溶洞的高度呢？白兰度再次问道。最低处大约有20米左右，高处大约50米，是一座完美的半球形空间。听到这句话，整个游艇上的队员都相互击掌庆贺起来。这样一来的话，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座完美的秘密基地。等到岩石和水质采样后，就出来吧。一旁的陈晨提醒道，毕竟里面的微生物环境还没有检测过，以防万一。是白兰度点了点头，所有人听令，在探测完整个洞窟，并采集到岩石和泥土样本后，就可以退出了。当天下午，陈晨便得到了一份完整的材料报告。这个经纬度，陈晨看着纸面上的报告，微微摩挲着下巴。可以确定是这个位置吗？是的，已经进行定位了。钱文欢站在陈晨的书桌前，就在研究中心的西南方的位置，那里刚好是平原地带，距离海岸线只有2公里左右。很好，陈晨将地图扔在桌上，将那一片划为住宅区，联系在纳米比亚的中州施工队。我要在这里建造一座高层小区。小区？钱文欢顿时一惊，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没错，就是和中州区的高层住户一样的小区。陈晨点了点头。不仅如此，我还要在周边建立起相对应的商业街、公园、医院，乃至交通设施。您是想建立起一座城市吗？钱文欢目瞪口呆。不然怎么叫生命科学城呢？陈晨解释道。虽然咱们研究中心的福利制度还算可以，但如果想要那些研究人员产生归属感，分配住宅这种手段还是很重要的。想了想，陈晨补充道，小区只是其一，我还会在海边划出大量别墅区供高级研究人员分居住。到时候员工有了家，自然就需要娱乐设施和生活设施，不然就算再大的房子，依然只是一间员工宿舍罢了。更何况在大批疗养中心建成后，那些全世界慕名而来的客户也需要在这里进行消费的。您说的是？钱文欢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道。文欢，你是这里的一把手，等我离开后就要靠你来管理了。陈晨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以后这里可要动快一点才行。头儿，您要离开？钱文欢顿时慌了，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搞得定这些？放心吧，只是暂时的。陈晨朝身后靠去，过段时间回一趟中州。对了，文欢，你也半年没回家了吧？最近有空就先回去一趟，这不是咱们公司正处在发展期吗？如果我想回去，肯定会和您说的。钱文欢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了，我认为如果想要开发那处地下空间的话，可以在建设生命科学城的时候一并进行，更容易掩人耳目。那是肯定的了。陈晨点了点头。不过海底那条通道太麻烦了，肯定要另开一条通道。等工程队到来以后，就先打小区的地基，随后以打井的名义打通那处地下空间。听到陈晨下达了命令，钱文欢连忙拿出口袋里的笔记本，将这些记录下来。想了想，陈晨再次提醒，不过要有准备，毕竟700多米深的井有些深了，还必须钻破岩石层，一般的打井机是没用的，必须使用大型钻井机才行。可是如果使用大型钻井机的话，会不会太过惹眼了？钱文欢手中的动作一顿，有些犹豫。不会的，非洲这边打井本来就是如此。陈晨摆了摆手，以地下空间所在的位置为圆心，首先规划出一座2-3平方公里的小镇，然后再打上4-5口井。等到打穿地下空间后，先买通那批打井的工人，同时限制他们的行动和通讯，一直等到他们将地底建造完成后，再消除他们的记忆。有着生命科学城的工程遮掩，我们可以轻易将秘密基地需要的材料运送进去，就算是纳米比亚官方也很难发现异常。钱文欢这才点了点头。陈晨负责定下大方针，而具体的执行方面，肯定还是他的工作了。等到钱文欢离开后，陈晨才看着手机上一条未接来电， 以及一条发来的短信陷入了沉思。来电和短信都是王伟发来的，
王伟在短信中告诉了他，这段时间王希教授已经请了长期假期，而且根据最近课堂上的表现所看，应该是轻度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118决定，阿尔兹海默症吗？看着王伟发来的信息，陈晨不禁回忆起那个有着爽朗笑容，习惯拿着烧杯喝茶，总是在课堂上跑火车的老人。王希教授本就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在学术界有着赫赫威名，不过在65岁后，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无奈退出了科研一线。只是没有想到，那个在讲台上风趣幽默的教授，那个足以领跑生物学的顶尖科学家，竟然也会得这种寻常人的疾病。陈晨暗暗叹息一声，随后抬头道：小 X， 给我查一下中州区商都交大的王希教授，我要知道现在他的一切情况。收到。小 X 的声音立即从音响中传来，随即陈晨的电脑自动开启，电脑屏幕如同开花一般飞速闪烁起来，一张张窗口弹出又关闭。不过半分钟的时间，一份详细的资料便浮现电脑屏幕上。商都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中央医院神经科，阿尔兹海默症。看到这一行字，陈晨已经明白，王伟判断的都是真的了。回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王希教授给予自己的那些帮助，陈晨的内心立即做出了决定。想到这里，陈晨轻轻抚摸向自己的左手，在他的左手食指部位，正有一枚粗大的黄铜戒指。随着陈晨轻轻拂过戒指，似乎碰触到了某些机关，顿时界面弹开，露出里面几颗通体透明的药丸。陈晨取出一颗药丸，轻轻吞下，随即轻轻闭上眼睛，进入放松的状态。1秒、2秒、3秒，呼！对世间万物尽在掌握的熟悉感迅速归来。陈晨猛地睁开眼睛，开始回忆一切有关阿尔兹海默症的资料。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便是中州区俗话所说的老年痴呆，即抵达一定年龄后，便可能发生的大脑神经退行性病变。这种病看似并不致命，而且因为身边例子过多而习以为常，可许多人都不清楚，它其实是仅次于癌症的限制人类寿命的第2大杀手。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原因非常多，最明显的便是年龄因素。从人们50岁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明显增高，在人抵达80岁时，发病率更是高达2%。至于年龄往下，那因素可就太多了，遗传、精神疾病、头部外伤，甚至丧偶、独居、经济困难、生活颠簸等外因都有可能成为阿尔兹海默症的诱因之一。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学术界甚至连阿尔兹海默症的病因都没有找到。曾经医学界一直认为 A 贝塔沉积和 tau 蛋白异常磷酸化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主要元凶，可是随着一些药物研发，这些论调早已被学术界所质疑。如今医学界更加公认的是 A 贝塔沉积和 tau 蛋白异常磷酸化只是阿尔兹海默症的表现形式，却并非根源所在。所谓的 A 贝塔沉积，便是指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属于一种细胞内部的病变。这种病变可导致线粒体损伤，乃至引起细胞凋亡等多种致命疾病。这种沉积现象最早出现在大脑皮层，并会随着病症日渐严重，向大脑的深处蔓延，直至摧毁人类的大脑。而如今国际上公认有效的6种治疗药物中，除了一种 NDI 受体拮抗剂外，其他都是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类药物。简单来说，就是先进国际上的所有药物都只能略微减缓病症，让患者多活几年，除此之外一无所用。听说最近中州区也上市了一款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药物，标榜为国际首个靶向脑长轴药物。虽然名字很高大上，可说白了就一种控制肠道细菌的药物。这个就不谈了。目前来说，阿尔兹海默症依然是不可逆转的，即使服药也是如此。因为病症出现的原因便是大量脑神经细胞的死亡，而到了后期，患者的大脑已经彻底萎缩，连意识都不存在了。在陈晨看来，没有了意识，即使这个人还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因此如果想要救治王希教授的话，是不能再拖的。想到这里，陈晨迅速起身，朝着电力主控室走去，同时边走边命令道：小 X， 为我下载《星球崛起》第1部。随后陈晨走出了办公室的房门，进入了电梯。如果想要治疗王希教授，自己一共有3方法。1，也是最简单的方式，使用 U 盘摄取出《星球崛起》内的药物 ELS-112 的资料。ELS-112 是一种拥有特定基因的病毒，通过感染大脑的方式，能够对神经环路进行再生性修复，不同于后来的 ELS-113。ELS-112 不具有传染性，不会出现电影里病毒灭世的情况，而缺点则是 ELS-112 只是暂时性治疗了阿尔兹海默症，却无法根治。不过
晨晨对第一种方式的期待并不高，因为 U 盘无法提取任何生命，而病毒也是生命的一种，因此它只能提取 ELS-112的资料，而资料的场景在电影中只出现了一瞬，不能保证资料完全。2. 如果第一种方式失败，晨晨可以尝试拍一部有关阿尔兹海默症的电影，并提取出自己电影里的药物，通过这种近乎作弊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晨晨对 U 盘功能的一个新的尝试。当然了，成功的几率在晨晨看来无比接近于零，因为如果这种方式真的能成功，那晨晨就可以拍一部能源类电影，随意设置一种如同《星际之门》里的 ZPM 一样的道具，岂不是就有了无尽能源？这样一来，质量与能量守恒定律就被打破了。不过，虽然明白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基本为零，但尝试还是要尝试的。而在尝试第二种方式的同时，晨晨还会同步进行第三种方式主动性研究。毕竟晨晨可是有着 NZT-48 这张底牌，之前的实验就得知了 NZT-48 对阿尔兹海默症有着一定的疗效。实在不行，晨晨就可以从这方面进行突破，同时辅以神经干细胞治疗。人体的确有脑神经细胞再生的能力，但是该能力会随着发育而降低。当人类成年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便不会再进行再生修复，而其中的原因，一是缺乏必要的细胞因子刺激，二是死亡的细胞降解后所在位置被其他细胞填充，产生了位阻效应，这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症不可逆转的根源所在。可是神经干细胞这种手段却是可以打破这项规矩的。119第一方案失败。当晨晨进入电力主控室的时候，小 X 已经替晨晨下完了《星球崛起》。《星球崛起》上映于2011年，讲述的是主角为了治疗父亲的阿尔兹海默症，发明出一种名为 ELS-112 的病毒类药物。这种药物的原理是通过人工调制的病毒感染人类大脑，从而对脑神经进行再生修复。不过具体原理想必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可以打个比方，2015年，德国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只存在于现代人类和人类近亲成员身上的特殊基因 RGAP11B。这种一大串名字的基因有助于脑干细胞的繁殖，令大脑在发育过程中产生更多神经元，并出现思维、语言等高级认知能力。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基因的存在，人类才能脱离食物链，爬到自然界的顶端。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基因的功能，这帮德国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通过基因工程手段，他们将这个基因植入了小白鼠的胚胎中，用以观测获得了智慧果实的小白鼠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而结果也很是喜人，这些转基因小白鼠在降生后，它们的大脑容量出现了明显上升。要知道，普通小白鼠的大脑皮层应该是非常平滑的，看起来就像一颗花生米，但是在转入这个人类基因后，却因为表面积大增而不得不挤压折叠，出现了和人脑一样的皮层折叠现象。由此可见， RGAP11B 基因对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演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不知道实验最后这些小白鼠有没有越狱成功。要是成功了，也许几十几百年后就要上演一场现实版的鼠球崛起了，嘿嘿。而星球崛起中的 ELS-112 病毒便是同样原理，通过向大脑转入另类基因，阻止阿尔茨海默症导致的神经细胞死亡，令大脑神经细胞重新恢复活力。而且电影的剧情和上面那场实验极为相似，电影主角是在一只黑猩猩的身上展开了这种实验，结果那只黑猩猩智力大增，甚至生下的孩子凯撒成为了人类文明灭亡的元凶。两者的手段虽然不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不过现实只能做到改造生物胚胎的基因，却做不到修改成体生物基因，因为成体生物全身几万亿条基因，改也改不过来的。所以电影中才会出现逆转录病毒这种更改全身基因的手段。T 病毒、G 病毒、DX1118 病毒等也都是这个原理。回到现实，晨晨拔出充电的 U 盘，插进电脑中，然后试着将下载完毕的《星球崛起》这部电影拖进 U 盘中。咚！可是意料之外的声音传来，这部看起来极为科学的电影竟然被 U 盘拒绝了。晨晨挑了挑眉，仿佛不相信一般，再试了一遍，可是结果依然如此。晨晨想了想，趁着 U 盘不注意，轻轻点击星球崛起点 MP4 这个名字，顿时光标一闪，晨晨迅速将其改成了红楼梦点 MP4， 然后飞速往 U 盘中拖去。咚！企图骗过 U 盘的尝试失败，看来这部电影不符合 U 盘的核心价值观。晨晨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丝毫意外的，第一步失败了。其实只要懂点生物学的都明白，《星球崛起》这部电影的确存在很多伪科学的成分，比如主角的父亲本身是阿尔兹海默症中期患者，而到了中期，这种病症中的脑细胞就会大批死亡，
就算之后通过 ELS-112保住了剩下的神经元，但造成的脑功能损毁和记忆丢失也是不可能恢复的。所以电影中主角父亲直接恢复为正常人的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人类大脑之所以聪明，不仅是因为复杂程度，体积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人类大脑的容量是黑猩猩的3倍，因此电影中黑猩猩直接达到人类的智商程度也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就算现实中真有一种被设计出来的病毒能改造黑猩猩的大脑，但这种病毒却不一定能改造其他种类猩猩的大脑。就好像 ELS-113这种病毒，它能增加黑猩猩的智慧，却对人类有致死性一样。ELS-113也不可能出现电影中这种不只是黑猩猩，连红毛猩猩、大猩猩、倭黑猩猩等猩猩都能达到开悟启蒙的效果。这部电影的起源便是 ELS-113病毒了，没有这种病毒，一切都不会发生。可是这种病毒已经超出了现实病毒的能力范畴，会不会这就是无法将电影拖入 U 盘的真相？电影的起源吗？陈晨想了想，再次下载了一部电影《深海狂鲨》。这部电影也是和阿尔兹海默症有关的影片，不过它是通过提取鲨鱼大脑内的蛋白质来治疗这种症状的。按照电影中的做法，直接将几滴蛋白质滴在脑细胞上，就能激活死亡的脑细胞6秒钟。在陈晨看来，这已经不是科幻，而是玄幻了。而结果也没有出乎陈晨的预料，将深海狂鲨拖入 U 盘的举动依然失败。眼看自己设想的第一个方案彻底失败，陈晨也不再考虑这些，他重新将 U 盘插回充电接口，随后在手机中找到一个通讯录，想了想，陈晨直接拨通了电话。爱德华兹先生，我是陈晨，我有一个任务，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接受？是有关拍一部电影的。对，故事剧情由我这边提供，我需要一名著名编剧，一名著名导演，一群著名影星，将我提供的故事剧情演绎出来并成功上映，至少要求1亿票房。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从剧本编写到上映最好不要超过3个月。投资资金我自己会出，1000信息点，不可能再多了。合作愉快。随即陈晨挂断了电话。陈晨联系的是北美洲一个名为爱德华兹的家族，爱德华兹财团，华尔街著名金融巨头，旗下的产业包括但不限于及电子、光学、空间、导弹等电子工业，最为关键的是还涉及到了娱乐产业。爱德华兹家族持有着好莱坞200多家影视公司的股份，相当于1/5个好莱坞。而陈晨联系的便是爱德华兹家族的3名掌舵人之一，也是当时前来参与会议的那名成员罗伯特·爱德华兹。120找到方向，将拍电影的计划布置下去。陈晨来到阿尔兹海默症逆转治疗的项目组，要了现今项目组的所有研究成果以及几只小白鼠。阿尔兹海默症逆转治疗项目组的确存在，领头人是陈晨请来的另一名神经学方面的教授埃文斯，曾参与过数次阿尔兹海默症的临床实验，这个项目也算是他的老本行了。不过陈晨并不打算和埃文斯一起实验，因为陈晨这边是需要用 NZT-48 进行实验的，在力量彻底超越凡俗之前，陈晨不会容忍 NZT-48 被任何外人所知，因此陈晨只能是单独展开实验。至于问项目组要的那几只小白鼠，则是一种携带有人类 Tau 突变形式的基因修饰小鼠。这种小鼠在6个月大时大脑会开始出现挑产检，并在9个月时表现出神经系统损伤的迹象，这就是人类制造出的类似阿尔兹海默症状模型的转基因小白鼠了。陈晨在5楼重开了一间实验室，将这些资料都搬进来后，便开始挨个观看埃文斯教授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外国学术界一直秉承着谁发现用谁的名字命名的传统。100多年前，一位名叫阿尔兹海默的医生解剖了一名因老年痴呆去世的患者的大脑，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现象：死者的大脑不仅严重萎缩，就连掌管记忆、思考和语言功能的大脑皮层也全部报废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坏死的脑细胞以及异常而诡异的大脑沉积物。从这一天开始，人类正式与阿尔兹海默症这种世纪之症交火。不过因为阿尔兹海默症的隐蔽性，一开始人们并未重视这种疾病，直至最近20-30年，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越来越多，这才被医学界彻底重视起来。可是随着人类越来越深入的调查，却发现阿尔兹海默症远比人类想象中还要恐怖。据地球联邦制药研发协会统计结果显示，1998至2017年，包括拜耳、礼来、葛兰素史克、默沙东、辉瑞在内的顶尖医药集团共投入超过6000亿美元，测试失败的阿兹海默症药物总计146次，算上2018和2019年，过去20年，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在阿兹海默症面前共失败过154次。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则是在2018年1月，全球最大制药公司辉瑞发表声明，因技术能力不足，
将暂停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药物的研发。在这种世纪病症的面前，全球顶尖医疗力量均一筹莫展。陈晨神色平静，用手指划过一叠叠资料，这些纸质资料都用文件夹夹着，一本便有5厘米厚。此时在陈晨的身前堆了小山般高，可是随着陈晨一本本翻过去，不过几个小时，这身旁的资料便少了小半，而代表看完的资料堆则累积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厚。如果此时有人靠近观察，就会发现翻看的资料越多，陈晨的那双眼睛越是明亮，最后仿佛能在黑暗中闪烁出光芒一般。直至看完最新几期的实验资料，陈晨终于呼出一口气，再次打开电脑，与网络上最前沿的成果进行了一番对照。等这些也看完后，陈晨才若有所思地关掉了网页。很好，方向已经有了。陈晨嘴角挑起一抹笑意，随即掏出一块手指大小的巧克力，剥开锡箔，整个塞进口中。NZT48 能使大脑高速运转，但同时也会大量消耗大量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而巧克力则可以补足这些物质，同时可碱还可以增益神经系统，帮助提高血液带氧量。因此陈晨最近养成了服药后吃几块巧克力的习惯。随着巧克力在口中慢慢化开，陈晨也开始自己的实验。他先是穿上无菌服，将全身进行消毒处理，随后才在实验室内戴上一次性橡胶手套，取出一粒 NZT48， 在葡萄糖中慢慢化开。同时陈晨取出神经系统损伤迹象最明显的几只小鼠，按照分组的方式给其灌入等比例的 NZT48 溶液，然后分别放入各个观察笼中。这也只是其中一项实验。在实验 NZT48 对阿尔兹海默症的疗效外，陈晨还在同时进行另一项实验，但和现今市面上的实验方向不同，陈晨打算从炎症这面展开研究。要知道，如今科学技术普遍认为阿尔兹海默症的起因是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和 tau 蛋白异常磷酸化，由此科学家提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病因假说、贝塔淀粉样蛋白理论。目前大多数的临床试验都是以贝塔淀粉样蛋白为靶向，试图分解或阻止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形成。可是就像之前所说，全球所有以贝塔淀粉样蛋白为靶向的治疗实验全部失败了。于是陈晨决定从炎症假说与大脑免疫细胞方面入手。关于阿尔兹海默症有数种假说，其中便有这种炎症假说。2018年，神经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阿兹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存在疱疹病毒。随后2019年，一个团队在科学子刊上发表论文，他们在患者大脑中发现了牙龈卟啉单胞菌，并且通过小鼠实验让这种细菌侵入小鼠大脑。在小鼠死亡后，他们在小鼠的大脑中发现了死亡的神经元，同时贝塔淀粉样蛋白水平也有所增多。而19年年底 NAS 期刊上，一支团队发现患者的大脑里一种叫做 TOM1 的蛋白质出现了急剧降低，而 TOM1 是在一类炎症反应中至关重要的物质。在 TOM1 的表达量下降后，小鼠大脑内贝塔淀粉样蛋白有显著增加，同时这些小鼠也出现了认知能力的衰退，而通过反向增加 TOM1， 小鼠的认知能力又得到了恢复。这就是炎症假说最近取得的研究成果了。就连埃文斯教授也是朝着这个方向研究的。而陈晨除了炎症假说的方向，还增设了免疫细胞缺陷假说。因为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特征是大脑中形成了贝塔沉积与 tau 缠结，而一种被称为小胶质细胞的免疫细胞能通过清除这些沉积和缠结来保护大脑，它们包围着这些有害物质，一块一块的把沉积和缠结吞没。可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小胶质细胞虽然限制了有害物的积累，但是它却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小胶质细胞可以分泌一种名为 APO 的物质，这种物质又会增强贝塔沉积的形成。同时在疾病的后期，一旦 tau 缠结形成，小胶质细胞攻击缠结可能会伤害附近的神经元，从而导致神经退行性病变的产生。研究发现，如果没有小胶质细胞，或者小胶质细胞没有被激活， tau 缠结与贝塔沉积就不会积累并发展到晚期，神经系统也不会受到损害。这就是陈晨的研究方向了。有了这些方向后，就算陈晨依然无法根治阿尔兹海默症，但至少有把握限制病情的恶化，将这种世纪之症固锁在初期阶段。121实验成功。2个月后，陈晨静静站在实验室中，脸色有些苍白。而在他的身前，一只小白鼠不断在一座 Morris 水迷宫中游动着。这只小白鼠游动起来极为灵活，虽然看起来有些迷茫，可是在错误的尝试后，总能迅速找到正确的路途，最终找到隐藏在水下的平台。谁都看不出，这些小鼠在2个星期前还有着严重的神经损伤迹象。看着5号实验小鼠来到平台，
陈晨轻轻按下了计时器，面无表情地说道：“28秒，比昨天快了2秒。”随后，陈晨开始填写实验记录：6月0基因修饰模型小鼠，采用手术移植克隆神经干细胞治疗，同时经过髓细胞触发受体2 TREM2 激动肌白细胞介素4 IL4 处理并诱导小胶质细胞激活，采用免疫组化、免疫蛋白印记、荧光定量 PCR 从蛋白和基因2个层面检测 TREM2 表达情况。水迷宫实验显示，模型小鼠在水迷宫实验中表现出认知功能恢复。在此模型中，经过 IL4 处理 ，TREM2 表达增高，模型小鼠的记忆、认知功能损害大幅度改善。结果 ，TREM2 的激活可能通过炎症反应，促进小胶质细胞的自噬作用降低。随后，陈晨弯下腰，将这只正在平台上休息的小白鼠捉了出来，擦干后固定在 CT 机上，并将大脑固定到无法转动的状态。接着，陈晨启动机器 ，CT 机开始扫描5号的大脑结构，将新的 CT 与之前的画面进行对比。只见画面上，小白鼠的大脑结构比上周饱满了许多，比2周前多出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2周前小白鼠的大脑内就像是一颗干瘪的核桃仁，那么现在则变得充盈了许多，就好像膨胀起来的面团一般。随手将这些数据资料都规整到相应的类别中。陈晨看了看实验笼中还剩下的几只同样表现的小白鼠，随手将实验笼盖住，然后陈晨转过身，握住5号小白鼠的脑袋，同时右手捏住小白鼠的尾根，轻轻一拉，咔吧，一声清脆的咔吧声传来，手中的5号在迅速而有效的颈椎脱臼中死亡了。陈晨将这只小白鼠放在解剖台上，开始解剖它的大脑。10几分钟后，5号的大脑被整个分离出来。可直至此时，陈晨才发现这种小鼠的大脑并非得到了良好的恢复，因为阿尔兹海默产生的大量神经元死亡，这些神经细胞死亡的区域产生出许多的结缔组织块，这些组织块占据了大脑原本的空间，令大脑无法恢复之前的状态。可惜了，陈晨摇了摇头，将这些大脑泡进了装满福尔马林溶液中。这3个月以来，陈晨照例使用克隆的方式克隆了这群小白鼠，同时在这些同样有着阿尔兹海默症的小鼠模型中，采用了复合治疗的方式：一、使用 TOM1 蛋白质的基因过表达方式，提升大脑对炎症的抗性，并渐渐消除炎症；二、使用礼来公司研发的 Solanezumab 抗体，清除大脑中的 A 贝塔蛋白和淀粉样沉积。虽然这种药物几次临床实验失败，被证明无法治疗阿尔兹海默症，但它的清除 A 贝塔蛋白的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三、通过克隆胚胎提取出的神经干细胞，同时使用细胞因子手段激活大脑内原本便存在的 G2 静止干细胞，激发大脑自愈。还有最后的一项，那就是在阿尔兹海默症初期阶段时，首先激活小胶质细胞，主动吞噬异常沉积蛋白，但如果阿尔兹海默症已经进入了中期乃至后期，则采用相反的方式，抑制小胶质细胞的激活，直至使用 Solanezumab 抗体清除掉大部分 A 贝塔沉积后再进行小胶质细胞激活。这就是陈晨采取的方法。通过对炎症的治疗，以及神经干细胞移植，再加上对大脑本身的免疫系统的干预，这种复合方式完全可以在初期和中期压制住阿尔兹海默症，让其无法恶化，甚至产生好转。其实现实的医学界并非达不到陈晨这种效果，唯一的限制依然是克隆方面。除了这个限制外，成本也是制约这种治疗的因素。毕竟光是这一套治疗方案下来，成本方面就是天价了。如果运用到商业，一个疗程就需要上百万美元。至于因大量神经元死亡而出现的胃阻效应，以及结缔组织占据大脑，这一点陈晨就束手无策了。或许通过开颅手术的方式将这些结缔组织取出，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至于 NZT48 那边，因为时间不够的原因，再加上没有任何实际进展，于是陈晨也就停止了实验。既然 NZT48 实验停止，陈晨也就开始着手助手，将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分配下去，这才如此迅速地得到了这些实验成果。如今实验有了成果，陈晨便不再犹豫，直接让助手将之前准备好的老年黑猩猩送了进来。科学界早已发现，黑猩猩也能的和人类一样的阿尔兹海默病，于是在小白鼠实验还未完成之前，便让助手们制作了黑猩猩的阿尔兹海默病模型，并对这些黑猩猩进行克隆了，这样也能节省下大量的时间。不仅如此，陈晨还让在中州区保护自己父母的小队分出一人，去商都偷偷提取出王希教授的体细胞，然后带回来，对王希教授进行克隆。等到几个月后，王希教授真的来到研究中心时，立即就能用到克隆后的神经干细胞。如此费尽心机，也算是对王希教授的一种报答了。想到这里，
陈晨刚准备进行下一步实验，突然电话响了起来。陈晨皱眉，拿起手机一看，才发现是新电影的责任编剧打来的电话，将实验室留给助手。陈晨走出实验室，接通了电话。修改好了，我知道了，等会就去查看。原来编剧已经再次按照陈晨的要求修改了剧本，拿来给陈晨审核。这就是陈晨委托爱德华兹家族的任务了。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不用吩咐，小 X 已经打开了邮箱，将对方发送来的剧本投影在了墙壁上。陈晨花了几分钟看完整个剧本，随后勉强点了点头。剧本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了现实的3年后，这个是陈晨要求的，毕竟 U 盘只接收贴近现实架构的电影，直接设置成现实背景也更保险一些。而故事的主线则是北美洲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药企。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研究员突然机缘巧合地发现了一种能彻底抑制阿尔兹海默症的化学小分子。这种小分子不仅能阻止 tau 神经缠结，阻止 A 贝塔沉积，而且还能消除炎症，彻底终结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切症状。这种药物就是故事的核心，而剧情就是一个不知名的黑势力不知从哪得到了这个消息，为了得到药物样本，开始绑架主角身边的同事。主角发现情况后，连忙拿着药物逃跑，一直被人追杀的老套故事。这个剧本之前已经被陈晨 pass 过几次，无奈之下，编剧去除了电影中一些科技和逻辑不合常理的部分。虽然这些部分很有戏剧性，也很有卖点，不过这次差不多已经符合陈晨的预期了。只可惜陈晨没有想到好莱坞的速度也这么慢，从剧本编写到修改就花费了2个月的时间，剩下1个月再如何迅速也不可能将电影赶制出来了。不过还好，陈晨已经找到了抑制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手段，只要在黑猩猩身上也能成功，陈晨便可以进入临床实验。想到这里，作为投资方的陈晨给对方回复了一个通过。这样一来，好莱坞那边的电影就可以正式开机。122返回商都，昏暗迷离的舞池中，繁杂的空气中弥漫着烟酒的味道。此时，罗琳·凯特正握着一瓶白兰地，和公司最美艳的女子詹妮佛疯狂地在舞池中摆动。詹妮佛大约30来岁，身材火辣而妖娆，穿着一身性感的舞裙，妖娆的身姿随着舞池的韵律不断晃动，让四周的人想入非非。艾拉，今晚的你真是迷人。凯特眼神迷离地伸出手，就想去触碰对方的身姿，可是却只听耳边传来一声轻笑。不知何时，詹妮佛却已经绕到了凯特的身后。凯特嘿嘿一笑，迅速转身挽住对方，两人相互簇拥着离开了舞池，朝着酒吧外走去。似乎有某种荷尔蒙的浓度在渐渐升高，两人急不可耐地上了车。凯特还未插上车钥匙，突然感觉身侧传来惊人的热度，随即一阵香气袭来。Cut！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高声传来，凯特和詹妮佛身旁突然窜出一群陌生人。这些人有的手中拿着灯上前打光，有的人则熟练地为两人补上妆容。一时间，暧昧的气氛彻底消散开来。同时更远一些，一名导演打扮的男子坐在一张躺椅上，大声通知道：第3幕完成，大家辛苦了。接下来是第4幕，反派群演准备。随即，众人又是一阵忙碌。此时，程超在一旁默默抽着烟，百无聊赖地看着忙碌的众人，神情中不免有些无奈。因为钱文欢要负责生物科学城的建设事宜，因此陈晨干脆把程超派了出来，负责监管好莱坞这边的电影拍摄进度。虽然程超没有从事过电影行业，但他也就担任一个监制的工作而已，也就是监工的意思，防止剧组光拿钱不干活。此时，电影已经开拍了1周的时间。陈晨投资的这部电影名字叫做《生死危机：惊天计划》。虽然电影名有些烂俗，但却凭爱德华兹家族的人脉，请到了多位电影一线大咖，同时还有著名的好莱坞导演斯蒂庞克压轴，可谓是全明星阵容了。这部电影从立项开始，立即引发了众多影迷的注意。这些知名的导演和演员都有着各自的粉丝，再加上导演组的造势，一时间声势不弱于同样开拍的《复仇者联盟5》。不过这和程超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如今只是每天坐在导演旁发呆，要不就站在角落默默抽烟，对众人都是爱答不理。就算剧组里某些女配半夜偷偷联系程超，妄图篡位，程超依然不为所动。渐渐的，众人也就不理会这个石头人一样的监制了。接下来，5名身穿黑色紧身衣，拿着不知名道具的群演挨个登场，武术指导开始给这些群演设计动作，而主角和女主则在一旁继续商讨着剧情。可是不知为何，看到那几个反派的造型，斯蒂庞克突然皱了皱眉，对身旁的造型师说道：米尔施先生，你觉得这一套服装会不会怎么说呢，有些过于老套？嘿，
这已经是时下里最经典的反派造型了。一旁的大胡子男子连忙辩解道：“我敢打赌，5年内绝对没有比这部电影还要经典的造型。非我质疑你的专业性，而是我认为反派这套装扮会不会显得太过招摇了些？就好像将我是坏人4个字贴在了脑门上。”斯蒂庞克皱眉提醒道：“有没有可能再让形象深刻一些？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大胡子男顿时有些不快。斯蒂庞克闻言顿时沉思起来，他朝四周望了一圈，似乎是在寻找灵感。而就在看到程超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对了，我们给反派套上一层休闲服如何？就像程超先生那样，很酷不是吗？斯蒂庞克指着程超道：“只要我们多运用镜头，反而更能凸显出脖子处的紧身衣，对于观众来说，也更能契合反派想要隐蔽行动的想法，不是吗？”米尔闻言也看了看一旁的程超，若有所思道：“你说的的确有些道理。”听到两人的对话后，程超顿时无语。他知道对方这是因为看到自己穿着 GS 战斗服才会这样说。GS 战斗服的确有隐蔽的特点，唯一的缺陷就是衣领过高，很少有衣服能遮挡住。除此之外，衣领上的4颗泛着蓝光的纽扣更是炫酷无比，科幻感十足。为了阻挡纽扣发光， S 队员干脆将这些纽扣染成了黑色。可是无奈的是，如果相处时间过长，还是会让身边的人注意到脖颈上的细节，这也算是 GS 战斗服唯一的缺陷了。而另一边，灵长类实验进行得无比顺利，仅仅只是1个月的功夫，所有黑猩猩的阿尔兹海默症便都被成功抑制，大脑进入了恢复阶段。见此，陈晨终于不再犹豫，让小 X 定下了返回商都的机票，带着一叠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资料离开了非洲。10几个小时后，当陈晨下了飞机，再次踏上中州区的土地时，他忍不住深吸一口气。1年半的时间，自己终于回到了故乡。在瑞士和纳米比亚待久了，陈晨几乎差点忘记自己是个中州人，直至下了飞机，看到满机场的黄种人面孔，这才感受到分外的亲切，回家的感觉。陈晨低声喃喃，随即走上前，在出入境管理处排好队列，等待着出入境管理员的检查。这一次陈晨没有告知总公司自己回来的消息。如今总公司在夏英这边的管理下可谓是如火如荼，翻译器每月都能卖出10几万份。虽然有国家在背后支持的原因，但也很不容易了。可是国际上，同声翻译器的发展却并不顺利，各个国家都一直通过同声翻译器的认证审批，似乎是在等自己国人的破解。不过对于陈晨来说并无所谓，反正翻译器的核心代码就放在那里，如果那群人真能破解，陈晨就算把公司送给对方又何妨？这可涉及到程序员的尊严问题。10几分钟后，陈晨走出了机场后，然后随手搭了一辆出租车，朝着商都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方向赶去。123王希教授。因为王希教授对国家的重要性，这段时间以来医院一直在全力治疗着，只是限于常规治疗的原因，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半个小时后，当陈晨来到这家医院，提出去高级病房见王希教授时，却得知王希教授并不在病房的消息。王希教授正在专家组的建议下尝试多方位大脑刺激治疗，大概晚上才会返回病房。如果你是他学生的话，直接联系他就好了。医生用怀疑的眼神看了陈晨一眼，提醒道。陈晨轻轻道了声谢，这才走到医院外，拿出手机拨打了那个一直未曾打过的电话。喂，是小陈吗？只是一会儿，电话那头便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依然带着爽朗的笑意。怎么好好有空给我打电话了？王教授，真没想到您还记得我。陈晨笑着问道。你的人我虽然忘了，但我记得你的那篇论文，能上 Cell 的大学生可不多。王希教授哈哈笑道。陈晨听到王希教授那边闹哄哄的，便问道：王教授，您那边忙吗？忙的话，我等会再打来。不忙，我在一场签售会，看看曾经喜欢的一个演员罢了。王希教授回答道。有什么事要帮忙吗？有件事挺重要的。您现在在哪？我直接去找您。我在龙昂西路554号，这里叫华安大厦，我就在2楼的会场里面。王希教授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位置说了出去。好，我马上过来。陈晨挂断电话，再次打车赶往了华安大厦。这次只用了10分钟，陈晨便抵达了楼底。此时，大厦的正门前正放置着一座充气拱门，旁边张贴着几张大海报，似乎是在做某个活动。陈晨朝海报上看去，发现原来是一位老一代的国际影星在这里开签售会。刚走进大厅，2楼的会场内便隐隐传来兴奋的高呼。陈晨给门口几个保安说了下来意，对方就直接放陈晨进去了。随着陈晨推开会场大门，顿时那股嘈杂声更大了。陈晨一进门，
刚好听到了国际影星的一句话：细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会场大约是一间1000人会场，不过里面只稀稀拉拉坐了1/3。那名国际影星穿着一身红色外衣，在台上情绪激动地说着些什么。陈晨随意扫了一圈，便看到台下第1排王希教授那熟悉的背影正坐在那里，而且随着陈晨的目光，王希教授竟然若有所觉地回过了头，朝陈晨笑着招了招手。陈晨点了点头，微微弯腰低头，朝第1排走了过去。舞台上，国际影星还在继续说着：我看过一个剧里，孙悟空叫白骨精精精，白骨精叫孙悟空空空。台下众人发出一阵哄笑。好笑吗？台上的国际影星沉痛道：反正我是笑不出来，我的眼泪在肚子里头打转。陈晨走到第1排，迅速坐在王希教授的身边。王老，嘘。王希教授摇了摇头，先听完，有什么事等听完再讲。陈晨闻言顿时一愣，随即笑了笑，的确，3个月都等下来了，也不必急于一时。想到这里，陈晨渐渐放松下来。此时，只见台上的国际影星拿出一根长棍，冲台下道：我还记得哪部片子是这样演的。说着，他将棍子扛在肩上，同时扭头道：师傅，走。然后便熟练的大摇大摆走了起来。顿时台下又爆发一阵哄笑，舞台上下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很快，当演讲结束，彻底散场后，陈晨才和王希教授一起走出了会场。这时陈晨才发现，王希教授身后还跟着2个人，看样子应该是保镖一类的人物了。王教授，陈晨组织了一下语言，边走边说道：您的病我已经知道了，据我所知，咱们中州区暂时没有几家医院敢说能治您的病，您有没有兴趣去其他州治疗？其他州？王希教授闻言乐了。校委那边说你在非洲开了一家研究中心，你说的该不会是那里吧？原来你已经知道了。陈晨顿时解释道：没错，我那边开发出一种抗阿尔兹海默症的复合疗法，如今在临床类生物身上表现极佳，本来想等通过临床实验后再通知您，可那个时候不知道就要到何年何月了。您的病情毕竟拖不得。王希教授闻言沉默了一下：我这病倒是没有什么，就是怕给洛儿那边添麻烦。陈晨没有应声，他看过王希教授的资料，知道王希教授口中的洛儿正是他的45岁的女儿。似乎考虑了很久，最终王希教授还是摇了摇头，拍了拍陈晨的肩膀：算了，相信你也明白，得了这种病就没几年活头了。说到这里，可是王希教授的神色中却充满了坦然。既然如此，也就不需要折腾这些有的没的，顺其自然吧。王教授，您怎么知道这种病一定治不好呢？陈晨笑了笑，随即将手中的资料递了过去。这个是，作为科研界的人，天生就对技术资料极为敏感，甚至王希教授自己还没反应过来，他的手已经本能地接过了这沓资料，轻轻翻开第1页。王希教授看完引言，顿时眼前一亮，迫不及待地陷入了正文之中，将王希教授搀扶着坐进车内。陈晨朝负责看护的保镖点了点头，随后也坐进了后座，那2名保镖则自觉上了前座。随即车辆朝着医院的方向开去，直至过了好一会儿，王希教授才有些困惑地回过神来，指着其中一行数据道：小陈，你这诱导神经干细胞的技术有点不对啊，按照上面的数据，很难诱导出神经干细胞来，会吗？陈晨佯装疑惑地接过数据，随即无比肯定地笑道：王教授，我这行数据没问题的，已经出成果了呢，不信您可以先看后面。真的没有问题？王希教授狐疑地看了陈晨一眼，见陈晨满眼坚定，这才不再多说，而是继续看了下去，直至看到王希教授重新进入了思考，陈晨才暗暗有些汗颜。实际上这份资料中的数据大多都是真的，唯有诱导神经干细胞的技术造了假。毕竟陈晨已经有了比诱导多能干细胞更为精准简便的克隆胚胎干细胞技术，又怎么可能舍本逐末去开发诱导多能干细胞？况且这项技术至今有着许多隐患，包括成瘤、突变等风险，远没有克隆胚胎干细胞的安全性强。可是克隆胚胎干细胞这项技术虽然并不反国际法，但却会引发大量舆论，因此陈晨暂时只能拿诱导的精干细胞来弥补漏洞。只是没有想到，这份资料连陈晨都没有看出问题，可王希教授一上手就看出了不妥。果然，就算已经退居2线多年，就算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王希教授的生物水准依然是世界顶尖的那一批。124争辩。回到医院病房，王希教授一直抱着手中这沓资料，就像是守着宝藏的恶龙，死活不愿上床休息。别
别扶我，我还能看。王熙教授大声嚷嚷，就好像小时候不愿睡觉的孩童一般。最后没有办法，护士只能让王熙教授看完了整份资料，他才心满意足地躺到床上，然后沉沉睡去，默默将散落的资料收了起来。沉沉转身离开了病房，可是不过刚走出门，便看到一名中年女子挡住了自己的脚步。女子有着和王熙教授相似的面庞，可是和王熙教授不同，她眉宇间的气质却更强势一些，眼神咄咄逼人，俨然一副女强人的模样。阿姨好。沉沉微微笑着，以点头当作行礼。你认识我？女子闻言眉毛一挑，审视地扫着沉沉，并不认识，但是通过面相我还是能判断出您的身份的。沉沉得体地回答道。中年女子这才神色略缓，不错的应变能力。说说你这次回中州的目的吧。仅仅只是为了见我父亲？还没请教。阿姨您的职务是？沉沉故意露出困惑之色。中州区科学院商都分院政治部副主任。王洛女子铿锵有力地说道。原来是王主任。沉沉点头，我知道您是为我而来，其实不必担心，我绝不代表任何境外势力。至于王熙教授，沉沉沉默了一下，随即神色郑重道，因为他帮过我一次，所以我要还一次。还？你怎么还？王洛神色中闪过一抹讽刺。就凭你那篇 Cell 论文，还是你在非洲的那间研究中心？原来你已经知道了。沉沉点了点头，并不意外，我知道你并没有投靠境外势力，可是听说你借着当地医疗机构不够完善，大搞临床实验。王洛脸色一沉，质问道，你知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学术不端，对吗？沉沉嘴角挑起一抹笑意，不等对方开口便自己点破。王阿姨，你这就此言差矣了。什么叫学术不端？弄虚作假，剽窃成果，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以上的这些行为才被称作学术不端。请问我哪里不端了？怎么连自己哪里做出都不清楚？王洛眼角的鱼尾纹微微颤动，露出志在必得的冷笑。科学是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体系，涉及到人伦牵扯，如果人伦无法抑制实验的车轮，让研究者肆意实验，那完全就是剥夺生命，践踏人权。难道这也不违背人伦道德吗？哦，这么说来，安德烈·维萨里半夜盗尸也是学术不端了。沉沉一听就听出了话语中的破绽，随即反问道。王洛皱了皱眉，随即反驳道，你能和解剖学创始人相比？不能。沉沉平静地摇了摇头，一脸谦虚，我的成就当然无法和先驱相比，可是您或许是理解能力有些问题，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再为您梳理一遍。沉沉好声好气道，相信对您来说也是一种常识。安德烈·维萨里出书于1543年，当时天主教三令五申，绝不允许出现任何亵渎尸体的行为。既然如此，维萨里偷尸甚至解剖尸体的举动，是否代表了对人伦的违背？王洛迟疑了一下，可他是为了人类医学，况且当时那是宗教限制，并不代表现在的人伦。那么问题来了。没等王洛继续解释，沉沉直接打断道，既然阿姨您说不符合现代人伦，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现代人伦便是人类科学的最终标准？王洛张了张口，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您不用开口，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沉沉不等对方反应，迅速说道，既然你也明白现代人伦道德标准不代表过去，那么在16世纪的背景下，安德烈·维萨里是否打破了当代的人伦？是否是学术不端？牙尖嘴利，王洛动怒道，我没空和你玩这种文字游戏，阿姨还请息怒。我的话还未说完。沉沉摆了摆手，继续说道，我知道维萨里先驱绝不能用学术不端来形容，可是您将这个词汇用在我身上，是否也略有偏颇？假如我是一名出生于纳米比亚的奥博万人，我在中州区留学归来，在纳米比亚的土地上建立了研究中心，为了国家之崛起而研究生物学，可是因为纳米比亚医学体系不够完备的原因，导致我能够轻易申请下大量临床实验。请问这是否算我学术不端？王洛闻言再次沉默。不算，对吗？沉沉笑了笑，按照您的逻辑，同样的结果，如果我是纳米比亚人，就不算学术不端，可是因为我不是纳米比亚人，就是学术不端。您觉得自己对我的判断不是有失偏颇吗？王洛闻言顿时憋得脸色通红，几乎是从牙齿中吐出几个字来，很好。沉沉笑了笑，随后走到饮水机旁，倒了一杯开水。阿姨，给你倒杯茶好吧？消消气。够了。王洛深深吸了一口气，正视着沉沉，算我说不过你，可是之前你问我父亲愿不愿去你的研究中心，
到底是什么意义？还有，你让我父亲看的资料又是什么？陈晨没有意外王洛知道这些，毕竟当时陈晨就是在那2名保镖眼底下交谈的。他只是将手中的资料递给了王洛，想必以您的知识量，应该不会看不懂吧？王洛冷哼一声，接过资料一张张翻开。一开始，王洛还能保持一张臭脸，可是随着不断往下看去，他神色中的惊讶越来越多。到了后来，几乎只剩下了震惊。这些都是真的？都是你研究中心研究出的东西？如假包换。陈晨点了点头，从王洛手中抽出第1页 ，Tom1 蛋白质的基因过表达，辅助 Solanezumab 抗体诱导神经干细胞植入，激活 G2 静止干细胞，激活小胶质细胞。这一套流程下来，是否有把握治愈令尊的病症？可是临床实验方面，王洛眼中闪过一抹希望，可是随即又犹豫起来。临床实验随时可以展开，可是陈晨质问道：“王希教授还能撑多久？如果阿尔兹海默症进入中期阶段，那就代表大脑损伤度超过了1/2以上。就算将来痊愈，他现在的记忆还能保留多少？而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他还是他吗？”连续3个质问，令王洛脸色苍白。如果您和官方是顾虑我绑架王希教授，那更没必要了。陈晨耐心劝解道：“我的父母也在中州，这一点想必官方早就注意到。从我开始发迹，就会慢慢进入官方的视线，而我本来就是中州人，即使我在外区，也一直尽力与中州展开合作。核电站便是例子，因此官方对我的品行应该是知根知底的。”随即，陈晨低声质问：“更何况，对于您本人来说，王希教授的人身安危，难道不应该更加重要吗？”听到最后一句话，王洛的身体猛地一震。125中科院演讲。第2天，中州科学院商都生命科学研究院内，早上7点钟左右，5、6名男女员工在一间会场里，一边擦拭着桌椅，一边趁着工作闲暇聊着网络上的事情。因为还没到上班的时间，不时有女孩清脆的笑声从会场中传出，给安静庄严的研究院带来一丝鲜活的气息。直至7点半，众人才将会场内落下的灰尘拭去，开始擦拭窗户和栏杆。怎么还没忙完？就在这时，一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满脸紧急地冲了进来：“动作快点，8点这间会场就要用了呀！”组长，放心吧，8点前可以打扫完成的。一名年轻女孩笑着回道：“干嘛这么急嘛？你们懂什么？”中年男子神色更加着急了：“我刚收到消息，来这间会场的可是有院长和副院长的，你们难道不知道院长习惯提前10分钟抵达吗？”众人这才一惊，连忙加快了手上的动作。就在中年男子干着急，甚至准备自己也撸袖子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中年男子下意识回头，却看到一名身穿白色衬衫的青年走了过来。“请问一下，这里是3号会议室吧？”“是的。”“请问你是？”中年男子见青年有些眼生，意识到不是院内的人，便下意识看了一眼对方脖子上的工作证。“陈晨，没听说过啊。我是这次会议的演讲人，叫做陈晨的青年朝里面望了一眼。现在可以进去吗？我想提前准备一下。”“哦，可以，请进。”中年男子连忙让开，看着青年熟练地走上讲台，开始调试投影设备，心中不禁有些惊讶。他还是头一次看到如此年轻的面孔站在那个讲台上，更何况这次还是院长亲自捧场。打扫会场的众人都是好奇地看了青年几眼，也不敢继续谈天，手中的动作又加快几分。不过10来分钟便将会场收拾完毕，中年男子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最后朝讲台上看了一眼，见那个青年还在一脸认真地检查着 PPT， 便给众人打了一个手势，准备退出会场。可是就在他准备带着众人默默离开的时候，突然心中一紧，只见走廊上，院长带着一大批院士已经远远朝着这里走来了。“快走！”中年男子连忙冲众人低吼了一句，一群人迅速离开。几分钟后，会场内，一群穿着工作服、神色各异的男子鱼贯而入。虽然还未开始演讲，可这些人依然都是静静坐在座位上，表现出极佳的素养。这群人并非是学生，而是一群年龄超过50，有的甚至超过60的中老年人。可是和普通中老年人不同，这里在座的每一位放在学术界都是顶尖级别，有几位更是名声享誉全世界的人物。这些人基本都是中科院的院士，其他几位也是像王洛这样的高级管理人员。而陈晨要做的，就是说服这群学术界的顶尖精英，因为只有这群人承认陈晨方案的可行性，才算是给官方一个交代，王希教授也才会同意出国治疗。看着已经坐满的会场，
陈晨轻轻鞠了一躬，开始气息悠长地讲述起来。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毁灭性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平均每100位60岁以上的老人里就有5至8名患者，而且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加剧，这个数字还在呈几何级升高。不过遗憾的是，全球1半以上的人并不了解这一疾病。在全世界医疗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下，阿尔兹海默症成为了近10年来唯一死亡率上升的疾病。随着陈晨摊了摊手，而在他身后的大屏幕上则不断放映各个报纸、期刊上截下来的报告。这些报告的数据触目惊心。阿尔兹海默症，这里我简称为 AD， 相信各位一部分人对它已经了如指掌，毕竟它的主要并发症就只有2个 A 贝塔蛋白沉积与 tau 蛋白异变。可是直至我们深入调查以后，才会发现里面的线索繁杂至极。2种并发症的背后是无数种因素作祟，就好像无尽的线团扭缠在一起。陈晨指向身后的屏幕，迄今为止学术界最深入的发现大概便是小胶质细胞了。作为大脑免疫细胞的一种，实验已经证明小胶质细胞在被激活后能有效吞噬 A 贝塔蛋白和异常的 tau 蛋白，抑制 AD 病症。可是同时，这种免疫细胞又是一把双刃剑。陈晨转过身，身后的屏幕展示出几份研究报告。最近的研究却表明，小胶质细胞不仅吞噬异常蛋白，而且它能分泌一种名叫载脂蛋白异的物质，也就是 APO， 而主管分泌 APO 的基因则有3种构体 APO2、APO3 和 APO4。每个人的体内这种蛋白基因采取2两一组的情形，每人只能拥有其中的1份或2份。陈晨身后自动浮现出一张列表，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体内，你的这种基因组合的几率大概都在1/6左右。APO 原本是有助于清除 A 贝塔沉积的，可是随后的研究中，科学家却发现 E2 比 E3 更为有效，而 E4 却有着相反的作用，会加剧 A 贝塔沉积。有一份 E4 基因会将 AD 的风险提高3倍，而如果你体内的基因序列是 E4， 那么恭喜你，你患 AD 的风险是常人的12倍。随着陈晨的话语，台下顿时传出一阵小声交谈。小胶质细胞不仅对 A 贝塔蛋白沉积有影响，而且对 tau 蛋白异变也有影响。陈晨摊了摊手， tau 蛋白磷酸化异变会导致神经元纤维缠结，从而使神经细胞死亡。可是这个死亡是如何发生的呢？如今的研究成果是，这种死亡可能依然由小胶质细胞引起，它在攻击那些缠结时，却会伤害附近的神经元。同时，小胶质细胞分泌的 APO4 也会放大 tau 蛋白对神经元的毒性作用。因此，在对患者进行基因鉴定后，我们是否可以根据患者的基因去限制或者激活小胶质细胞？陈晨循循善诱，而我的黑光生物研究中心便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台下有几名老者互相对视一眼，赞许的点了点头。陈晨将手中的资料照片传上了投影仪。AD 并发症中总是会带着炎症，而在最近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一种 IL-1 贝塔的细胞因子能够引起炎症反应，而 IL-1 贝塔细胞因子增多，则是因为 TOM1 蛋白出现了急剧降低。发表于 PNAS 上的论文证实了这一观点。在 TOM1 的表达量下降后， AD 模型的小鼠大脑内 A 贝塔蛋白的确变多了，这些小鼠的认知能力也出现了衰退。于是我在实验时用基因过表达的方式激活 TOM1 蛋白基因，令实验体病情得到了巨大的改善。陈晨将实验材料一张张传了上去，大家可以将 TOM1 想象成汽车的刹车结构，而 AD 患者的大脑中，这个刹车失灵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分子层面修复这个刹车。众人闻言都是神情一动。通过前2种方式，我们已经暂时抑制住了 AD 的病情，可是如果就这样不去寻找解决方式的话，那结果依然只能是悲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消除沉积了。因此我们研究中心的第3项则是礼来公司研发的 Solanezumab， 这是一种针对 A 贝塔肽链的单克隆抗体，防止其沉积产生聚合，并能从人的大脑中消除它。当然这还不够，于是我们还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流程，通过诱导多能性干细胞的方式制造自体神经干细胞，同时激活人脑的 G2 静止干细胞。通过这种形式，我们能令 AD 患者的大脑再次恢复，就算恢复不到最初的状态，但也能够恢复大半程度。随着陈晨的话语，一张张动物实验过后的照片和证据出现在屏幕上，台下的众人终于忍不住低声商讨起来。这些成果我将来会发表在 Cell 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可以为众位提供详细的数据。说着，陈晨关闭了投影仪，转身走下了讲台。啪啪啪啪啪，众人发出一阵掌声。看到这一幕，
陈晨不禁想起了当年王希教授给自己讲课的情景。1年多前，自己还坐在大学的课堂上，听着王希教授满嘴开火车，不断向自己这帮学生们灌输一些前瞻性的言论。当时，许多人一辈子的目标，恐怕也就是在20-30年后，成为王希教授一样的学术大牛吧。可是没有想到，仅仅1年多过去，自己便站在了和王希教授近乎平等的位置上。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开始。陈晨默默想到，阅读网址126电影杀青。经过陈晨的演讲以及众人的商议后，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复合型治疗的确有尝试的余地。作为中科院院士，王希教授就算想要出国，也必须经由上层允许，而陈晨的演讲便是给了官方一个交代。实际上，网络之所以对陈晨抱有这么大的偏见，其实还是一个先入为主的问题。陈晨本是商交大出来的人，可是随后他在纳米比亚建立研究中心，大搞临床实验的行为，本身便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这种反感倒不是说陈晨践踏了人权而反感，而是认为自己这边想申请个灵长类动物实验都难，临床实验更不用多说。可是陈晨却能如此轻易的钻空子，另一些人感觉不平衡罢了。不过这些人自动无视了陈晨为了钻空子而付出的金钱代价，他们不会去管这些前因后果，只是想找一个宣泄的目标和理由而已。况且，这种不平衡的心理不能直接表达出来，也只能给陈晨扣一顶学术不端的帽子了。再然后，这个名声传到了王洛的耳中，自然就影响到王洛的印象。而如今陈晨的突然到访，自然瞒不过王洛。在他看来，陈晨接近自己父亲当然是有目的的。这种情况在王希教授老糊涂后已经发生过不少次，于是王洛自然没必要给陈晨好脸色看。只是他没想到，陈晨是真的没有任何所求，只是想报答王希教授而已。几天后，陈晨让研究中心派人将王希教授接往纳米比亚，由钱文欢那边照料，而陈晨却没有一同赶回去，而是和宿舍里的几个人出来聚了聚。随后几天，陈晨乘车返回了家乡韩都。韩都是一座中州区辖下的2线城市，位于黄河流域沿岸，只是古时有几个朝代将首都设在了此处，因此有了都的称呼。不过这次回来，陈晨的父母已经住进了韩都西郊的别墅，车也从10来万的大众换成了上百万的奔驰，在外人看来算是彻底发迹了。在那群亲戚眼中，大概就是陈家出了一个好儿子，在商都那座国际大都会开了一家公司，走狗屎运赚了一笔钱，仅此而已。毕竟陈晨的公司也只在圈内出名，还没有到众人皆知的地步。在被7大姑8大姨问及具体工作情况的时候，陈晨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道：对，在国外，是在艾欧尼亚做 ADC 的工作，有时候也兼顾一下 AP。对，非洲那旮达，没啥了不起的，是个人去那里都能赚到钱。于是，众多亲戚都知道了陈晨在国外赚钱的消息。陈晨在家中逗留了1个月左右，就在7月中旬时，程超那边也传来了电影杀青的消息。其实电影早就在半个月前便拍摄完毕，只是还有后期特效需要兼顾，因此耗费了半个月的时间。也幸好电影要求的特效并不多，很快就处理完毕了。如果是一些凭特效吸引观众的好莱坞大片，通常后期制作就要拖上个1年半载。此时，陈晨待在自己房间中，开着空调，默默注视着下载附件的进度条走到尽头。随即，电脑桌面上，一部名为《生死危机：惊天计划》的电影被下载了下来。这是程超发来的电影原片，还没有上映过。陈晨点开电影，开始默默观看起来。电影一开场，主人翁罗琳·凯特正在一间高科技实验中忙碌着，和主角一起的，则是3名身穿同样制服的同事。就像好莱坞一直以来的套路，实验的研究员必然会有一名美艳的少女，一名古板的教授，以及一名戏份不多的黑人研究员。随着剧情展开，电影镜头不时切换到众人身前的屏幕上，一条条数据飞速掠过。可是如果有生物学方面的人士，便会明白里面的那些公式都是真实不虚的。就在这个时候，随着主角在电子显微镜前发出一声惊呼，众人一同聚集了过来。快看，在滴入化合物后，培养皿中的 IL-1 贝塔竟然被抑制了。不仅如此， A 贝塔沉积也在不断溶解。一旁的老教授严肃道：凯特，我们可能有了一个大发现。众人不断说着一些普通人听不懂的术语，如果是一名专业的电影评审，可能会觉得这种行为十分傻缺，毕竟观众们可不是来听你这些无法理解的术语的。也只有陈晨才会明白，自己之所以如此要求，只是为了更符合现实罢了。最终，在众多研究员的努力下，一瓶泛着蓝色荧光的液体出现在镜头中。
众人将其命名为 AD001， 这个名字寓意着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1号药物。而主角随后又被赋予了使命，那就是带着这管液体前往洛杉矶，将药物带给董事会。然后老教授才慢慢告诉了主角，之所以如此动作，是因为公司的一部分股权已经被另一家公司恶意收购了大半，董事会也被渗透了。而研究所这边则是保皇派，自然不能让这管划时代的药物出现在另一家公司手中。主角临危受命，随即离开。可是他并不知道，在他离开后，立即有一组神秘组织的人士闯了进来，抓走了老教授以及那名黑人研究员，两人戏份杀青。另一边，主角在接受了命令后，却并没有第一时间乘飞机前往洛杉矶，而是准备走公路，并且在离开前的晚上，准备与剧情中的女主角，也就是研究所的美艳女研究员发生点什么。只是还没来得及发生关系，一群身穿休闲服，内里则隐隐有着黑色紧身衣的反派出现了。看到这一幕，陈晨嘴角不禁抽了抽，这副装扮怎么有些眼熟的样子？这群反派拥有极为先进的科技，无论主角藏到哪里都能轻松找到，再加上导演的渲染和镜头的剪辑，里面的反派给了观众极大的压迫感。枪战戏、公路追逐戏、绝地反击戏，各种火爆的场面均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可是电影中的主角偏偏幸运至极，每次被逼到绝境都能因为各种原因从反派手中逃走。陈晨耐着性子看了下去，而到了电影的最后，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洛杉矶，亲手将研究出的药物交到了董事会的手上。然后电影便在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形下结束了。只是电影的结局中似乎有着一个彩蛋，那就是结尾董事会的一名成员和主角握手时，主角发现这名董事会成员戴着一副黑色的手套。主角愕然抬头，却发现对方的脖颈上也有着反派标志性的黑衣的痕迹。这在观众看来，明显就是为电影的第二部埋下伏笔了。最近时期的好莱坞电影都是这种风格，如果票房大卖，自然可以续接第二部。可是如果票房一般，甚至赔本，那自然就全当一切都没发生过。最终，陈晨看着片尾的演员表，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阅读网址127黑衣人。看完这部被拍摄完成的电影，陈晨第一次露出凝重之色，他的心中隐隐浮现了出一个猜想。想到这里，陈晨拿起手机拨打了程超的电话。老板，超子，这部电影拍摄时你一直在跟前吗？陈晨轻声问道。是的，我一直按照您的要求，每一幕拍摄我都在身边。程超在电话中回答道。那电影中的反派是怎么回事？陈晨将进度条拉到中间，正巧出现那些神色木然穿着各式各样休闲服的反派镜头。为什么这些人的打扮和我们穿 GS 战斗服的样子这么像？原来反派是直接穿黑色紧身衣的。可是后来在拍摄时，导演突然觉得不切实际，然后又看到我的打扮，便来了灵感，换成了现在的样子。程超低声道。老板，你是怕电影上映后这个造型会给我们引发麻烦？那倒不是，只是……陈晨张了张口，最终命令道。超子，你先在那边盯住那个导演，密切注意他的动向，看他有没有和可疑人员接触，我很快就会赶过来。您要来我这里？程超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回答道。好，我这段时间会盯紧他的。挂掉电话后，陈晨眼中的凝重更甚，他默默将电影进度条继续往前拉去，直至拉到了开头。在电影的开场镜头内，实验室的日历上赫然挂着一个日期，2025年5月30日。这个时间也是因为陈晨为了贴近现实，将电影的背景设定在了3年后。在陈晨看来，导演有问题的可能不超过1%。程超这边有着芯片，一旦有了2星立即会被发现，所以也不可能出现问题。那么唯一的答案只能是……陈晨低头猛地看向电脑上插着的 U 盘，露出迟疑之色。无论如何，先看看结果吧。如果放不进 U 盘，那一切自然只是我想多了而已。陈晨低声喃喃道，随即选中电影文件，同时按下 Ctrl+C， 然后点开 U 盘，按下了 Ctrl+V， 进度条一闪而逝。只见电脑屏幕一闪，生死危机，今天计划点 MP4 便成功出现在 U 盘的空间内部，成为了 U 盘的第8部电影。我日，竟然真的可以！这一刻，陈晨突然产生出一种无比荒谬的感觉，就好像在高能物理研究所里见到贞子从强子对撞机中爬了出来一般。这已经超出陈晨的认知了。不对，或许是另一种原因。陈晨深吸一口气，迅速取出一颗 NZT48 塞进嘴里吞了下去，然后便死死盯着屏幕。1秒、2秒、3秒，半分钟后，
晨晨只觉得思绪突然一痛，刹那间无尽的猜想涌入脑海，之前被打破的观念迅速重组起来。晨晨缓缓抬起脑袋，嘴角挑起一抹看透一切的冷笑。原来如此，说着，他直接从 U 盘中打开电影，同时拖到 AD001 药物的特写镜头上，同时伸手抓取，在手伸入屏幕的瞬间，就好像进入了一汪清水。这种感觉晨晨无比熟悉，他没有丝毫迟疑地握住那管药物，随后轻轻一抽，顿时一管瓶口塞着硅胶塞，长度只有10几厘米的透明试管出现在晨晨手中，而在试管中正有一汪蓝莹莹的液体，液体在阳光下散发着绚丽的荧光，看上去凄美无比，很有意思。看着手中这管和电影中一模一样的液体，晨晨摇了摇头。按照之前的推理，晨晨一直猜测 U 盘持有者拍摄的电影无法被 U 盘容纳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违背宇宙法则的矛盾。假如 U 盘持有者拍摄的电影能被 U 盘容纳，那就等于 U 盘持有者完全可以在电影中设计一种米粒大小却有巨量能源的道具，然后 U 盘持有者源源不断地将这些事物提取出来，只要提取时消耗的能量小于提取出的能量，岂不是就可以为 U 盘无限充能？那种存在叫做永动机。因此 U 盘不可能提取出体积无比渺小但能量却超级巨大的道具，一定会出现某个限制，令晨晨无法提取出这种道具来。可是如今 U 盘不仅容纳了晨晨自己拍摄的电影，甚至还将电影中能够治愈阿尔兹海默症的药物摄取了出来，打破了晨晨的思维认知。这一幕就好像有人发现了一颗按钮，而上面写着按钮的规则，按下去明天太阳会从西边升起。没有人相信这句话是真的，是有人心想反正试试又不会怀孕，于是按下了那颗按钮，然后第二天太阳真的从西边升起了。不，之前是我理解错了。晨晨摇了摇头，低声喃喃，只是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性被我忽略了而已，只要确认了那一点，就可以证明守恒定律并没有被打破。想到这里，晨晨突然打开网页，再次下载了黑衣人。这一次他下载的并非是黑衣人全球通缉，而是1997年上映的黑衣人第一部。黑衣人第一部也是号称整个系列最经典的一部，其主线剧情便是宇宙文明亚基伦帝国与另一个宇宙文明虫族在交战时，亚基伦帝国的王子携带着银河系来到地球避难，随后银河系却被虫族夺走的故事。其实这部电影的观众中，许多人都存在一个误会，许多人以为电影中猫咪脖子上的那颗吊坠便是现实中的银河系，其实这是错误的。这就涉及到一个翻译问题了。在电影中，角色们对那颗吊坠的称呼是 Galaxy， 而并非 Milky Way Galaxy。 在英文当中， Milky Way Galaxy 是银河系的准确表达形式，而 The Galaxy 在大写时可以指银河系，而在小写的时候却也可以指星系。就好像我们不会把所有的 star 恒星都叫做 sun 太阳一样， Milky Way Galaxy 和 The Galaxy 也是两种意义。如果说这个证据不够充分的话，电影中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在电影的1小时08分40秒，女主角在看到猫脖子上的那颗 Galaxy 时， Galaxy 的光芒是泛着红色的。可是在电影结尾，从地球上直接拉到整个银河系的长镜头中，银河系却是泛着白色。众所周知，在人类官方的各类图册中，银河系的确是更接近白色而并非红色。至于电影结尾玩弄银河系弹珠的那名外星人到底是什么意义，一般人按照思维惯性直接将其理解为人类的银河系便是那一枚脆弱的弹珠，人类随时有可能因为外星人一怒而亡，这不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这是导演在用一种夸张的手法表达类似一沙一世界的无穷宇宙观，并非是说银河系在外星人的手掌中，外星人就一定比人类强大。或许在人类世界的某一粒沙粒中，他们也生活在那里。而在电影的第2部的结局中，这种观念表达得更加明显，因为一面柜子内住着一群小外星人，主角这说要将那群小外星人释放出来，不然待在柜子中岂不是很可怜？可是 K 此时却直接拉开了身边的一道柜门，而在那面的柜门外，则是另一方更为庞大的世界，主角所在的世界也只是那座世界的一扇柜门罢了。总之，这些夸张抽象的镜头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而电影里的 Galaxy 按照一名汪星人所说，是一种宇宙次原子能源，里面蕴含着极为强大的能量。如果这种能量被虫族所得，将会对亚基伦帝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件事不知为何被虫族知晓，于是虫族派遣了一名战士潜入地球，杀死了亚基伦帝国王子，并企图夺走 Galaxy。而众人直至最后才明白，原来 Galaxy
一直就在亚基伦王子的那只猫的项圈上。这就是整个黑衣人的剧情了。此时，晨晨便是要用那颗 Galaxy 来印证自己的猜想。在100兆位每秒独享是光纤的速度下，整部电影被迅速下载完毕。随即，晨晨按下了复制，粘贴在 U 盘中。进度条一闪而逝 ，U 盘依然没有拒绝这部喜剧片，暗暗松了一口气。下一秒，晨晨突发奇想，他迅速拿出手机，将 U 盘现在的状态拍摄了下来。等记录完 U 盘这一刻的状态，晨晨才再次打开电影，并迅速将进度条拖到宇宙次原子能源 Galaxy 的画面上。然后，晨晨再次伸出手，朝那颗吊坠抓去。阅读网址128 U 盘新的规则可是和之前晨晨摄取电影道具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晨晨耳边竟然听到了一个声音，就像是清水洒在了烧红的烙铁上，迅速蒸发的声音。这一切只发生在瞬间。等晨晨收回手时，他的手心真的出现了一枚吊坠，一枚外壳由不知名铁环包裹着，内部则镶嵌着一颗圆形玻璃珠一般的吊坠。宇宙次原子能源 Galaxy 成功了！晨晨露出沉吟之色。如果这也成功的话，岂不是说守恒定律真的能被打破？可是，当他迅速透过吊坠外的支撑框朝里面望去，却发现里面黑漆漆一团，就像是一颗漆黑的玻璃珠，根本没有任何星系的光点。里面的能源似乎早就消耗一空。不，还有一丝。晨晨眯起眼睛，似乎是感应到他的视线，那颗漆黑冰冷的玻璃珠内突然有一丁点红光弥漫开来，就像是无尽黑暗中的唯一一颗星辰，孤零零地挂在天宇，冰冷地闪烁起来。能源所剩无几了吗？看到这一幕，晨晨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他再次看向 U 盘，同时对比手机上摄取吊坠之前的照片， U 盘似乎略微陈旧了一丝。这便 U 盘的特性了。晨晨早在刚得到 U 盘时便已经摸清 U 盘的崭新程度会随着内部所蕴含的能量多寡表现出来。此时 U 盘摄取出了这颗玻璃珠大小的物质，自然便消耗掉了相应的能源。想到这里，晨晨突然神色一闪，迅速将 U 盘拔了下来，然后缓缓朝着吊坠贴了过去。咔嗒，两者轻轻贴在了一起，可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果然，吊坠无法直接将能量传递给 U 盘。晨晨放下两件事物，露出沉思之色。虽然吊坠内的能源暂时无法转移至 U 盘去验证晨晨的猜测，可是凭借手中 Galaxy 的状态，却也彻底印证了一件事实，那就是 U 盘摄取出的物质内部蕴含的能量是有限制的。原本电影中，这颗吊坠内璀璨无比，似乎真有无数颗星辰组合成了一道星河，聚集在了吊坠的内部。可是此时等到晨晨摄取出来时，里面的能源却都不见了，只剩一颗暗淡的星辰，不足原本能量的1000亿分之一。这也让晨晨印证了之前的猜测，自己不可能凭借 U 盘摄取的能量道具去为 U 盘充能，就像人不可能两只脚互相踩对方而飞起来一样。如果非要去摄取电影中的能量道具，结果只能是像这枚吊坠一样，取出来的只是一个空壳。当然，这里的空壳并非是指一丝能量都不存在，而是能量很少的意思，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何记忆消除器、PK 装甲、隐身器乃至 STEM 芯片在摄取出来时都有一定的能量保留了。因此，晨晨猜测，从 U 盘中摄取出的道具内部所蕴含的能量不会超出摄取时 U 盘所花费的能量，这就相当于另一种形式的能量守恒了。因此，晨晨才会做出尝试，想要将吊坠的能量转移到 U 盘中。如果在转移后 U 盘恢复了摄取之前的状态，那么便可以证明晨晨的猜想。可惜转移不得。想到这里，晨晨随手取出一根结实的尼龙绳，将吊坠挂在脖子上，转而再次看向 U 盘。晨晨之所以做这个实验，便是为了验证 U 盘持有者拍摄的电影会不会被 U 盘容纳的猜想。这个猜想关联到守恒定律，如果能容纳，则说明守恒定律可以被打破；不能容纳，才能证明守恒定律不会被打破。可是如今，事实证明 U 盘依然需要遵循守恒定律，可是却也能容纳 U 盘持有者的电影，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晨晨的猜想中，这代表了第三种可能：未来和因果。晨晨眯起眼睛，他刚才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便越看越感觉别扭，因为他忽然产生出一种直觉，电影中的那个反派组织似乎就是自己。虽然那件黑色紧身衣没有 GS 战斗服上的纽扣装置，可这真的很好理解，因为晨晨不可能一直靠摄取的方式去摄取 GS 战斗服，将来肯定要有自己的加工厂去量产这种装备。况且，就算 GS 战斗服里面的科技含量过高，导致无法完全仿造，自己也完全可以量产一种简化版的 GS 战斗服。那么，那种没有纽扣的黑色紧身衣，
是否就代表了自己未来的 GS 战斗服量产版？不仅如此，在电影中，导演似乎是为了体现反派的强大，让那群群众演员都是满脸木然，甚至影片中还出现了反派即使身受重伤，也没有丝毫痛觉的表现，就好像不似活人一般。而这一幕和自己正研究的 God 芯片操控无脑克隆人的技术何其相似，而且电影直至最后都没有说明那些反派究竟是谁。在观众看来，这或许是为了拍续集而准备，可是在陈晨看来，这无疑更增大了某种可能。更何况陈晨为了满足现实，直接将时间设定为现实的3年后，甚至具体到了几月几日。在这一刻，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仿佛成为了一种预兆，因此陈晨才会打电话给程超确认。因为如此，针对陈晨未来的计划，除了这部电影的剧情真的有可能在3年后发生，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故意将电影拍成了这副模样。陈晨至今一直没有确定 U 盘到底从何而来，他猜测来自《超体》这部电影，可是却因为无法拿出有力的证明而不了了之。可是如果这部电影是有人在背后故意为之，那么就说明那个人很可能知道 U 盘的存在。当然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没有人会在得到 U 盘后还选择放弃，更何况眼睁睁看着得到 U 盘的自己越来越强大。陈晨猜测，之前得到 U 盘的那个人很可能已经被某部恐怖片里的东西干掉了。总之，陈晨准备去见一见那名导演，看看究竟是有人让他拍成如此，还是冥冥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控制了他，让他把电影拍成了如此。想到这里，陈晨再次拿起那瓶 AD001， 微微眯起了眼睛。这瓶药真的是来自于3年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究竟是自己拍摄了这部电影，才导致药物的研发成功，还是3年后必然会有药物出现，才会影响到自己拍摄出这部电影？陈晨不禁陷入了沉思。U 盘的规则似乎更加复杂了。阅读网址129斯蒂庞克。深夜，随着斯利克多酒店的派对结束，斯蒂庞克在众人的恭维下离开了宴会大厅。斯蒂庞克，好莱坞知名导演，从25岁入行以来，迄今为止共拍摄过40部电影，其中有2部票房突破了7亿美元，进入了好莱坞史上前100的行列，可谓是才华横溢了。今年的他不过刚45岁，正值事业巅峰期。就在前段时间，他新接的剧本刚刚杀青，交到了片方手里。不过对于那份剧本，斯蒂庞克并不满意。很显然，那部剧本中的无意义要素实在太多了，许多设定都为了凸显所谓的科学性和逻辑性而丧失了娱乐性，这在一部追求票房的商业大片中是很不可理喻的。毕竟观众来到放映厅是为了追求一场视听盛宴，而不是为了去找什么合理性。只可惜这个剧本是爱德华兹家族的人拿来的，对方指定要求自己来拍摄。这个财阀虽然低调无比，可是行业内的人哪个不知道，对方掌控着至少1/5个好莱坞。在这种等级的资本面前，斯蒂庞克没有拒绝的余地。于是在不能改变大致剧情的情况下，斯蒂庞克只能从人物的塑造方面下功夫了。被逼无奈的斯蒂庞克最终决定将反派塑造得无比强大，而且为了凸显神秘性，他甚至到结尾都没有交代这些反派究竟是谁，而是给出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主角最后将药物交到了董事会手中了吗？他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没有人知道。显然这种拍摄是极为大胆的，弄不好就会被各大评级网站喷得一文不值。不过如果成功，倒也有几分逆袭的希望。如今只希望这部电影上映后能有2亿以上的票房了。斯蒂庞克暗暗祈祷，如果不到2亿，爱德华兹家族赔了钱，自己不仅前途堪忧，自己名字的金字招牌也要大打折扣。不过这些忧虑只能装在心中，表面上斯蒂庞克依然保持着极高的自信。随着派对结束，斯蒂庞克在众星捧月中离开了斯利克多酒店，在停车场找到自己的车后，斯蒂庞克略微估算了一下，自己只喝了2罐啤酒，并且时间也过去了2个小时。此时血液内的酒精指数应该不超过 0.05， 在 BAC 指数小于 0.05 的时候，在北美洲驾车是不违法的。毕竟自己才45岁，还有大把的时光去奋斗和生活。斯蒂庞克可不希望因为一点酒精就毁掉自己的大好人生。确认自己的状态不会影响驾驶后，斯蒂庞克才谨慎地上了车。可是还没来得及发动，突然感觉身后传来一阵莫名的冷意，就好像有人坐在自己身后的座位上一般。斯蒂庞克下意识回头，却发现身后空空如也，并没有人在自己后座上。错觉吗？斯蒂庞克皱了皱眉，看来自己以后
还是要少喝酒为妙。随着汽车缓缓启动，后座有人的错觉却一直盘旋不散，不得已，斯蒂庞克只得车载音响。顿时，一首80年代的朋克摇滚式音乐传了出来。斯蒂庞克一边跟着音乐哼唱，一边朝家中开去，直至汽车开出市区，来到人迹罕至的郊区地带。斯蒂庞克突然再次感觉到一阵冷意，他忍不住朝后视镜望去，却突然浑身一颤。不知何时，一个陌生人坐在了自己的后座上，就这样直直地盯着自己。嘎吱，斯蒂庞克下意识踩下了刹车，整辆轿车发出剧烈的轮胎摩擦声，在公路中央停了下来。喝多了酒产生的幻觉，还是……斯蒂庞克死死攥着方向盘，额头的冷汗簌簌下落。他强忍住内心的恐惧，缓缓转身朝后座看去。斯蒂庞克先生，是我。可是，还没等他确认这一切到底是不是幻觉，后座的人突然开口了。男子带着中州人特有的口音：“我们老板想见一见你，程超先生。”直至此时，斯蒂庞克总算看清了，后座的男子竟然是那名片方监制。程超先生，你怎么会在我车上？斯蒂庞克一脸警惕，可是还没等他按下报警按钮，突然后颈一麻，对方似乎给自己注射了某种事物。斯蒂庞克心中一沉，刚想反抗，可突然一股困意如山洪爆发般袭来，他甚至来不及按下报警器，便彻底失去了意识。洛杉矶郊区一间昏暗的废弃仓库内，陈晨坐在仓库中，把玩着脖梗上的一枚吊坠。没过多久，便看到一辆陌生的轿车在仓库外停了下来，车门开启，程超大步走了进来，而他的肩上还扛着一名昏迷的男子。老板，这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斯蒂庞克先生了。程超将男子放在一张座椅上，然后便舀出一盆水，直接淋在男子的脑门上。受到这个刺激，昏迷中的男子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缓缓睁开了眼睛。见到对方苏醒，程超这才转身走出了仓库，守在了外面，防止任何人接近这里。陈晨默默注视着对方，这个人他早在网络上见过几次，知名度不小，算是好莱坞接近一线的导演了。此时随着醒转，斯蒂庞克的眼神渐渐恢复了焦距，他先是看了看四周，随后露出茫然之色。你们是谁？我在哪里？斯蒂庞克先生，很抱歉以这样的形式和您见面。我自我介绍一下。陈晨淡淡开口，声音带着独特的沙哑。我的名字是陈晨，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你所拍的这部电影的投资人。投资人？斯蒂庞克想要站起身，可是却感觉全身无力，他只得扶住脑袋，低声道：你们想要什么？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拍完电影了，我的身体怎么回事？斯蒂庞克先生，我们没有恶意，您只是受到了一点镇定剂的影响，这种情况几个小时内便会恢复过来。说着，陈晨从仓库的阴影中走出，走到破旧的书桌前，轻轻按下了一个按钮。顿时，一阵空灵的音乐流淌开来，借着昏暗的光线，斯蒂庞克看到那张桌子上正摆放着一台录音机，以及一盒香烟。抽烟吗？斯蒂庞克先生。陈晨从烟盒中取出2根烟，递给斯蒂庞克1根。斯蒂庞克本来想拒绝，可是又怕对方发怒，只得接了过来。陈晨先自己点燃了香烟，随即将打火机伸到斯蒂庞克的面前。斯蒂庞克先生，请看这里。咔嚓，随着一声清脆的滚轮摩擦火石声传出，一道绚丽的火苗徐徐升起。在空灵的音乐中，斯蒂庞克只感觉对方似乎吹了一口烟雾在自己脸上。斯蒂庞克先生，我数到1，你就会回到拍摄电影的那一天。似乎有人在自己耳边说了些什么，可是此时的斯蒂庞克已经听不见了，他的双眼再次陷入了茫然，似乎整座天地间只剩下那一道绚丽的火光。130，3部电影。10几分钟后，咔嚓，相机拍摄时的快门声传来，仓库内有一道白光亮起，旋即暗淡。陈晨一边摘下墨镜，一边走出了仓库。老板，程超迎了上来，却见仓库内斯蒂庞克正呆呆地坐在座椅上，显然已经被消除了记忆。没事了，等会他清醒过来，就会自己离开的。陈晨摆了摆手，转身上了另一辆汽车。超子，我们走。是。程超点了点头，坐上了驾驶位。随着程超启动车辆，陈晨将手肘靠在窗户上，看着窗外，慢慢陷入了沉思。原本陈晨催眠斯蒂庞克，是想挖掘斯蒂庞克之前的记忆，用来验证陈晨的猜测。可是，除了一些斯蒂庞克的个人隐私，陈晨什么都没有得到。也就是说，斯蒂庞克完全是自己将电影拍摄成了那副模样的，没有受到过任何人为的干扰。这就很有意思了。
陈晨微微垂下眼帘，无尽的心思涌动。难道说，世上真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能让现在和未来串联起来？并非陈晨多疑，而是这种事情在电影中经常出现。例如某部电影中，反派从算命先生那里听了一则预言，得 A 和 B 可得50，于是他用计谋得到了 A 和 B。可是在得到50后，反派又在算命先生那里得知，将来自己也会败在 A 和 B 的手中。于是反派着急了，他开始对比双方实力。首先，自己这边是满级加5神装，有点燃有闪现，无论是偷袭还是正面对线都是不虚的。而对面虽然有2个人，可是等级却差了10几级，其中蛮子只出了攻速刀，准备和破败，剑圣则准备出智慧默认，只要自己这边一套连击，随时可以将2人带走。于是反派直接闪现到2人脸上，打出 Pre-O 连招，给蛮子挂上了点燃，同时开始追残血剑圣。什么？残血剑圣开大6了？什么？蛮子也开大跑了？因为没有第一时间干掉2人，给了剑圣和蛮子发育时间，最终被2人成长起来，然后反杀了反派，强行应了算命先生的谶语。所以说，这一切究竟是先有算命先生的因，然后才有未来的果，还是先有未来的果，因此才有了当年算命先生的因？如果反派没有听信算命先生的谗言，是不是未来这一切就不会发生？这一切纷纷扰扰，不断在眼前闪烁。陈晨默默看了手腕一眼，仿佛看到了护腕中那枚 U 盘正在发出漆黑的光，默默注视着自己。想到这里，陈晨不禁摇了摇头，究竟是不是未来？只要看3年后的5月30日的那天，会不会出现电影中的剧情就够了。电影中发明了 AD001 药物的公司名叫奥斯蒙德生物科技，陈晨特意令小 X 查探过，现实中还真有这么一家公司。不过这也没什么，奥斯蒙德的含义是受到神圣的祝福，属于一个较为常见的名字。况且这家公司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罢了，根本没有财力研发有关阿尔兹海默症的药物，公司里也没有一个名叫罗琳·凯特的员工，电影中的其他龙套也不存在，就好像一切只是一场误会。要知道，电影中的主角可是现实中的影星布鲁斯·凯恩，里面的其他配角也是好莱坞知名影星。如果 U 盘中的情景真的会在现实上演，那如何解决这群人的身份问题？难道说3年后布鲁斯·凯恩以及整个剧组都转行当起了科学家？这不是扯淡吗？陈晨想了想，如果到了那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自然一切都是自己想多了。可是如果真的出现电影中的场景，自己又该如何去做？难道说在未来3年后，自己手段尽出，却连一名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的科学家都无法对付？怎么可能？不过幸好，电影的结局并非是主角直接超神干掉了整个反派组织，不然陈晨就算无法确定这一切是否会在现实发生，也要提前出手，将一切危险灭杀在萌芽之中了。总之，这部电影太过诡异，陈晨不会去拍第2部，而且从今天开始，陈晨还会让小 X 监视所有电影里的演员乃至那家同名公司，防止出现任何变数。这就是陈晨亲自来北美洲的打算，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陈晨不得不这样做。不过还好，今晚所做的一切并非没有收获，至少陈晨检验出了，在运用催眠术的情况下，如果能配合一些镇定剂，还能达到更令人惊奇的效果。对 U 盘规则的尝试还在继续，不过这一次，陈晨决定换一种形式。几天后，在爱德华兹家族的牵线下，以陈晨为投资方，和米拉麦克斯影业为制作和发行方，强强联手，签了一份长期合同。合同中，双方将会合作拍摄一批新的电影，这些电影会由陈晨提供故事架构乃至剧本，由米拉麦克斯影业负责进行拍摄和发售。其中第一次合作，陈晨便传来了3张订单，这3张订单的名称分别是《长生不老》、《癌人》、《超能失控2》、《黑暗崛起》。其中前2部是陈晨特意花了1个小时写出来的剧本。第1部的故事背景，陈晨设定为300年后的未来，那个年代人类的科技极度发达，不仅实现了可控核聚变，而且弥补了衰老的基因缺陷，令人类社会再也没有衰老这种疾病。而且因为可控核聚变发动机的出现，令太空移民成为了现实，只要几台大气合成机，就能令木卫2和火星这种星球转化成类似地球的环境。至于整部电影的剧情，则是主角从小到大一个个细微的小故事，有欢笑，有离别，有青涩，有成长。简单来说，这部电影没有任何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的场面，只是简简单单讲述了主角几百年的平凡生活。除此之外，电影中出现了许多高科技设备，
例如1小时就能给大脑灌输100兆位每秒讯息的自动教学机，以及能治疗各种疾病的自动手术机，还有飞船的低温休眠舱等。按照陈晨的解释，这就是一部待制作的科幻文艺片。而且，虽然陈晨将背景设置在现实中的300年后，可是电影里却没有任何反派和争斗。想来这样的话，应该就不会与自己产生任何交集了。没有产生交集，也就不会出现意外。而第二部《癌人》，陈晨则将故事背景定位了平行世界，主要讲述一名科学天才研发出一种能够治疗癌症的药物 TM005， 这是一种靶向药物，可是它的靶点不是人类，而是人类体内的所有癌细胞。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能够杀死全身任何部位癌细胞，却不会伤及人类本身的药物。这是一种完美的靶向药。凭借这种药物，主角获得了全世界最高赞誉的医学奖。可是他并不满足，又开始寻找一种能令癌细胞受控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癌细胞明明拥有无限的潜能，如果全部拿来杀死，岂不是太过可惜？如果癌细胞能够被人类掌控，并在需要时进行对身体的创伤和衰老进行弥补，那么岂不是说人类就可以不死不灭？最终，主角再次研发出一种名为 TM09 的药物，并在隐瞒政府的情况下开启了临床实验。可是，这些实验却最终全部失败。不仅如此，那些志愿者也因为全身细胞被转化为癌细胞而死。就在政府得知主角的计划，并派人逮捕他的时候，主角深知自己已经无法幸免，因此干脆孤注一掷，给自己注射了 TM09。结果，他成功了。这部电影，陈晨准备将其打造为类似《变蝇人》那样的惊悚伦理风格，并最终以悲剧收尾，让其成为一部完美的科幻商业大片。阅读网址131合作。至于第3部《超能失控2》，则是陈晨准备对 U 盘的能力进行另一种尝试。洛杉矶某座5星级酒店的一座包厢内，陈晨随意坐在座椅上，敲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房间中似乎有檀香弥漫，可是在闻到这些味道时，陈晨却不可避免地皱了皱眉。不一会儿，包间的房门被轻轻敲响。请进。陈晨没有抬起头，只是淡淡说道。顿时，2名相貌姣好的女侍者走了进来，其中一人端着一只银盘，银盘上则摆放着一瓶罗曼尼康帝，另一人则端着几只被擦拭的闪亮的水晶容器。先生，您要的酒？较为年长的女侍者礼貌道。需要现在为您打开吗？打开吧，不过等会我邀请的人来了以后，切记不要给我倒酒，只在我的杯子里添水就够了。陈晨头也不抬地说道。是。虽然陈晨的要求有些奇怪，可是最多也只是归于有钱人的怪癖。接受过严苛训练的侍者没有丝毫迟疑地照做了。随着尘封21年的葡萄酒被开启，房间内顿时弥漫起浓郁的馨香。这可不是酒吧里那些廉价的仿冒品，而是真正的罗曼尼康帝2002。在这一年，罗曼尼康帝共生产了6100瓶葡萄酒，而这便是其中之一。在拉出瓶塞后，年长侍者熟练地在灯光下观察着内部的酒液，确认沉淀没有漂浮上来后，这才缓慢地将酒倒入了醒酒器当中。顿时，如红宝石般的液体顺着瓶口流了出来，在头顶灯光的映射下，散发出瑰丽的色泽。精美的地毯、华丽的水晶灯，还有房间内金碧辉煌的装饰，再加上馥郁而浓烈的酒香，共同描绘出一抹如诗如画的梦幻场景。然而，就在侍者小心翼翼地倾倒着红酒时，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突然从门外传来。陈晨这才抬起头，下一秒，包厢的大门再次被敲响起来。请进。不用陈晨提醒，另一名侍者便打开了包厢的大门。此时的大门外正站着2名欧美裔的男子，罗曼尼康帝。我的天，我不会是走错包厢了吧？2名男子年纪并不大，最多35、6。随着2人进入包厢，其中一人便吹了吹口哨，这股味道绝不会错。让我猜猜，这是哪一年份的？10年？08年？是02年份的。陈晨从座位上站起身，的确是我邀请你们，2位没有走错包厢。乔什、特兰克其中那名大大咧咧的男子握了握陈晨的手。2002年的罗曼尼康帝可不便宜，您真是太客气了。没什么，之所以选这个年份，只是因为我在这一年出生罢了。陈晨耸了耸肩，转头看向另一名马脸男子。您就是马克思·兰迪斯先生了吧？久仰大名。谢谢。另一名马脸男子明显有些心不在焉，将葡萄酒倒进醒酒器中后，几名侍者便再次端上了果盘后便退了出去，将空间留给了3人。相信2位已经知道了我邀请你们来这里的原因了。陈晨从桌上拿出一份合同递给大大咧咧的男子。这名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超能失控电影的导演乔什·特兰克。
看完这份合同后，特兰克不禁挑了挑眉，然后递给一旁的马脸男子，也就是当初超能失控的编剧马克思·兰迪斯。从晨晨这里看去，显然两人的关系并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有些仇视了。此时不过是在维持表面上的礼貌。将合同递给兰迪斯后，特兰克这才笑道：“真是令人惊讶，您竟然愿意花上千万从福克斯影业那头吸血鬼手中买下电影版权，这已经堪比一部电影的投资了。他在您心中如此具有潜力吗？”“我只是太喜欢这部电影了。”晨晨神色郑重道。在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我就为他而惊叹，因为它几乎涵盖了我童年时的一切梦想，所以我一直期待着有一天他能拍出第二部。于是在得知结果无望后，您就启动了自己投资拍摄的想法。”特兰克笑着补充道。晨晨点头，亲自为两人倒上了酒，虽然醒酒时间不太够，但也差不多可以品尝了。两人接过高脚杯，道了一声谢。相信对于两位来说，这部电影就像是你们的孩子一般。晨晨继续说道。如今我虽然买下了版权，但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我还是希望第二部依然由两位进行操刀。说着，晨晨再次取出2份合同，分别递给了两人。特兰克先生，这次我会投资1亿美元用于电影的前期拍摄，如果不够还可以再加。至于工资方面，我额外支付您1000万美元，这笔钱随时可以到账，无论电影最终票房如何，只要您尽心尽力就够了。至于兰迪斯先生，晨晨看向马脸男子，作为这部电影的编剧，我给您开出的价格是300万，您只需要在我给出的框架中编出一个优秀的故事，能做到吗？两人闻言互相对视了一眼，都有些惊讶于晨晨的手笔。晨晨给出的价格几乎是好莱坞中一线导演和编剧的价格了，这个价格我很满意，只要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的要求，我这边没有问题。特兰克爽快道。等等，可是一旁的兰迪斯却沉吟道，您刚才所说的给出框架的意思是我不能进行原创吗？是的，晨晨点了点头，郑重道，我会给出一个大致的框架，例如第二部的开端和结局，您可以在框架中填充合适的细节，但却不能违反。兰迪斯闻言顿时沉默下来，看着似乎陷入内心挣扎的兰迪斯，晨晨好整以暇地喝了一口水，并没有任何劝说的举动。他之所以再次聘请两人，不过是为了多一层保险罢了。两人之前拍摄的第一部既然可以被放入 U 盘，那么如今在导演、编剧乃至主演都不变的情况下，第二应该也能被 U 盘所接受吧。至于兰迪斯的内心挣扎，晨晨其实是知道的。早在10年前，兰迪斯便吃过类似的亏。在当年超能失控火爆全球时，他原本是编写了第二部的剧本的，只是第二部的剧情过于黑暗，片方担心影响票房，于是让他修改。可是当年执拗的兰迪斯不愿修改任何剧情，最终惹怒了制片人，将他从剧组中踢了出去。该成熟一些了，兰迪斯。一旁的特兰克突然叹息一声，虽然很不耻兰迪斯生活方面的作风，但面对这个才华横溢的老搭档，特兰克还是提醒了一句。听到特兰克的劝说，兰迪斯眼中的挣扎也慢慢褪去，他抬起头，神色颓然。明白了，我会按照您的要求去做的。很好。晨晨闻言鼓了鼓掌，然后端起一杯水举到两人面前。那就合作愉快。两人也端起红酒，轻轻相击。合作愉快。三人相碰过后，气氛明显热切了不少。晨晨再次打开一旁的笔记本，对兰迪斯说道：“兰迪斯先生，那么给我说说电影原本的设定吧。我将会根据原本设定决定接下来的剧情。您是要现编一个故事框架？”两人顿时都有些愕然。没错，这是我的心愿。晨晨微笑道。好吧，如果您坚持的话。兰迪斯挠了挠头。其实过去这么久，很多当年的设想已经模糊了，请容许我从头梳理一下。说着，兰迪斯将高脚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然后再次为自己倒了一杯，良久才缓缓说道：“这个故事还是要从那枚天外水晶说起了。阅读网址132，晨晨的设定。等等，你是说水晶是从天外掉下来的？”晨晨确认问道。是的，水晶一看就不像是地球的产物，不是吗？兰迪斯摊了摊手，毕竟我们都知道地球上不存在这种物质，而且水晶也只是一种储存装置，真正让主角拥有超能力的应该是里面的外星植物。晨晨闻言心中一沉，突然产生一种不妙的想法，可是他却没有打断对方。兰迪斯继续说道：“我是从一个文中得到的灵感，不知你们听说过没？一名擅长使用测谎仪的刑讯专家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发现植物其实可以收到人类的意志，
那名刑讯专家一开始只是想知道水从龙血树底部到树叶所需的时间，于是用了测谎机。你们应该知道，当一个人撒谎或情绪波动时，测谎机图纸上的线条是会急剧起伏的，而用在植物身上时，线条会慢慢上升，因为树叶的电阻因为湿气而慢慢降低。可是实际情况却相反，图纸上的线条起初往下走，继而微微跳动，就跟一个害怕被测谎的人出现出的状况一样。兰迪斯徐徐讲述着，接着他想继续探寻植物的情绪反应，比如给他一个巨大的威胁。当他升起用火柴去烧叶子的念头时，测谎图纸线条开始剧烈起伏。然而他还没有去烧叶子呢，只是想这样做而已。但不知怎地，龙血树似乎感应到了这个意念，变得极端惊恐。沉沉静静聆听着，接着他真正点燃了一根火柴，在龙血树的叶子下面晃了晃，图纸上的线条依然上下乱跳，直至他把火柴放回原处，图纸上的线条才缓和下来，最后变成一条直线。可是如果进行多次这样的假威胁，龙血树就不会有什么反应。他似乎知道了实验人员不是认真的。兰迪斯笑道，就是这个实验给了我灵感。剧情中的外星植物能分泌一种物质，就是电影中的水晶，他们通过这种手段保护自己，同时它还能赋予人类超能力，就像是电脑的主机，而主角三人则是分机，因此三人可以互相感应，也能感应到主机的存在。随着兰迪斯的话语，沉沉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可还是问道，那原理呢？外星植物为什么能赋予人类超能力？而主角三人的能力原理又是什么？闻言，兰迪斯和特兰克都奇怪地看了沉沉一眼。特兰克只得尴尬地解释道，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们当初并没有考虑过，就像是超人、绿巨人一样，观众只看超能力，可是有谁去关心超能力背后的科学原理呢？兰迪斯也是无奈地耸了耸肩，这些难题我们应该交给科学家去考虑才对。沉沉闻言，心中一阵无奈，可是他却明白对方所言不虚，超能力本就是一种约定成俗的东西，就算是 X 战警中的 X 基因，也只说明 X 基因能让人产生超能力，可是谁又能解释得出为什么 X 基因能让人产生超能力？可是就在这时，沉沉突然心中一动，想到了某种可能，或许正是因为没有设定出来，才有了无限的可能。就像超能失控与星球崛起，任何人都知道第二部电影比第一部更科幻，可是 U 盘却只承认了超能失控，而不承认星球崛起，这是为何？如果像星球崛起那样，直接说明是一种 RNA 逆转录病毒，可是现实中没有任何 RNA 逆转录病毒可以做到电影中的情景，反而被 U 盘认定为不符合科学。其实严格来说，这个故事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特兰克的想法。就在沉沉深思的时候，兰迪斯看向一旁的特兰克，继续说道，没错，这部电影是我在《鬼影实录》片场产生的灵感，就相当于我的一场白日梦。后来我找到了兰迪斯，让他将我的想法变成了现实。特兰克似乎想到了当年，露出追忆之色。高中男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超能力，和肌肉一样，只要勤加练习就能越来越强大。这就是我最早的想法了。然后你们就把白日梦变成了噩梦。沉沉打趣道，毕竟我们不想拍俗套的超级英雄电影，我们想追求一些深度。兰迪斯解释道，通过限制主角的性格和家庭，达到电影的戏剧性效果，将其变成一部带有悲剧色彩的影片，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沉沉闻言，内心暗暗叹息一声。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得到超能力的人会有危险吗？比如能影响人类的内心，被植物夺舍的危险等等。设计第一部的时候，我们没想那么多，毕竟是和剧情无关的东西，我们还是着重放在主角的塑造上。兰迪斯也是有些无奈，直至第二部，我的确想将植物设定的更黑暗危险一些的，可惜我被主创公司踢掉了。闻言，沉沉这才精神一振，也就是说，第一部中你们并没有给出植物有威胁性的设定。是的。两人都不明白沉沉为什么要如此追根究底，可还是点了点头。很好，两位请稍等。沉沉满意的点了点头，开始在电脑上噼里啪啦的写着什么，直至10分钟后，沉沉才呼出一口气。既然如此，我就将第二部的时间设定在10年后好了。说着，沉沉开始描绘起来。当年第一部的结局是安德鲁内心黑暗面爆发，表哥马特忍痛刺死安德鲁，然后去周游世界。那么第二部可以这样展开。两人没有开口，等着沉沉接下来的话语。这10年来，马特走过了世界各地，可是却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水晶的线索，而且他们当年发现水晶的位置早已被政府封锁起来，平常人无法靠近。沉沉低声说着，
于是，找了10年都没有找到线索的马特偷偷潜进了洞穴。可是，在费尽千辛万苦进入洞穴后，却发现这里已经被政府改造为一座巨大的地下基地。同时，他还发现当年的安德鲁并没有死亡。原来当年虽然他被贯穿了腹部，但却被政府救了下来，并让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用以研究他的身体。而且，政府还将那枚水晶进行了切割，切割成上千块拳头大小的晶体，并将里面的外星植物取了出来。随后才发现，那些晶体只能储存植物一部分的力量，真正重要的其实是植物本身。可是，植物离开晶体后很快就死了，因为它无法适应地球的环境，而政府也因此失去了量产超能者的手段。这也就解释了为何10年来政府一直不杀安德鲁。陈晨边说边打字，等到这段话说完后，才将电脑屏幕转到2人面前。在植物死后，储存着一部分植物力量的水晶变成了一次性消耗品。政府用那些被分割的水晶制造了一名又一名的超能者，可是他们的辐射量只是当初主角3人的几100%，因此取得的超能力十分弱小，甚至成长性也无比低下，远没有安德鲁等人那样夸张。而想要获得更强的力量，唯有得到更多的超能水晶。陈晨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最后总结道：“这就是我给出的第2部的所有设定了。2位务必按照我提供的设定，将第2部完善下去，同时给予我们童年一个美好的结局。133返回非洲。3部电影代表了陈晨3个方向的尝试。第一部，长生不老。陈晨是借由生死危机、惊天计划推导出 U 盘能干扰时间线的可能，从而做出进一步的尝试。而且电影中出现了多种科技，只要能被 U 盘承认，就等同于将未来握在了手中。第2部，癌人。陈晨则将其设置在平行世界，这种情况下电影剧情应该不会与现实发生冲突。只要能符合 U 盘，那么继阿尔兹海默症之后，癌症这种人类的世纪疾病就可以被陈晨所终结。而第3部《超能失控2》则是陈晨为自己而设计的电影，毕竟是从编剧口中得到的设定，几乎可以认为是原设。只要继续编写下去，并且没有和第1部发生冲突，想必不会出现被 U 拒绝的情况。这是3部电影中陈晨认为最有可能被 U 盘承认的一部。而且通过用剧情将水晶分割开来，陈晨便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去验证超能水晶是否对人类有害。不仅如此，陈晨还剧情杀了外星植物，这样一来，就算植物对超能力者有所威胁，也可以无视，最大限度地摒弃了一切危险。而且陈晨设定了水晶的影响可以叠加，就算一开始获得的能力弱小也没关系，只要不断摄取出水晶块，迟早陈晨也能达到电影中安德鲁的程度，甚至更强。只是不知道作为全世界唯一一名超能力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陈晨无聊之下打开手机，专门下载了一个壁呼，搜了搜这个问题，没想到还真搜到了几个。于是陈晨打开匿名，然后在回答中写道：泻药，人在非洲，刚下飞机，月入1000万，利益相关，评论区戾气太重，腻了，只是在北美洲逗留了几天，陈晨便再次离开。这一次程超也跟着离开，毕竟作为精通500种杀人方法的王牌，把程超一个人留在这里实在有些大材小用。陈晨准备换从公司里挑几个人过来当监制。随后陈晨和程超2人乘坐航班返回了纳米比亚。钱文欢的效率很快，从陈晨开始研究阿尔兹海默症药物开始，至今不过4个多月，生命科学城的雏形便已经出现。只是刚走出金湾港国际机场，陈晨便眼前一亮。1个月前离开非洲时，生命科学城还在铺路，此时回来，却看到几条新修的主干公路彻底开通，这些道路如一条条延伸至天际的黑龙。同时远方还有一栋栋正在盖建的高楼，颇有几分中州区的味道。当初陈晨这边财大气粗的邀请了数名中州区的城市设计师，这群设计师集思广益，不过1周的时间便合力设计出一座充满现代风格的小镇。小镇有着明快的建筑风格，宽阔的道路，完备的城市绿化，充满现代人文气息。中心商业街、中央公园、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应有尽有。在沿海一带还有着大量别墅区，以及许多座耸立于三明治湾的疗养中心。这还只是1期工程，小镇上留出了许多控制规划用地，如果将来小镇人数增多，还可以开启相应的2期乃至3期工程，足以将小镇的规模扩张至10万人以上。当陈晨出机场时，看到的就是这幅火热朝天、欣欣向荣的景象。老板，在机场外面，钱文欢早已等待多时。他知道陈晨不喜欢排场，因此只带了2名安全服务部的队员。此时看见陈晨出了机场，立即迎了上来。
这个曾经独自一人踏往异国他乡，勉强在一家中型公司混了个业务经理的人，如今却已退掉了满身土气，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果然，任何艺人都不能小觑。钱文欢本来并不被陈晨看好，当初也只是给他一个机会，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凭这个机会，钱文欢竟然将陈晨指派下来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令人刮目相看。别看陈晨整日里不是在研究，就是在全联邦到处乱飘，完全就是一个甩手掌柜。可是有着小 X， 陈晨对公司依然是了如指掌，因此他才明白，公司如今的井井有条中，钱文欢到底花费了多少心思。鼓励性的拍了拍钱文欢的肩膀，陈晨一边朝汽车走去，一边问道：“我老师那边情况如何？”王教授已经在研究中心住下了，现在每天都在接受治疗，有您设计的方案，听说效果十分不错。可是虽然嘴上这样说，可钱文欢明显还是露出了苦笑。只是这位大佬总是以脑部创伤需要少休息为由，整日找我们研究中心的那群研究员探讨各种项目，听说已经和咱们研究中心的人混熟了。陈晨闻言笑了笑，王希教授所说的脑部受创要少休息的事情，还是自然杂志上刊登的。简单来说，就是一支团队通过激光让小鼠们的大脑出现类似中风的损伤，然后让2组小鼠进行对比，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中风后立即进入工作状态的小鼠，比休息了3天后再进入工作的小鼠大脑的恢复程度更高，恢复速度也更快。也就是说，脑损伤后休息可能不是修复大脑的最佳途径，反而是让大脑忙碌起来更有助于大脑功能的恢复。当然了，这些也都只是理论，暂时没有在人类身上验证过。既然我老师愿意，就随他去好了，只要不接触到研究中心真正机密就够了。陈晨摆了摆手，走到车前，钱文欢已经先一步拉开了车门，让陈晨坐了进去。等到程超也替换了原来的司机，让那名司机和钱文欢带来的保镖去了第2辆车，然后才朝着研究中心开去。对了，地下基地的情况怎么样？随着车辆启动，陈晨突然再次问道：“有没有被纳米比亚官方察觉？”“放心吧，老板。”钱文欢连忙说道，“我们和建造地下基地工人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以3倍工资为代价，这群人必须做到全天24小时待在工地，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也不许和外界联络，只能等工期结束。不仅如此，我还在小区里安装了大量屏蔽器，